是所有男人都梦寐以求的面具，它不仅能让人变成80岁的糟老头，还能幻化成自己心中想象的任何模样，不论性别。当宋云翔戴上面具后，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上一世苍老的样子。可还没等他回过神，侍女清代突然开门走进来打扫房间。他看到面前这个陌生的老头后，立马警惕了起来。你是何人？云翔少爷呢？宋云翔见状，本想上前解释一番，可谁知清代直接拿着匕首刺了过去。好在宋云翔战斗经验无比丰富，侧身躲过的同时反手限制住了对方的行动。清代自知不敌，便想大喊引起院外护卫的注意，但还没等他开口，就被宋云翔捂住了口鼻。他看着镜子中暧昧的姿势，尴尬不已，随即想起了面具后面浮现出的4个字：相由心生。莫非是可以随着自己的心念所想幻化外形吗？思索至此，他便决定要试一试。随后只听见唰的一声，他居然变成了侍女清代的模样。此时两人依旧保持着刚才的姿势，呵呵，果然如此。心中想象自己的样子就可以自由幻化，难怪刚才会现出原形，原来那才是我内心真正对自己的认知。一想到这，宋云翔不免有些悲伤。他曾经是个魂脉残缺、无法召唤新魂将的废物，却独自一人斩杀无数怪兽，守护人族数十年。可面对数以万计的强敌，孤身作战的他最终还是输了，只能无奈选择自爆，与新怪同归于尽。经历1390年人类最后一个防御据点遭到入侵，无数的怪物破开次元壁障，涌进了这座城市。他们蚕食收割着所有看到的生命，绝望无助的情绪一时间弥漫了每个角落。但就在此刻，一道金光呼啸斩下，同时无数的电影瞬息便将所有怪物击毙。当人们抬头看去，只见一具金色的机甲出现在城市上空，正是人类最后一个能操控新魂将的战士宋云翔。但他天生魂脉残缺，只能依赖药物增加自身能量。数十年的战斗中，其他同伴都死了，只剩下他艰难守护着所有人。此时一阵嗡鸣响起，天空中又出现了数头怪物，再次对着地面发动攻击。危机时刻，星魂将洞渊主瞬间闪现挡下，但这也导致机甲受损严重。随即宋云翔便使用了星主系统，调用了其他星魂将。星主系统是他数十年前在某个文明遗迹中意外得到的神秘力量，拥有复制别人星魂将的逆天能力。星魂将曹仁可以变形飞行的凤凰形态，星魂将白起力量与速度兼备均衡，星魂将敖丙具有可怕大范围的破坏能力，星魂将吕布、星魂将关羽和星魂将龙驹都是战力无双的力量型。可由于他少年时魂脉残缺，留下了终身隐患，导致只能发挥出不足2成的战斗力。但此刻空中的裂缝越来越多，出现的怪物也越来越强，仅靠他一人已经孤木难支。最终为了给其余人争取逃生的时间，他做了一个决定：曾经将未来托付给我的诸位，抱歉了。说完他就燃烧自己的生命，发动了自爆。随即一道道光柱晃如烟花般洒向了四周，被命中的星怪顿时变成一团团火球，接着便闪烁接连不断的爆炸声。许久之后，烟雾散去，只留下一个方圆数千米的坑洞，里面所有的一切都化作了虚无。喂，宋云翔，宋云翔，醒一醒啊！听到呼唤的他再次睁开了眼睛，发现身处在陌生的地方，镜子里映射的是18岁时的样貌。这里是南州击武学院，我竟然回到了60年前。60年前的自己因为天生魂脉残缺，是个被家族嫌弃的废物。老爹为了保护他找关系，把他送进了东大陆天都国的南州击武院。那时他只知道荒废时间，每天吃喝玩乐。之后天都国被攻陷，宋家全军覆没，就连击武院也毁于受潮之中。幸亏他在星主系统的帮助下，才一次次险死还生。没想到他也跟着自己重生了。不过遗憾的是，之前复制的星魂将都没了。根据上一世的记忆，3天后受潮将会袭击击武院，教官、同学、长辈、兄弟，很多人都会在这场战斗中力战致死。而当年他只能看着这一切发生，却有心无力。但这次不同了，他带着60年后的记忆和经验重生回来。宋云翔，快带他们逃！宋云翔，我要回去。云翔，你走吧。抱歉，云翔哥哥。云翔大哥，我来断后。宋云翔，你还欠我3件事。想到曾经的一幕幕，他暗暗发誓要将所有的遗憾改变。3天后，老宋的房间爆发出阵阵金光，随即他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虽然利用这3天时间从黄阶初期突破到了巅峰，但对于现在魂脉残缺的身体还是太勉强了。上一世的他到50多岁才得到了修复魂脉的再造丹，尽管勉强修复了，却还是留下了隐患，不但卡在圣阶无法再进一步，复制来的星魂将也只能发挥不足2成的战斗力。现在只要再炼制1颗再造丹，就能不留隐患的彻底修复好残缺的魂脉。不久后，他来到了南州大药房，想取前几天预定的天龙梗，却被店员告知还要等几小时。听到这，老宋一脸无奈，不过刚好可以先去布置一些对付凶兽的阵法。到了击武院后，找寻了几处合适的位置。虽然上一世自己只学到了阵法的皮毛，但放到现在恐怕也领先这个时代100年以上。可惜的是，现在境界太低，只能布置减速阵法，用以缓慢凶兽的速度。准备差不多的时候，也收到了店员发来的信息，随即他便赶回了药店。但路上擦肩而过的口罩男却引起了他的注意。经过星主扫描，猜测对方的修炼方式是弥伦国的人。前世记忆中是弥伦国率先打破了势力平衡，对天都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其他国家也陆续被卷入战火。这也成为了东大陆毁灭的导火索。这个时间点，弥伦的人出现在这里，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很快就来到了药店，门口的招待热情地迎了上去，并把刚到货的天龙梗拿了出来。可老宋却表示自己没钱，不过我想将这些丹药卖给你们。妹子本想开口拒绝，等看清桌上的东西后，却目瞪口呆，这难道是罕见的4级聚凝丹吗？
男人最喜欢去药店吃霸王餐，只因他随手炼制的丹药都是传说中的极品。当宋云祥拿出瓶子的那一刻，本想拒绝的妹子却大吃一惊，里面不仅有罕见的4级丹药，甚至有的连自己都不认识。随后老宋拿着天龙梗前往了炼丹房，可里面只有一个坏掉了丹炉。不过好在他跟南大陆的灵元族学过虚炼术，不用炼丹炉也可以徒手炼丹，四方熔炼阵起。只见他手臂一挥，地面上凭空幻化出一个复杂的图案，随即他拿出储物袋中的药草，连同刚获得的天龙梗一起丢了进去。在灵力的催动下，阵法也缓缓运转起来，直到丹药成型的那一刻，老宋才露出满意的笑容。6级丹药再造丹，有了这个丹药，他的魂脉就可以修复了。与此同时，妹子把丹药送到了店长这边，店长洪芳仔细查看后，露出了同样惊讶的表情。随后两人在炼丹房等了1个小时，房间的门才缓缓打开。老宋看到他们，不禁暗自欣喜，上钩了。互相介绍之后，洪芳就小心翼翼拿出红色的瓶子，询问是不是传说中的5级燃血丹。燃血丹对星魂师突破大境界瓶颈有显著的效果，这种贵重的东西就连他都是很少见的。老宋肯定了他的回答，并又拿出来2颗，表示要一起卖。洪芳看到这一幕如遭雷击，一时间愣在了原地，而这正是老宋想要的效果。兰州药房背后的势力是洪氏商会，洪氏商会是东大陆3大商会之一，不但富可敌国，更有着可怕的人脉和资源渠道。这一是为了抵御未来出现的兽潮，他需要快速提升自身战力和组建自己的势力。洪氏商会这条大鱼可以好好利用一下。之后老宋直接友情价把这些丹药都打包卖给了他。等对方离开药房后，洪芳就立即把这件事上报给了背后的势力。回去的路上，一个红发女孩的出现让老宋激动不已，因为这个女孩正是他上一世的女朋友阿伞。随即老宋条件反射般抓住了女孩的手臂，接触到星魂将的持有者，星魂将吕布开始复制中。阿伞是神秘组织太渊的女刺客，同时也是星魂将吕布的拥有者。上一世自己和他是在3年后才相遇，那时候的他已经是准圣阶的强者，凭借吕布一骑当先的无双战力，强行介入各国战场，阻止人族的自相残杀。正在老宋回想以前甜蜜往事的时候，慌乱的阿伞打断了他的手臂，随即拿出匕首就刺了过去。老宋反手挡下，想要解释，结果下一秒就被高跟鞋踹中了小弟弟。而就在阿伞跑开之后，后面有几个黑袍人立马就追赶过去。老宋通过系统探查得知，这几个也是弥伦国的人，和那个在姬武院附近遇到的黑衣人一样。没想到这个时间已经混入了这么多弥伦国的奸细。记得上一世南州姬武院在这次兽潮中毁灭，星魂将左慈的魂玉也失踪了，难道是和这些弥伦国的奸细有关吗？传说1000年之前，人族的某位智者创造出了星魂将，从此无数星魂师追随了他，在凶兽肆虐的大陆上开疆拓土。初代院长大人就是被星魂将左慈所选中的英雄，他驾驭左慈为天都国打下了南州这片疆域，并在400年创立了这所南州姬武院。之后他的星魂将也化作魂玉封印在这座雕像中守护。阿伞在众多黑袍人的追赶下无奈进入了丛林，可这也正中了他们的圈套，周围布下的结界瞬间启动，4个硕大的机甲也将他围困在了中间。不玩了，抓紧解决这个小娘皮！机甲收到命令立刻挥刀劈下，阿伞见状瞬间一跃而起，跳到了半空中。星魂够装，随着声音落下，一道蓝色光柱从天而降，以他为中心不断的有碎片凝聚成型，紧接着双手武器也都显化了出来，而这正是星魂将无双战神吕布。还大喝一声召唤出吕布机甲，瞬间便将眼前的敌人拦腰斩断，但却有越来越多的机甲围了上来。威远士虽然只是天都国基础量产的星魂将，可数量够多的话依然是不小的威胁，是时候捕获了。开启求星锁魂阵，随着头目话音落下，吕布周围突然出现8个特殊的法阵，每个法阵中都探出一条紫色的锁链，紧接着便限制住了他的行动。这是在古文明遗迹中得到的专门捕获星魂将的阵法，一旦被束缚住极难挣脱。随后一个圆形的仪器抬到了他的背后，仪器的作用可以强行抽取星魂将的魂石数据。眼看情况不妙，女孩想要反抗，可任凭他怎么用力都无济于事。而就在对方快要得逞之时，一道蓝色的光芒瞬间一闪而过，同时锁住吕布的锁链也寸寸断裂。当女孩回头看去，却懵逼了，因为身后的机甲跟她的除了颜色，其他的几乎都一样。老宋知道现在不是解释的时机，提议先解决眼前再说。阿伞见状冷哼一声，也没有过多言语，紧接着两人就冲向了敌军之中。随着倒下的敌人越来越多，阿伞观察到了不对，那个人明明只有黄阶修为，但却能够用最小幅度的动作精准刺中机体中心处的敌人。他对魂力的精准控制，还有干净利落的动作，简直就像是有数十年战斗经验的老兵。当解决最后一个杂兵后，两人同时看向了小头目的方位。长毛秃头过来跪下投降，这样的羞辱老头怎么能忍？立马提刀冲了过去，可还没等他靠近，2条手臂就被老宋瞬间斩断。老实交代吧，你们这群弥伦国的杂碎到底想干嘛？见被识破头目面露凶狠之色，随即燃烧魂力想要自爆同归于尽。可在老宋面前，这种手段简直是班门弄斧。他一拳便强行将对方的机甲轰成碎片，头目也被反震砸进了地面中。通过他口中藏着自尽用的毒牙，老宋猜出了一些端倪。你应该是叶网的手下吧？叶网是统帅33万太和残党的佣兵之王，也是星魂将干将的拥有者，来自已经沉没的岛国太和国。据前世所知，他率领太和残党以佣兵的身份加入了弥伦军，之后一直活跃在侵略天都国的战场上。上一世自己曾多次和他交过手，
但前世魂脉残缺的自己跟他的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想到这里，右眼那道被夜网留下的伤疤就隐隐作痛。这家伙就交给你吧，把他带回太渊好好拷问一下。听到这里，阿伞瞬间戒备了起来。直到现在，眼前的男人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谜。放心吧，我不是你的敌人，也不是太渊的敌人。某种意义上，我和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团结所有的人族对抗真正的敌人。就在他话刚说完，突然刮起一阵狂风，天空也瞬间暗淡了几分。感受到出现的异样，老宋脸色大变。是裂缝怎么可能？兽潮出现的时间比前世的记忆中提前了，圆顶城有危险。随即留给阿伞一些丹药后，他也要离开了。为了节省赶回去的时间，他以3倍魂力消耗，开启了星降兽赤焰火龙驹。星魂够装。随着声音落下，一道光柱从天而降。片刻后，一个威风凛凛的战马就出现在了吕布的胯下。难道裂缝出现的时间提前是因为我吗？既然我的行为能改变历史，那就一定要救下他们。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方天画戟，专统义斧。望着只有天阶才能解锁的赤焰火龙驹，女孩的眼中不禁有些羡慕。自己明明还不能用，为什么她却可以？难道是姬武院的左慈吗？根据太渊的情报，传说左慈拥有幻化其他星魂将的能力。这个男人是左慈的拥有者吗？宋云翔，你等一下，弥伦国这次的目标是和左慈有关，你小心一点。老宋回复多谢之后，就一跃而起离开了这里。与此同时，在圆顶城内西城区正在进行惨烈的战斗。城区守备军第5小队与姬武院正联手抵御这场兽潮，可现在情况不容乐观。原本数百人的队伍死伤惨重，仅剩的几人也被凶兽围困在了一起，苦苦支撑。不停的有队员被凶兽拖到外面，然后被一拥而上瓜分撕裂。教官郭元一不留神也被打倒在地，未等他有所反应，凶兽就要握拳砸下，眼看要命丧于此。一道光柱从天而降，瞬间洞穿了凶兽的身体。当烟雾散去，才看清是一把方天画戟。同时，远处的马蹄声越来越近。老宋手臂一挥，方天戟随即化作点点星芒，重新凝聚在他的手中。紧接着，一人一马便冲进了凶兽群。随后，场中响起了一连串的爆炸，令人畏惧的凶兽在他手中竟不堪一击。此刻，众人都看得目瞪口呆，这也太强了吧！解决掉所有凶兽后，老宋解除了武装。各位不必紧张，我只是个路过的人。天都的旗帜不应该倒在地上，天都必胜！听到这句口号，他们也信心倍增，齐刷刷地喊了起来。看到旁边躺着的妹子还没死透，老宋准备帮下忙。遇上我算你运气好，你的魂符我拿走了，就当救你的代价。随后他给妹子喂了一颗丹药，就带着她走向了剩余的几人。等一下，你是我们姬武院的学员吧？你是哪个班的？闻言，老宋没有回头，只是把一瓶丹药丢了过去。我叫宋云翔，只是刚好凑巧路过而已。说完就召唤出火龙驹，赶赴了其他战场。此时被救的妹子也把他的名字记在了心里。一路上，老宋摧枯拉朽般把遇到的凶兽都斩于马下，完美展现了吕布无双战神的战力。不过这一幕被一个老头注意到了，有意思，明明只是个黄阶巅峰的小家伙。与此同时，在姬武院的指挥室内，院长顾师竟收到了助理的汇报，3点钟的位置得到了某个神秘强者的支援，4点和5点钟位置也陆续目击到了骑马的神秘星魂将。不久后，老宋来到了姬武院中心，他的目的正是眼前的左慈魂玉。接着他一跃而起，跳到了雕像的肩膀上，星主系统强行牵引左慈魂玉。随着老宋手臂伸出，雕像的头部也泛起道道裂纹。给我出来！老宋再次加大了吸引力度，魂玉也终于落到了他的手中，但系统却告知无法复制左慈的数据，只能先将其收入系统空间内，为其找到适合的拥有者再进行复制。听到这，老宋只能无奈叹了口气，既然魂玉到手了，那该去救正在苦战的教官和同学们了。妹子被强行按倒在地上，紧接着怪兽张嘴就扑了上来，下一秒数道攻击接踵而至。老宋驾驶机甲降落在了这里，由于之前的吕布过于显眼，他就换成了从上个妹子内捡的学员型号的微远士，但武器配备太垃圾，一连串的攻击跟给凶兽挠痒痒没啥区别。随后他召唤星主系统，把吕布的方天画戟单独构造了出来，接着主动向凶兽冲了过去，一刀之下直接削成2半。简单寒暄了几句，老宋又奔赴了下个战场。此刻在姬武院的宿舍区内，几名学员和教官组成了龟甲阵，以守待公虎虎坚持。但精英班的上官银晴却选择了主动出击，战斗状态的他就像疯子一样。虽然凭借高机动性略占上风，可一不留神还是被凶兽偷袭命中，接着被数个凶兽一拥而上围困在了中心。危急时刻，老宋一闪而过，如砍瓜切菜般又完成了一次英雄救美。上官银晴看到这一幕，脸红心跳，这家伙也太帅了吧！我要赶快起来，像狗一样的姿势趴在地上太丢人了。这时老宋走过来扶住了他，还能继续战斗吗？我还可以的，谢谢你。上官银晴说完，连机甲都泛起了红晕。那边那位扛着大杀器的同学别再磨蹭了，快来支援我们这边。来了！老宋一跃而起，朝着其他凶兽杀去。一顿输出之下，周围凶兽转眼间便少了小半部分。教官这边压力骤减，也展开了反击。众人合力之下，渐渐进入了优势。这时老宋的机甲内传来了提示，魂力残量不足，构装即将解除。现在魂脉已经初步修复，但境界毕竟只是黄阶巅峰，只使用微远式的武装理论上可以持续10分钟左右。在最后一只凶兽解决之后，老宋的魂力也彻底耗尽，解除了武装。此刻众人看到是他都露出惊讶的表情，居然是他，1年级那个出名的废物，人称3分钟快男的宋云翔。与此同时，指挥室内，院长顾诗静也看到了这一幕。在印象中，他不是个魂脉残缺的废物吗？等兽潮结束，我得尽快把这小子抓起来拷问。危险解除后，其他人也解除了武装。下一波凶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所有人都在尽快恢复魂力。
上官银琴走过来，羞涩地表达了谢意。老宋听到他的名字，却露出了诧异的表情。他记得上一世上官银琴是星魂降龙居的拥有者，在天都与迷伦的决战中，4大家族的上官家临阵倒戈，背叛了天都。这个疯女人作为他曾经的敌人，也数次让他深陷险境。如果当时不是自己运气好，恐怕已经死在他手中了。想到这，老宋一把抓住了他的手。星主系统给我复制他的星魂降龙居，等复制好了就趁早弄死这个疯妹子，这样就可以提前解决一个难缠的强敌了。看着他兴奋的模样，上官银琴害羞的想入非非。他抓着我的手，该不会是要告白吧？不过爹爹说我们宋家只招上门女婿，宋学弟能不能接受入赘呢？女孩想要强迫男人做上门女婿，而男人却在心里盘算等会儿怎么杀了她，只因为女孩拥有大将龙居的力量，并在不久后双方就会成为不死不休的敌人。但下一秒系统却提示复制失败，目标并没有龙居的数据。宋云翔这才想起来，对方应该是在10个月后的秘境探索中获得了龙居的魂玉，于是尴尬的连忙松开手。按照上一世的发展来看，即使自己刚才不救他，他应该也会有什么保命的底牌。自己现在非但不能杀他，而且还要尽量保证这妹子在获得星魂降龙居之前不要挂掉。想到这，宋云翔拿出一颗丹药递给了他，看着5级的续魂丹，众人惊讶的目瞪口呆，这出手也太大方了吧！上官银琴吞入口中之后，不由得呻吟出声，这药效简直不可思议，魂力浓郁而又温润，不但瞬间把自己填满，更如汹涌的波涛般肆意而出，自己以前吃过的根本没法和这个比较，恐怕是极品丹药。随后宋云翔又随手布下了4级聚魂阵，在此阵法内修炼魂力回复的速度提高了5倍不止。这一幕又引得众人惊叹不已。告辞了各位，你们先在这里调息，我去演武场那边看看。说罢，宋云翔召唤出自己的机甲，接着一跃而起，跳到半空之中。等等，我跟你一起去。上官银琴看到心上人走了，也急忙拿出魂卡，然后消失在了众人面前。此刻在姬武院的中央区域内，教官和同学艰难的边打边退，但好在可以利用地形优势不断消耗落单的凶兽。久而久之，凶兽见强攻不下，于是就改用了远程攻击。砰的一声，无数光柱瞬间砸在了人群之中，打得众人措手不及，原本的优势也荡然无存。不等他们调整凶兽，紧接着又发动了下一波攻击。这种攻击以为远视的盾牌根本挡不住。就在他们绝望的时候，一道光柱从眼前一闪而过，正是宋云翔及时赶到，利用方天画戟吸引凶兽的注意。看来来的正是时候啊！宋云翔手臂一挥，方天画戟又重新凝聚在他的手中，接着把魂力都汇聚在脚下，巧妙地穿梭在对方攻击之中。临近之后，瞬间便将凶兽斩成2段。4、3、2。随着他声音落下，10几只凶兽瞬间就被消灭干净。这时上官银琴才匆匆赶过来，欧教官、程教官，好久不见。宋玉祥解除武装后，看着两人笑眯眯的打招呼：“你小子这几天失踪跑哪去了？哦，不对，你小子刚才怎么会这么强？不是魂脉残缺，只能勉强战斗3分钟吗？”程毅一脸疑惑地质问他：“为什么你入学这段时间要装作魂脉受损，隐藏实力？虽然很感谢你的出手相助，但我需要你给我们一个解释。”面对两人的质问，宋云祥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呼啸而至，众人抬头看去，只见一个威武的机甲从天而降，接着砰的一声落在了地面上。解除武装后，出现了院长顾诗静的身影。顾诗静径直地走到了宋云祥面前，接着便调动护山大阵，形成了一道隔音的屏障。宋云祥不以为然，想要以隐私为由拒绝回答，可精明的院长却早就猜到所有的前因后果。你隐藏实力，装作魂脉受损，利用家里的关系走后门混入姬武院，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左慈魂玉而来吧？越靠越近的凶器让宋云祥有些慌乱。顾诗静看着他的表情，更加笃定了自己的猜测。别装了，其实那尊出现的红色吕布就是你以左慈特有的幻化能力伪装出来的外观吧？根据天都国的记载，左慈不但可以幻化其他星魂将，还能模仿目标的一些能力和招式，甚至还可以隐藏星魂师的真实实力。说完，他解除了屏障，让所有人都听到了这些话。宋云祥此刻懵了，这女人一番推理，自己都快要相信了。虽然自己原本也没打算隐瞒星主系统的存在，不过既然被他误以为是因为左慈幻化的，那干脆就将错就错，让左慈来给星主系统背锅。想到这，宋云祥大手一挥，不装了，摊牌了。没错，左慈魂玉的确被我得到了，没想到你竟然这样承认了。所以你们那老爷子应该是早就发现了你与左慈魂玉有一定适合度，于是就安排你进入姬武院伺机窃取魂玉吧。可惜因为这次突发受潮，你为了出手救人，不得已暴露了实力。不过你们宋家这样擅自操作，已经严重违反了天都国的星魂将管理条例，这是可大可小，定个谋反罪也不是不行。听到这，宋云祥想解释一番蒙混过关，却被顾诗静打断了他的话：“我们做个交易如何？这次受潮爆发很有可能是人为诱导的。目前已经发现了3个疑似诱导装置的核心位置，东城区的位置我已经请了一位天阶高手前往压制，南城区这边我来负责，所以我需要你前往北城区的位置，不需要你彻底压制，我只要你救出1个人即可。”救人吗？老宋意识到救的人不简单，没错，我要你救的人就是皇族的人，天都国的2皇子天泽海。这个名字宋云祥听说过。2皇子天泽海是皇族中的主战代表，据说是个战争狂，曾数次申请抢先对弥伦国发动攻击。上一世的传闻中似乎死在了这次受潮事件，公开的原因是遭到了太渊刺客的暗杀。
阿散也因为此事被天都国通缉，但无论如何，刺杀二皇子的肯定不是阿散。交易条件，你帮我去救二皇子殿下，我代表姬武院为你奏请合法持有星魂降佐词，并且在事成之后，我可以在院长权限内再额外答应你一个条件。话说到这份上，宋云祥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了。不管了，先去凑个热闹看看再说。星主系统给我调出赤焰火龙驹，星魂够装。随着话音落下，片刻后，一个威风凛凛的战马就出现在他的胯下。就在宋云祥准备出发的时候，上官银琴又跟了上来。从刚才谈话得知对方拥有佐词，这更加坚定了让他成为上官家女婿的决心。随后他一跃而起，跳到了马背上，抓紧了，掉下去我可不管你。紧接着战马就砰的一声消失在了众人眼前。别看他只是个看门老大爷，实际上却是能徒手撕天的恐怖强者，一人堪比千军万马的存在。看着场中同样具有天阶战力的凶兽穷奇，大爷面无表情地拿出了自己的红卡。老伙计，再和我并肩作战一次吧。与此同时，在另一处战场，院长顾师静望着天空的裂缝，有些凝重。全军列阵。话音刚落，无数装备精良的士兵便迅速地组建好了阵容。伴随着巨响，一个硕大的脑袋从裂缝中探了出来。开始射击，一声令下，密密麻麻的火力覆盖了整个天空。画面来到另一边，原本数百人的皇家禁卫军此刻负伤惨重，只剩下几个人苦苦支撑。连天阶初期的刘胜武也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天泽海看着他，眼神中充满自责，刚才落入了迷伦国的圈套中，要不是刘胜武舍命相护，恐怕他已经死了。这时凶兽又发起了进攻，远处烟雾之中，一道硕大的身影缓缓走近，正是同样出现在另外两处战场的天阶凶兽穷奇。而刚好宋云祥也在此刻赶到了，但身为皇阶巅峰的他想打败天阶凶兽几乎不可能。为了争取时间，宋云祥把方天画戟附带上阵法封住了穷奇前进的道路，然后安排上官银琴去剥离凶兽尸体中的裂空结晶，直到他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上官银琴才抱着3颗结晶快步赶了回来。紧接着，宋云祥带着结晶主动冲向了穷奇的位置。临近之时，他一跃而起，赤焰火龙驹星解，方天画戟归来。话音落下，地面上的方天戟就化作点点星芒，然后重新凝聚在他的手中。而没了阻挡的穷奇立马就张嘴发动了远程攻击。宋云祥见状，连忙侧身躲过，一击无功，穷奇脚下借力瞬间弹跳而起，吕布也顺势挥戟相迎。双方碰撞之下，一股强烈的波动顿时四散蔓延，紧接着他就被震飞了出去，直到撞穿了几栋大楼才堪止住了身形。不过他的目的也达到了。给我爆！话音落下，他偷偷留在穷奇身旁的裂空结晶就不停震动，然后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不久之后，烟雾散去，只见穷奇的半边手掌已经化作了虚无。不好意思，现在的我还不是天阶的对手，只能用点不讲武德的小手段了。天泽海看到这一幕赞叹不已，太妙了！将魂力注入裂空结晶，通过过载爆炸制造出小型的空间塔线，没想到还能见到这种骚操作。接着恢复过来的穷奇又跟吕布站在了一起。宋云祥明白，以自己目前境界能维持的够装强度，肯定是无法和天阶硬拼的，看来只能用那个办法了。随即他抓住结晶，直接朝穷奇的嘴巴打了过去，以一条手臂为代价把晶石送到了对方口中。紧接着强忍剧痛念动了咒语，给我爆！瞬间紫色的电光便蔓延至穷奇全身，砰的一声化作一颗刺眼的光球。老头大喝一声剑来，手中就缓缓凝聚出一把断剑，接着他只是轻轻一挥，万里之内的所有物体瞬间就被劈成了两半，就连天阶凶兽穷奇也在一击瞬间被秒。半步圣阶强者果然恐怖如斯。就在众人准备膜拜之时，却发现大爷早已消失在了原地。与此同时，在不远处的大楼上，一伙神秘人正在安置一个特殊的设备。意识到任务失败，他们转身就要离开，然而大爷却出现在了这里。神秘人此刻慌乱不已，想召唤机甲做最后的反抗，但下一秒他们就被一脚踩晕了过去。随后大爷就带着一个活口离开了这里。而在另一处战场上，无数重甲武装的士兵正在围着穷奇发动攻击。在人海战术和密集的火力覆盖之下，穷奇最终难以支撑，轰然倒地。接着场中就爆发出兴奋的呐喊：天阶凶兽不过如此，我们还可以再打10个。院长顾诗静表面上神色自若，实际也是捏了一把冷汗。他深知天阶凶兽的强大，利用人海战术虽然侥幸获胜，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这时大爷从天而降，打了声招呼，顾诗静也连忙解除了机甲躬身行为。这个是在东城区裂缝那边抓到的弥伦国的奸细，程卫军和密查斯很可能已经被渗透了，我不放心，所以就交给你了。交代一番，大爷就准备离开，可这时他突然察觉到被人监视了。大爷回头的那一刻，远处大楼上的敌人也意识到被发现了。需要我帮你解决那几个杂碎吗？不必，我已经安排好了。话刚说完，一把匕首就瞬间穿透了敌人的机甲，另外几人也被从天而降的树魂网笼罩在了其中。解决好所有敌人后，助手收起了武器，报告院长，目标5人已全部控制住。听到助手的汇报，顾诗静满意的点点头。见这边也没有问题了，大爷摆手就要离开。我去北城去看看，那里有个我很感兴趣的小家伙。说完就一跃而起，跳到半空之中。与此同时，在北城区的核心战场，宋云祥以一条手臂为代价把裂空结晶送到了穷奇口中，接着便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不久之后，烟雾消散，穷奇消失在了原地。随后宋云祥解除武装，跟二皇子打了声招呼。天泽海郑重的抱拳一拜，感谢他的出手相助。
互相介绍一番，宋云祥就来到他的面前，看着重伤濒死的刘胜武，宋云祥意识到了不妙，接着就在天泽海的震惊中，一股脑的把整瓶5级丹药都塞进了他口中。好家伙，简直毫无人性！在大量高阶丹药的作用下，刘胜武很快就恢复了。而这时上官银琴也来到了这里，因为他二哥上官红尘就在天泽海麾下效力，所以表现得对天泽海很是尊敬。随后交谈一番，两人就要告辞了。回去的路上，宋云祥决定此件事了，要赶紧回家了。上一世姬武院和元鼎城都在这次受潮中毁灭，自己跟着难民队伍一路向南，从死亡沙漠绕行，花了将近20多天才逃回宋家。可之后不到1个月，宋家驻守的南荒边境也被更加庞大的受潮吞没了，老爷子和那些兄弟姐妹还有守军都死在那里。当时的自己无力阻止这一切，又一次独自逃了出去，之后被那位女老师所救，还有2个月时间，还来得及。这时他突然眼神一冷，紧接着立马踢向了旁边的阴影处，但下一秒脚就被人抓在了手中。随后响起了一道苍老的声音：“你这小子果然有点意思。”后面几个人瞬间警觉了起来。老头此刻开口了：“你在姬武院隐藏的挺深啊。”他没想到对方只是黄阶巅峰的修为，竟然能察觉到自己半生的气息。当烟雾散去，宋云祥也认出了他，这个人就是姬武院的那个门卫大爷徐鹤鸣。随即他躬身行了一礼。徐鹤鸣是南州3剑之首，30岁境界就达到了天阶，以成名绝技一剑碎山河横行于东大陆，曾只为一句承诺单骑奔袭数千里驰援北境战场，一招斩落3艘镇空舰。据说他在20多年前就已经是天阶大圆满的修为，可圣阶难如登天。之后他不断在红尘中历练，只为寻找成圣的一丝契机，但只可惜一直未能突破。天阶大圆满又被尊称半圣。听到刘胜武的介绍，周围几人也恭敬地行了一礼。宋云祥此刻浮想联翩，在上一世早就建立起了突破圣人的培养体系，连自己一个废人都能成圣，那要是自己能训练出一支圣阶大军，岂不是可以碾压整个时代？眼前的这位徐老岂不是送上门的实验对象吗？感受到他盯着自己兴奋的眼神，徐老心中一颤，问他是不是在打什么鬼主意。宋云祥连忙拍一阵彩虹屁，表示自己是因为敬仰。你小子别在老夫面前装了，听顾丫头说你是左慈的素人吧？素人也就是星魂将主动选择继承的星魂师。听到这个消息，众人皆是一惊。随后徐老又询问天阶凶兽是不是他干掉的，因为他很好奇对方是怎么跨越3个大境界还能越阶杀敌的。接着宋云祥就简单叙述了引爆裂空结晶击败穷奇的过程，然后又把阵法刻在结晶上进行催化，引发空间坍陷的事解释了一番。他也不怕别人模仿，因为这个时代的人基本不可能复制出来。说到这，宋云祥突然察觉到有敌人靠近，徐老感受一番，竟然发现被包围了。但更让他惊讶的是，宋云祥比他还快一步发现。此刻众人都围在一起，摆出了防御的姿势，而下一秒周围的大楼上也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黑影。一个小头目冷哼一声，撤去了隐秘阵法。竟然被发现了吗？无所谓了，各机听令，解除逆宗击杀天都国2皇子天泽海。行动开始。挥手间便能布下极品大阵，传说中的丹药直接成瓶吃，甚至还能跨越3个大境界越阶斩敌。此刻的周围人都感受到了他的深不可测。宋云祥丢给徐老一粒丹药就走了出去，徐老接住一看，瞬间目瞪口呆。开火！随着头目一声令下，埋伏在四周的手下立刻扣动了扳机，眨眼间密密麻麻的光束呼啸而至。但当烟雾散去，在阵法中的几人却毫发无损。宋云祥一跃而起，跳出了阵法范围。徐老，你保护好他们俩，我去清理杂鱼。刘统领那台天阶的队长机就交给你了。闻言，刘胜武也跟着跳了出来，兴奋够装。随后他就召唤出自己的机甲。迷伦国的头目见状不屑地嘲讽起来，毫无作用的金色涂装和装饰，你们天都国就是沉迷这些花里胡哨的文化，才会变得如此腐败。紧接着两人的武器便碰撞出刺眼的火花，刘胜武也毫不客气地回怼对方的机甲像个螃蟹。这时暗处有一个敌人想要偷袭，结果下一秒就被吕布一击洞穿，周围的敌人急忙拿起武器射击，可吕布瞬间就冲了过来，直接将其中一个机甲劈成2半，接着又化作一道残影攻向了另外的敌人，砰的一声又眨眼间秒杀一个。不过现在的宋云祥也有些吃力，这些于伏罗的装甲要比为远视厚重，再加上境界问题还是有些勉强了。随后他吞了几颗丹药，踏空跳起杀向了其他的敌人。天泽海一眼就看出来这是玄甲卫功法踏行7步，只有极少数的玄甲精英才有资格掌握。玄甲军的现任总帅狄兰是天都8将之一的圣阶强者，但他一直奉行的是忠臣之道，10几年来从未听说过他与宋家有任何来往。此时宋云祥跃至半空，魂力凝聚出一道冲击，瞬间轰下，接着数个机甲便同时被劈成2半。看到这，天泽海认出了这是狄帅的绝技落月斩。这个宋云祥身后的能量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大得多，层层护卫之下，地面上的几人暂时比较安全，即使有攻击射来也会被阵法挡住。徐老看到这一幕不禁连连称赞，外层的防护阵将光束散射，再过滤进少许魂力给内层的防阵吸收，真是妙啊。这个宋小子不知道师承哪位高人，布阵的手法已经打破这个时代的极限了。远处有2个机甲意识到远程武器没有效果，便潜伏靠近，打算近战攻击。即将靠近时，方天画戟瞬间斩下击毙一人，但另一个机甲已经举刀来到了眼前，先砍死你这个老东西。紧接着他双手蓄力，砰的一声劈了下去。可当烟雾散去之后，他却冷汗直流。只见徐老毫不费力抓住了刀尖，喃喃自语：真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竟然攻击手无寸铁的老人。
40米的大刀对着花甲老人轰然砸下，可烟雾散去，肇事者却吓得冷汗直流，因为老头完好无损，并且徒手抓住了刀刃。紧接着，老人如闪电般一跃而起，只是轻轻地踢在了机甲上，庞大的机械手臂竟寸寸断裂。然后他单手承认，瞬间劈下，机甲的另一条肩膀也脱离了身体。周围人见状直呼牛逼。与此同时，两个天阶强者的战斗也接近了尾声。头目被刘胜武一招神龙摆尾击退了数百米，此时的他懵了，对方明明受了重伤，为什么还这么生猛？而且实力上还要强了几分。没想到不但出现了吕布，目标身边还有个半圣高手。随即他扑通跪在地上，双手一拜，恳请圣使大人出手相助。紧接着，远处的大楼上隐藏的人影就现出了身形。离近一看，竟然是个头戴牛头面具、手托凶器的女人。女人名叫曼罗，是平天圣宗的巡查使，也是半圣的实力。天泽海看到面具便认出她是魔宗的人。徐老此刻脸色也凝重了几分，不愧是魔宗妖女，师乃大凶之兆。平天圣宗又被称为魔宗，是把控一大半弥伦国军政的超级势力。东大陆有3个国家，而战力巅峰是2位活了400岁的神阶老祖。弥伦国和西水国各有1位坐镇。天都国虽然没有神阶，但凭借比2国加起来都多的圣阶强者，勉强维持着3方势力互相牵制的微妙平衡。而平天宗就是弥伦国那位活了400年的神阶平天老祖创立的。此时曼罗从怀中掏出一张红色的魂卡，星魂够装。随着话音落下，周围凝聚出无数红芒，但即将成型的那一刻瞬间消失了。而刘胜武的位置突然响起了一阵爆炸声，烟雾散去，他已经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紧接着他再次身形一闪，冲向了下个目标。徐老见状也拿出了自己的魂卡，下一秒双方的武器就碰撞在了一起，冲击造成的余波直接把周围的机甲震飞了，连防护阵法也顷刻间裂成碎片。幸好宋云祥及时赶到，把2人带离了这里。曼罗此时佯装后退，先拉开距离，接着瞬间出手甩出2把武器。徐老急忙提醒宋云祥小心，危机时刻他用出踏星7步脱离了攻击范围。随后曼罗趁徐老分心之际迅速靠近偷袭，砰的一声把他击退了数百米。还没等徐老稳住身形，曼罗瞬间闪现到其后方，对着他的脑袋砍了过去。好在徐老及时后仰躲过，紧接着他手中断剑立马侧劈而出，但曼罗凭借极快的速度已经闪到了他的身后，随后魂力汇聚到腿部，直接踢向了对方。砰的一声，被命中的徐老又震飞了出去。下一秒，曼罗手持武器紧追而至，而在即将靠近时，徐老趁机发动了大招：妖女，来尝尝老夫这一剑。这一招我原本是为某个圣阶所特意准备的，名为神火炙。随着话音落下，一股狂暴的剑芒冲天而起，然后化作流光轰然砸下。避无可避的曼罗直接被锁定命中，地面上无数被波及的大楼轰然倒塌，直到烟雾散去，只剩下一片废墟。但令人意外的是，曼罗竟硬扛了下来。不愧是半步圣阶，使用这种破烂的机体还能发挥出这么强的一招。好吧，本来真的不想用到这个的。启动天魔解体模式。刚说完，原本残破的机甲又重新组装了起来。天魔解体模式下，我已经比半圣还要无限接近圣阶，可称之为准圣。女人被老头揍得遍体鳞伤，但她却露出一脸兴奋的表情。启动天魔解体模式。随着话音落下，原本残破的机甲竟然提升到了准圣境界。反观徐老没有说话，只是大口喘着粗气，显然还没有从刚才的消耗中缓过来。而下一秒，曼罗就消失在了原地，再次出现时已来到了他的身旁。接着徐老只感觉到被一股巨大的撞击力命中，根本看不清对方的身影。随后曼罗再次瞬移来到了他的背后，又一次出手发动了攻击。就这样，徐老如皮球一般不断来回撞击，直到曼罗玩够了才使用武器洞穿了他的身体，然后抓住对方的脑袋瞬间就劈了下去。这下徐老直接失去了再战之力，机甲也彻底崩溃解散了，砰的一声摔回到了地面上。而曼罗提着机甲的脑袋一脸得意，这种强大的感觉让他很陶醉。现在的我莫说屠半圣如杀鸡屠狗，就算是面对真正的圣阶也不是不能一战。说完他就狂笑了起来。但徐老真的败了吗？此时的他不由得吐出大口鲜血，不过在失去意识的前一秒还是颤抖地摸向了口袋，接着就拿出了宋云祥给的那枚超境丹，6品丹药超境丹，历阶以下服用可短时间内提升一个大境界，是这次宋云祥给自己准备的底牌之一。虽然以徐老半步圣阶的境界会大打折扣，但短时间内提升一个小境界应该绰绰有余。徐老望着这颗只在文献上看到过的传说级丹药，毫不犹豫吞进了口中，这下子欠的人情就大了。也罢，现在就让我好好感悟一下。片刻后，他仿佛处于了一个神秘的星空之中。这个倒影是我自己吗？不对，这是我内心深处对于入圣之路那道最深的执念。那是30多年前，在西水泉城的百丈高墙下，我一败涂地。33岁的徐鹤鸣还是一袭红袍的俊朗青年，当时的他为寻挚爱之人来到了泉城，可天阶中期的他即使在2位好友的帮助下也无可奈何，因为他们面对的人是西水国的镇国4圣之一，文仲星魂将的素人圣阶级别的强者黄妙音，他也是徐鹤鸣女友黄素妮的亲姑姑。黄素妮是皇家100年难得一见的先天素人，未来注定会踏入圣阶，而徐鹤鸣即使是年纪轻轻的天阶天骄，但不入圣阶皆为蝼蚁。黄妙音本想杀掉几人，但在素妮的苦苦哀求下，最终还是放过了他们。一番羞辱之下，徐鹤鸣当场削发立誓，终有一日他圣阶归来会踏碎这100丈高墙，带心爱之人离开皇家的牢笼。此刻清醒后的徐鹤鸣浑身金光环绕，一股圣阶的威压扫向了在场所有人。这就是圣阶的力量吗？此时此刻我才理解那老女人为什么说圣阶以下皆为蝼蚁。抱歉了，老伙计，这份力量真的会超过你所能承受的极限。
星魂够装。随着他话音落下，一道金色霸气的机甲瞬间出现在了众人眼前。绝老感受到这股力量，终于明白了为何圣阶以下皆为蝼蚁。此时他只是轻轻挥动下手臂，刹那间一股毁天灭地的冲击就汹涌而去，被锁定的曼罗避无可避，砰的一声被击退出数百米，摧枯拉朽般重重地砸进了大楼中。该死！天魔解体模式，给我功率最大化！曼罗知道情况不妙，急忙下达了指令，可他抬头却愣在了当场，因为不知何时徐老已经来到了他的眼前。斩你！我已无需用剑。说罢，他再次抬起了手臂，接着只是凭空随意挥舞一下，下一秒轰隆一声巨响，城市瞬间出现一道千米斩击。圣阶强者果真恐怖如斯！惨叫声逐渐被爆炸声所覆盖淹没，曼罗的机甲被彻底击毁，化成了碎片。烟雾过后，只剩下他被光照覆盖，昏倒了过去。这还是徐老留守的结果，不然他早就跟机甲一起烟消云散了。此时超净丹的药效也全部耗尽，徐老撤去机甲，落回到了地面上。大战落下帷幕，在姬武院的指挥下，由城卫军为主的天都部队已经将这里彻底包围。不多时，顾失敬带人终于赶到了。殿下身陷险境，未能及时赶来救援，还请殿下恕罪。无妨，还好这场大战有惊无险。接着两人便寒暄了一番。此时的宋云祥把曼罗的魂卡捡了起来，悄悄地放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扶着虚弱的徐老去休息。徐老满脸惋惜之色，表示自己没事，只是可惜这么宝贵的超净丹了，要是在更好的状态服用，说不定就能感悟到突破瓶颈的那一丝契机了。要不回头我再给您一粒，您老找个地方慢慢感悟。你说什么？徐老闻言瞬间有些失态，连忙靠过去，激动地询问他真的还有吗？听到宋云祥确认的回答，徐老兴奋之色溢于言表，这人情让老夫如何偿还才好啊？喂，小子，你根本不是什么狗屁左慈的素人吧？听到这话，宋云祥讪讪一笑，您老是什么意思？老夫行走天下红尘历练数十年，大大小小也去过几个秘境，算是小有见识。接着他贱兮兮地靠了上去，放心吧，我去帮你把城内还有姬武院所有痕迹都处理好，你就安心假扮左慈后人就是了，这算能还你一半人情了吧？宋云祥听完装出慌乱的模样，此刻他才明白这老头子看来没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这时顾失敬的秘书来告知，在东城区找到了诱发裂缝的装置，院长和二皇子已经去处理了，二位可以先回姬武院休息。接着就安排一艘浮空舰来送他们。临走时，宋云祥意识到似乎是忘了些什么，算了，不管了，走吧。片刻后，浮空舰化作流光离开了这里，而上官银琴抱着医疗箱还在寻找他的身影。时间很快就到了10天后，战斗毁坏的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这10天宋云祥也没闲着，此时他盘西服在半空中正在修炼，满地丢的都是空药瓶，凭借大量的丹药和阵法辅助，境界已经来到了地阶初期。本想继续闭关，可惜丹药已经用完，只好联系洪掌柜再采购一些。刚打开手表就弹出了几十条来电和信息，分别是院长和上官银琴的。这病娇学姐真让人头疼。宋云祥暗自嘀咕了几句，就把她拉进了黑名单，然后就给院长回了过去。院长刚接通，立马在电话里咆哮起来，问他为什么失联了，然后说出了前几天他给院方的设计图，工坊已经做出了测试版，让他过去看看。挂断之后，宋云祥也走出了宿舍，看着外面重建的热火朝天，他心中不禁感慨万千。虽然天都城损失惨重，但好在救下了原本该死去的教官和同学，那些从追杀阿散的家伙身上搜出的东西也给了二皇子，他返回天都应该能用得上。还有超净丹也给了门卫大爷。路过时有2个机甲正在安置一面卫灵碑，本以为经历过太多生死，自己早已变得麻木了，但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让宋云祥心中还是有些感伤。不久后来到了姬武院的攻防区，顾失敬把3张魂卡交给了他，目前根据你的设计图只做出了这3台，另外2台还有些技术问题无法解决。这位是泰玄重工园顶成炼造厂的南郭机工长，这些试验机就是他们帮忙制作的。听完介绍，宋云祥上前恭敬一拜，然而南郭登峰却紧张的话都说不好了，接着扑通一声跪在了地面上。突如其来的这一幕惊得众人张大了嘴巴，一脸懵逼的宋云祥赶紧上前拉住了他。宋先生，老夫这一拜先谢过宋先生当日对我们炼造厂的救命之恩。原来之前工厂被凶兽包围，宋云祥一路斩杀吸引了凶兽的注意，才救下他们。听到这，宋云祥表示自己受之有愧，连忙让他起来，可南郭却说自己还有个不情之请，请宋先生收在下为徒。后面2人听到这惊得如遭雷击，身为堂堂4阶的机工师，就连姬武院的机工导师给他提鞋都不配啊。见顾失敬要上前拉他，南郭摆手解释，以宋先生拿出的几张设计图来说，恐怕造诣已远超6阶，6阶可是自己都不配提鞋的存在。宋云祥委婉拒绝了他，表示自己暂时还没有收徒的能力和打算，要不你我先平辈论交，设计上的思路我尽可能与你分享交流，你看如何？顾失敬听完连忙拉着南郭站了起来，接着宋云祥就拿出了魂卡准备测试。星魂够装。说罢，一台微远式的炮击型号作战机就出现在了众人眼前。炮击是擅长远攻，一发炮击能炸出100米巨坑，威力堪比镇空舰的舰炮威力。然后宋云祥又陆续试了其他2个，分别是飞剑型号的和盾筒型号的，虽然还有缺陷，不过已经接近了他的预期。这时手表上传来了通话提醒，是药房的洪店长打来的，告知他圆顶城的空港已经恢复，前往永安城的航线已经开通了，船票已经准备好，就在今天下午。宋云祥听完
完很是高兴，那太好了，多谢洪掌柜。还有件事麻烦你，再帮我按之前的清单采购1个亿的各类灵药，务必在下午之前帮我搞定，送到空港。洪店长见又来生意，连忙答应了下来。电话挂断后，宋云祥解除了武装，还请南郭先生带领各位鸡公士在这几日尽可能多造一些。说罢，他又看向了顾世进院长，这几天请尽可能的从优秀的教官和学员中挑选适合这几种试验机的新魂师。顾世进听完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宋云祥随即解释：我要兑现你之前答应我的承诺了，大约1个月后南荒的边境可能需要支援，到时候希望你能带这些精锐力量前来协助我。顾世进闻言脸色大变，刚想继续问下去，不过宋云祥却摆手离开了。别问了，我有我的情报来源，不过现在还只是猜测而已，等我得到准确消息会通知你。鸡武院重建停课还要2个月吧，我先回永安城了，告辞。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不久后，在圆顶城的空港内，红氏航运专用的浮空船即将起航。刚到大厅的宋云祥就听到了一阵嘈杂声，3个大人带着1个孩子，拿着特权票，正在跟机务人员争论什么。宋云祥的目光扫到了那个穿着红衣服的女孩，看清样子之后，瞬间震惊不已，是她，竟然是她，是那个女孩。原来在上一世的受潮后，她跟着难民逃出了圆顶城，中途几次遭遇到了零散的凶兽，难民队伍被迫一路向南进入了死亡沙漠，一路上走走停停，终于遇到了水源。当时的宋云祥身体和心里都异常疲惫和自责。大哥哥，你是新魂师吧？小女孩看到他手中的魂卡后，突然走过来打招呼：这个包子给你吃吧，你吃饱了就有力气召唤新魂将，就可以保护我们了。宋云祥虽然很饿，但还是摇头拒绝了。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一点点食物都是很宝贵的，他认为自己是废人，不配接受。可下一秒，肚子却传来咕咕的叫声，两人相视一笑，气氛很是尴尬。接着，女孩把包子掰成了2半，1人1份。大哥哥，你是鸡武院的吧？我认识你这身校服。宋云祥闻言没有回答，女孩又自顾自说了起来：我姐姐也是鸡武院的学生，为了让我们逃出来，她和教官都留下抵挡凶兽，他们应该不会有事吧？女孩说着说着不由自主流下了眼泪。我没哭，我很坚强，我可是鸡公氏的女儿，小文将来也要像爸爸一样制造出比魏远氏更强的新魂将，把这些凶兽通通消灭。女孩说完，肚子又发出了咕咕的叫声。宋云祥见状连忙表示自己不爱吃萝卜馅的包子。你可是新魂师，怎么挑食？你要尽快恢复好体力，好保护大家，而且萝卜馅的很有营养，好吗？快吃，我就在这里看着你吃掉。宋云祥听完只好狼吞虎咽的放进了口中。女孩见状很是高兴，等我以后成为鸡公氏，开发出新型新魂将以后，大哥哥就做我的专属新魂师吧。看着女孩期待的眼神，宋云祥答应了下来。就这么决定了，快来拉钩吧。好了，还要盖章约定生效。接着女孩就回到了自己妈妈身边。然而不久后，沙漠的地下突然冒出藏着的凶兽，攻向了难民的队伍。宋云祥虽然挺身而出，极力抵挡了下来，但凶兽造成的破坏还是伤及到了平民。战斗过后，宋云祥抱着受伤的手臂准备离开，可经过一双断臂的时候，他突然愣在了原地，因为他认出那双断臂正是女孩和他妈妈的。此时他的脑海充满了深深的自责和懊恼。紧接着天空中响起一声凄惨的悲鸣，宋云祥被男人和乘务员的争辩声打断了回忆。男人名叫汤金水，是圆顶城的开发主任，但由于自己是离职状态，受到了临时管制，只能安排下周才能走。妻子沈代见状劝他，要不然还是算了吧。这时侄女沈若薇走来，亮出了自己新魂师的身份。乘务员见状表示，鸡武院的新魂师可以登船，但是只能他一个人上去，不能携带家属。此话一出，气氛顿时有些尴尬。就在这时，宋云祥大步走了过来，我带他们几个进去总可以了吧？说罢，他手伸向怀中，掏出了一张至尊卡。2名乘务员见状瞬间目瞪口呆，反应过来急忙恭敬地做出了请的手势。汤金水一行人也紧跟着追了上去。作为同一个学院的学生，沈若薇自然知道宋云祥的身份，况且之前的战斗中对方还救过他。很快几人就来到了最顶层的天字号包厢，里面装修的豪华程度顿时又让汤金水震惊不已。大厅中洪掌柜早已等待多时，见一行人来到，他连忙上去打招呼。宋云祥也抱拳致敬，表示回礼。接着几人就互相介绍了一番，寒暄之后，2人就来到一个房间内。宋公子，这是你要的灵药，都在这张储物符里了，谢了，我稍后转账给你。闻言，洪芳呵呵一笑，表示什么时候转都行。办完正事，他就告辞离开了这里。对了，稍后会有专属的服务员过来，祝几位旅途愉快。说罢，他就按动了电梯。不久后，电梯的声音便再次响了起来。只见一个头长双耳、穿着女仆装的服务员走了过来，接着来到几人身边，恭敬地跪在地上，介绍自己叫小梦，需要什么服务都可以跟他说。宋云祥看着他的双耳，意识到是妖族的身份，丝巾下方戴着的应该是奴隶项圈。妖族他已经30多年没见过了。上一世天都城决战惨败后，他在地灵秘境中被卷入了空间裂缝，那时空间乱流把他带到了南大陆的妖族地界。妖族和灵人族这些少数种族，因为星魂2脉先天的不平衡，极难成为新魂师，能够装出新魂将的更是万中无一。在以人类为主的东大陆，他们属于弱势的劣等种族，所以长久以来受到了人类的庇护和奴役。但在南大陆这片妖族与灵人族和谐混居的地域，人族反而是极其罕见的，稀少的只在他们文献中出现过寥寥数次。和东大陆不同，这里没有量产新魂将的技术，而裂缝和凶兽也很罕见。据说上一次出现凶兽潮还是在500年前。在南大陆这里，宋云祥学到了妖族以新魂力锤炼肉身的独特传承，以及灵人族神乎其技的炼丹技巧，之后更是拜了斗战风一脉，被
被斗战老祖收为了亲传弟子。斗战老祖原本是妖族中屈指可数的几位拥有星魂将的素人，但只可惜他的星魂将在500年前的那场大战中被五行大阵封印了。当时的宋云祥对阵法并不是很精通，所以错过了复制那尊星魂将的机会。宋公子，你没事吧？宋云祥突然被小梦的声音打断了思绪，他揉揉眼睛表示没事，只是想到了以前的往事而已。你把菜单拿来我看一下吧。片刻后，宋云祥接过菜单，询问汤金水一行人想吃点什么。女孩小文听完连忙举手要吃包子，母亲沈盖见状连忙上去捂住了她的嘴巴道歉：“没事就要包子吧，先来5人份的。”小梦解释菜单上没有包子。闻言，宋云祥拿出了一张储物卡，这张储物卡你先拿着，没有就让面点师给我先做。对了，我要萝卜馅的，没有的话就下船去买。小梦接过储物卡行李，连忙答应，然后就一路小跑去厨房安排。此时，小文来到窗户边，看着外面的风景，连夸好看。想去看看吗？我带你去。说罢，宋云祥便径直地走了过去。而在对面的船舱内，一个女孩奈拉也同样在看着园中的风景。夕阳下的中庭园林很漂亮。喂，我们去那边看看好不好？要去吗？可是我不太想动哎。费格把玩着魂卡，慵懒地回答。但架不住奈拉的请求，他也只好跟着一起走了出来。可他们刚到花园的入口处，却被门卫拦下了。为了安全起见，本船离港时会暂时关闭，等行驶平稳时才会再次开放。奈拉听到这，顿时撒起了脾气，表示自己不管，一定要出去玩，别闹了，咱们等会再来就是。费格边说边安抚着他。此时，小梦抱着刚摘的萝卜从院中跑了进来，在门打开的瞬间，刚好撞到了奈拉身上，怀中的萝卜也洒落了一地。顾不得身上的疼痛，小梦赶紧上去道歉。可下一秒，一道破空声响起，一只脚对准了他的脖子，便踢了上去。砰的一声，小梦直接被撞穿大门，摔到了院子中。费格眉头紧皱，露出一副凶狠的表情。低贱的妖族奴隶，尊贵的萨马林家小姐岂是你这种贱奴所能触碰的？妖族都是只能在人族庇护下苟且偷生的垃圾。说罢，他一脚踩碎了地上的萝卜。小梦挣扎地爬了过去，不停地道歉，并祈求他不要再踩了。低贱的玩意儿竟敢碰我！话音落下，他又一脚踢在对方的肚子上。妖族垃圾，给我去死！砰砰的捶打声接连不断响起。门卫见状，刚想要阻止，却被奈拉按住了。小费的家人就是被妖族奴隶所杀，他一见到猫耳族的奴仆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区一个妖奴而已，万一打死了我们照价赔偿就是。去死吧，贱奴！费格说完，举着拳头准备了解对方，但就在他即将挥下之际，却被宋云祥一把拽住了。什么？是谁？竟能让玄阶境界的我完全动弹不得？宋云祥看着他，眉头紧皱。朋友，这是我天阶1号舱专属的侍女，你他妈的算老几啊？费格虽然害怕，但还是强装镇定地问他是什么人。放开我，否则我就不客气了。说罢，他便掏出了自己的魂卡。眼看就要爆发一场战斗，奈拉连忙跑过来道歉。对不起啊，这位公子，这里有5万下玉币，足够买一只2手女仆了，就当是我们一时冲动的赔偿。这位前辈，你看如何？宋云祥接过储物卡，本想发怒，但现在也不好继续刁难了。两人又再次对着宋云祥郑重的道歉，接着头也不回，连忙离开了这里。而宋云祥通过对方的肤色和行礼方式，猜出了他们是夏玉国的人。夏玉国位于天都西南的部落联盟酋长国，上一世弥伦联合太和残党和夏玉国共同夹击天都国，而天都则趁势联合了由鲛人族等妖族主导的龙海国。夏玉国的呼延一族原本就与龙海国的王氏兰家有难以化解的世仇，两族世代相承的星魂将更是水火不相容。因为龙海国的牵制，上一世直到天都决战时都没看到夏玉国的军队。夏玉国因为和东大陆妖族的聚居地相邻，所以捕捉妖族奴隶贩卖到各国成了夏玉国的重要经济产业之一。所以妖族奴隶在夏玉人眼里就跟货物一样没有尊严。如果自己没有在南大陆与妖族朝夕相处这么久，可能也不会对他们这么在意吧。还能用吗？张嘴！宋云祥说完便从怀中拿出了丹药。小梦见状连忙摆手想要拒绝，这种宝贵的东西恐怕比自己的身价还要贵。实不相瞒公子，我们毛尔族的命可硬得很呢。嘿嘿，刚才我都是装的了，这种程度的殴打从小就习惯了。话还没说完，宋云祥就一把拉住了他，然后不顾阻拦，直接塞进了他的口中。别纠结了，区回春丹而已，这东西我多的是。说罢，他就转身回到了船舱内。此时从中庭内传来一阵悠扬的乐器声，听到这，宋云祥疑惑地看向了声源的位置，只见一位古装打扮的美女正弹奏着手中的乐器，竟然是她，未来天都国风花雪月4大歌姬之一的镜花小姐。真是怀念啊，前世在玄甲卫那段时间，我可是镜花小姐的歌迷呢。3年后，镜花小姐可是国宝级的歌姬，她的好多作品我都还印象深刻。没想到她在红氏航运做驻唱歌姬的传闻是真的。不久后就到了起航的时间，偌大的浮空船缓缓地升到了半空之中，随着一阵轰隆声响起，整个船舱都跟着摇晃了起来。不过宋云祥的密室因为有阵法加固，并没有受太大的影响，丹药也炼制的差不多了，给老爷子的礼物还有宋家那些兄弟姐妹的份也准备好了。见差不多后，他就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以他现在地阶的修为，炼制8星丹药还是有些勉强了。接着房门打开，宋云祥走了出来，小文连忙拍拍凳子，表示可以坐他那里，要系好安全带哦。大哥哥你在干嘛？宋云祥闻言轻笑一声，回答在给家里发信息，告诉他们一声我要回来了。
回家这个词真是久违啊！伴随着他系好安全带，航空舰嗖的一声便飞向了远方。与此同时，在永安城久安后府宋家内，总管家宋木来到了老爷子这边汇报宋云祥即将回城的信息，预计明天中午就会到达。听到这个消息，老爷子宋敬忠很是高兴。好，大木你给我亲自去接他。对了，你再通知宋金、宋火他们一声，明晚让老大、老二、老四还有西丫头那几个晚辈通通回来吃晚饭。再通知云锦那丫头，让她从军中调2艘镇空舰，去给云祥坐的那艘船护航。是，侯爷，那属下告退了。宋木收到命令就下去安排了起来。房间内，老爷子看着桌子上的相册，叹了一口气。云祥这孩子不但突然治好了残缺的魂脉，似乎还获得了强大的力量。儿媳妇啊，难道这一切真的如你所料吗？不久后，宋云祥乘坐的浮空舰进入了稳定航行状态。天字1号舱小梦推来了今天的晚餐，在丹药的帮助下，他不仅伤势全好了，而且感觉身体比之前还要健康。对了，中庭的歌舞表演快要开始了呢。吃过晚饭后，在小梦的引路下，宋云祥一行人来到了表演场地。天字1号舱的座位在第一排中间的至尊区，左边的是天字舱2号中州张家二少爷张大贵，右边的则是奈拉和费格二人。随着众人入座，主持人也走上了台前。尊敬的各位贵宾，下面请欣赏本戏团最新力作，根据这次圆鼎城大捷某位英雄单枪匹马力挽狂澜的真实故事改编，戏曲大战圆鼎城系列之丹七斩群魔。不是吧？听到这，宋云祥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接着台上走上来一个人大喊救命，然后旁边又围上来一群饕餮，最后出来几个威远士与饕餮站到了一起。就在威远士被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候，新魂将左慈闪亮登场。场外众人看到这一幕顿时沸腾了，看俺左慈千变万化，变！新魂将吕布变身，接着吕布骑着木马拿着方天戟便奔向了场中的饕餮。张大贵看到这眼冒金星，内心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可当事人宋云祥却尴尬不已，连哭的心都有了。二公主莫慌，本将这就来救你。宋云祥闻言，刚喝的茶都喷了出来。二公主是什么鬼？明明是二皇子啊！公主莫怕，小穷奇放马过来，杀！接着双方就战斗在了一起。张大贵看得热血沸腾，眼泪都不自主流了下来。后面的剧情就是公主愿意以身相许，而吕布头也不回离开了这里。有缘再见，告辞。我去，太能编了吧？这都演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宋云祥此时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旁边的张大贵见他这副模样，怒拍桌面，冷哼一声：“这位公子方才观战之时多次出言阴阳怪气，不但对改编此戏的镜花小姐不尊重，更是对戏中那位前辈不敬，请阁下立刻道歉，向那位前辈道歉。”张大贵说罢，把护卫也喊了出来：“快道歉！抱歉，是在下失言了，不好意思啊，各位。”宋云祥只能无奈地跟自己道歉，可张大贵依旧不依不饶：“阁下太敷衍了，道歉的态度请放端正些。”小文此时站了出来：“你这胖子，我宋哥哥已经道歉了，你怎么没完没了？小丫头，刚才你叫我什么？你才是胖子，你们全家都是胖子。”正当台下吵得不可开交之际，从台上传出了一道声音：“几位给小女子一个面子如何？”一听是镜花小姐的声音，众人顿时齐刷刷看向了上方。只见一身古装打扮的林镜花不知何时已来到了这里。刚才几位的争论，小女子在后台也听到了，特意来调停的。请几位先生先听我说几句。首先感谢这位公子对我们作品的喜爱。其实里面故事是小女子根据传说改编的，并非事实真相。1号舱的公子可能参与了这场大战，作为战场的亲历者，会对戏内容有所吐槽，小女子自当虚心接受。但由于商业考量，改编中有夸张处理也是在所难免。在这里还请公子见谅，不如请几位就此作罢，继续欣赏表演如何？下一曲由小女子亲自弹唱。闻言，宋云祥讪讪一笑，表示挺好的。张大贵也尴尬的连忙道歉，说自己是一时冲动。下面请欣赏镜花小姐个人弹唱的原创歌曲《魂将杯》。随着主持人话音落下，一股悠扬的曲调和歌声便传遍了中庭的每一处。宋云祥坐在下方感慨万千，他记得这是镜花小姐成名前的创作之一，离开东大陆之后已经10几年没听到了，真是让人怀念。当年作为镜花小姐的歌迷，她的好多歌曲自己都记忆犹新，尤其是那一战成名的几首成名曲，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被创作出来。一曲作罢，林镜花躬身致谢，但下方依旧回味无穷，起哄要再来一首。见状，他便询问众人想听哪一首。张大贵扯着嗓门说要听正在创作的《燃心》。虽然这首歌只创作出大半部分，还没收好尾，可架不住听众的热情，或许能在现场演出中找到一丝灵感吧。思索至此，他便决定先演奏出来。宋云祥见状，眼神中也充满了期待。他记得镜花正是以《燃心》一曲成名，位列4大歌姬，歌声时而婉转动人如山涧中的潺潺流水，时而激情澎湃如大海的滚滚浪花，时而忧郁悲伤如林黛玉望月伤悲看花坠泪。听得宋云祥如痴如醉，不自主跟着哼唱了起来。但就在唱到最后几句时，场内突然鸦雀无声。他发现众人都在吃惊地看着他。镜花此时激动得浑身颤抖。小梦见他茫然的模样，连忙上去提示：“宋公子，镜花小姐这首歌最后一段还没创作完，但你接着就把最后一段哼唱出来了。”听到这，他才意识到糟糕，回忆起过往，一时入神了。此时镜花眼含热泪，好一句归来的人将是我。没错，西水国林家，终有一天我要堂堂正正的回去。听完公子的点拨，小女子的心结顿开，真没想到在这能遇到知音，这个男人他竟懂我。闻言，宋云祥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就跟考试作弊一样，让他很不自在。就在这时，镜花身上涌入了大量灵力，他细细感受下，发现境界居然突破了。卡在黄阶巅峰已经许久，没想到只是听了这位公子的一段吟唱，
竟然就让我的瓶颈松动了。此时，一股磅礴的灵力再次灌入了他的体内，接着镜花便不由自主地发出了阵阵轻吟。他只是听了几句男人的哼唱，没想到就突破了一个大境界。周围的灵力此时都汇聚在了这里，突破所产生的异象也落入了众人眼中。宋云翔明白自己的哼唱只是一个影子，主要还是因为对方长久的积累，境界早就已经松动了。就在此刻，天空中突然冒出一大团黑云，他看到后顿时脸色大变。这个波动是裂缝，黑云夹杂着雷电正在急速扩散，只是转眼之间就笼罩在了飞船的上方，而控制室也侦测到了外面的异变。船长震惊之余，立即下达了指令，加速脱离并开启最高级别的防护阵。就在林静花还沉浸在突破的喜悦时，飞船中便传出了凶兽来袭的警报声，天空轰隆作响，缓缓被撕裂开一道巨大的黑洞，成群结队的凶兽毕方瞬间从里面涌了出来。他们看到下面的人类便立刻发动了攻击，刹那间无数道光柱便轰击而去，幸好被飞船的防护阵抵挡下来，但冲击的余震还是让船体摇晃不已。林静花没站稳，不小心掉落在了看台之下，被眼疾手快的宋云翔一把搂在怀中。他看着上面意识到了不妙，虽然毕方最多是黄阶和地阶的战力，但如此庞大的数量，恐怕这个船上的防护阵根本就坚持不了多久。船长自然也知道这一点，立马命令向周围的城池发送求救的信号，并派船上的安保队展开反击。可行动缓慢的飞船就跟活靶子没有区别，在密集的火力覆盖之下，防护阵很快就到了极限，最终不堪重负，砰的一声裂开了一个口子，凶兽随即便进入了船体内。眼看情况危急，张大贵身边的护卫老五主动站了出来：“少爷，你要保护好自己。”说罢便构装出机甲与毕方站到了一起。此时宋云翔收到了系统的警示，检测到即将出现宿主无法匹敌的超级威胁，请立刻脱离该区域。听闻此言，他瞬间冷汗不止，在这种高度根本没办法带这么多人逃离。现在他身上只有星魂将吕布和2个捡来的魂卡，如果有曹仁、白起那类具有飞行能力的星魂将就好了。见情况不妙，费格也主动投入了战斗中，两人合力迎战冲进来的凶兽。但此时又从外面飞进来5只毕方，立马对着下方的众人发动了远程攻击，其他人都构装出机甲连忙挡住，而一些普通人也被宋云翔的阵法护住了。本来他想让小女孩一家去底层甲板躲避的，可转念一想，还是在自己身旁更安全些。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他只能想办法带几人弃船离开了。此时能战斗的人都构装出机甲，主动攻了上去。林静花也同样拿出了自己的武器，不过却因为一时大意，不小心被凶兽抓住了。接着他就被扔向了沈若薇，两人当场撞个满怀摔倒了下去。而毕方趁此机会蓄力发动了远程攻击，眼看两人即将陷入危险之中。就在这时，吕布机甲闪亮登场，宋云翔随即挥舞方天几次穿了凶兽的脑袋，接着看向天空计算起来，已经有7只毕方进入了防阵内部，再加上外面的凶兽，恐怕集结众人的力量也支撑不了太久，现在没有保留实力的必要了。新主系统，给我解锁吕布的地阶武器破天云巨弓。破天云巨弓是吕布最强的远程武器，虽然威力惊人，但也消耗巨大，不到万不得已，宋云翔真不太想用它。此时费格和老五一直还在上方与2只毕方交战，但随着又一只毕方飞进来，两人的情况瞬间不容乐观。危急之时，几发飞轮冲过来替他们缓解了部分压力，正是奈拉操作的轮刃型的星魂将。可即使3对3，他们也只能僵持在一起，谁也奈何不了谁。就在此时，砰的一声，一道光柱一闪而过，被笼罩在光柱内的凶兽瞬间就化作了飞灰，光柱余力依旧不减，直冲云霄，所过之处凶兽连带着支离破碎。而如此强悍的一击，正是从宋云翔的破天弓发出来的。3人见此一幕，顿时陷入了懵逼之中。这一击也同样引起了其他凶兽的注意，瞬间3只毕方就冲着宋云翔急速冲了过去。近战的话，破天弓的作用就不大了，于是他便转换了第2种形态破天爪，冲着最先靠近的毕方挥斩而去。凶兽坚硬的皮肤在破天爪手下不堪一击，转瞬之间就解决掉了2只毕方。最后一只见状，吓得调转方向，急忙逃离了这里。而宋云翔一跃而起，便来到了他的上方，噗呲一声，瞬间洞穿了凶兽的身体。众人见状，纷纷呆愣在了原地。张大贵更是眼冒金星，连呼牛逼。此刻在指挥室内，下属报告防护阵支撑不住了，将会在10息后失效。船长闻言脸色大变，命令继续在全频道发送求救信号。可这时一只凶兽发现了他们，疯狂地撞向了正前方的玻璃。幸好宋云翔及时赶到，将凶兽斩成了2段。他看着越来越多的毕方，思索了片刻，便再次拿出了破天巨云弓，就用这招吧。龙蛇剑。话音落下，长剑便裹挟着狂风呼啸而出，在半途中分成数十道冲击，封锁了这片区域，接着如流星般撞在了凶兽群之中。顿时砰砰的爆炸声接连不断的响起，一击之下，几十只凶兽瞬间化作了飞灰，而幸存的毕方立马嘎嘎的呼叫起了同伴。不多时，上方便又围拢了数十只战力更强的凶兽，他们同时张嘴蓄力发动了远程射线攻击。宋云翔见状意识到了不妙，就算自己能躲开，但后方的船体也很难承受住。眼看毕方的攻击即将落下，他却没有任何办法。就在这时，原本正在蓄力的凶兽突然被无数道炮击命中，化解危机的正是前来支援的如虎急阵空间。指挥室内屏幕闪动了几下，紧接着便传出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九安城宋家赤鸾军前来支援贵船，请在我们的掩护下撤离战斗区域。闻言，船长高兴不已，连忙下达了指令，全部能量转移到动力炉，全速前进和赤鸾军的战舰汇合。
宋云祥观察到远处的战舰形状，便明白了，是大姐宋云锦创立的那支全是女将的部队。而此时的宋云锦还没认出他，倒是看着吕布机甲震惊不已。那是在元鼎城救下二皇子的强者，竟然也在这艘船上。看来咱们的小侯爷虽然人废，但运气却是一直挺好啊。若不是有那位强者在，恐怕他们都不能支撑到咱们赶来吧。一旁的宋穆闻言没有说话，心中暗想：等你们知道了那位强者就是被你们视为废人的云翔少爷，恐怕还要更加震惊吧。不久后，飞船就平安地进入到了2艘镇空舰的保护范围。上方盘旋的毕方还想继续发动攻击，但在宋云锦的一声令下，密集的火力瞬间就把周围的凶兽轰成了渣渣。宋云祥见状放心了，准备下去休息。可这时系统却再次传出了警告：检测到超量级裂缝反应，请宿主立即在5秒钟内脱离该区域。什么？他听完震惊无比，立马向上方看去，只见此时空中竟然出现了一条近千里的裂缝，裂缝之内正有一个庞大的凶兽缓缓探出了脑袋，转眼之间就露出了全部的身体。镇空舰在那凶兽眼中连塞牙缝都不够，而宋云祥见此一幕，瞬间惊愕的冷汗不止，因为他认出了这正是神阶凶兽上古巨鲲。开局一条鲲，升级全靠吞。当上古神兽小鲲鲲出现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吓得濒临尿崩，因为这艘能承载数万人的镇空舰还不够给眼前的鲲鲲塞牙缝的。接着他只是正常吼叫一声，就如灭世狂鹰般震的普通人七窍流血，连天阶高手的罡气屏障都只能勉强抵挡。宋穆眼中闪出一抹凝重，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恐怕他也难以为继，得想办法在他吸气时打断他才行。宋云锦听到这，挣扎着站了起来，全舰听令，炮门准备，瞄准上方的凶兽。2艘舰船收到命令，立马开始了行动。就在即将开火的时候，屏幕上突然响起了宋云祥的声音：“住手，不要开炮！”2人闻言顿时一惊，不明白为什么。宋家赤鸾军的各位，请听我说，我是宋云祥。宋云锦看到是他后，瞬间目瞪口呆，没有寒暄的时间，宋云祥急忙继续说：“这是神界巅峰的凶兽鲲，绝对不是我们目前能够对抗的敌人。不过按照他的习性，只要我们不表现出敌意，在他眼中渺小的我们就不过是如尘埃般的小飞虫，他不会屑于特意来追击我们的。但如果被小飞虫叮了一口，那恐怕就不一样了。所以下面所有的船听我的命令，关闭所有动力源，解除所有星魂将的构装，让船体保持自由落体状态向下坠落。在脱离鲲的警戒范围的一瞬间，我会立刻通知你们启动所有动力，全速脱离这个空域。”同是商运的船长听到这有些惊愕，因为这可是3300丈的高空，稍有差池，所有人都会粉身碎骨。宋云祥自然也知道这点，但这是活下去的唯一机会。他曾经就见过鲲一口气吸入半座城池。宋穆没有过多犹豫，立刻下达了指令。接着在宋云祥一声令下，3艘舰船便关闭了所有动力，猛然朝着下方坠落而去。船舱内的人在引力的作用下跟着上下摇晃不已，而宋云祥则一边保护着身边的几人，一边在心中默数计算时间：3、2、1，就是现在！动力源启动，向3点钟位置全速逃离。几位船长收到信号的那一刻也不敢怠慢，立马启动喷射引擎，瞬间消失在了原地。而宋云祥也因为体力和魂力透支昏倒了过去，直到4个小时后他才苏醒过来。而舰船也已经到达了永安城的地界。与此同时，城中一个青年伸了伸懒腰，旁边还有几个手下恭敬地守在一旁。他看着上方，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你们都给我记住，我寻夏注定将位列天斗八将，成为最强的星魂师。下个时代将是天才寻夏大业的时代。你说对吧，杜老？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拿到星魂将曹仁呢？”就在他说完，从戒指中传出了回应：“快了，快了，那是属于你的机缘，也是老夫的。永安城位于天都国版图东南角，东与西水国接壤，西靠南荒山脉。这里既是中原出入南荒的咽喉要道，也是防守受朝的重要军事据点。”不久后，舰船停靠在了永城空港。宋云祥也跟管家宋穆见了面，他高兴地过去搂住了对方。细细探测下，才发现宋穆压制了境界，表面上只有玄阶后期，实际上竟然是天阶中期修为。上一世的他过于弱小，还以为整个宋府只有老爷子修为天阶，没想到从小一直如保姆照顾他的人修为居然比老爷子还高。接着几人就互相介绍了一番，而沈代一行人自然也有人过来迎接。告辞之后，几人就离开了这里。临走之时，宋云祥突然被人喊住了，转头只见林静花快步赶了过来，接着塞过来一张纸条，并告知自己会在永安城待半个月，若是有空请来这里找他。静花愿与公子促膝长谈。说完，不等宋云祥回话，他就头也不回离开了这里。宋穆在后面尴尬的轻咳2声：“云祥少爷，今晚老爷安排了家宴，您的未婚妻孔欣欣小姐也被邀请了。”听到这个名字，宋云祥眼中闪过一丝寒芒。记得上一世自己从死亡沙漠死里逃生，刚回到永安城，他就带着孔家的天阶强者上门退婚，还有视我为废物的叔伯和兄弟们。呵呵，我回来了。接着2人便来到了永安城空港后门的停机坪。宋家的专属司机夏北哲早已在此等候多时。宋云祥见状，连忙上前打起了招呼。夏北哲回应之后，便恭敬地起身请他上非洲。此时宋云祥没有说话，仔细地打量了他几眼，才发现对方竟然跟宋穆一样，也是天阶中期的修为。不过即使看出来，他还是不动声色上了车。途中他打开了林静花给的纸条，上面写着永安9楼顶层套房。旁边的宋穆见状又是轻咳2声，并再次提醒未婚妻的事。他闻言只好尴尬地连忙收了起来。非洲的速度很快，半个时辰后就到了九安侯府的宋家东院。门卫马三带着几个手下立马列好队形迎接。怎么样，这一年多在鸡舞院玩得开心吗？有没有给老侯爷带个孙媳妇回来啊？听到马三的调侃，宋云祥不好意思的嘿嘿一笑，但等他拉住对方的手后，顿时愣住了。没想到又是一个天阶中期。目送着2人进入府中大门，夏北哲悄悄给马三传音：“发现了吗？
少爷他突破到地阶了，我注意到了。少爷他不但魂脉残缺修复了，刚才还似乎试图窥探我的真实境界。接着两人就来到了宋家家主宋敬忠老爷子面前。老爷子看着他欣慰一笑，然后闪现来到宋云翔的身旁，夸赞不错。走，咱们去书房聊，你给我好好讲讲你出去这1年。不对，是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宋云翔应了一声就跟了上去。不过在感受到老爷子的境界后，他的心中便卷起了惊涛骇浪。天阶巅峰？不对，这是半圣。老爷子明面上是天阶初期，实际上距离圣阶只剩1指之隔，恐怕实力还在徐老之上。前世的自己实力低微，无法察觉他们的真实境界。好家伙，没想到宋家竟然还隐藏了这么多的底牌。不对，如果说宋家有1位半圣和3位天阶中期坐镇，上一世依旧在南荒兽朝中全灭，那岂不是说我现在做的准备根本就不够扭转局势？等一下，这是圣阶的气息吗？虽然已经如风中残烛般极其微弱，但是不会错的，绝对是圣阶。难道说宋家还隐藏了1位圣阶？完蛋了！宋家隐藏的底牌越多，就意味着我现在的底牌越不够用。妈的，那没办法了，只能让他们通通入圣了。思索至此，宋云翔便跟着老爷子进入了书房内。到屋里，两人就下了盘围棋。随着棋子不断的落下，对弈的局势也渐渐明朗起来。宋云翔即使控制在3层水准，老爷子也不是对手。不过他并没有任何不悦，反而很开心。大势已定，老夫输了。宋木，你退下吧，把门关好。宋木回了声是就离开了这里。两人接着便整理了一下棋盘，输了不要紧，来，咱们复盘一下刚才这一局。宋云翔没有过多考虑复盘这2个字的意思。你看刚才我最关键的失误就是下错了这一步棋吧，这一步我这次就不这么走了。你看这棋局败了可以复盘，那棋盘内的其他棋子也就都跟着复盘了。但如果其中一枚棋子不小心跳出棋盘成为了棋手呢？宋云翔听到这如遭雷击，这个棋子指的难道是自己吗？与此同时，在另一边，永安城城主府内传来一阵争吵声。城主孔帆面对着自己的女儿头疼不已。20年前两家就定了这门娃娃亲，可孔欣欣如今却不愿出嫁。即使知道宋云翔已经不是以前的废物了，但在他眼中还是不能跟自己的寻夏哥哥相比。那种混迹街头的孤儿能有什么大出息？谁说他没有出息的？他现在是白龙帮的帮主，而且他还悄悄和我说了，他很快就会成为新魂将曹仁的素人，最多1个月。看着女儿这么执拗，孔帆本想再训斥他一番，可这时外面却传来一道声音：不嫁就不嫁，区区宋家而已。两人随即跑到阳台，只见一个熟悉的人影正漂浮在半空之中，而他正是孔帆之父孔征。如今的他刚刚突破到天阶初期，勉强可以借力凌空踏步。接着几人就回到了屋内，他觉得自家孙女跟那个叫寻夏的小伙子是对良配，因为孙辈只有孔欣欣这一个女娃子，加入宋家不过只能保自家几10年生活无忧，但要是招来一个曹仁素人做孙女婿，别说百年富贵，就算重回中州孔家认祖归宗也不是不可能。现在我已经突破天阶，和宋家也就旗鼓相当，联姻不过是锦上添花。那寻夏是个孤儿，若让他入赘咱们孔家，咱们就倾注资源培养他。孔征说罢，看向了孙女，问他有没有自信让寻夏入赘。孔欣欣羞红着脸表示没问题，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闻言，孔征拍了一下桌子，高兴不已。那行，去宋家退婚。孔帆连忙拦住了他，询问总得有个合适的理由吧？理由？要什么理由？老夫现在已经是睥睨天下的天阶强者，强者的拳头就是道理。若宋敬忠那老匹夫真敢动手，我也不介意顺手掀了他们宋家，给你们看个宝贝。这是老夫花高价从洪氏商会搞到手的3星丹药壮宫丸。此时画面回到宋家中院内，宋云翔疑惑地问老爷子跳脱棋局是什么意思？老爷子呵呵一笑，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只是问他这些时间都做了什么事。宋云翔知道，如果直接将他从60年前重生回来的事说出来，恐怕会太惊世骇俗，所以就解释成误入了某个秘境，在秘境中获得了很大的机缘。不久后，南荒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兽潮，南荒长城被毁，宋家将士全灭，凶兽吞没了永安城，更是一路向北推进。后来弥伦入侵天都决战，再后来自己流亡到西水国，得到女帝庇护。就这样，他将多年来辗转流亡的经历都简述了一遍。1个钟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此时，宋府中院的大管家突然来到了这里，他有急事要禀报老爷子，但被宋木一把拦下了，表示里面一样有要事正在谈。屋内的宋云翔的述说快到了尾声，最后在北大陆人族最后一个据点自爆之后，我就醒了。是不是听起来挺不可思议的？听到这些话，老爷子并没太过惊讶，反而小声嘀咕了起来：他娘的60年，奇怪啊，他没跟我说会这么久啊，恐怕他也没料到这小子能苟到60年才死吧。随后他看了一眼宋云翔，嘱托道：新主系统事关重大，你绝对不可以再向任何人透露。左慈这个幌子倒是妙得很，你就以左慈素人的身份掩饰好了。现在有些东西是时候交给你了。闻言，宋云翔疑惑地询问是什么东西。老爷子回答：是你母亲留下的东西。我所知道的一切也都是来源于他。他曾经预言过，有一天你可能会突然变得异常强大，或魂脉自愈，又或是声称自己穿越时空而来。他叮嘱我道士不要为此感到惊讶，无论你说什么都要相信你。道士把这个箱子交给你，同时他还说时间法则非人力可以违背，兴亡之下皆为棋局。什么？他竟然知道兴亡？他到底是什么人？宋云翔听到大为震惊，脑海中也浮现出母亲模糊的身影。老爷子本想再说点什么，此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金色的波动，两人感受到后顿时面色大变，又是刚才那道虚弱的圣阶气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老爷子就大叫一声不好，立马夺门而去。云翔，你也跟我同去。接着4人就飞奔前往了某一处地方，然后进入了通往地下密室的电梯。电梯直达地下数百米，等打开电梯门才发现原来下面自成一个空间，不仅有人工照明，还有隔绝魂力波动的阵法。4人很快就来到了一间密室外，推门进去，
映入眼前的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老爷子走过去，轻轻喊了句三叔。此时老人也缓缓睁开了眼睛。我能感觉到我的大限已到，恐怕只剩下不到1个月了。这个小子是谁？闻言，老爷子连忙介绍：云翔，这是我三叔，你得喊三太爷。宋云翔听完便上前一拜。三太爷刚想说话，又开始剧烈的咳嗽起来。砰的一声，阵阵金色的威压瞬间卷向了两人。老爷子反应过来，连忙出手抵挡，而宋云翔几番卸力也平稳地落回了地面。直到波动散去，两人才敢走近。抱歉，刚才没控制住。随着寿元将要耗尽，这具身体就像是裂了缝的皮球，圣阶魂力在不受控制的外泄。云翔这小子竟然没有被波动误伤到，好，有点东西，不愧是那2个人的儿子。阿忠，你带这小子来看我，是不是有想将这小子重点栽培的打算啊？老爷子表示没错，云翔在外面获得了奇遇，不但魂脉修复实力更是突飞猛进，而且据说他在某个秘境得到机缘，看到了1个月后南荒兽潮吞没永安城的惨烈未来。超古代文明吗？云翔小子，你看到的未来里我宋家是否幸存？闻言他没有隐瞒回答，几乎全灭。两人听到这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老爷子劝慰道：三叔，不管他在秘境中看到的是真实的未来也好，还是幻阵中的梦幻泡影也罢，但宁可信其有，我觉得咱们还是得提前做好准备，所以有些秘密是时候。三太爷听到这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了，我亲自来说吧。云翔，你小子听好了，老夫宋秉川曾为猎天都8将之一，乃是星魂将曹仁的素人。对啊，宋云翔有些诧异，这跟自己之前的经历有些不符。在他的记忆中，星魂将曹仁的素人是一个叫荀夏的年轻人。三太爷无奈叹了一口气，我若寿元耗尽，曹仁将会重新凝结成魂玉，去寻找下一任素人。或许你刚才说的这个年轻人就是下一任。老爷子愤懑不已，该死，难道就没有办法能医治吗？我曾在文献上看到过，南大陆那边有可以增加寿元的丹药，若能求来一粒，我宋家就算是倾尽家业也在所不惜。增加寿元吗？宋云翔听到这思索了起来。7星丹药可以增加3到5年，8星可以增加5到10年，9星丹药长生丹据说能增加30年以上。巧了，这3种延寿的丹药我正好都会炼制。什么？你还会炼丹？老爷子立马激动地上前拉住了他。宋云翔回答没错，其他的还有些勉强，但7星丹药续命丹还是有十足的把握的。见对方不相信，他便掏出了储物卡，唰的一声，金色流转的丹药就出现在了两人眼前。这是我在来的路上炼制的8星丹药天灵丹，可以提升天阶一个小境界的修为，但只有第1次服用有效。什么？8星丹药天灵丹是特地给老爷子准备的礼物，不如就趁现在先给您吧。老爷子接过丹药，激动的浑身颤抖。云翔，从此刻起，在宋家你享有家主一样的权利，所有人力物力随你调配，请你务必想办法给三叔炼制出续命丹药。老爷子别急，先让我为三太爷详细检查一下身体。三太爷，我先给您号一下脉。听到这话，他把自己的左手伸了过去，这只吧，右边那只是仿生假体。当年那场大战，老夫失去了右半身，险些丧命，也因此诈死，一直隐藏在宋家地下。系统检测到宿主接触了星魂将数据持有者，正在读取中，读取完成。星魂将曹仁开始复制，复制完成。警告发生错误，系统检测星魂将曹仁7%的数据存在错误，正在对错误数据部分进行纠正。宋云翔听到这顿时面色微变。二老见状连忙问怎么了？没事，我想应该是因为三太爷肉身缺失的原因，所以影响了他体内的星魂二脉。我先去寻找炼制续命丹的材料，之后再慢慢想办法让你失去的右半身再生出来。什么？你是说我这失去的半个身子还有办法重新长出来？没错，不过这是后话了。现在时间宝贵，我先去寻找续命丹的材料，咱们回头再聊吧。说罢，他拿出了一些缓解肉身痛苦的丹药就离开了这里。上到电梯后，他迫不及待地询问系统。数据出错是怎么回事？丁，未知原因导致星魂将数据损坏，正在标记损坏区域，由系统为其重新绘制外观，重新架构方案计算完成，开始绘制数据缺失部分，剩余时间33天。不久后，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居所内。侍女紫苏见势，他就高兴地扑了过去，看着对方眼泪鼻涕的样子，宋云翔嫌弃地把他拉开了。而另一个陌生的侍女倒是引起了他的注意。紫苏介绍说，她叫素问，是前几天刚从外院调进来的，身材零分，长得也马马虎虎，干活也一般。察觉到异样的宋云翔让星主系统扫描了一下，果然发现对方是黄阶中期修为，在体内植入了小型装置，将境界掩盖成了普通人。又是潜伏的迷伦人吗？还没等他继续思索下去，就被紫苏打断了。这搓衣板身材哪有我好看？看看我，看看我！屋内的侍女涟漪听到声音也跑了出来，见真是云翔少爷，立马挥手打起了招呼。还有另外2个侍女同样也迎了出来。侍女长青黛露出不敢置信的眼神，云翔少爷竟然真的用了不到1年时间就从黄阶突破到了地阶，实在是不可思议啊！而宋云翔看着他，也在心中暗想起来，地阶初期，这个青黛果然也不简单。印象中他很早就出现在了我的身边，莫非是老爷子安排在暗中保护我的人吗？与此同时，在他离开后，老爷子便让宋墨安排了下去。从现在开始，一切宋家所有的人手和资源都听宋云翔的调配，并且他的全部指令都视为家主令，不必请示立即执行。此时画面回到宋云翔这边，纨绔少爷的浮华生活展现得一览无遗，几个侍女把他伺候得无微不至，不仅衣服不用自己脱，甚至连茶水都伸手即来。喝茶的时候，他想起来一件事，于是悄悄给紫苏安排了一个任务，让他多留意那个叫素问的见习侍女。
但是要注意安全。紫苏连忙答应了下来，他表示自己早就觉得那个家伙有问题。安排好后，宋云祥就让几人先下去，自己要休息了。4人听到后，恭敬地离开了这里。随着卧室的房门关上，宋云祥才松了一口气。他看着母亲留给自己的木盒，很是好奇。虽然材质看起来很寻常，但是上面却有一个3级加密阵法，只有输入正确的密码才能打开。无奈老爷子没告诉他，他只好召唤新主系统直接飞掉。在等待的时间中，他想到了老爷子最后说的那句话：人类违背不了时间法则，时间无法穿越，但棋盘可以被重置，兴亡之下皆为棋盘。这句话到底是在暗示什么？片刻后，系统就响起了破译完成的提示声。他按照提示输入一串数字后，木盒就啪的打开了。看到里面的东西后，他不禁大为震惊。里面摆着寓所和面具，还有一块写着踏星门3个字的令牌。上一世的他在进入玄甲卫的时候就听过这3个字。据说玄甲卫很多密不外传的战绩都和踏星门有关，但这3个字在玄甲卫里似乎是禁词，没有任何人敢提起。然后他就看向了寓所，做工倒是也挺精致，不过不知道有什么用。接着又拿起了面具，可就在接触那一刻，面具上突然浮现出4个大字：众生无相，背面则写着相由心生。奇怪的是，面具的眼部和鼻孔都没有开孔。宋云祥好奇地戴在脸上，才发现虽然没有孔，却可以清晰地看到外面。不对，他看向镜子，发现镜自己变成了60年后的模样。我操，什么情况？老夫这是现了原形。此时清代刚好推门走了进来，他看到宋云祥的样子后，顿时震惊不已。反应过来后，急忙拿出了自己的武器，立马警惕地看着对方开口：你是何人？云祥少爷呢？闻言，宋云祥连忙上前想解释一番，可谁知清代猛然持剑直接刺了过去。不过好在宋云祥战斗经验无比丰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瞬间限制住了对方的行动。清代自知不敌，便想大喊引起院外护卫的注意，但还没等他开口，就被宋云祥察觉到，立马捂住了气口鼻。他看着镜子中暧昧的姿势，有些不好意思：嘘，别喊，不怪我哈。都说让你冷静了，是你自己先乱来的。随后他想到了面具背面浮现出的4个字：相由心生，莫非是可以随自己心念所想幻化外形吗？思索至此，便决定要试一试。结果片刻后，只听见唰的一声，他就变成了侍女清代的样子。此时两人依旧保持着刚才的姿势，呵呵，果然如此。心中想象自己的样子，就可以自由幻化，难怪刚才会现出原形，原来那才是我内心真正对自己的认知。里面打斗的动静虽然不大，但还是被外面的人察觉到了。听到一阵脚步声传来，宋云祥暗叫一声不好，就连忙想象出自己本来的样貌。不过好在被发现之前，终于被换了回来。这时宋牧带着2个青年快步来到了房间内，见到两人这种姿势，敬佩地伸出了大拇指。我操，还是少爷会玩，不愧是我辈楷模。宋牧则尴尬地轻咳了几声，提醒道：少爷，今晚宋府家宴，你的未婚妻孔欣欣也会来。话刚说到这，就被宋云祥打断了。行了，大木叔，这话你今天说了1万次了吧？清代意识到对方真的是云祥少爷，连忙想要道歉。宋云祥抢先摆出了噤声的手势，表示没事，别乱说话，你懂的。怎么了？大木叔找我有事吗？闻言，宋牧回答是的，请少爷移步书房详谈。随后几人便径直来到了书房内。宋云祥开门见山，直接询问了起来：大木叔，那个清代是老爷子安排的人吧？宋牧听完回答是的，这本来应该对您保密的，他是宋府隐卫3组的地阶高手，算是我的下属。听到隐卫这2个字，宋云祥想到了上一世拼死将自己送出九安城的那群人。宋牧顿了顿，继续说：宋府隐卫1组负责行动，2组负责情报，3组负责护卫，各司其职，互不统辖。老爷子刚才已经下令宋府的隐卫以后将全部听您的调遣，以后您就是所有隐卫的主人。这是阿嘎，隐卫1组的组长，阿金是隐卫2组的组长。阿嘎阿金，这是什么鬼名字？宋云祥听完有些发懵，属下高盖嘎见过云祥少爷，属下马金花见过云祥少爷。2人说罢，扑通跪了下去。宋云祥听到全名后，顿时尴尬不已。你们这名字起的有点意思啊。少爷慎言，他们都是孤儿，名字是3夫人，也就是您母亲给起的。是的，3夫人说我这个名字是超古代文明中一个故事里勇者的名字，我的就更厉害了。3夫人给我起的名字，据说是超古代文明中某个传说中魔神的名字。我们俩本就是无名无姓的孤儿，若不是有幸遇到3夫人，恐怕早就饿死在郊外的贫民窟了。听到超古代文明这几个字，宋云祥眉头微皱了起来，他实在是想不通自己那记忆中毫无印象的母亲究竟有什么样的来头。而关于这对父母，上一世就没有太多记忆。印象中老爷子似乎说过他们是在16年前下落不明，对外宣称的是他们意外离世了，因为他们出事时自己才2岁，所以完全没有留下关于母亲的任何记忆。当时自己轻狂放纵，对此并不在意，之后辗转流离，疲于奔命，也无心问津。几十年出生入死，时过境迁，也早已将他们淡忘。难道说自己忽略了什么吗？想到此处，宋云祥隐隐察觉到事情没那么简单。接着他转头看了宋牧一眼，询问道：我父母16年前的事你应该清楚吧？宋牧听到这，额头瞬间冒出了冷汗，支支吾吾，似乎不方便说出来。看到他这副表情，宋云祥有些释然，因为在上一世的印象里，他们都对自己父母的事讳莫如深。不说算了，不为难你了。这样吧，去一趟宋家的陵园，我去祭拜一下他们。大木叔劳烦安排一下。听到这，宋牧才松了一口气，恭敬地回了一声是。接下来几人就走出了房间。宋云祥看了清代一眼，然后又接着转头看向了宋牧，他现在是不是也听我的调遣了？对方闻言回答：当然。清代，你过来重新见过云祥少爷。云祥少爷现在是隐卫唯一的主人。收到命令的清代随即来到宋云祥面前，扑通跪了下去。隐卫3组28号暗装清代见过主人。
宋云祥见状，心中很是满意。这么多年默默在暗中保护，挺不容易的吧？辛苦你了，这枚丹药算是一点奖励。说罢，他就从储物卡中拿出一粒丹药，放到了对方手中。在看清这枚丹药之后，不仅清代震惊不已，就连见多识广的宋牧也顿时一愣，因为他们认出了，这正是价值100万以上的5星丹药。5星丹药第0丹，可以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提升地阶一个小境界，不过只有第一次服用有效。什么？提升地阶一个小境界？高盖嘎和马金花闻言，心中如同翻江倒海。同样，星代也是露出了不敢置信的表情，因为如此宝贵的东西，即使在天都皇家，恐怕都是属于无价之宝。宋云祥见此一幕，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他表示区区5星丹药而已，这东西自己多的是，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要挑选信得过的人为他们提升实力，好好表现，以后你们也有的。听到这句话，两人欣喜若狂，立马跪在地上表明了自己的忠心。看到自家少爷这收拢人心的手段，宋牧不禁颇感欣慰。大木叔安排一下车驾，咱们去宋家陵园一趟。对了，二组负责情报是吧？去给我调查一个人。收到指令，众人立马行动了起来。而在不久之后，一辆飞舟随即划过了宋家的府邸。驾驶室内，作为司机的夏北哲很是疑惑，为什么护卫马三也要跟着一同前去？马三听后嘿嘿一笑，你不觉得云翔少爷这次回来变得很不一样了吗？说罢，两人就好奇地偷偷瞄向了后方。此时的宋云翔正在跟洪氏商会的掌柜洪方购买药材。在收到对方的购买清单后，洪方的脸上露出了些许尴尬，因为上面有很多药材自己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不过自己正好身处在南州总部商会这边，等会儿可以找这边的丹药专家咨询一下。交代好回复的时间，电话就随即挂断了。洪方则来到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办公室中，他走上前，对着端坐在椅子上的女孩恭敬地行了一礼。而这个女孩不是别人，正是洪家嫡系的继承人洪玉箫。她虽然只有21岁，但已经负责了洪氏商会在南州的所有生意。此时的洪玉箫正饶有兴趣地查看宋云翔的资料，作为自家的大客户，并且能随手炼出6星丹药的存在，他自然也无比重视。宋云翔吗？的确有点意思。洪方，你近期给我安排一下，我要亲自去瞧一瞧这位宋家的小侯爷。宋云翔在收下几名小弟之后，就带领几人前往了陵园，准备去拜祭父母。与此同时，在一片神秘的山川之内，红色的飞艇瞬间一闪而过，驾驶飞艇的女孩正是从天都消失的阿伞。她来到某一处位置后，就联系了总部，编号896289，请求进入许可。片刻后，耳边就传来了验证通过的提示，于是他不再停留，立马驾驶飞艇进入了眼前的瀑布中。而隐藏在瀑布后面的建筑，正是太渊组织的秘密基地。在到达基地后，阿伞也解除了身上的武装，看着熟悉的建筑，他心中也安心了很多，然后就快步向基地内走了过去。刚走到拐角处，就有一个女孩哭着扑进了他的怀中。女孩名叫思南，是阿伞的同门师妹。见她痛哭流涕的模样，阿伞急忙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思南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便讲了出来：师傅他为了救我中了迷伦狗贼的埋伏。什么？听到这个消息，阿伞顿时愣在了原地，不敢置信。反应过来的两人就急忙赶往了师傅所在的位置。此时在医务室内，一个奄奄一息的女人正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旁边的医护人员还在紧张地不停忙碌着。师傅！阿伞赶到后担忧地喊了一声。病床的女人听到声音也缓缓睁开了眼睛，而她正是天阶初期的强者缩娘，也是太渊组织的王牌刺客。看着平安归来的徒弟，缩娘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阿伞望着师傅憔悴的面容，心疼不已。师傅，你这是中毒了吗？注意到手臂上的黑线后，他忍不住询问。旁边的医护人员闻言走过来解释，缩娘前辈是中了迷伦人设下的埋伏，外伤虽然已经没有大碍，但有一种奇怪的毒素正在侵蚀前辈的心魂二脉。到底是什么毒？难道以我们太渊的技术还无法配制出解药吗？医护人员听后顿了顿，回答：很遗憾，我们已经尝试了12次配药，但全都失败了。目前只能通过过滤技术阻止毒素侵入大脑，但尽管如此，可能也没有多少尝试的时间了。请看这里。这似乎是诞生于这个纪元的新型毒素，从太渊的知识库中检索不到对应的解毒方案。毒素的结构是用魂力进行的化学物质连接，我觉得这有点像炼丹师一脉的手法。听到炼丹师这几个字，阿伞猛然睁大了双眼。你的意思是炼丹师或许有办法给师傅解毒吗？医护人员听完点了点头。不过可惜东大陆这边的炼丹术发展太过缓慢，目前的炼丹师所炼制的丹药效力根本不足。丹药吗？听到这个词，阿伞脑海中浮现出了宋云翔的身影。当时他交给自己一张储物卡，还说肯定会用到。想到此处，他急忙把那张卡拿了出来，嗖的一声，10几瓶颜色各异的丹药就出现在了病床之上。2名医护人员见状惊讶不已，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接着他们就区分了起来，里面不仅有疗伤用的回春丹，还有用来强化战斗的丹药。片刻后，他拿着一瓶白色的丹药就仔细观察了起来，接着又放在鼻子旁嗅了一下味道，确认无误后，他连忙把丹药交到同事手中，让其用仪器解析。经过解析，发现丹药的单元结构竟和毒素结构十分吻合，因此也证明了这丹药可以解除缩娘身上的毒素。得知师傅有就在旁观望的两人也很开心，但同时阿伞心中也充满了疑惑，这难道只是巧合吗？宋云翔，你到底是什么人？不久之后，在太渊总部的深处内，一个身穿黑袍的身影缓缓地走入了一扇高达100米的巨门中。空阔的大厅中，连脚步声都显得异常清晰。他紧接着走到高台之前，便恭敬地跪了下去，喊了一声大祭司大人。台上的人影听后询问缩娘那边怎么样了。闻言，下面的人连忙回答：回禀大人，服用了阿伞从目标 S691处获得的丹药，缩娘所中的奇怪毒素已经得到了控制。S691编号对应的目标正是宋云翔。大祭司听到这便查起了宋云翔的资料，在看到对方幻化成吕布的模样时，他顿时疑惑了起来。不应该呀，
不知使星魂将，这应该是只有那位大人才会的手段。难道这具平平无奇的男性肉身已经被大人夺舍了吗？为什么不使用我为您准备的容器呢？真的是你回来了吗？博士。而与此同时，在宋家的陵园内，正在祭拜父母的宋云翔突然莫名打了个喷嚏，他揉了揉鼻子，心中有些郁闷，暗骂一声：“妈的，是谁在说老子坏话？”旁边的马金花嘿嘿一笑，便调侃了起来：“说不定是哪个姑娘想您了呢。”宋木听到这轻咳出声，示意不要乱说话。马金花顿时一惊，连忙把头扭向了旁边，看着父母的墓碑，宋云翔的心中充满了疑惑。里面没有扫描到尸骨，只是个衣冠冢而已。是老爷子搞出来掩人耳目的吗？从这个名叫众生无相的面具来看，自己的父母就不是一般人。可你们又到底带着什么秘密失踪了呢？此时马金花的手表上传来了一段信息，她查看之后就把里面的内容禀告给了宋云翔。查到了，寻夏，19岁，永安城贫民窟出身的街头混混，曾因盗墓入狱，最近组建了一个名为白龙帮的混混社团，自封为帮主，为盗墓贼销赃是其主要营生。此人目前在打狗巷13号的一处废弃宅子内。好，过去看看。宋云翔听完后就带着几人离开了这里。而在宋府陵园的平基坪处，正等待众人回归的马三和夏北哲则闲聊了起来。切，我看孔欣欣那小娘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如今既然云翔少爷获得了奇遇，不但魂脉恢复，而且修为还大涨，就没有必要为了宋家的韬光养晦娶那种货色了吧？听到这话，夏北哲转头扫了对方一眼：“你的意思是劝少爷毁约退婚吗？这背信弃义的事，老侯爷恐怕不会答应。”马三眼珠一转，便有了主意。二爷家的云瑞少爷不是一直暗恋那个孔欣欣吗？大不了把婚约转给他们西院，让那傻小子接盘就是了。而且要说婚约，你可别忘了三夫人当年给少爷定的那个大老婆。所谓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九样样有。话说到这里，戛然而止。只见宋云翔一行人正从陵园内走了出来，确定好目的地后，飞艇就加速进入了城区之中。时间很快就到了傍晚。此时，在城北区打狗巷的13号废宅内，寻夏的小弟龅牙仔拎着一袋东西，兴奋地来到了院子。老大，你瞅瞅大丰收啊！猴子他们这趟摸来了不少宝贝。听到这个称呼，寻夏猛然坐了起来。混账！什么老大？肥里肥气的，叫帮主！细帮主！龅牙仔嘿嘿一笑，连忙打开了手中的袋子，并把里面的老物件整齐地摆成了2排。老大，不，帮主，你得看看咱们留下哪些。猴子他们还在门口等着呢。寻夏听后不动声色地盯着老物件看了一会儿，实际上是在请戒指内的杜老帮忙鉴定一下哪些是值钱的。在得到对方的回复后，他也随手把其中的几个点了出来，表示这几个都是垃圾，其他的咱们全要了。你去跟猴子说清楚，按咱们白龙帮的规矩替他代卖，价抽70%，而且运输费还有上下打点的钱都由他们全包。龅牙仔听完满头大汗，可是帮主，他们只分到30%利，还包运输费什么的，会不会太少了？寻夏闻言露出了一脸狂傲的表情，别他妈废话，销售渠道在老子手里，老子就是爷爷，老子的话就是圣旨。或留下让他们1个月后过来拿钱，敢不听话就再压他们1个月的款。收到指令后，龅牙仔应了一声，连忙跑了出去。而在远处，宋云翔和马金花2人正注视着这一幕。他们身上的隐身阵法不仅能歪曲光线隔绝声音，还屏蔽了魂力波动，所以没有被其他人发现。由于观察距离太远，他们决定悄悄地再靠近一些，直到寻找到合适的位置，2人才缓缓探出了脑袋。对此并不知情的寻夏还在洋洋自得中。杜老，这些物件里有没有能帮助我快速提升修为的东西？在听到没有的回复后，他不免有些失落。好吧，毕竟也不能次次都这么走运。不过这些东西转手一卖，又会有10几万天都币入账，这还要多谢杜老了。要不是有幸遇到您，小子我也不会这么快就有所成就啊。杜老，你说我真的能成为星魂将曹仁的素人吗？他话刚说完，就从戒指内传出一股淡淡的魂力波动。放心吧，只要我们齐心合力就没问题。我能感觉到曹仁现任素人的生命之火已经快要燃尽了。此时在屋顶上，宋云翔见此一幕，眉头紧皱，因为他发现这个寻夏跟之后遇到的那个寻夏感觉上好像不太一样。不对，这个寻夏和我认识的那个寻夏魂力波动完全不同。等等，宋云翔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突然脸色大变。他手上的那枚戒指散发出的魂力波动，才是我认识的那个寻夏。这是一枚让所有男人都欲罢不能的戒指，拥有了它就能满足内心的任何欲望，无论是金钱和美女，或者实力和声望。但是作为交换，自己的身体也会被戒指内的灵魂占有。在看到寻夏脖子上戴着的戒指后，纵然是见多识广的宋云翔都不由得面色大变，因为那戒指中所散发的魂力波动，才是自己上一世认识的那个寻夏。可是现在这个皮囊一模一样的寻夏又是谁？就在他疑惑之际，旁边传来了马金花的声音：“云翔少爷。”二组的眼线说孔小姐正在前往这里的路上，他心不在焉，随口便问了一句：“什么孔小姐？就是您的那个未婚妻啊，孔城主家的千金孔欣欣小姐，她正在来这里的路上，还有2个路口就到了。”听到这，宋云翔眉头微皱：“你怎么确定她是来这里的？”马金花顿了顿，有些紧张：“之前打探到消息，孔小姐似乎与寻夏有些私交。”说到这，他连忙摆了摆手：“您先别生气，这都是些还未取证的传言。其实孔家也有我们的暗桩，我这就去派人查探一下。”而宋云翔却表示没关系，咱们也该撤了。临走之时，他又回头张望了一眼，心中也隐隐察觉到了这个戒指的诡异之处。接着2人就回到了大街上，安排人手盯住他们。这里面有200张钱引符，交给蹲点的弟兄们使用。他说罢，就将一张储物卡递给了对方。马金花接过后，内心震惊无比：200张钱引符，就是刚才您施展的那个隐身手段吗？闻言，宋云翔解释效果没那么好，算是弱化版的吧，但具备敛气的效果，能给他们多一些依仗。马金花听到这狂喜不已：“我操，这可是神器啊！
发财了，发财了！谢谢少爷，我这就去安排。说罢，他就一跃而起，唰的一声消失在了原地。而宋云祥则看着落日映射出的余晖，思绪万千。天快黑了，也差不多该回府参加今晚的晚宴了。与此同时，在元鼎城姬武院的攻防区内，到达永安城的汤金水也和曾经的同事打电话报了平安，并询问他们在姬武院待得怎么样。同事听后回答：“我们这可忙得要死，南郭老师正带着我们赶一批货呢。”说罢，他就看向了大厅中的两人。此时，只见南郭登峰正在跟院长秘书小月介绍强化后微远视的量产进度，只要材料供给不出岔子，一定能赶在规定的日子之前足量交货。而且老夫还给宋师准备了一个大惊喜。紧接着他嘿嘿一笑就展示了起来。昨晚一宿没睡，老夫一直在思考能让宋师他老人家眼前一亮的作品，既具备重甲型的防御力，又同时有炮击型和飞剑型的破坏力，再加上空击背包的机动性，称之为微远视的最终形态也不为过。呵呵，等宋师看到这个，恐怕无论如何都会愿意收老夫为入门弟子了。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啊！看着眼前的四不像，小月表面上夸赞了一句，实则心中很是无语。这不就是把所有装备堆在一起吗？就算能顺利构装出来，可对魂力的消耗恐怕也让人难以接受。在听到对方的夸赞后，南郭登峰颇为得意，感觉还有可以优化的空间，还打算再加点盾牌啥的。旁边同事听到这都愣在了当场。通话中，汤金水听到要量产微远视后，立马推销了起来。他表示自己老婆的娘家人就在金银矿业和金属材料的生意，只要需要，我一定会想办法优先给你们提供材料。接着两人寒暄一番就挂断了电话，而时间很快也到了晚上。此时在九安侯府宋家的宴客大厅内灯火通明，不多时一架红色的飞艇便降落在了大厅外，紧接着一个脚踩高跟靴的女人就从上面走了下来。见此一幕，大厅门口的几人也回头看了过去。哟，这不是云锦大姐大吗？竟然有空放下边防那繁忙的军务，回来吃这一口平平无奇的家宴，该不会是又把预算花光了，回家要饭来了吧？说话之人轻描羽扇，一脸揶揄之色，而她名叫宋云秀，24岁，是二伯宋波长女，也就是宋云祥的二堂姐，负责宋家产业的对外投资，头脑极好的谋略家。因为不喜修炼，所以修为只有玄阶初期。旁边面相有几分相似的青年叫宋云瑞，17岁，是二伯宋波之子，修为玄阶中期，也就是马三口中暗恋孔欣欣之人。恭敬站在身后的老人叫宋水，是宋府西院的大管家，一身红装之人正是宋云锦，26岁，大伯宋清的长女，也是宋家第3代的大姐，组建了全部由女子组成的赤鸾军，并亲自担任了赤鸾军的总帅，修为在地阶初期。听到这阴阳怪气的话语，宋云锦随即冷哼一声，眼神中也闪过一丝厌恶之色。一场关乎宋家未来的晚宴终于要开始了。穿戴好正装的宋云祥也离开了自己的居所，东院管家宋木和高盖达早已在门口等候。接着在他的发令下，几人也前往了宴客厅。与此同时，在外院的宴客厅内已经有几人来到了这里。端坐主位的自然是现任宋家家主的老爷子宋敬忠。他轻捋胡须，看向了桌子的左侧，问道：“老大不来了吗？”一旁的中年女人连忙回答：“父亲。”宋清说：“军中事务繁忙，走不开，等月末休假时再回来。”她是大伯母和夫人，46岁，大伯宋清正妻，中州何家出身的大家闺秀，也是宋云锦和宋云起之母。行吧，行吧。老爷子闻言摆了摆手，继续询问：“那老二呢？”右手旁的中年女人听后解释道：“父亲，宋波他说今晚有个应酬。”说话之人是二伯母程夫人，40岁，二伯宋波的正妻，出身天都3大巨甲之一的程家，也是宋云秀和宋云瑞之母。听到应酬2字，老爷子语气中透露出一丝微怒：“什么应酬？跟谁啊？”这还没有说。程夫人皱着眉头回答。闻言，老爷子怒拍桌面，大声呵斥了起来：“应酬个屁！叫他现在给老子滚回来！”侯爷息怒。听夫君说是中州张家派来了使者，听说是一笔大买卖。坐在右侧中间位置的赵姨娘连忙解释，她是二伯宋波的妾室之一，出身自医药之家，负责打理宋波手上和医药相关的生意，也是宋云昭之母。这次涉及到张家的继承人之争，他们似乎愿意付出极大的代价来换取咱们的合作支持。夫君说他会想办法尽快结束应酬，早点赶回来的。听到这话，老爷子的面色也缓和了几分。此时外面响起了一道声音：“爷爷好，大伯母好，二伯母好，两位姨娘好。”见是宋云祥来了，老爷子的嘴角终于露出了一抹笑容。云祥来这边坐，你好像又长高了呢。近来在姬务院吃的可还好啊？周姨娘热情地拉出了自己旁边的椅子。她同样也是二伯宋波的妾室之一，曾是宋家东院的小侍女，之前负责宋朗的日常起居，是宋三夫人的小迷妹，宋家第3代最小的小妹宋云华之母。宋云祥见状连忙走了过去道谢。这位周姨娘自始至终都对自己极好，并且真情实意。云祥来这边坐吧。老爷子面带笑意地指向右边最靠前的位置。闻言刚要坐下的他明显一愣，接着便站起来走了过去。在路过赵姨娘的时候，一股浓郁的丹香也传到了他的鼻子中。他有些好奇，这恐怕是3星以上的丹药吧。听到这，宋云祥笑着回应了一声，瞒不过赵姨娘，确实是丹药。然后他就转头看向了老爷子，询问道：“二伯不来了吗？你二伯他有饭局不来了。”这样啊，那我就不客气坐下了。宋云祥听后松了一口气。二伯宋波负责打理宋家所有的世俗生意，是个功利至上的实干派，对于曾经不思进取的自己一直看不上眼。这位二伯母也是生意人的性子，眼中看重的都是利益。不过还好，他们虽然看重利益，但都是有底线的人。即使到了穷途末路时，他们都始终能把宋家的集体利益和名誉摆在第一位。那个大伯母，大伯今晚也不来了吗？何夫人听后笑着回答：“你也知道，你大伯他率领铁壁军坐镇南荒长城，不能轻易走开。云祥侄儿见谅。不过云锦倒是特意放下军务过来了，你们年轻小辈在一起更有话好聊，不是？”
话刚说到这，突然被外面的一道声音打断了。哟呵，大家都来得挺早哈！众人闻言都抬头看去，只见宋云起带着宋家北院的大管家宋土走进了门口。宋云起16岁，地阶初期，大伯宋清之子，天赋出众，贪玩好斗。何夫人见状佯装怒意训斥道：“妻儿，你这穿的成何体统？我不是让你先回去换身正装吗？”宋云起嬉皮笑脸的解释：“我这刚放学，还没来得及回北院，就直接过来了。”老爷子也随手一挥：“无妨无妨，给云翔接风洗尘的家宴而已，不用这么正式。”这不是祥仔吗？你好你好。宋云起摆手打起了招呼。见此一幕，宋云翔有些无奈，没大没小，你难道不应该叫声哥吗？宋云起是大伯宋清唯一的儿子，资质极其出众的天才少年，没怎么太努力，就在16岁前突破了地阶，这也让他变得恃才傲物、目中无人，但却是个赤子心性的好孩子。上一世为了掩护居民撤离，和几个少年一起独守孤城，最后战至力竭而死。想让我喊你哥？行啊，只要你能在修为境界上超过我。听到这话，宋云翔呵呵一笑，拉开凳子便站了起来，身上属于地阶初期的魂力也顿时散发而出。宋云起见状，瞬间懵逼在了当场。地阶的气息？怎么可能？你竟然突破到地阶了？如何？叫声哥来听听。不，我刚才说了，你只有境界超过我，我才喊你哥。你现在也只是地阶初期，和我一样而已，但我比你可小2岁，所以宋家第一的天才还是我。听到这话，宋云翔也不再低调了，他随即拿出一颗丹药吞进了口中，下一秒轰隆一声，更加磅礴的灵气就从体内爆发了开来。宋云起在感受到后冷汗直流，我操，这是突破的气息。此时已经突破到地阶中期的宋云翔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那现在如何？可以叫了吧？别人修炼靠努力，而他修炼却是靠丹药。随着宋云翔原地装逼升级之后，一场大型的打脸现场也即将开始。宋云起秒变小迷弟，跪在地上一口一个亲哥，喊得很是亲热。宋云翔见状有些尴尬，你这认怂也太快了吧？别说喊哥了，你就是想让我喊你爷爷，也不是不可以商量。听到这话，老爷子没忍住爆了粗口，上来就赏赐了一个爱的铁拳。你小子他妈说什么混话？给老子起来！闻言，宋云起果断地用出了死缠烂打的招式。我的好哥哥，你这个是什么弹药？能不能赏给弟弟我一粒尝尝啊？众人见此一幕都不忍再直视下去。此时赵姨娘压抑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小心翼翼地询问：云翔侄儿，你手上那瓶丹药，莫非是传说中的5星丹药地灵丹？另外2位夫人听后面色顿时大变，因为这种宝物，别说他们宋家，恐怕连天都皇室都拿不出来多少。老爷子见到众人这副样子，内心暗爽无比，呵呵，真是没见识，这就惊到你们了。5星丹药，难道真的是5星丹药？连自己的娘家魏廷侯府也仅有一粒，还是从400年前代代传下来的。听说洪氏商会最近得到了某位丹道大能的青睐，前几天拍卖了一批3星丹药，就轻松将营业额翻了几倍。这云翔小子，不，云翔侄儿手上这瓶丹药的价值恐怕难以估量。正在众人脑补之际，宋云翔也没有隐瞒，回答不错，这的确是5星丹药地灵丹，可以没有副作用的让地阶强者提升一个小境界。不过可惜每个人只有第一次服用有效。老爷子听后虽然表面不动声色，但内心仍赞叹不已。这一瓶地灵丹就可以让宋家的中坚力量再提升一个档次，要不是早就已经见识过了云翔的丹药，恐怕自己也会失态。看样子老夫这心性还是需要再磨练磨练啊。此时的何夫人听到药效后，内心陷入了矛盾之中。若是能为云锦和云起个求来一例，自己这做母亲的牺牲一些面子又有何妨？但自己这些年对云翔也不算亲厚，若是现在表现得过分亲热，会不会被人看不起呢？可就在他踌躇之际，对面近水楼台的程夫人已经开始了拉拢行动，这让他立马看向了自己的儿子。岂儿刚才你没大没小的口出狂言，还不赶快向你云翔哥哥倒茶赔罪？此话一出，还在品茶的老爷子瞬间懵逼了，因为他面前的茶具竟空空如也。宋云起一番潇洒利落的动作，便来到了宋云翔的面前。在他蹲下之时，原本一套精致的茶具也紧接着落在了托盘上。看着他整出的这些花活，老爷子只能强忍怒意的挤出了一丝尴尬的笑容。见到对方又靠了上来，宋云翔也不好拒绝。行了，这几天看你表现得好，我也不介意推你一把。听到这句话，宋云起的脸上顿时喜笑颜开。此时外面响起了一阵脚步声，首先进门的2人拱手便向场中的长辈问好，而宋云秀一眼就看到了最前方闪闪发亮的爆炸头宋云翔。奇怪，怎么那个小废物会坐在父亲的位置上？虽然他很疑惑，但表面上依旧不动声色。但旁边的宋云瑞就没有这么会察言观色了。他见状大喝一声：宋云翔，这个位置是你配坐的吗？你他妈快给我起来！意识到不妙的宋云秀上前捂住了他的嘴，连忙道歉。闻言，宋云翔倒是不在意，并打起了招呼。他知道宋云秀虽然不喜修炼还贪财，但头脑很好，识时务之进退，是顾院长那种类型的老狐狸，不像旁边的那个傻蛋。宋云瑞天资仅在云起之下，为了维持自己天才的人设，一直在背后特别刻苦的努力修炼。可是他是孔欣欣那个女人的舔狗，也因这事一直与自己不和。上一世他是这次大寿朝中宋家唯一的生还者。3年后天都决战，玄甲未全灭，阿散陨落，受到女帝庇护的自己流亡到了西水国，曾与宋云瑞重逢一次。当时的他一直在追杀某个人，即使追到天涯海角，我也一定要弄死他，那该死的野种。如果不是他，我宋家也不会在寿朝中全灭。你就在这安心做女帝的君侯吧，也挺好的。有机会我会回来看你。那时说完这番话，宋云瑞就独自离开了。至于他追杀的那个人的名字，他却闭口不提。思索至此，宋云翔突然发现了问题。他那几年一直在追杀的那个人，他嘴里说的那个野种，难道是和这次寿朝有关吗？莫非是宋家的直系血脉里出了内奸？想到这里，他不禁握紧了拳头。这时，一身红装的宋云锦也走了进来。
他跟长辈打完招呼后，也同样看向了宋云翔。能面对神阶凶兽还临危不乱带着他们全身而退的人，确实有些让人看不透。见状，宋云翔立马站了起来。对方是宋家第3代大姐，能组建起赤鸾军也是有几把刷子的。不过印象中他好像一直苦于经费问题，但从小受到的教育又让他耻于将钱挂在嘴上。老爷子轻捋胡须，露出了一抹微笑。姐儿这次去接云翔的返程安排的不错，这一趟所有的损耗养护费用你拉个清单过来，我给你报销。听到这，旁边的宋云秀面露嘲讽。我说是什么事能让大姐放下军务回来吃饭呢？原来是找爷爷算账来了。见此一幕，宋云翔连忙站出来缓解尴尬，表示这笔费用自己来出。老爷子知道他最近发了几笔大财，也点头同意了。话刚聊到这，外面又有几道人影走了进来。为首的胖子叫宋仓，宋家四爷，身为南院之主，修为却只有玄阶初期，是个文不成武不就的老光棍，性格单纯的啃老肥宅，一直活在3个兄长的阴影之下，和宋云翔在吃喝赌方面臭味相投。后面的女人叫宋熙，是老侯爷收养的养女，地阶初期修为。最后戴眼镜的胖子叫宋火，是宋府南院的管家。嗨，四叔小姑好久不见。宋云翔挥手打起了招呼。哈哈，终于回来了，可想死四叔我了。宋仓说罢就悄悄靠了过去，等会儿晚上喊马三一起，我做东，咱们出去再喝2杯。回头再说。宋云翔顺势拉住了他的手，可探查之后的结果却惊讶不已。这四叔完全没有隐藏实力，竟然真是货真价实的玄阶初期修为。随着废材四叔的到来后，家族晚宴也正式开始了。去把云昭、云华那俩小丫头也喊进来。在老爷子的话音落下后，旁边的侍女应了一声，就快步离开了大厅。跟四叔闲聊结束的宋云翔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他此时眉头紧皱，思绪万千。在场的人基本都没有问题。那宋云睿当年所说导致宋家全灭的内奸，难道另有其人吗？只是不清楚现在这家伙知不知道未来他口中所谓的野种到底是谁。要不干脆制造个机会试探一下他吧。就在思索时，一个小女孩突然扑进了他的怀中。云华，好久不见，你怎么还没有长大呀？还是这么小小的一只。听到这话，小云华嘻嘻的笑着回应：云华才不要长大呢，当个可以为所欲为的小孩多好啊！大人要遵守的规则可太多了。是，你这个小机灵鬼。宋云翔宠溺地摸了下他的脑袋。云华是家里最小的妹妹，二伯和周姨娘所生，算是宋家第3代里和自己最亲近的一个。此时，一个扎着马尾的女孩也来到了旁边打招呼。宋云翔愣神过后便回应了一下：云昭妹妹你好呀。云昭是二伯和赵姨娘的孩子，印象中前世和他没怎么说过话，属于比较寡言少语的性格。入席吧，别站着了，都坐下说话。老爷子见人到齐后，便端起了自己的酒杯，都把酒满上，咱们共同举杯。这第一杯酒只为庆功。话刚说完，宋云起立马举手献起了殷勤，表示自己要给云翔哥哥倒酒。几个晚来的人见此一幕都懵逼了，这小子一向孤傲，从不把云翔、云睿2个兄长放在眼中，今天怎么突然转性了？侯爷稍等，您不是还邀请了孔家的客人吗？经过旁边管家宋木的提醒，老爷子这才猛然回想了起来。对啊，还喊了他们来参加晚宴，老夫一高兴把他们给忘了，那这杯不算，我自罚了。说罢他就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那我去催他们一下吧。宋木继续询问道。算了，别催了。老爷子闻言摆了摆手。孔帆那小子好歹是一城之主，堂堂朝廷鹰犬还得给点面子的，等等就是了。听到这些话，宋云睿顿时眼前一亮。姐，孔城主和星星小姐今晚也来咱们家吗？看他这素舔狗样，宋云秀颇感无奈。我说你别叫得那么亲热，孔星星好歹和宋云翔有婚约在身，也算是你未来的嫂子。闻言，宋云睿自信一笑，放心吧，星星小姐才看不上那个废物呢。等我突破地阶，证明我才是宋家第一天才后，到时候我就会求爷爷将婚约对象改成我，一个无父无母的废物纨绔和一个宋家产业继承人的少年天才之间，相信孔城主他自会权衡利弊。我真是搞不懂啊，你们一个两个的怎么都喜欢孔星星？老娘一眼就能看出那就是个绿茶。姐，你别这样说，你对孔星星小姐了解又不深，不要带着成见看人。等一下，你该不会是嫉妒星星小姐比你受欢迎吧？不过也是，星星小姐确实比你温柔，还比你身材更好。说罢，他就不怀好意地看向了对方的胸口处。宋云秀意识到被羞辱后，顿时暴怒无比。宋云睿，你他妈找死是吧？见自家老姐生气，宋云睿打了声招呼，就一溜烟跑了出去。爷爷，我带着宋水去大门外迎接一下孔城主他们。此时侍女清代也刚好走了进来。云翔少爷，马族长回来了，想当面向您和侯爷汇报，他已经在隔壁偏厅候着了。听到这话，老爷子便放下了酒杯。我们去说点事儿，你们先坐在这聊会儿。说罢，他就带着宋云翔离开了大厅。一旁的宋云起见状，很是疑惑，他也想悄咪咪地跟上去看看，但还是被清代顺势给拦在了偏厅门外。随着大门轻轻的咔嚓一声关上，早已在里面等候的二人也恭敬一拜。老爷子表示不必多礼，直接说什么情况吧。听到吩咐后，马金花连忙从怀中掏出了几张照片，说是暗少在打狗巷拍到的。宋云翔接过照片一看，顿时尴尬不已。上面正是孔星星和荀夏搂抱在一起的亲密合照。据我们以为二祖安插在孔家的暗中汇报，孔家老爷子突破天阶，打算招荀夏入赘。他们计划在今晚晚宴时当众退婚。孔家老爷子还叫嚣着要和宋家掰掰手腕。刚才孔星星就是带着孔城主和孔老爷子去暗中考察荀夏，我们的人录下了他们的部分谈话内容。马金花说完就按下了录音器的开关，里面也传出了孔星星和荀夏的对话声。荀夏哥哥，今晚我就会去宋家和那个纨绔解除婚约，放心吧，我的星星小宝贝儿，别说入赘孔家，为了你我连这条命都可以不要。听到这些对话，几人顿时满头黑线。宋云翔倒是也明白了几分，所以孔家的底气就是刚突破天阶的孔老爷子吗？什么玩意儿？
还想和我宋家掰掰手腕，这怕不会是要笑死我？云翔，你打算怎么处理？若是愿意保留这婚约，咱们宋家也不是不可以露几张底牌。宋云翔闻言连忙摆手拒绝了，不必，这婚约我可没什么兴趣，直接退了得了。至于宋家的底牌，倒也没必要暴露。老爷子听到这淡淡的开口，那人家踩到脸上来了，总不能就这样忍着吧？底牌咱就不露了，出几张新牌吧。阿嘎、阿金、清代。宋云翔说罢就把手伸向了怀中，属下在。三人收到命令，立马抱拳齐刷刷的回应了一声。我现在就让你们突破天阶，去试试那孔老爷子有什么底气，竟然敢和我宋家掰手腕。三人吞下丹药后，立马盘坐运功，准备突破。而此时在偏厅之外，正在偷听的宋云起被自家老姐揪住训斥了一顿：“你这像个什么样子？给我过来坐好！”说罢拉着他就要回到座位上，可猛然间从偏厅内散发出了2道微弱的魂力波动。门外的2人在感受到后，顿时如遭雷击，这是突破天阶的气息。我就知道云翔哥手里还有好东西，这突破天阶的动静肯定是他搞出来的。见自家老姐一脸茫然的模样，他便悄咪咪的解释道：“就在你们来之前，云翔哥当着我们面磕了一粒地灵丹，直接从地阶初期升到了地阶中期。什么？那种宝物他都有？”宋云锦不出意外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嘿嘿，当时机智如我直接就果断认怂，立刻跪下叫哥，简直太英明了。他说这几天表现好就送我一粒，从今以后宋云翔就是我的亲哥了。姐要不你也认他当哥算了，一粒地灵丹那可是能省下2、3年的苦修。听到这，宋云锦面色立马大变，等下，你的意思是这种宝贝丹药，他宋云翔手中不止一粒吗？刚才他随手就掏出了1瓶，我没仔细数，但10多粒肯定有的。10多粒吗？听到这个回答，宋云锦惊讶的目瞪口呆，不过他很快就平复了自己的心情，冷静一点，我可是宋家第3代的大姐赤鸾军的总帅，绝对不能在弟弟妹妹面前露出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可就在他刚压抑住躁动的情绪时，嗡的一声，又一股天阶波动从里面荡漾出。2人震惊的瞬间瘫坐在了地面上，呆若木鸡。又一个天阶吗？竟有3波天阶气息。老姐，你说我刚才要是厚着脸皮跟进去，那现在是不是也是天阶了？与此同时，在偏厅之内，一阵淡红色的烟雾飘散到了半空之中。宋云翔无奈的开口道：“到底是仓促之下临时布置的阵法，只扛了3次天阶突破就崩掉了。”老爷子听到这话，心中思绪万千，没想到这小子在阵法上的造诣竟不落单道，还只扛了3次天阶。你知道请阵法大师布置一个这样的阵法要花多少钱吗？一旁的宋木眉头紧皱，尴尬不已，还以为云翔少爷只是说笑，没想到应用外力将他们3个推上了天阶，这样搞得我们几个一直在默默隐藏实力的老家伙，倒是显得有些滑稽了。清代，你现在感觉如何？宋云翔来到他面前询问道。此时他香汗淋漓的瘫坐在了地面上。我就这样突破天阶了，简直难以置信啊，少爷，这也太快了吧？谁说快呢？你可是费了我不少功夫啊。他俩都是地阶巅峰，只要1粒破障丹就行，你只有地阶初期，为了把你推上天阶，我可是硬生生掏了不少老底啊。听到这话，清代感激涕零，立马单膝跪地表明了忠心。主人，清代身为宋家死士，这条命和身体本就都是属于您的，主人之恩，清代无以为报，只愿从此为您手中剑，为您斩尽一切敌。宋云翔闻言，嘴角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清代资质有限，以外力强行推到天阶也不算亏，起来吧。说罢，他拿出净化阵符作用在了对方身上，下一秒，清代就包裹在了一个纯净的水球之中，片刻后居然变回焕然一新的模样。很好，这样干干净净才像东院侍女长的样子。你俩境界稳固的差不多了吧？2人听后便缓缓站了起来。谢云翔少爷，已经好了。高盖嘎在感受体内的力量后激动不已，这就是天阶的力量吗？太强大了，好想够装出机甲，找个人酣畅淋漓的打一场。马金花同样也是抑制不住的兴奋，好棒啊！凌空踏步原来是这种感觉吗？宋云翔见状，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天阶不过是学前班，圣阶才算是开始，以他们2人的资质入圣都没有问题。怎么回事？我突然能隐约的感觉到体内的魂力好像在与天上的某处相连。马金花的话令高盖嘎有些疑惑，因为他并没有感觉得到。宋云翔听后面色微变，星网，阿金竟能感受到星网的存在，看来他在神识感应方面的天分很高。此时老爷子淡淡的回答：“你感应的不错，那就是天道。”听到这个回答，马金花顿时呆愣在了原地。原来如此，魂力来自于天道意志，原来是真的。发现老爷子给自己使眼色后，宋云翔立马回复了明白的手势。看样子老爷子是怕自己把星网2个字脱口而出。天道这个词确实是几个大陆通用的说法。云翔少爷，咱们现在怎么办？要不我和阿金把孔家天阶先抓来打一顿再说。闻言，宋云翔摇了摇头：“不好不好，现在没必要和孔家将冲突升级到明面上，以温和低调的方式能解决最好。”马金花表示自己有个好主意，不如自己和嘎子哥去换2身东院门卫的衣服乔装一下，然后清代带着他们去迎接孔家贵宾。不错不错，你小子很有前途。听到这，宋云翔便拍了拍他的肩膀。一旁的2人见此一幕有些无语。宋木出声询问道：“侯爷，这样暴露实力会不会太招摇了？”闻言，老爷子眼神中闪过一抹金芒：“无妨，这样挺好。我宋家韬光养晦了10几年，也是时候露出一手给那些家伙们看一看了。不脱掉裤子试一试，又怎会知谁尿得远？”不久后，在宋府的大门外，宋云瑞正带着西院管家宋水迎接孔家的到来。少爷，你看，好像是孔家的非洲。确实，准备欢迎孔家贵宾。就在他刚说完，远处半空突然出现了3道人影。什么人？凌空踏步，天阶强者。宋云瑞见状，顿时脸色大变，而宋水此时露出了诧异无比的表情。少爷，他们穿的好像是东院的门卫啊！见此一幕的宋云瑞瞬间有些懵逼。东院侍女长清代见过云瑞少爷，我等奉云翔少爷之命前来迎接孔家贵宾。听到这番言语，管家宋水悄悄上前提醒道：“
这三人气息非比寻常，修为恐怕已经在天阶以上。废屁，我又没下。宋云睿只能在心中无奈的吐槽。刚才凌空踏步的那一幕，他自然也看在了眼中。管家眉头紧皱，补充道：“那两个门卫服的男子，我似乎在宋府里见过，他们搞不好是侯爷秘密培养的那拨人。”宋云睿听后有些疑惑：“你是说，莫非他们是隐卫的人？”少爷慎言，隐卫属于宋家最高的机密之一，侯爷应该不会为了这种小事动用他们吧？还未等他们想明白，一架飞舟就缓缓来到了这里，是孔家的飞舟，快准备迎接贵宾。随着宋云睿一声令下，众人立马列好了队形。片刻后，待飞舟降落完毕，里面的人也陆续走了出来。在看到孔欣欣的那一刻，宋云睿立马就转换成了文质彬彬的模样。欣欣小姐，欢迎欢迎。宋云睿同学，你怎么在这里？你和宋云祥是什么关系啊？欣欣小姐不知道吗？宋云祥是在下的堂兄，你在学校里那么认真刻苦，做事又踏实低调，真没想到你竟然也是位豪门富少。孔欣欣表面上露出了一副小女生崇拜的表情，实则心中很是厌恶。白痴，本小姐早就知道了，那家伙的堂弟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看你一副色眯眯的样子就知道，你也是个沉迷本小姐美色的猥琐色狼。我呸！正在二人谈话之时，孔帆和孔老爷子孔征也走下了船，见状，孔欣欣便拉着他互相介绍了起来。宋云睿也识趣的连忙上前行礼，期待能留下好印象。一表人才果然不凡，如果猜的没错，令尊应该是宋家的商业奇才宋波宋二爷吧？听到孔帆的夸赞，宋云睿心中简直乐开了花。孔叔叔过奖了，家父常说全靠您城主大人治理有方，造福永安城千万百姓。这份丰功伟绩在南州诸城中堪称第一。见此二人商业互吹，孔征的心中颇感无奈，还装作不认识似的，有意思吗？呵呵，就让老夫放出天阶气息震慑你们吧。思索至此，他便释放出了身上属于天阶境界的气息，一瞬间强大的威压就猛然向众人席卷而去。修为低下的人只能在这股威压下苦苦支撑。父亲这是打算先给宋家众人一个下马威吗？孔帆诧异不已，来的时候说的好好的，现在怎么提前了？原来在不久之前，几人在非洲内就曾商谈过。当时孔欣欣询问爷爷对自己的寻夏哥哥有什么样的看法。闻言，孔征思索了片刻，这小子虽然出身市井，但眉宇间确实英武不凡，看起来确实是一个可造之才。至于宋家那小子，老夫也有几面之缘，且不说他魂脉残缺，只是心性上就远远不及这位。欣儿眼光的确不凡。听到爷爷的夸赞，孔欣欣高兴不已。不过旁边的孔帆却有不一样的看法。父亲，您说的有些过了吧？我看那小子不过区玄阶修为而已，就这实力还不如咱们城主府的侍卫。此言差矣，帆儿你有所不知，刚才我就从那小子身上感受到有一股微弱的超凡气息，恐怕这小子真的如他所言是星魂降曹人的素人。听到这，孔帆有些不相信，您所言当真？确定不会搞错什么吧？老夫堂堂天阶强者，神识感应之强远非你区地阶可以比拟，况且老夫可是曾侍奉过那位大人的，那种素人才有的超凡气息，老夫又岂会搞错？这顿宋家晚宴我们见机行事，若那宋家庶子确实不堪，这婚咱们就直接退了。宋老匹夫若是有胆说一个不字，老夫正好有借口发飙。若那宋云祥如传闻般真的是那左慈素人，欣欣你也可以先一边对他虚与委蛇，咱们在暗中找机会对他宋家产业徐图之。听到老爷子的话，孔帆眼中闪过了一丝惊芒。回到现在，孔征似乎并没有停手的打算。小子，别怪老夫害你在欣儿面前丢脸，谁让你是那宋家老匹夫的孙子，活该！此时场中只剩下三人还能淡定自若。两位族长，咱们出手吗？见此一幕，清代便询问二人的意见，在得到确认的回复后，他们也瞬间释放出了自身的天阶气息。片刻后，唰的一声，弥漫在空气中的威压转眼间便消散一空。此时场中寂静无比，孔帆露出了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怎么可能？父亲放出的天阶气息被抵消了？难道是这三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小角色做的？反应过来，他连忙抱拳一拜，阁下三位是。闻言，清代便转身走到侧方介绍了起来。失礼了，奴婢是宋府东院侍女长清代，他们则是我们东院的门卫。我等奉云祥少爷之命，特来迎接孔家贵宾，里面请。说罢，他便带路走了进去，而孔征再也没有了刚才嚣张的神色，呆愣在原地，一脸懵逼。他此时的心中犹如万马奔腾，连呼了三声我操，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宋家会有三个天阶强者？三个年轻人爆发出天阶修为的气息，孔征也顿时懵逼在了当场。而与此同时，在宴会厅之内，二伯母程夫人悄悄地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宋云秀。在听到宋云祥拥有一整瓶5阶丹药后，宋云秀同样一脸惊讶不敢置信。平复心情后，他便打起了小心思，有10数颗之多的话，恐怕云祥背后真的有一位丹道大能，而且至少在5阶以上。父亲手中的医药类生意都是由赵姨娘在打理，看来还得好好谋划一番了。此时偏厅的门缓缓打开，宋老爷子和宋云祥也大步走了出来。宋云起立马死皮赖脸的凑了过去，哥，你们刚才在里面是不是在试验什么好东西啊？你看小弟有什么能效劳的没有？要是想试验丹药什么的，小弟也不是不可以做一回小白鼠啊。听到这番话，宋云祥属实有些无语。宋云秀见他过来后，连忙让出了自己的位置，并且笑眯眯的开始讨好了起来。这时护卫进来禀报，孔家的非洲到了，云瑞少爷还有东院的几位正在迎接。来了吗？宋老爷子随口说了一句，可脸上却露出了意味不明的神色。随后他把管家宋木叫上前，悄悄安排了一些事儿，接着就和宋云祥相视一笑，心中暗爽无比。见此一幕，宋云锦姐弟俩不明所以，而宋云秀似乎猜到了一些。
他们竟然露出了一副有好戏看了的表情。呵呵，莫非是给孔家的人挖了什么坑吗？此时在宴会厅之外，侍女清代做出了恭请的手势，宋云奇反应过来也连忙请他们进去。孔欣欣大步流星走在了最前面，而孔老爷子还处在懵逼的状态中没缓过来。怎么可能？宋家怎么会有3个天阶，而且看起来还是如此年轻？等等，他们还穿着吓人的衣服。没错，肯定是他们使用了什么邪门歪道的妖术在欺诈老夫。刚才是我一时大意没有识破他们，就算会有这么年轻的天阶，又怎会甘心在宋家身居人下呢？想通之后，他便不再有所顾忌，招呼孔帆就向着里面走去。哼，我就看看你们想搞什么花招。接着他们就跟随着前往了宴会大厅，在路过一个拐角的时候，孔真还是有些不放心，于是便悄悄拉住了儿子孔帆，这块君子剑魂将符你拿着，待会儿若是有什么变故，你就立刻带上星星先跑。好的，父亲。那您给了我，您怎么办？没事，老夫还有一块备用的。孔真说罢就环顾四周，又拿出了一块魂符。但却发现不远处的凉亭内竟出现了一个人影，此人正是宋家的车夫夏北哲。夏北哲眉头微皱，冷冷地扫了对方一眼，瞬间一股无形的威压就袭向了四目相对的孔真。毫无准备的他被压制的扑通一声单膝跪地，魂符也脱手而出，掉落在了地上。旁边的孔帆见状，连忙上前搀扶住了他。可恶，是谁？孔真反应过来，便向刚才的位置看了过去，可这时却发现凉亭内空空如也。他本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可在看到地上丢弃的烟头后，他才意识到了不对。听到动静的孔欣欣折返回来询问怎么了，孔帆摆了摆手表示没事，老爷子东西掉了而已。帆儿扶我一下，我的膝盖好像有点不太利索。接着几人就继续前往了宴会大厅。路上孔老爷子还在不停地安慰自己，不可能，不可能，宋府怎么会有那种层次的强者？在经过一个胡同时，他不经意间看了一眼，突然发现黑暗中正有一个模糊的身影坐在轮椅上。孔真注意到这一幕后，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四目相对之下，马三瞳孔猛然一缩，刹那间无形的压力便袭向了孔真的心脏。他吐出一口老血，便踉踉跄跄地瘫坐在了地面上。听到动静的众人立马回头都围了过来。孔真强撑着表示自己没事儿，只是不小心绊了一跤，摔倒时咬到了舌头而已。解释完，他就紧张地向刚才的位置再次观察了一下，可却发现刚才的人又不见了。清代三人见此一幕有些无语，接着目光便看向了远处的建筑。他们2位竟然也出手了吗？之前在东院我就感觉到这2位有些深不可测，没想到他们不但境界在天阶之上，还懂得这些奇奇怪怪的手段。此时管家宋木唰的一声出现在了2人的中间，侯爷的意思只是让你们单独锁定孔老爷子，在不惊动其他人的情况下，稍微震慑一下就好。你们这下手也太黑了吧？马三闻言不屑地回答道：切，敢来宋家搞事情，没捏碎他的小坤坤就已经很给朝廷面子了。宋木听到这有些无奈，马老师请您慎言。不久后，几人就来到了宴会大厅的门口。孔老爷子捂着胸口愤懑不已，此刻的他才意识到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宋家竟然隐藏了这么多高手。好胆，好胆啊！宋敬忠，这次回去老夫定要禀报朝廷，宋家包藏祸心，意图不轨，定要治你们一个谋逆之罪。等等，不对，虽说刚才那2位强者只锁定了老夫，没惊动其他人，但这样露出实力，莫非……想到此处，他瞬间冷汗不止。莫非宋家这次就没打算让老夫活着回去？完蛋了，老夫此行要记啊！孔真意识到自己此行会记后，立马感觉后背发凉。终究是我小看天下英雄了，宋家这顿摆的是鸿门宴啊，不能这样坐以待毙。只要老夫服下这颗壮功丸，再构装出星魂将踏空离开。突然之下，亮宋家众贼也追不上老夫。思索至此，他便拿起丹药准备吞入口中，但就在这时，宋木的身影猛然出现在了背后，吓得他丹药脱手而出，掉落在了地上。这个人竟然比刚才那2个不知道什么鬼的还要强。孔真在感受到对方的威压后，又一次懵逼在了当场。孔老爷子，我们侯爷正在宴客厅恭候阁下，请吧。随着宋木的声音落下，他也反应了过来，慌忙回了一句好。侍女清代先一步走进了大厅内，回禀侯爷云祥少爷，孔家贵宾来了。闻言，宋老爷子也放下了手中的酒杯，来人奏乐，欢迎孔家贵宾，就吹个唢呐什么的。听到这话，清代有些错愕，侯爷真的要吗？开个玩笑。宋老爷子说罢，就满怀期待地看向了门口。接着在清代的恭迎之下，几人缓缓走了进来。欣欣见过宋爷爷，见过各位宋家长辈。永安城主孔帆见过宋侯爷，见过宋家各位夫人。话音落下后，宋家的众人也站起来回了一礼，客气了孔城主，请上座。儿媳妇你们几个往后面一个位。你们家孔老爷子呢？不是说一起来了吗？话刚说完，孔真就迈着小碎步走了进来。来了来了，敬忠大哥，小弟来晚了，抱歉抱歉。看着孔真进门，宋老爷子的眼神突然一凝，一股无形的威压也随之冲击在了对方身上。措手不及的孔真扑通一声双膝跪地。此刻众人都转头看了过去，场中顿时寂静无比。见此一幕，孔欣欣有些无语，爷爷怎么搞的？今晚好几次了，还天阶强者呢，真是给我丢人。宋云祥随即调侃了一句，虽然说确实是迟到了一会儿，但孔老爷子如此自罚，倒也大可不必。听到这话，几个晚辈都忍不住笑出了声。宋老爷子心中暗爽无比，快扶一下孔老爷子。孔真老弟不要紧吧？无妨无妨，刚才见到哥哥太激动，不小心绊了一下，让各位见笑了。孔真尴尬地解释了一番。那行，没事就好，来入座吧。好的好的。孔真说罢拱手一拜，然后就看向了后面的宋木。劳烦大管家，刚才老夫不慎掉了个宝贝，急于拜见侯爷，还没来得及寻找，请阁下安排人手帮忙找寻一下，老夫不胜感激。闻言，宋木表示没关系，阁下放心便是，掉在宋府的东西不会无故丢失的。来人，刚才孔老爷子在过来的路上不慎遗失了宝物，谁能寻到必有重赏。宋老爷子此时悄咪咪地向着旁边的宋云祥伸出了大拇指，刚才那老东西被绊倒，是你在门口搞了什么阵法吧？
呵呵，你小子坏得很啊！宋云祥嘿嘿一笑，您不是也出手了吗？彼此，来人上菜！随着他大手一挥，一排侍女便端着早已准备好的饭菜走了进来。入座后的孔正一时间坐立不安，意识到出问题的孔帆也有些不知所措。孔欣欣倒是满不在乎。不是说直接强势退婚的吗？怎么爷爷和父亲还真的要坐下吃饭了？不行，那只能我先开口了。想到这，他便站起来出声道：“宋爷爷，其实我们这次来主要是……”话刚说到这，孔正顿觉如遭雷击，立马打断了他：“死丫头，你想坑死老夫吗？”欣欣不得无礼，孔帆也连忙拉住了自己的女儿：“听你爷爷的，先坐下吃饭，观望一下再说。”随后两人站起来拱手一拜：“这丫头在家被老夫惯坏了，老哥哥还请勿见怪。”宋老爷子听后哈哈一笑：“无妨，欣欣玩如此优秀，必然是你们孔家的掌上明珠吗？各位就让咱们共饮此杯。”说罢，在座的众人就举杯一饮而尽。孔欣欣的脸色阴晴不定，不行，我得想个办法搞事情。既然爷爷和父亲不让我说话，接着他眼珠一转，顿时有了主意。那个看起来不太聪明的小子倒是可以利用一下。发觉被心上人注视的宋云睿心中很是美滋滋，姐，你看欣欣小姐是不是在偷偷看我呀？听到这话，宋云秀的心中颇感无奈。此时宋云祥的通讯设备上传出了提醒，于是他便起身开口道：“老爷子，各位你们先吃，我失陪一下。”打完招呼，宋云祥就来到了偏厅之内。设备接通后，里面传出了洪芳的声音，寒暄一番，他便说出了目的：“宋公子，您缺的那4位主要小的打听到了，其中1位在我们洪氏商会有办法搞到，正在通过凌云城的分会从北周调货；另外2位夏域国有，我们也有渠道搞到，但需要花点时间。麻烦的是最后那1位主要无银花，非常罕见。目前我们只寻到了1株的下落，就在沙雕城的麦氏一族手里。”夏域国的沙雕城位于东部边境，四周被死亡沙漠所环绕，是夏域国防守南荒凶兽以及镇压妖族部落的重要军事据点。由于夏域国的快速扩张，大量的人口聚集在了此地。建成不过100年的沙雕城，在100丈高墙内逐渐形成了4个区域。权贵家族在受到城墙层层保护的内城中享受着糜烂的生活，西城区则驻扎着沙雕城9成的军事力量。环绕着内城区而建的商业区、拍卖行、奴隶市场和餐饮娱乐都集中于此。而最外层的外城区则居住着贱民和落魄的流浪者。持有那株无银花的卖家就在沙雕城的西城区，卖家掌握了西城区超过6成以上的兵力，属于扩张派目录一族的阵营，是沙雕城明面上的3大势力之一。这个扩张派对天都商人非常敌视，所以有点不太好搞。宋云祥听后眉头微皱，询问他除了无银花，其他几位要什么时候能送到？洪芳回答保守估计需要10天左右，不过另外其中2位要在夏域国的萨马林家掌握的研究员手中，他们不接受以货币交易，只想以凶兽材料以物换物。听到这，宋云祥便松了口气，以物换物倒是打了一手好算盘。洪芳面露为难之色，只是他们给出的凶兽材料需求清单中有一半是只有南荒和死亡沙漠特有的凶兽，自己这边收购起来可能需要很大的运气成分，时间就不太好说。原来如此，那没关系，你把清单发给我吧，我去准备这些材料。宋云祥此时正好需要大量的实战稳固地阶境界，而且还要去死亡沙漠寻找星主秘境。按照上一次的时间推算，自己横穿死亡沙漠时误入星主秘境的时间应该是在4日后。明天就出发的话，先去南荒收集凶兽材料，再去一趟沙雕城，时间应该还比较宽裕。思索至此，他便开口道：“那就这么定了，我先去准备交换主要的凶兽材料，然后再亲自去一趟沙雕城，看看能不能从卖家手中搞来那株无银花，其他的就交给你们了。”洪芳听后连连答应了下来：“好的，宋公子，不过小人还是斗胆提醒您一句，沙雕城卖家的实力很强，能和平交易最好，您千万不要做冒险的事。”闻言，宋云祥表示没关系，放心就行，我自有分寸。与此同时，在宴会大厅内，孔欣欣也怀揣着小心思来到了宋云睿的身旁，在听到自己的女神当面吹捧自己，宋云睿顿时欣喜无比，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我觉得整个宋家最努力最优秀的就是云睿同学你，只是可惜宋爷爷总是偏心那个宋云祥，我真为你感到不值。孔欣欣见他这副样子，便继续在耳旁吹嘘了起来。坐立不安的孔征此刻站起来，跟宋老爷子恭敬地碰了一杯。他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早已察觉到了孔欣欣的异样。老天爷保佑啊！欣欣这丫头可千万不能在宋府乱来，千万不能搞事情啊！你爷爷我才刚突破天阶，还想在这花花红尘多享几年乐呢。离得最近的宋云秀看不下去了，绿茶孔，我先警告你，在我们宋家搬弄是非，可是会死得很惨哦。孔欣欣听后虚伪地辩解了一番，怎么会呢？云秀姐姐，我只是和云睿多聊了几句学校的事情。要知道云睿同学可是我们姬武预备熟的头号天才，别说这小小的永安城，就是放在整个南州，云睿同学也是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闻言，宋云秀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寒芒，想拿我宋云秀的弟弟当枪使，我真的会弄死你哦！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你如果希望明天永安城早报的头条上出现绿衣妙龄少女衣衫褴褛横死街头的新闻，你就尽管试试。听到这番威胁的话语，孔欣欣丝毫没有惧怕之色，她皮笑肉不笑地回应道：“云秀姐姐真爱说笑，永安城在我们城主府的治理下治安可好得很。听说姐姐现在负责打理宋家投资的生意，税务方面难免会有所错漏，有什么需要小妹帮忙的尽管开口，调动税务部门，我们城主府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对呀姐，咱们生意欣欣小姐肯定可以帮得上忙。”宋云睿没有察觉到空气中的火药味，一脸舔狗样的凑了过来。听到这话，宋云秀属实有些无奈，闭嘴吧，智障！见此一幕，宋云起则调侃了起来：“姐，你看那2个丑女该不会在狗咬狗吧？瑞仔那个憨憨好像还在帮孔家的丑女说话，哎，真是笑死人了。”此时偏厅的门缓缓打开，结束通话的宋云祥接着便大步走了出来。“云祥哥哥！”孔欣欣说罢就连忙热情地迎了上去。见状，孔征和孔帆顿时有些发懵，只能祈祷他不要作死才好。
宋老爷子一眼就看出了端倪，呵呵，云翔这小子又搞事情了，不知道这次又想坑谁。在众人的注视之下，两人仿佛热恋的情侣般闲聊了起来，而餐桌旁的宋云睿顿时怒从心起，哼，和宋云翔这废物有什么好聊的？怎么还一副相谈甚欢的样子？不行，我一定要让宋云翔这小子在星星小姐面前当众出丑。没错，我可是玄阶巅峰的强者，在女人面前，实力才是男人最大的魅力。打定主意后，他就猛拍桌面站了起来。宋云翔，我向你发起星魂降决斗，赢的人才有资格和星星小姐在一起。见此一幕，宋云翔和孔欣欣都不约而同的暗爽不已，终于上钩了。紧接着一只大脚就瞬间踹了过来，猝不及防的宋云睿扑通一声摔倒在了地面上。他起身后愤怒的开口质问道：“宋云起，你他妈是有病吧？”闻言，宋云起冷哼一声：“睿仔，敢对云翔哥不敬，你有点太放肆了呀！来来，我跟你决斗啊！”自知不是对手的宋云睿听后顿时面色一沉：“跟你有什么关系？刚才是我冲动了，没想到云起这小子会横插一脚。不行，我得换个方式，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让这废物在星星小姐面前出丑。”思索一会儿后，他就想到了主意：“宋云翔，我也没有别的意思，你看咱们兄弟许久未见，不如以星魂降切磋一场，全当是为晚宴助兴。你在姬武院这一年肯定学有所获，也露两手给爷爷和长辈们汇报一下成果不是？记得你去年离开之时还是黄阶初期，在姬武院这一年恐怕也还没突破玄阶吧？不过你放心，我会将修为压制在和你同一个境界，不会以大欺小占你便宜的。”听到这番话，知道宋云翔真实境界的几人都颇感无语，呵呵，还真是个傻子。宋云起本想代替出战，但被宋云翔拦下了。既然云睿弟弟都这么说了，还是我来吧。二伯母程夫人想要上前劝阻自己的儿子，可宋云秀却打断了他：“妈，你先别阻止他们，这正好是个机会，可以观望一下宋云翔现在的真实实力。而且要是云翔堂弟有能力教训一下这目中无人的呆子，也未尝不是好事。至少自己的家人不会下手太狠，不然一个新妓女就能耍得他团团转，以后还不知道要遭受什么社会毒打。”见对方同意后，宋云睿立马兴奋地让管家去安排场地。宋老爷子此时摆了摆手，表示不必去演武场了，你们俩就在宴会厅门外的空地上打吧。接着他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既然小辈要给晚宴表演个节目助兴，咱们也得表示表示吧。”孔征老弟听到这话，孔征自然不敢反驳，连连点头称是。孔老弟远来是客，不如你就破费一下，拿出点彩头作为胜者的奖励，如何？闻言，孔征心中如同万马奔腾，你还知道远来是客，凭什么让我出啊？宋老爷子顿了顿，继续补充道：“老弟也是见过世面的人，相信拿出的东西也必然不会让大家失望吧？”被鸭子赶上架的孔征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就从袖中掏出了一个小瓶子，这一粒是老夫好不容易从红石拍卖行拍到的回春丹。既然今日两位青年才俊武见助兴，老夫便忍痛割爱，愿将此宝丹做彩奖励胜者。一旁的孔帆见状面色大变，父亲使不得，那可是您留着关键时刻保命的。但话还没说出口就被孔征拦下了。他知道今天不好好放点血让宋侯满意，怕是这丹药也保不住老夫的小命。欣欣这死丫头回去再收拾她。宋云睿拱手一拜，城主府出手果然不凡，晚辈先谢过孔爷爷了。在他看来，这枚丹药自己势在必得。回春丹可是濒死之人都能调回半条命的高级丹药，战场上若能有一粒傍身，便等于多了半条命，这可是有价无市的好宝贝啊！必胜之局，这宝丹已是我囊中之物了。没想到这一次，不但能让那废物小子在欣欣小姐和孔家长辈面前出丑，还能得到回春丹如此宝物。回头我便以欣欣的名义将此丹送给父亲，相信一向严苛的父亲也会对欣欣小姐高看一眼的。到时候再求爷爷把婚约一改，就能水到渠成了。呵呵，孔征就跟吃了翔一样难受。他满腔怒意地盯着自己的孙女，都是你瞎搞事儿害得老夫要大出血。见到爷爷这副样子，孔欣欣顿感不妙。糟了，爷爷好像不高兴。没事，等着看起来不太聪明的小子赢了丹药，我再从他手里骗回来，到时候还给爷爷就行。宋云睿得意过后，突然发现宋云翔已经不见了。管家恭敬地回答：“刚才少爷你在发呆，云翔少爷已经先去门外空地等您了。”宋云睿闻言也迫不及待地走了出去。孔征此时抱拳一拜：“老哥哥，不如咱们也一同出去观战。”宋老爷子摇摇头，表示不必，咱们在这边吃边看。那个谁，去弄个全景投影。旁边的侍女听后便恭敬地上前操作了起来。片刻后，餐厅正中央就出现了一块巨大的屏幕，刚好把外面的场景投射了进来。宋云翔此时正静静地站在场中等候，而宋云睿也小跑着来到了这里。妈的，这废物小子单手插兜的样子还挺帅气逼人，不把小爷放在眼里是吧？等我把你狠狠踩在脚下，哼哼，以后这个帅气的姿势就归本少所有了。来到场中后，他便拿出了自己的魂卡。宋云翔，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做人贵在有自知之明，你是配不上欣欣小姐的。宋云翔听后懒得理他，废话真多，快开始吧，看你还能嘴硬多久。星魂够装。话音落下，一架双手持剑的微远式学员机就幻化在了众人眼前。你还不够装吗？是不是在拖延时间？我知道了，你小子魂脉残缺，只能维持3分钟的够装时间。宋云翔此时不屑一笑，抛出了几张阵符。下一秒，轰隆一声响起，光柱直冲云霄。星魂够装。刹那间，霸气的星魂降雨布伴随着烟雾闪亮登场。宋云起见状，终于意识到了不对，怎么回事？你的境界怎么可能在我之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道斩击就瞬间划过，接触之下，微远式的右臂直接断成了2截。巨大的冲击导致宋云起站立不稳，瘫坐在了地面上。而下一秒，方天画戟就架在了他的肩膀。还是一只手的你，看起来比较顺眼。宋云起此刻呆愣在了当场。你怎么可能？你是宋云翔？不对，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这么强？我吗？我当然是宋云翔，因为我回来了呀。与此同时，在沙雕城外的百里处，一行商队正缓缓来到了这里。咱们距离沙雕城应该已经不远了吧？
骑着原始的畜生虽然慢是慢了点，但好在不容易遇到凶兽。老人说罢就拿起水壶大口喝了起来，旁边的青年却大惊失色地喊住了他：“首领，快看天上！怎么了？好好说话！天上什么？”青年颤抖着声音回答：“天上有条好大的鱼啊！”为了得到嫂子的芳心，男人竟想拿自己的废物老哥立威，可没想到他眼中的软柿子竟然是一个隐藏的顶级大佬，不仅召唤出了战力无双的吕布机甲，甚至一招就将自己的手臂斩落在地。此刻的宋云睿彻底呆愣在了当场，怎么可能？红色的那种是什么星魂将？同样在屋内观战的众人也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神色。孔帆见状，心中思绪万千，这个宋云祥竟然真的从一个魂脉残缺的废人，成了始源星魂将的素人。大公公给的消息果然没错，不明所以的孔征则悄悄上前询问：“帆儿，宋云祥这尊莫非就是传说中的星魂将左慈？可这外形似乎有些不一样啊。”孔帆顿了顿回答：“父亲您这5年来为了突破天阶一直闭关，所以有所不知，南州近些年在流传，据说这星魂将左慈具有变化成其他星魂将外形的能力。”听到这话，孔征瞬间目瞪口呆：“什么？还有这种能力？”这时几位夫人也震惊不已地站了起来，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宋老爷子青缕胡须哈哈一笑：“之前元鼎城受潮之战你们都有所耳闻了吧？”宋云秀听后回想起了那则传言，据说元鼎城之战中有一尊红色装甲的星魂将，胯下青焰坐骑，手提10丈大戟，如神兵天将般，单枪匹马力挽狂澜。四姑宋熙接着补充道：“听说大战之中以单机之力逆转战局的星魂将，便是南州祭武院初代院长的机体星魂将左慈。没想到那个人竟然是宋云祥。”见到众人这副吃惊的模样，宋老爷子心中颇为自豪：“呵呵，没错没错，星魂将左慈的素人，元鼎城大战的英雄，就是我天都国九安侯宋敬中的孙儿宋云祥。景天监那边应该也是为了云祥的安全考虑，所以将和他素人身份相关的信息都隐瞒了下来。你们现在知道也不算晚，老夫本来就打算在今天的晚宴宣布这个信息。”大伯母和夫人意识到了什么，顿时眼前一亮：“父亲岂不是说咱们九安侯府，咱们宋家将要诞生一位圣阶了？”二伯母程夫人听到这激动不已：“太好了，宋家又有了圣阶！若是宋家能重回巅峰，那我在娘家的话语权也将更有分量。为了秀儿和瑞儿，那份应得的家业我也要去争上一份。无论如何，今后一定要与云祥交好。我这张老脸不要也罢。”宋老爷子暗爽不已：“呵呵，现在谈圣阶还为时尚早吧？孔老弟你怎么看？”孔征闻言心虚的连忙表态：“恭喜宋老哥，恭喜宋府！我早就觉得云祥这孩子气运非凡，天资出众，这真是宋家之幸啊，也是我们孔家之幸，星星之幸啊。”说罢，他暗示性的看了孔欣欣一眼：“对吧，欣欣？”孔欣欣虽表面上连连点头称是，但却在心中嘀咕了起来：“左慈也不过如此嘛，肯定没有我寻夏哥哥的星魂将曹仁厉害。”四叔宋仓却面露愁容之色：“云祥啊，咱们宋家双废不是约定好了要一起灯红酒绿游戏人间吗？你怎么就突然出人头地了？那宋家岂不是只剩我一个废物？”就在他郁闷的时候，旁边的宋熙突然提醒道：“快看！”云睿起身反击了。此时在门外的战场之中，断掉一臂的宋云睿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到现在还是没想通对方是怎么做到的。不可能，他一定是使用了什么障眼法。没错，是障眼法。就让本天才来拆穿你的小伎俩吧！断甲重构。随着他一声大喝，那条断掉的右臂竟重新幻化了出来。宋云祥见此一幕，略微有些诧异：断甲重构吗？有趣，这小子竟然掌握了这么高阶的战技。因为这需要复杂的计算能力和精准的构装技术。然而一旦失败，消耗的魂力还不如重新构装来的划算。也只有那些真正刻苦用功的学霸才能做到100发100中的成功率。宋云睿竟然掌握了这种技巧，倒也算是个人才。那既然如此，我就以同阶修为来试试你的能力吧。星姐，星魂，构装。话音落下，随着一阵绿色的光芒闪过，一架微远式的学员机也出现在了场中。傻蛋宋云睿见状，更加笃定了心中的猜测。他的气息怎么变了？这是玄阶巅峰，和我一样吗？呵呵，我就知道，刚才的地阶气息和外形果然是障眼法。看我一招拆穿你的障眼法！说罢，他便一跃而起，冲到了上空，紧接着顺势挥出手中的武器，猛然斩下。宋云祥则从容的闪身躲开了这一击，动作仿佛鬼魅般飘忽不定，任凭宋云睿如何追击都没能伤他分毫。可恶！不服气的宋云睿再次持剑冲了过去。与此同时，场外的车夫和门卫也注意到了这一幕。玄甲卫的身法，你教的吗？听到夏北哲的话，马三连忙否认：怎么可能？不是你吗？当然不是，难道是他？那小丫头在咱们不知道的时候暗中接触了云翔少爷。场中二人的战斗还在继续，此时宋云翔已经退到了赛场的边缘，宋云睿见状则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攻击，眼看就要命中之时，宋云翔使用后空翻跳到了他的背后，接着趁宋云睿还没反应过来之际，他便脚下借力一跃而起来至了半空中。宋云睿见状眉头微皱，模仿我的招式有意思吗？然而话还没说完，一道残影便如闪电般瞬间划过，砰的一声，宋云睿被突如其来的一拳打倒在地，接下来攻击接踵而至，还没来得及起身的他又被一脚踹飞。果然这小子战绩琢磨的挺透，但实战变通上还是相当不行啊。倒地之后的宋云睿便不甘心的咆哮了起来：宋云翔，你竟然敢用这么卑鄙的招式阴我！闻言宋云翔不屑的看了他一眼，兵不厌诈而已，你无能狂怒的样子真是难看啊。
正好是个机会，试探先炸一下看看。想到此处，他便毫不留情地嘲讽道：“你把太多精力都花在纸上谈兵的理论和那些没用的花拳绣腿上了，难怪一向务实的二伯始终都瞧不上你。果然，你比那野种确实差得太多了。”听到这话，宋云睿瞬间恼羞成怒。野种，宋云祥也知道他们的存在了，难道我姐之前猜测的都是真的？此刻在旁观战的几人皆震惊不已。宋云起目瞪口呆，眼冒金星，漂亮！云祥哥这招真是太漂亮。宋云锦则思绪万千。宋云祥的战斗经验丰富的不可思议，离家这1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星黛露出了一脸崇拜的表情。云祥少爷好厉害呀！大木叔呢？此时的宋木身形一闪，已来到了远处二人的身后。马三忍不住吐槽了一句：“我说你每次能不能不要像个鬼似的，突然出现在别人身后啊？”宋木眉头紧皱，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云祥少爷为什么会施展玄甲位的身法？你们什么时候教他的？”马三闻言无奈的回答：“怎么可能？我们隐姓埋名这么蛰伏着，不就是怕上面那位觉得宋家和玄甲位，或者说和新玄甲位还有牵扯吗？”宋木听后百思不得其解：“不是你们，那难道是？不应该呀！这些年狄帅为了重新拉起玄甲位的大旗，明里暗里费了多少努力和心血。”夏北哲听到这忍不住打断了他：“别瞎猜了，区身法而已，本来也不是什么绝密的东西。云祥少爷身为三爷的儿子，会2招他老子自创的战技又怎么了？”画面再次回到战局中心，在听到野种2字后，宋云睿心中惊诧不已，但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宋云祥听后眉头微皱，他也不知道吗？还想着那间会不会和那风流成性的二伯有关，炸他一下试试呢？这次我不会再轻易上当了。宋云睿重新站起来后，就手持武器猛然间冲了过去，只是一转眼的功夫就来到了对方的身前。这次你躲不掉了。宋云睿瞬间发力打出了信心满满的一击，2把长剑随之便穿透了宋云祥的机甲。可下一秒一阵烟雾消散，宋云睿突然意识到了不对，什么残影？宋云祥的身影消失后，如鬼魅般不停在空中连续闪现了7次，再次出现时已来到了宋云睿的身后。他伸出大手一把猛然抓住了对方的脑袋，随后直接发力将宋云睿的身体高高提起。见此一幕，远处的3人顿时震惊无比，因为他们认出了这正是踏星7步。如果只是魂力悬浮走位的身法那还好说，踏星7步的话可就不好解释了。要不要联系一下狄帅？马三当说完，就见到宋木已经消失在了这里。我先请示一下侯爷的意思吧。屋内的众人见状，同样也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神色。刚才云祥的动作好厉害，竟然能在空中借力，好诡异的身法。这小子颇有当年浪哥之姿啊！孔征头脑有些发懵，隐隐察觉到了一丝不妙。玄甲位的踏星7步，宋云起和那个女人图难道还有什么关系吗？不好，宋家这水太深了。宋老爷子撇了撇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孔欣欣则表现得愤懑不已，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料。没想到宋云睿这没用的色胚，连个废物纨绔都打不过，这下糟了，爷爷的丹药拿不回来了。该死的宋云祥竟然这么厉害，不过他肯定也不是我寻夏哥哥的对手，只能让寻夏哥哥带领白龙帮出手帮我拿回丹药，再好好教训这小子一顿。此时宋云祥在控制住对方之后，直接开门见山质问了起来：“宋云睿，我认真问你一次，如果某个人会被你称呼为野种的话，那个人是谁？”宋云睿屈辱交加，不甘心地怼了一句：“野种吗？当然是你！”听到这话，宋云祥蓄力一掌便拍了过去，直接将他的机甲打成了解体状态。半空中的宋云睿猝不及防，直接摔落在了地面上，还未等他有所反应，下一秒一只大脚就踩到了他的身上。宋云祥神情严肃地冷声开口道：“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最好想好再说。”与此同时，在沙雕城的郊外，一阵狂风裹挟着漫天的黄沙刮过了这片区域。许久之后，2道人影才从沙堆中探出了身体，两人大口喘着粗气，想起刚才的事就心有余悸。那只遮天蔽日的鱼形凶兽终于走了，他刚才好像吐出了一堆什么东西，走去看看。说罢，2人便连忙赶向了目的地。可接下来看到的一幕却让他们大惊失色。我操，这都是刚才那怪物吐出来的！快向沙雕城的卖家禀报这个消息，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从神阶凶兽嘴里出来的，难道是神阶一退？宋云祥击败宋云睿后，便看着他冷声开口：“你最好想好再说。如果某个人被你称为野种的话，那个人会是谁？”面对他的质问，宋云睿屈辱交加之下，依旧选择了隐瞒：“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野种，真的。”同时，他也察觉到了异样，为什么宋云祥会一直纠结这个问题？看来事后要和姐姐商量一下了。宋云祥通过他的眼神就知道这小子明显没说实话，之后还是让尹卫跟着他调查一下吧。思索至此，他便松开了对方：“你不是我的对手，认输吧。”宋云睿听到后也终于松了一口气，没想到对方竟然就这样放过了自己。紧接着，宋云祥便打了个响指，刹那间周围的结界就缓缓解体，消失在了空气之中。此刻大厅内的众人皆惊诧不已，即使把修为压制到铜境界，云祥竟然也能赢得如此轻松。宋老爷子轻捋胡须，心中很是满意。这一战过后，即使没有拿出那些丹药，宋家应该不会有人再看轻你了吧？庭院内，宋木返回到了观战的位置。清代见状，连忙上前指着远处的角落询问：“您看那个鬼鬼祟祟的侍女，是否需要处理一下？”宋木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扫了一眼，是那个从外院调进来的见习侍女，先不要打草惊蛇，云祥少爷应该已经有安排了。此时在走廊外的灌木丛中，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的侍女素问，观察完战斗之后，便在本上写下了几行小字：“宋云祥，
实战强度预计已经超过了玄阶巅峰。而在更远处的阁楼之上，一道目光也同样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侍女子苏冷哼一声，也写下了自己监视的结果。见袭侍女素问，鬼鬼祟祟躲在灌木丛中，偷窥宋家第一美男云翔少爷与宋家第一舔狗白痴宋云瑞的战斗。大厅之内，宋老爷子直接上手拿走了孔征面前作为奖励品的丹药，他得意地询问了起来：“孔老弟，你看他们兄弟俩的这场切磋如何？是否精彩呀？”孔征闻言连忙陪笑着表示精彩，非常精彩。云翔公子简直是人中龙凤，与我们家欣欣简直是天作之合。话还没说完，宋云翔就带着宋牧和清代大步走了进来。打住！孔老爷子不必谬赞。孔欣欣愣神了一下，慌忙站起了身。云翔哥哥好棒啊！我就知道云翔哥哥才是最厉害的。表面上崇拜的他，心中实则愤恨无比。这垃圾废物宋云瑞真是没用的家伙，看来只能让我寻夏哥哥出手了。宋老爷子举起手中的丹药晃了晃，云翔啊，孔老爷子的这枚奖品估计你也用不到，老夫就帮你收着了。宋云翔闻言便在口袋中摸索了起来。别了，服用那种下品丹药会有单独残留，我这有更好的。说罢，他便拿出一整瓶丹药丢了过去，下一秒就被宋老爷子稳稳地接在了手中。还没等他说话，旁边的孔征就猛然间站了起来。这是上品，不对，是极品回春丹，还是满满的一瓶。听到极品回春丹这几个字，其他人都不敢置信地瞪大了双眼。宋老爷子察觉到周围兴奋的目光后，反应过来的他连忙将丹药收了起来。此时，一个侍女快步走进了大厅，她来到宋牧身边后便恭敬一拜：“启禀大管家，我们在院子里捡到了这枚丹药，不知道是不是孔家贵宾所遗失的那颗。”听到这话，孔征立马迈着小短腿欢快地跑了过来：“没错，是老夫的，就是老夫掉落的那枚。哎，见过了那极品回春丹，再看这壮公丸好像也不那么像了。”宋牧点点头，表示做得不错，去库房领取一份奖励吧。宋云翔听后便开口道：“这个奖赏我来出，看你没有修为，应该是资质不够吧。”说罢，他就从怀中掏出了2枚丹药，粉红色的是4星丹药玉肤丹，蓝色的是4星丹药灵种丹，2选1吧。玉肤丹能够让你的肌肤美白如玉，灵种丹可以让你获得修炼资质、美貌和力量，你选择哪个？听到这话，所有人都如遭雷击般震惊的无以复加。见对方没有说话，宋云翔眉头微皱，很难选吗？要是不做选择的话，那就给你现金奖励吧。话刚说完，那侍女就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我选力量，谢谢云翔少爷。力量吗？宋云翔满意的点了点头，接着并把丹药交到了对方的手中。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这次一时兴起拿出的一粒小小的丹药，将会为日后的东大陆增添一位凶猛的传奇女将。随后晚宴继续开始，饭桌上的众人再次推杯交盏了起来。切磋这一插曲结束，宴会又畅饮了数轮，只是宋云瑞没有再出现在这里。虽然众人心思各异，但表面上宾主皆欢。孔欣欣借故身体不适先行离开，双方也无人再提婚约之事，直到宋老侯爷宣布家宴结束，曲中人散各回各家。宋云翔则带着几人返回了东院，而半路上一道偷偷摸摸的尾随声却传到了他们的耳中。通过分辨声音的来源是屋顶上阿嘎阿基。随着宋云翔发话，两人会意的应了一声，便消失在了原地。片刻后，屋顶上就响起了求饶的声音：“误会，轻点别打，我不会反抗的。”紧接着，鼻青脸肿的孔征就被带到了宋云翔的面前。哟，这不是天阶强者孔老爷子吗？为何去而复返了？听到宋云翔的询问，孔征愣神了一下，随后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算了，豁出去了。他握紧双拳，扑通一声便跪在地面上，开口道：“我孔征从此愿做云翔少爷的狗。”不久前宴会结束之后，返程路上的孔征有些焦躁不安，越想越感觉事情很不简单。之前是老夫托大了，没有料到宋家的水竟然如此之深。那宋云翔的东院下人都有数位天阶，一旁的孔帆听后顿时吓得胆颤心惊。什么数位天阶？怎么可能？孔征此时思绪万千，咱们了解的那些关于宋家的信息，恐怕很多都当不得真。据说当年先帝突然驾崩，国丈张太师发起了8将选帝，天都城4大家族也各自站队，最后在地灵一战，通通元气大伤。8将之中，宋家和张家的2位圣阶双双陨落，4位皇子也死于此战。之后被当年的镇北王，也就是现在这位陛下渔翁得利。张家篡位失败，满门被灭，而宋家也背上了屠戮皇族的罪名，被迫遁走边城。甚至听说和皇宫里那位宋家的太上皇妃都因此反目断绝了关系。你说会不会还有一种可能，宋家从一开始就是以退为进，躲到这边境之地韬光养晦？如果宋家那位老祖其实并没有真的陨落，然后再加上一个宋云翔，人活一世，关键的选择往往只有那么几次。不行，我得回去一趟。孔征打定主意，就毫不犹豫跳下了飞艇。与此同时，在永安城中最豪华的娱乐场所内，宋家二爷宋波正在跟张大贵推杯交盏。在干完一杯后，张大贵忍不住连连称赞了起来，浓烈之后又回味出一丝雅柔。好酒，真是好酒。看着这位新崛起的中州张家二少爷，宋波的嘴角浮现出一抹老奸巨猾的笑容。张少爷好酒量，不愧是中州赫赫有名的少年英雄。宋波今年43岁，负责打理宋家所有的世俗生意，大大咧咧的花花公子，子女和老婆众多，但修为却只是地阶。听到对方的夸奖，张大贵的心中简直乐开了花。宋二爷过奖了，晚辈就是个直性子，看不得那些仗势欺人之辈，只是可惜实力不济。不说这个，宋二爷这酒简直是人间极品啊！我想带些回去孝敬老祖，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
宋波听后摆了摆手，这恐怕就要让张少爷失望了。此酒名叫天上来，是当年宋家在天都城时东院自营的酒坊所酿，工艺早就失传了，自己也就存下了少许。这些年也只有遇到真正的英雄人物，我才会舍得拿出一坛来供你。听到这张大柜连呼可惜，接着便招呼旁边的侍卫给自己满上，然后不客气地猛灌了几大杯。宋波见状，隐隐有些肉痛之色，连忙劝他慢点喝。此时站在背后的青年俯身凑到了耳边：“二爷，夫人刚才又传来了催您尽快回去的信息，赵总也发来了类似的信息，说有要事和您商量。”对面的张大贵一听立马乐了：“宋二爷，您要是有事就先去忙吧，咱们正事儿也聊得差不多了，我在这里独自再饮几杯，不用管我没关系的。”宋波听到这便客气的作揖告辞，这酒略有后劲儿，张少可别喝太急啊。张大贵喝海了，表示放心就行，自己没事。宋波闻言不再多说，呵呵一笑，转身离开了这里。跟在后面的青年男人名叫张朝，目前担任木水集团总裁助理职位，女人名叫美代，太和佣兵，宋波雇佣的贴身保镖。走出包厢后的宋波气场陡然一变，哪还有刚才的半分醉意？他看着身后的美代安排道：“这几天小心排查，做好戒备工作，暗中保护好这位张家二少爷的安全。他那个病秧子大哥恐怕会找人在咱们宋家的势力范围下手。”美代应了一声，就连忙去部署了起来。接着他又询问了张朝府里现在是什么情况。夫人刚才传讯来说，云瑞少爷在宴会上挑战云翔少爷，最后惨败。夫人请您回去商量。听到这，宋波的眼眸中闪过一丝诧异：什么？瑞儿竟然会输给那个小子？这没用的废物，败了就败了，有什么好商量的？夫人的意思是要和您商量是否去东院给云翔少爷赔礼，请求原谅。宋波听后眉头紧皱，以我那夫人的性子不应该啊，难道说宋云翔这次回来得到了什么大机缘吗？很快两人就来到了酒店的后门，见周围没人，宋波的语气也变得柔和几分。瑞儿性子太过冲动，毫无城府，他要是能有你一半优秀，我也就放心了。说罢他就顺势拍在了对方的肩膀上，属下惶恐。张朝连忙后退几步，避开了这个举动。宋波见状无奈地叹了口气，这里没有别人，你我不必如此生分，你先在我身边好好学着，我会慢慢想办法让你们回宋家认祖归宗的。张朝听后眼中闪过一丝阴怒之色，连忙恭敬一拜，让您为难了，我们兄弟别无他求，只希望能完成母亲的遗愿。宋波听到这语气中有些愧疚，是我宋家对不起他，走吧，我们回去吧。此时在南荒的边境线内，一座巍峨的钢铁长城将一块大陆分割成了两半，驻守长城的是宋家的铁壁军。虽然现在战事极少发生，但守卫在这里的士兵依旧没有松懈训练。铁壁军总帅营外一个人快步来到了这里，门口的侍卫见状便连忙赶去通报：启禀总帅，第二营右校尉张牧参见，叫他进来吧。旁边的大锅中冒着咕嘟的声响，但这似乎丝毫没有影响到宋清的工作。宋清是宋云翔的大伯，天都国南州铁壁军总帅，兼任南荒联合防线天都方总指挥官。片刻后，大锅中香气越加浓郁，而张牧也来到了这里。属下二营右校尉张牧参见总帅，南荒联合防线西水方的刘将军刚才联系我们，说他们想派出一队人马前往南荒进行新型量产星魂将的实战测试，需要从我方驻地经过，请您批准放行。话音落下，旁边的厨师就帮他把信件递了上去。宋清打开看了之后，发现并没有异样，对方总共20人，兵士12名，研究人员8名，都合乎规矩，准了，放行吧。张牧收到指令后就恭敬一拜，准备去执行。宋清的声音此时再次传了过来：你安排2个小队，暗中护送一下他们，记住是暗中。得令，总帅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张牧说罢就快步离开了这里。旁边的厨师此时很是好奇：总帅啊，西水国那帮女人为什么要跑到咱们地盘上搞什么新型机测试？难道他们就不怕泄露了新型机被咱们看到吗？宋清听后淡淡的解释：国与国之间的这种盟友关系，很多时候都是很微妙的，适当保持力量上的对等，并且要让对方清楚看到，这样才能维持长期的和谐。您的意思是他们故意给咱们看的吗？宋清听到这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神色，呵呵，粥有点淡，去拿点咸菜来。他本是高高在上的天阶强者，可如今却跪在地上，吓得瑟瑟发抖。被暴揍一顿，不仅毫无怨言，甚至还主动请求当男人手下的奴仆。云翔少爷，之前是我孔真有眼无珠，我从此愿做云翔少爷的狗，为云翔少爷效犬马之劳，戴罪立功。听到这话，宋云翔的眼中露出了一丝玩味之色。犬马之劳严重了，看来孔老爷子是权衡过利弊下定决心了呀。孔真闻言冷汗不止，妈的，这还需要什么权衡利弊吗？要不是老夫当机立断，这几位怕不是在睡梦中就会把老夫嘎了。他想到此处顿了顿，继续表明忠心，从未敢有权衡利弊的想法。我孔家从前就以宋家马首是瞻，今后也当如此。若云翔少爷不嫌弃，我孔真愿来宋府做您的奴仆。他心中虽然很不情愿，但也实属无奈。对方的门卫司机是女家丁泉元天阶，自己堂堂天阶初期的强者，这偌大的宋家东院竟没有一个能让老夫体面一点的职位。赶快想想自己还有什么竞争优势。有了，他眼珠一转，顿时有了主意。对了，云翔少爷，不知道您东院缺厨子吗？不是小的吹嘘，当年在中州的时候，小的就曾侍奉过。话还没说完，宋云翔就打断了他。行了，打住，先起来说话吧，孔老爷子，你若真有为宋府效力之意，我现在倒是有个任务交给你。云翔少爷尽管吩咐，小的万死不辞。刚起来的孔真听到这，扑通一声又跪在了地上。起来起来，怎么又跪了？宋云翔见状有些无语，他边说边向怀中掏去。据我所知，永安城现在除了你，其他家族应该还有4位地阶巅峰的老祖吧？看着对方拿出的丹药，孔真有些发愣，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反应过来的他老实的回答：您说的没错，原本永安城5个一线家族中，
除了我先一步突破天阶了，陈露、陶楚那4家的老鬼都卡在了半步天阶。2线家族中，沈家和赵家也各有一位地阶后期。宋云祥接着就把丹药交到了他的手中，这是4粒破障丹，你去替我跑一趟，让他们都给我突破到天阶。听到这话，孔征心中如同万马奔腾。破障丹，这就是传说中的破障丹吗？老夫苦苦闭关5年，突破到天阶瓶颈，才刚刚拉开那几个老鬼一点距离，现在连一天装逼的快乐都没享受到，就要被他们追平了吗？宋云祥饶有兴趣地盯着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孔征思索了片刻，连忙回答，你是打算收服他们？小的明白了，您是打算从几家老祖下手，收服他们几个的家族势力为您所用。理解的不错，做得好的话，这枚天灵丹就是你的奖励。孔征听后面色狂喜不已，是云祥少爷放心，小的定为云祥少爷将那4家收入麾下。接着在宋云祥的授意下，他便告退就要离开，可刚走2步就被对方喊住了。云祥少爷还有什么指示？对了，那个什么婚约你看。听到这话，孔征惶恐的再次跪在了地上。云祥少爷恕罪，小的这就去把欣欣那丫头给您送来。不过小的也自知欣欣恐怕已经配不上做您的正式夫人，若云祥少爷不嫌弃，让她给您做个小妾或者通房丫头什么的也可以。停，我对她没兴趣。宋云祥尴尬地说出了自己的打算，我的意思是找个体面的理由把这婚约解除了就行。至于孔欣欣她有什么想法，我不想干涉也懒得管。孔老爷子是聪明人，怎么做就不需要我再教你了吧？孔征没想到对方竟然会主动解除婚约，反应过来他随即拱手一拜，请云祥少爷放心，小的定会办好此事。说罢便转身离开了这里。宋云祥看着他的背影消失，也松了一口气，虽然朝着预想之外的方向发展了一点点，但也总算了结了婚约这件事。此时旁边的宋牧说出了自己的推断，这孔征恐怕并非真心降服，我怕他只是看到了宋家展示的实力之后害怕遭到报复，又或者是想在宋家身上压住做一次政治投机。马金花也附和了起来，是啊，云祥少爷，孔欣欣刚才提前离开就跑去找那街溜子了，我也觉得大木叔说的对，这孔家留着说不定还会暗中搞事情，不如一不做二不休。高盖嘎接着补充道，今天夜色适合灭门。宋云祥听后连忙摆手拒绝了这个提议，他思索了片刻，决定把即将要发生的事提前告知几人。你们听好了，不久之后，永安城可能会迎来一场大战，数以百万的凶兽破墙而入，无数百姓在战火中生离死别。到那时，每多一份可控的力量，就能为天都国为人族保存下来更多希望的火种。家国兴衰、种族存亡的危难当前，应当以大局为重，不要将力量浪费在家族恩怨、个人荣辱之类的内耗上。听到这番大义凛然的话，众人心中不免一阵触动。云祥少爷竟然能有这样的胸怀气度，可以为了大局放下尊严和面子，真是让人刮目相看。他的背影已经越发像三爷一般伟岸了。宋云祥自然不知道几人的想法，他心中打算的是先用糖和鞭子驾驭好一些人，尽可能物尽其用。南荒兽潮这场大战，战力当然是越多越好，时间不多，需要尽快准备了。想到此处，他便转头看向了宋牧。对了，大木叔，帮我安排一辆好一点的浮空飞梭，明天我要出个远门。与此同时，在南荒长城的内侧，距离铁壁军驻地的10里外，西水国的运输船静静地停在这里。一个英姿飒爽的女人从运输船上走了下来，护卫在两侧的白色机甲则是西水国的量产激素女士。片刻后，一道身影由远至近飞快地朝这边打了过来。从机甲的造型上看，很明显是天都国的威远士。临近之时，他脚下借力一跃而起，来到女人的身前，便解除了机甲状态。在下铁壁军2营右校尉张牧，见过柳将军，我军宋帅已批示放行，末将特来送上文牒。女人听后就接过了对方手上的文书，多谢张校尉亲自跑一趟，也请替我谢过宋帅。女人叫柳宁，地阶中期，是西水国驻南荒联合防线的守备军天将。任务完成后，张牧就告辞离去，而柳宁也带着文牒回到运输船内汇报这一信息。公主，天都国已经批准放行了，咱们现在就动身吗？可以走了。那当然，现在就走。郎环公主听后面色一喜，连忙回答，她是西水女帝同父异母的妹妹，也是西水国神机院首席，主导西水国第2代星魂降玄女士的设计与研发。嘿嘿，出发！我早就迫不及待的想去找凶兽实战，测试一下我这3台小可爱了。在孔征走后，宋云祥便让宋牧安排准备远行。时间很快就到了第2天，几人快步来到了机房内。云祥少爷，您要的浮空飞梭阿北已经为您准备好了。随着管家宋牧话音落下，一架闪烁着暗黑色的炫酷飞梭就出现在了众人眼前。宋云祥在感受过后赞叹不已，不错，甚合我意，少爷满意就好，我再调试一下您就可以用了。宋云祥闻言表示不必，回头自己调就行。说罢他便启动了飞梭的开关。几人见此一幕，顿时有些慌乱。少爷，你现在就出发去南荒吗？不太妥吧？对呀，云祥少爷，您自己一个人去怎么行？至少带上几名隐卫保护吧，没有人服侍您怎么能行？我陪您一起去。不必了，我一个人可以来去自如，行动起来更加方便。宋云祥边说边拿出2张储物符丢了下去，稳稳地落在了宋牧和清代的手中。储物符里面是丹药，大木叔，你从宋府和隐卫里挑一些好苗子，尽可能多培养一些高阶战力。清代你召集一下咱们东院的侍女，还有外院那些有修炼天赋的也可以，最大可能的提高他们的战力。2人听后恭敬地回了一声是，我出发了。大木叔帮我和老爷子说一声，我此行10日内必会回来。宋云祥交代完毕，便驾驶飞梭缓缓地升到了半空中，然后猛然加速向远处疾驰而去。此时，在宋老爷子的住所内，宋波带着2位夫人正在偏厅等候。突然，一阵轰隆的气浪声传到了几人耳中。什么声音？听这声浪，
是性能非常强劲的浮空飞梭呀。旁边的程夫人有些疑惑，该不会是宋云祥那小子跑出去玩了吧？你看，我让你昨天晚上去找他，你非要等到今天上午，结果到了上午又先来了父亲这里。听到他的埋怨，宋波呵呵一笑，表示无妨，还是先请示一下父亲的意思比较稳妥，不然咱们贸然去找云祥，就算赔上老脸，也不一定能拿下云祥手里的那些宝贝。话刚说到这，宋老爷子就大步走了进来。你们在说拿下什么宝贝？几人见状连忙起身行了一礼。宋老爷子点点头，走向了主位。都坐吧，一大早就来给老夫请安。说吧，什么事？你们要拿下什么宝贝？宋波听后连忙回答，父亲是这样的，昨晚我因为公务应酬，不是没能给云祥大侄子接风洗尘吗？所以我想由我做东，今晚在永安酒楼再办一桌。行了，宋老爷子摆摆手打断了他，你们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吗？不就是打上云祥手里那些丹药的主意了吗？宋波尴尬的挠了挠头，也不是这个意思。怎么说云祥也是咱们宋家的一份子，这些重宝在他手里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拿出来交给咱们宋家控制的水木集团，以商业模式运作这些资源，才能做到利益最大化呀。你说是吧，父亲？此时管家宋木带着清代走了进来。宋老爷子轻捋胡须询问道，大木刚才那动静是不是云祥那小子搞的？宋木恭敬的回答，是的。云祥少爷说他要前往南荒猎杀凶兽，之后再去一趟夏玉国的沙雕城，短则3、5日，至多不超过10日即可返回。宋老爷子听后点了点头，好，我知道了，你们先下去吧。宋波听后面色大变，大木你没说错吧？那小子他去南荒还猎杀，你确定不是那小子被凶兽猎杀吗？宋木懒得理他，带着清代转身离开了这里。宋波紧张的立马站了起来，等下。父亲，南荒那边可是遍地凶兽，大哥的铁壁军都难以向前推进，他自己跑去不是找死吗？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呢。宋老爷子见状呵斥了一声，稍安勿躁，过来给你看点东西，看完你再决定要不要打云祥的主意。说话的同时，他也把宋云祥战斗的场面投射了出来。宋木看后顿时呆愣在了当场，我操，这是宋云祥吗？怎么可能？与此同时，一道蓝芒从天空中急速划过，不愧是阿北叔亲自调教的飞梭，这性能确实可以。宋云祥体验一番后感觉很是满意。前方一艘银白色的运输船正缓缓行驶，疾驰的飞梭转眼间就来到了旁边。宋云祥见状有些诧异，这是西水国的运输船，怎么会出现在铁壁军的防区？运输船内的狼环公主同样也惊讶不已，是天都国的浮空飞梭，竟能维持这个高度和速度，看来这个骑手的技术和能力都很强。嗖的一声，飞梭再次加快速度，消失在了天际。狼环看后顿时来了兴趣，呵呵，好强的爆发力，竟然瞬间就超过去了，而且他完全不受高空和风压的影响，是在飞梭外面布置了什么阵法吗？这个男人不一般啊，随随便便遇到一个人竟然这么强，这天都国果然藏龙卧虎，可惜西水国都是女兵，不然的话还真想把他抓来帮我测试我的小可爱们呢。男人只是地阶境界，却敢独自深入南荒厮杀万千凶兽，吕布机甲的战力无双被他发挥到了极致，短短数日便收获了一大堆凶兽金盒。看着这4天的收获，宋云祥决定拿出1/10换取药材，剩下的用来升级强化量产机和卖钱。连续厮杀了数日，境界也算是完全稳固了。去沙雕城之前，先把地阶后期给突破了吧。与此同时，在永安城宋府的停机坪，一架飞舟缓缓降落在了这里。紧接着，身穿花衬衫的半圣强者徐老就从里面走了出来。看着眼前的景象，他不禁有些感叹，记得上次来永安城还是30多年前，此时教官程毅也跟着出现在了背后。这里就是宋云祥那小子的家吗？我去，这也太有钱了吧！清代躬身行礼表示欢迎，并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徐老虽然表面笑着回应，但心中却震惊不已。这小子的侍女竟然是天阶修为，九安侯府果然名不虚传。而程毅顿时一阵羡慕，这小子的侍女竟然身材这么顶，纨绔大少名不虚传。双方互相介绍后，徐老就说出了正事。云祥那小子应该也和你交代过了吧？我等此行是按他前几日的吩咐而来，他交代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是的，少爷已经安排好了，请2位随我入府。说罢，他便带路将2人领了进去。一路上的景象刷新了程毅的三观。宋云祥家里竟然有这么多漂亮妹子，这小子平时的生活也太爽了吧，简直就是生活在酒池肉林之中。同时，在外院的会客厅内，一名侍女来到宋老爷子这禀告消息：侯爷，兰州鸡舞院来的客人已经到了，东院侍女长清代在接待他们。宋老爷子听后点了点头，去北院叫一下云锦过来。片刻后，清代就带着2人来到了这里。迎面而来的侍女随即打了声招呼。程毅见状，春心开始荡漾了起来，真是太让人羡慕了。要不干脆辞职来宋云祥家上班吧？不知道宋家招门卫有没有修为要求？不过以我堂堂玄阶强者来做个保安队长，肯定绰绰有余吧？不对，我应该隐藏实力，卖身葬小强，混入宋家，成为一个小小家丁，在危难关头时再展露修为，一举赢得美人芳心。程毅一想到自己以后的美好生活，就不禁笑出了猪声。旁边的徐老看不下去了，年轻人克制一点，不要把欲望2个字写在脸上啊！反应过来的程毅连忙跟着走了进去。侯爷，兰州鸡舞院的客人已经到了。宋老爷子听罢便大手一挥，请客人入座。紧接着2人就大步走了进来。没想到宋侯爷竟然亲自出面，老夫有些惶恐啊！听到徐老的话，宋老爷子拱手一拜，莫非是徐半圣？兰州3剑之首的徐半圣居然会莅临寒舍，真是让寒舍蓬荜生辉啊！客气了，宋侯面前谁敢妄称半圣？互相恭维一番后，宋老爷子连忙安排人上茶。云祥这小子真是没大没小，竟敢劳驾徐半圣亲自奔波，回头我定要好好说他。徐老闻言嘿嘿一笑，那倒没有，前2天云祥小子给鸡舞院传讯说要赶制一批货，老夫听说后就厚着脸皮毛遂自荐跟来了。话刚聊到这，传来了一道由远而近的脚步声，接着宋云锦一身红色正装大步走了进来。爷爷你找我吗？宋云锦疑惑的询问。
宋老爷子听后便互相介绍了一番，并说出了叫他来的目的。云翔前几天拜托姬武院的工坊给咱们制作了一批新型机，特别交代了有你赤鸾君的一份。说到这，众人都看向了程毅。此时的他满面桃花，心脏狂跳不止，好飒爽的美人啊，好有女王范，好想被他踩在脚下。徐老见状，连忙拍了拍他：“程教官，把货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程毅听后慌忙行动了起来，随着箱子打开，3种颜色的魂卡就出现在了几人眼前。各位请看，这是我们姬武院工坊根据宋云翔提供的设计方案感知的特装型微远视，一共30台，请各位验收。别人苦修数十年才能到达的境界，而他竟然只用了不到1个月就轻松突破。在经过南荒数日的厮杀后，宋云翔的境界完全稳固在了地阶中期。此时数百只凶兽聚集在了这里，他们全都围拢在一个方形结界的外围。结界之内，宋云翔正在全神贯注地突破境界。经过了整整1天的时间修整，他的状态此刻终于到达了巅峰。给我破！随着一声暴喝，他把身上所有的魂力全都毫不保留地释放了开来。下一秒，轰隆一声巨响，一道蓝色的光柱随之直冲云霄。片刻后，他才缓缓地落回了地面上，完美突破到了地阶后期，魂力顿时充盈在了身体之中。宋云翔细细感受了一番，举手投足间弥漫出一股爆炸性的力量。同样都是地阶后期，现在的自己恐怕要比上一世强了3倍不止。按照这种状态的推算，圣阶时我应该能发挥出前世5倍甚至10倍以上的战力。结界外凶兽的吼叫打断了他的思绪，宋云翔这才从喜悦中缓过来神。明明聚集了这么多的凶兽，却连一个小小的天阶防阵都破不了吗？亏我还连续布下了4项6合混元3层防阵，整整1天时间，竟然连最外层都没有破开。看来我还是有点谨慎过头了。行吧行吧，难得这么多物资送上门，我还是勉强收下吧。思索至此，他便挥手解除了周围的防阵。早就虎视眈眈的凶兽此刻都蠢蠢欲动，在结界消失的那一刹那，他们都扑向了觊觎已久的猎物。然而刚刚靠近，一股狂暴的冲击就弥漫了出来。新鬼够装！随着宋云翔的话音落下，紫色的魂力瞬间便从天而降。宋云翔再次召唤了熟悉无比的吕布机甲。星主系统，给我弄2个破天爪出来。丁正在为宿主添加武装，破天爪乘2，武装添加完成，请宿主注意魂力消耗。宋云翔看着渐渐凝实的破天爪，自信满满，境界突破，魂力暴涨。现在的自己应该能施展天阶战技了，试试将吕布的武装与天阶战技融合一下。双重破天爪，战技霸剑狂舞，天阶战技破天狂舞。蓄力完毕的他双爪同时向前一挥，虚空中2道湛蓝色的锋芒瞬间一闪而过，砰的一声，正前方的数十只凶兽就被一击秒杀。呵呵，刚才突发奇想复制出了一只破天爪，没想到用起来还挺爽。再试试与其他战技结合，比如玄甲卫的7重浪，双重破天爪，战技穿空7重浪，天阶战技破天7重浪。话音落下，他的身影如闪电般消失在了原地，空气中刹那间出现了一道道鬼魅般的残影，仿佛无数个分身充斥在了周围每一片角落。只是转眼的功夫，数百只凶兽就被全部解决掉，而这还是他为了不伤到凶兽内核的结晶，压制了7成力道的威力。紧接着，宋云翔便用出了隔空取物，将凶兽体内的结晶都拿了出来，5颜6色的结晶渐渐汇聚在了上方。看着这一大堆收获，他很是满意。有用的先留着，没用的那些可以卖给二皇子那个家伙，应该能换个10几亿吧。不对哦，那小子已经没钱了，还得找个更加财大气粗的才行。也不知道洪氏商会能不能吃下这批货。算了，都先收入系统空间吧。就在他盘算之际，一声凶兽的怒吼打断了他。看着这只天阶凶兽，宋云翔依旧没有丝毫慌乱。别急啊，马上就轮到你了。天阶凶兽不仅实力强悍，自身也拥有一定的智慧。趁着对方正在把结晶放入空间时，他便冲了过去。而宋云翔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他双爪猛然间碰撞在了一起，体内庞大的魂力全部释放了开来，刚猛的冲击化作流星般直射而去。一击之下，天阶凶兽瞬间成了一堆烂泥。不久前还要被迫用小手段苦战一番的天阶凶兽，现在全力之下也已经能正面一战了。天阶凶兽的内核结晶大了1倍有余，是可以用来强化量产机的好东西，有机会可以多搞一些。由于这里一直处于信号区域外，也不知道顾院长有没有给宋家送量产机过去。已经来到这边5天了，时间不算很宽裕，先去一趟沙雕城，抓紧把正事办了吧。从这里去沙雕城还挺远的，要是能用曹人飞行，可要比悬浮飞梭快上几倍。为星主系统，你画的曹人给我搞好没啊？宋云翔忍不住嘟囔了一句，可是系统却没有任何回复，显然是还早着呢。于是他也没有耽搁时间，连忙驾驶浮空飞梭离开了这里。此时在沙雕城的100里之外，神界一退被发现后就化为了禁区，外面建起了一圈高大的墙壁，不停的有工程车进进出出。旁边的沙漠中停靠着一艘游艇，游艇之中的青年人看着这一幕兴奋无比，我能感觉得到，果然是神界的气息。一旁的光头大汉听后询问，那岂不是说老祖他这次突破有望？青年呵呵一笑，没错发叔，这神界一退之物我们呼延家势在必得。他叫呼延信，是夏玉国呼延一族的少主，境界在地阶后期，被称为发叔的光头叫呼延发，是呼延4老之一，呼延信的护道者，境界在天阶初期。呼延信转头看向了身后，开口，来沙雕城一趟可真是不虚此行啊。金少，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笔交易。信少你也知道，我们麦家背靠目录一族，并不缺钱。金少名叫麦金，是麦家第1顺位继承人，境界在地阶后期。呼延信听后嘴角露出一抹微笑，放心吧，跟我呼延家做交易，绝对不会亏了你的。听到这话，麦金饶有兴趣的看了他一眼，呵呵，那真是让人期待啊。
与此同时，在沙雕城内中城区的市场大街上人来人往，很是热闹。这里还像往常一样售卖着各种妖族奴隶。某个酒馆内，一个身穿蓝纹长衫的青年冷冷地看向下方，他在极力压制着心中的怒意。此刻，一个全身都被长袍掩盖的女人走了上来，果然刚才感觉到的半妖气息在这里。呵呵，原来只是一只鲛人族的小小地界混血，没想到龙海国的蝼蚁也会出现在这里。女人想到此处，嘴角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沙雕城神阶一退，这次还真是风云齐聚啊！沙雕城的中城区是商业拍卖行、奴隶市场的集中地，这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此时，2道蓝袍人影悄悄地进到了某家酒馆内。刚才上去的那个女人，我似乎看不穿她的境界啊。坚叔，你可是地阶强者，应该能看出什么吧？说话之人叫蓝里，是龙海国王家护卫3等勇士，被称作坚叔的人叫蓝坚，是龙海国王家护卫的1等勇士。蓝坚思索了片刻，回答道：“根据我的经验判断，那个女人应该就是个普通的天阶，估计是为了神阶一退来沙雕城撞机缘的小角色罢了，不用在意。”蓝里听后连忙拍起了马屁，原来如此，不愧是王家护卫中的1等勇士，坚叔果然经验丰富。这番话让蓝坚很是受用，你要学的还有很多呀。走吧，先上去和殿下会合。奇怪，刚才那个女人明明看着他上来的，怎么不见了？看到蓝里疑惑的样子，蓝坚表示没事，都说了那只是个小角色而已，不用太在意。2人随后来到年轻人面前，躬身行了一礼，参见殿下。被称作殿下的年轻人叫蓝坤，龙海国王子，是鲛人与人族混血的半妖。蓝坤随即点头应了一声，2人坐下后就把打探的消息说了出来。殿下，那个盗走了神域的叛徒目前就在沙雕城的西城区，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的准确位置。蓝坤有些疑惑，西城区是属于军事管制的区域，他是怎么混进去的？蓝坚听后恭敬地回答：少主，据末将调查所知，情况是这样的，这叛徒蓝邹接着陛下大寿之时，以献宝为名设计盗取了我族神域，遭到了龙海国全境通缉后逃亡天都。陛下派出各位王子兵分多路，沿着天都的海道追击这奸贼，但如末将所料，这奸贼果然没从前往天都的海道走，他步步一阵引开了诸位王子，从我们的死敌夏玉国登岸，一路流窜到这沙雕城，打算借到沙雕城空港乘船前往天都中州。原本按理说他此时应该已经登船前往天都了，而赵末将之前的计划咱们也会紧随其后，但因为前几天沙雕城外突然出现了传说中的神界一腿，沙雕城进入戒严状态，严格管控往来船只，蓝邹被迫困在了这里，打乱了他原本的行程。蓝邹身为龙海王族，自然知道一些我族神域的秘密，他卡在天阶已经数十年，末将猜测他盗取神域恐怕就是为了突破瓶颈。现在正好神阶一退出现，被困在这里的他直接投靠了卖家，试图分得一点结晶碎片，感悟突破契机。蓝坤听到这眉头紧皱，感觉哪里不对，但又说不上来。那我族神域是否还在他的身上？蓝坚闻言表示还没有来得及确认，我们害怕打草惊蛇，不敢靠太近。殿下是担心那狗贼拿我族神域和卖家换取神界一退吗？末将觉得应该不会，神域要么被他随身携带，要么就是被他藏在了某处。蓝坤听后没有说话，他感觉此行似乎顺利的有些过头了，但也没办法，星魂将敖丙的传承事关重大，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有那件东西在手，即使只有我们几个，应该也对付得了蓝邹王叔吧。思索至此，他便不再耽搁时间，下令前往了西城区。而就在几人走后，酒馆内显现出了一道人影，刚才的谈话都被他偷听了下来。此时的他陷入了沉思，鲛人族的神域，莫非是上一任敖丙的素人蓝敖那个家伙留下的东西吗？在沙雕城的100里之外，宋云祥正驾驶飞梭全速前进。由于已经进入了沙雕城的信号圈范围，所以管家宋木的电话也终于接通了。大木叔，抱歉，南荒那面没有信号。听到宋云祥的话，宋木笑着回答道：您平安无事就好。对了，少爷，姬武院已经按照您的安排送来了测试机的魂降符。宋云祥好奇地询问感觉如何，宋木回答正在测试当中，自己现在就在赤鸾军校场。此时宋云锦正带领几个女兵使用测试机与凶兽战斗，重装型的机甲负责防守，盾冲型的机甲负责消灭接近的小型凶兽，并且可以切换机炮模式进行火力压制，还没靠近的凶兽就被消灭了近半。空机型的机甲负责击杀漏网之鱼，专属的有损模式能够瞬间提速增加灵活性，而飞剑型的则负责地面掩护。在几人默契的配合下，大量的凶兽几分钟的时间就被消灭殆尽。模拟实战结束，请各单位原地待机，正在结算战斗数据，凶兽数100，讨伐数100，讨伐完成度100%，参战数10，生存数10。听完播报后，宋云锦的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似乎对这批测试机很是满意。在模拟实验结束之后，赤鸾军的众人便解除了星解构装。一番感受下来，他们发现测试机不但力量和强度有所提高，而且魂力消耗转化效率还得到了优化。更重要的是，不同的机甲配合起来产生的威力极大，太强了！这些测试机的战力简直出乎意料。若是赤鸾军全军都可以换上这种新型机，那整军战斗力至少提升3倍不止。同时，他们也很好奇，这种好东西是从哪里搞来的？最近好像没听说过太玄重工有什么新品啊？莫非是太玄重工为我们特意秘密开发的？可太玄重工应该并不具备能研发此等宝器的技术实力。宋云锦听后嘴角微微上扬，呵呵，这是我堂弟宋云祥设计的微远式强化武装方案，由南州姬武院工坊制作的测试机。听到这话，几人都不敢置信。什么？宋云祥？他不是宋家双废之一吗？我记得他2年前在赤鸾军调戏新入伍的女兵，还被总帅当众教训了一顿。他那个不学无术的纨绔，竟然是个天才锻造师？不可能吧？子服作为宋云锦的副官，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意外。没想到
云翔少爷不但有着可以从神阶凶兽面前全身而退的实力，还在炼造一道上有如此高的造诣。呵呵，恐怕等你们见识到云翔少爷那可怕的战力之后，还会更加震惊。与此同时，在永安城南部边境，南荒长城铁壁军的驻地，宋云起带着测试机来到宋清面前展示了一番。怎么样啊，老爹，你觉得如何？宋清在见识过后同样惊讶不已。你是说这些测试机都是云翔那小子搞出来的？宋云起得意一笑，没有错，都是我云翔哥搞出来的，是不是很屌啊？宋清听后沉默了片刻，接着便命人去军中挑选适合这几种测试机的精锐出来，尽快在短时间内组建一个强化特战营。另外以铁壁军的名义去联系各家的企业，按市价大量收购炼造材料，有多少要多少。在他看来，要是能给铁壁军全军都武装上，别说守卫南荒长城，就是将疆域向南荒腹地再开拓百里也不是不可能。看着老爹这副迫不及待的样子，宋云起的心中暗爽不已。你要是知道云翔哥手上还有那些丹药，怕不是还要给你铁壁军一人整上几粒吧？画面来到宋云翔这边，宋木将这几日发生的事都简述了一遍。宋云翔听后点了点头，我现在正在去沙雕城的路上，预计今日傍晚前能到达。对了，少爷，说到沙雕城，据隐卫的情报系统，好像在前几日前沙雕城城外出现了不得了的宝物。现在沙雕城进入了戒严状态，少爷您务必小心一点。听到这个消息，宋云翔顿时眼前一亮，我知道了，大木叔，放心吧。结束通话之后，他便拿出一个面罩戴在了脸上。宝物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过古圣贤约见者有份，先过去看看再说。此时在沙雕城西城区的外围，兰坤几人通过关系找到了城区的守卫，在交出一些金币收买之后，几人便如愿以偿地跟着他进到了西城区内。小心点，这条是贵宾通道，万一遇到别人，我就说你们是天都过来的商人，你们千万不要作声。而且西城区可不比这边，那里强者云集，若要惹是生非，你们恐怕会死得很惨，知道吗？听到他的叮嘱，蓝坚连忙点头称是。放心吧，小哥，我等就是听闻西城区那边的温泉浴场无比奢华，想要过去开开眼界，劳驾了。话刚说到这，前方有人正迎面走来，守卫见状不动声色的小声提醒道：对面好像有人来了，你们几个不要那么紧张，给我放松一点，我来打招呼，你们不要作声。两个守卫寒暄一句后，便各自带人离开。擦肩而过的呼延信无意中扫了几人一眼，意识到不对的他立马出声喊住了他们，接着用鲛人族的语言开口询问：咱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兰坤闻言不禁眉头微皱，用鲛人语很明显是在试探自己，随即他便扯下了自己的帽子，然后故作镇定地用天都语回答：这位仁兄，请问有何指教？抱歉，我们初来乍到，还不太熟悉夏玉国的语言。奇怪，怎么是人族？呼延信的心中充满疑惑，他接着便看向了对面领路的守卫。那个谁，这几个是什么人？守卫听后顿时有些慌乱，支支吾吾的询问有什么问题吗？年纪大的守卫提醒了他一句：大人问你话呢，没听到吗？这位可是呼延家的贵人。听到呼延家这三个字，年轻的守卫瞬间惊诧不已，而兰坤几人也立马戒备了起来。回禀大人，这三人是天都国过来的商人。守卫话说到这，悄悄给兰坤使了个眼色，他们是从中原来的天都商人，是给我们铁少供货的。呼延发随即解释道：少爷，那铁少是麦家四秀的老四麦金的弟弟，据说他在跟天都那边做一些灰色地带的买卖。呼延信听到这话也不好再探对方的底细，他冷笑一声：原来如此，行了，你们过去吧。年轻的守卫心有余悸的连忙小声催促几人赶紧离开。几人直到走远之后才放松下来，长出一口气。刚才的情况确实惊险无比，差一点就被发现了。还好守卫脑子转得快，报出了铁少的名号。而在得知对方是呼延家的人后，兰坤紧皱的眉头始终都没有舒展过。不久后，呼延信就来到了中城区的地界，发书你找人盯一下那三个商人。呼延发闻言疑惑的询问：少爷觉得他们有问题啊？听到这话，呼延信便开口解释了起来，就像是对海鲜过敏似的，他们身上那种让人不舒服的感觉简直是难以忍受，仿佛是刻在呼延家血脉里一样。少爷的意思，莫非他们是鲛人？可刚才那个皮肤白皙的美男子看起来就是个平平无奇的人族。呼延信听后连忙示意小声点，相信我的直觉，调查一下看看吧。收到命令的呼延发应了一声，就消失在了原地。在他走后，呼延信就马不停蹄来到了一个专门售卖奴隶的街道。此时大街上人来人往，很是热闹，他饶有兴趣的开始观看了起来。早就听闻这沙雕城的妖族女奴质量乃是夏玉国之最，这一路看过来果然名不虚传，难得发叔那老家伙被支开了，今天就让本少爷好好品鉴品鉴。画面来到西城区的沙雕温泉大浴场，潜伏起来的几人在找寻一番后，终于在浴场的角落中发现了目标的踪迹。这该死的蓝邹当真可恶啊，我们辛辛苦苦一路追踪蹲守，这个混蛋竟然依靠鲛人玉的力量化成人形，在这里逍遥快活，简直可恨。旁边的蓝里凑上前，急不可耐地伸出了手，监书给我看看，快给我看看。蓝坚听后就把设备递给了他，看得老夫好生郁闷，换你来监视一会儿。好清晰，竟然真的能穿透露天浴场上面的防偷窥阵法。听到这话，蓝坚顿时有些得意，那当然，这可是从天都进口的高级暗访设备，花掉了老夫的大把预算。对了，去看女浴。蓝里说罢就把视野换到了旁边的浴室，可还没开始，蓝坚就举着拳头招呼了上来。蓝坤再次确认了一遍，那叛徒还躲在浴场里面吗？蓝坚听罢一把夺过设备送到了他的面前，没错殿下，那家伙还在里面，您亲自看看吧。蓝坤随即表示不用，这样一直等着也不是办法，不行咱们就直接混进去吧。可是咱们全靠这斗篷上的遮蔽阵法掩盖了鲛人族的气息，但进去浴场要脱衣服，那岂不是全暴露了？蓝坤自然也知道这点，
可目前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自己去了。他脱掉外套，正准备行动，这时蓝间却喊住了他：“等下，殿下，那混蛋要出来了，走，快跟上去！”几人连忙一跃而起，离开了这个位置，但他们却没想到，自己的所有行动都落入了远处的人影眼中。原来如此，龙海国的叛徒盗走了星魂将敖丙的传承，半妖王子带着手下几个蝼蚁追踪到此，原本只是为了神阶一退而来，却有如此意外收获。呵呵，我这算是黄雀在后吗？黄妙音想到此处，嘴角随即露出了一抹笑容，但他没意识到自己也被人盯上了。老年样貌的宋云祥正悄悄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呵呵，你这算是黄雀在后，那我就是要大小通吃了。男人为了拯救自家的圣阶老祖，竟然独自深入蛮荒厮杀万千凶兽。在收集完足够多的魔兽晶核之后，他就马不停蹄地前往了沙雕城。不久后，宋云祥便驾驶飞梭来到了沙雕城的范围。虽然他使用了隐匿阵法，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决定将飞梭收入储物空间，准备步行混入城中。行至半途，宋云祥便把众生无相的面具拿了出来。之前这面具还没来得及好好研究，等下混入沙雕城正好可以换个样子。戴上面具后，随着他意念微动，紧接着就变成了夏玉人的样貌。虽然感觉扮成夏玉人可能会好一点，但等下好像是和萨马林家的研究员做交易，用这家伙的样子肯定不合适，还是换一下吧。思索至此，他就变成了老色胚宋毅的样子。可想了想，还是感觉不合适，于是就又换了几次不同的样貌。进入沙雕城后，宋云祥就直接去到了洪氏商会的分店。见有顾客上门，侍女热情地迎接了一番，欢迎光临，这位老爷想买点什么东西？变换成老年模样的宋云祥表示自己是来找鲁掌柜的。鲁爷，这位老爷是来找您的。随着侍女声音落下，大厅内的中年人则疑惑地走上了前，在下洪氏商会卢勇，请问阁下是？宋云祥拱手回了一礼，老夫是南州洪掌柜介绍前来交易的。听到这话，卢勇便把对方请到了内厅之中。阁下可是宋府家将？宋云祥听后点了点头，可以这么说，老夫的确是在为云祥少爷办事儿。这次交易正是为千尺金和紫砂胆而来。确认好身份后，卢勇就带路往会客厅走去。云祥少爷的人那就没错了，这边请。萨马林家派来的交易员已经恭候多时了。对了，他们要的凶兽材料，您这边可有准备齐全啊？宋云祥闻言表示没问题，已经准备好了。此时在会客厅的密室内，有两人正在静静的等候。女孩好奇地看向了旁边的老者。原皮老师，学生不懂，千尺金和紫砂胆都是您私人珍藏的灵药，虽然不算非常贵重，但是产量也很稀少，您又何必自掏腰包拿这两样宝药来交易给卖家开发新机体的凶兽材料？听到这话，旁边的老者微微一笑，便解答了出来。嘉若小姐，咱们这次虽然是代表萨马林家接受了卖家的委托，但开发出新机体的数据咱们是可以带回去的。如果能让研究进度快一些的话，老夫自掏些腰包又如何呀？都是小钱而已。老夫可是对卖家这台已能够力敌始源星魂将，为开发理念设计的新型机非常抱以厚望啊！话刚说完，外面就传来了一阵敲门声。两位不好意思久等了，这位便是千尺金和紫砂胆的买家。卢勇接着就互相介绍了一番，而在他的担保之下，双方也顺利进行了交易。虽然震惊于宋云祥拿出的结晶品质，但并没有发生任何意料之外的事。交易完成之后，宋云祥就告辞离开了这里。两株药材已经顺利到手，还剩下卖家的无银花了。现在先去西城区卖家采个点，等晚上再行动。思索至此，宋云祥便开启隐匿阵法，悄悄潜入了西城区。他原本以为军事区域的守卫会很严，没想到只用了些掩人耳目的小手段，就很顺利地摸了进去。在确定好卖家的方位后，他就马不停蹄地前往了目的地。可行至半途，突然察觉到了一股圣阶的气息，谨慎的他连忙躲到一旁，悄悄观察了起来。虽然做了2层遮蔽，但不会错，是圣阶的气息。奇怪，那个女人是谁？毫无印象的魂力波动，是我前世没有遇到过的人吗？她似乎是在监视什么人。宋云祥疑惑地用星主系统扫描了一番，紧接着眼中就映射出了蓝坤几人的画面。鲛人族那个蓝毛小子散发出的魂力波动，好像有些似曾相似啊。雕城西城区的温泉大浴场内，龙海国叛徒兰州携带神玉离开了这里，远处偷偷监视的3人立马便跟了上去。呵呵，我这算是黄雀在后吗？圣阶强者黄妙英见状悄悄尾随在后方，而隐匿身影的宋云祥也行动了起来。那我就是要大小通吃了。此时浑然不觉的兰州还在把玩着手中的神玉，后方的蓝坤几人则如影随形，等待机会。作为天阶强者的兰州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对，他不动声色地回头观望了一眼，紧接着就一跃而起，消失在了远处。不好，那家伙好像发现我们了。见此一幕，蓝坤招呼2人立马就追击了过去。兰州的身影不停地在建筑物上穿梭，看方向应该是往城外处跑，达到天阶境界便可御空而行。几十米高的城墙对他来说轻松便可越过。眼看对方已经到达了城外，蓝坤一行人也连忙加快了速度。兰里，你来殿后，我和少爷追过去。听到这话，兰里便借力跃到了城墙1/3的位置。仙叔快上！随着他话音落下，下方的蓝间随即也行动了起来。他借着兰里的支撑跳跃到了更高的位置，稳住身形后就冲着下方大喊了一声：殿下，踩着我们借力上去！蓝坤双脚发力，瞬间一跃而起，连续借力跳到了城墙之上。在锁定兰州的位置后，他便紧跟着追了出去。守卫城墙的士兵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大胆，竟然私闯外墙！话还没说完，蓝间也转瞬而过，消失在了眼前。出城后的2人便不再有所顾忌，直接拿出魂玉开始构装了起来。见到追击之人的样貌，兰州似乎并没有感到意外。构装出星魂将的2人速度提高了数倍，只是眨眼间就拦在了对方的身前。兰州眼中没有丝毫慌乱之色，甚至还戏谑地调侃了起来：你们是傻逼吗？在沙漠用天都海军配色的威远士，一看就知道是只有龙海国的蠢材才会想出来的白痴伪装。原本还以为能引来其他王子，没想到追来的是蓝坤你这个杂血废物。听到这话，蓝间怒目而视：你这狗贼少说
说那些没用的，快将我族之宝交出来！蓝坤眉头紧皱地盯着他。王叔，我族之宝事关重大，只要你回头是岸，我可以请求父王饶你不死。蓝邹闻言不屑一笑，回头是岸，呵呵，果然是人族女人生出来的杂血，连说话措辞都是偏向人族的，呵呵，孱弱的人族鼠辈和无能的妖族废物才生活在岸上。我尊贵的鲛人族乃是真龙血脉，鲛人的归属是无尽的深海，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来自深海之民的战法。星魂，够装！话音刚落，一道金色的闪电就猛然劈下，可烟雾散去，蓝邹的身影却消失在了原地。哇，这奸恶之徒竟然潜入了沙地中，周围的地面此刻仿佛水流般不断旋转。蓝邹的声音在沙浪中回荡不绝。别以为我会像你们那么蠢，你们几个废物好大的狗胆！明知我乃天阶巅峰，竟还敢来追击！突如其来的攻击让二人顿时警惕了起来。蓝邹一击无果，再次隐去了身形，所以恐怕龙海王那老贼是给了你们那东西来对付我吧？降龙锥是专门克制鲛人族的法器，上一任星魂将敖丙素人蓝敖大人就是被这东西暗算的。但看不到我的话，你们就是有降龙锥又能怎么样？见自己的底牌被看穿，蓝坚顿觉不妙。蓝坤随即迅速制定策略，大喊了一声：“坚叔，你想办法吸引他的注意力，我来找机会使用降龙锥束缚他。”蓝坚闻言有些不明所以，蓝坤则悄悄提醒道：“按之前咱们商量的计划行事。”听到这话，蓝坚瞬间明悟：“我知道了。”说罢，他就一跃而起，跳到了半空之中，手中的武器随即向四周喷射而出。狗贼，有种滚出来与老夫大战300回合！此时在沙雕城墙上，黄妙音解决掉了这里的所有守卫，他看着远处的战场露出了玩味的笑容，而宋云翔同样也在远处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坐山观虎斗吗？这圣阶老娘们儿到底是纯粹想看热闹，还是说在等待出手的机会？从黄妙音手中侥幸逃出来的守卫火速向城中心跑去。奇怪，还是没有讯号，怎么办呢？队长，很不对劲，城外那边有很多人构装械斗，却完全没有警报响起。不行，咱们快去西城区报告卖家。时间回到不久前，在沙雕城的中城区内，这里最出名的高档妖奴会所是名曰妖精之类的地方。呼延信正抱着2个妖族女人一脸享受之时，领班阿巴恭敬地来到了这里。不知公子对这2只猫娘可还满意？呼延信点了点头，回答还行，是上等货色。听到这话，领班阿巴讪讪一笑，公子要是愿意，只需要这个数，就可以将他们俩带回府上慢慢鉴赏玩乐。这2只猫女都是小店自家繁育，小店有官府鉴定的血统证书，绝对不是那种野性未驯化的野生妖族，公子大可放心安全问题。话刚说完，2只猫娘就会意地撒起了娇。呼延信财大气粗爽快地答应了，倒也不贵，行吧，这2只本少都要了。对了，你刚才说到野生妖族，我听文贵店最近得到了1只极品货色，可有此事？阿巴回答，确有此事。小店的确刚采购到1匹极品，不过已经被熟客预定了。呼延信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悦，你觉得本少像是缺钱的人吗？带来给本少看看，满意的话我出双倍。听到这话，阿巴连忙摆手表示不敢，不是小人推脱，那只是被卖家4少预定了，卖家小店可开罪不起，还请您见谅。呼延信听后郁闷不已，又是那个卖家4少，那这样吧，你先带来我看看，要是满意，本少也预定1只。抱歉公子，这只野生妖族还未被驯化，目前还关在地牢中调教，公子要想看，请一步随在下过去一趟。呼延信听后饶有兴趣地站了起来，那还等什么？带路吧！妖精之类地下2层的驯化室，几人很快就来到了这里。阿巴随即开始介绍了起来，公子您请看，这匹妖马族就是卖家4少预定的那只极品货了，据说他是他们部落最强的战士，性子可是烈得很呢。您别看他现在这副样子，抓他的时候我们被他打死了5个玄阶老手，得亏是抓住了几只小马驹做诱饵，这才把他引入圈套。公子您要是喜欢这种妖马族的女奴，今天可以先下3成定金。话刚说完，呼延信的通讯设备就响了起来，他点击接通，发现是呼延发打来的。公子料事如神，那3个家伙果然有问题，他们在跟踪一个近期投诚卖家的天阶门客。经末将调查，那个门客是被龙海国通缉的叛徒。公子您看要不要通知卖家？呼延信听后表示不用，把你的位置发给我，我现在就过去与你会合。挂断电话后，他直接丢给阿巴1张储物符，本少先行一步，这储物符里是小黑小白的赎身钱，多余的就不用找了，本少回头再来。说罢，他就带着2个猫娘火速离开了这里。阿巴见他匆忙离去的背影，开始喃喃自语了起来，身手不凡，出手阔绰，看来这位搞不好也是哪家大少，未免夜长梦多，还是抓紧把妖奴给4少送去吧。时间回到现在，正在准备通知卖家的守卫突然被2个人拦住了去路。什么人？他们见状顿时警惕地戒备了起来。呼延信呵呵一笑，表示不用慌张，我是你们麦金少爷的客人，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儿？一名守卫认出了他的身份，队长，白天我见过这2位，他们的确是跟着麦金将军一起进来的，听说是呼延家的人。听到这话，队长连忙让下属收起了武器，失礼了贵宾，我等是西城区城卫兵，今晚轮值13门守备区，刚才有数人强行翻墙出城，还在城外10里处聚众构装械斗，而且不知道是有人破坏了警报阵法还是怎么回事，不但没有警报响起，我们的通讯装置也联系不上指挥所。突然出现的神秘强者袭击了我们防区的战士，只有我们几人逃出，现在正准备前往麦府禀报情况，请求支援。呼延信听后邪魅一笑，所以说卖家那边还没收到消息是吧？队长回答是的。2位既然是麦金将军的客人呢？话说到这戛然而止，只见呼延信2人瞬间便冲了过去，还没等几人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突然被拍晕了过去。从出手到结束只是几秒钟的功夫，几名守卫就瘫倒在地面上失去了意识。呼延发询问要不要把他们给嘎了，呼延信微微一笑，表示没关系，不用管他们，咱们去凑一下鲛人族内斗的热闹。紧接着2人就加快了行动的速度。此时在城外的战斗之中，蓝坚还在不停地对着周围狂轰乱炸。混蛋，滚出来啊！狗贼！蓝坤提醒他小心点，别太冲动。
话刚说完，他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下一秒蓝邹的身影就从身后猛然窜了出来。给我去死吧，白痴砸血种！说话的同时，手中的武器瞬间刺了过去。早有提防的蓝坤一把就抓住了对方的手臂，不仅挡住了蓝邹的攻击，还限制住了他的行动。白痴的是你，你以为降龙锥在我这里吗？坚叔就是现在！收到指令的蓝坚立马行动了起来，降龙锥现。刹那间，黑色闪电交错之下，一柄造型奇特、气息绝强的武器就幻化在了他的手中。见此一幕，众人都惊诧不已。那是旧日帝国文献中记载的降龙锥吗？这东西前世我记得是落在了南宋慈的手里。降龙锥是九姑婆她老人家的那件法器。蓝坤此时开始催促了起来：“坚叔，快点，我坚持不了多久。”蓝坚听后，眼中露出一抹阴翳之色：“放心，殿下，末将这就帮您解脱。”说罢，他就将降龙锥猛然丢了过去，砰的一声，竟然命中在了蓝坤的身体上。蓝坤此时满脸的不敢置信，伴随着巨大的疼痛感，机甲瞬间处于了解体状态。惨叫一声过后，他就昏迷在了当场。蓝坤接着便将他带到了蓝邹的身前，属下蓝坚参见主人。见此一幕，蓝邹戏谑一笑，随即解除了魂甲构装。所以说你就是个白痴，还以为是我中计了吗？真以为就凭你们几个废物就能追踪到天阶巅峰的强者？白痴，是我安排蓝坚故意把你引到这里来的。呵呵，白痴！话音落下，并没有传来蓝坤的回应。此时蓝邹才尴尬地发现对方已经昏了过去，随即他就命令蓝坚把他弄醒。收到命令的蓝坚应了一声，便转动了手中的降龙锥。刹那间，密集的黑色电弧就击打在了蓝坤的身体上。钻心的刺痛之下，蓝坤忍不住发出了阵阵惨叫。蓝邹见状，嘿嘿一笑：“蓝坤王侄儿降龙锥的滋味不好受吧？”苏醒过来的蓝坤没有理会他，而是转头看向了蓝坚：“坚叔，你可是父王直属的王家卫队老兵啊，为何要背叛龙海，背叛父王？”蓝坚听后面无表情的回答：“对不住了，蓝坤王子，末将从始至终效忠的都是蓝邹大人。”听到这话，蓝坤才反应了过来，原来这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布局。蓝邹王叔，你到底想干什么？蓝邹闻言不怀好意地看向了对方：“王叔，我这次是要借你的鲛人精血用一用。”鲛人精血？听到这几个字，蓝坤不禁眉头紧皱。蓝邹把玩着手中的神玉，开口道：“你可知这鲛人玉为何是我族至宝吗？传说千百年前西海凶兽肆虐，我鲛人一族被迫舍弃海中故地，前往中土寻求人族帝国的庇护。之后初代敖丙的素人蓝童大人获得了星魂将的力量，大战了3天3夜，以一己之力斩杀数万海兽。蓝童大人以星魂将敖丙的无上神力迅速平定了无尽海，我鲛人一族也得以重归故土，尊蓝童大人为鲛人共主，创建了伟大的龙海国。众所周知，星魂将的素人陨落，星魂将会重新化为魂玉形态，去寻找下一位合适的素人。蓝童大人为了让星魂将敖丙能永世庇佑鲛人族，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得到了将士仙人传授秘法。蓝童大人耗尽自身寿元为代价制作出了这个鲛人玉，作为鲛人族最伟大的传承，这就是我族之宝鲛人玉的由来。当每一位敖丙素人寿元将尽时，就会再次启动秘法，将敖丙魂玉封印为鲛人玉，等待下一位被选中的族人来开启传承。此话一出，众人心中皆思绪万千，传承秘法竟然和我呼延一族的如此相似，只可惜这秘法已经失传，不然我西水国若是能将星魂将封印为代代相传之物，那制霸中土也指日可待啊！这是以鲛人族视角讲的故事吗？可是怎么我听说的版本是天帝国册封的龙海王？蓝坤听后似乎明白了一些，所以开启星魂将敖丙的传承需要鲛人精血吗？蓝邹缓缓走上了前，传说要激活鲛人玉，开启素人传承仪式，需要3位王族的鲛人精血。原本我的计划是从沙雕城借道前往天都国，在那边里应外合设下埋伏抓2位王子，没想到这里突然出现了什么神界一退，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听到这话，蓝坤不禁笑出了声：需要3位王族血脉吗？呵呵，怪不得父王让每位王子各领1队人马，兵分几路追击你，原来是为了让你凑不齐3个人啊！这里只有你我2人，你又能如何？无计可施了吧？你可不要告诉我说蓝坚是你儿子什么的。蓝邹听后淡淡的开口：你白痴啊！我要是无计可施，那还引你出来干嘛？蠢货！蓝坤闻言顿时呆愣在了原地。宋云祥见状无奈的叹了口气：不会错了，这傻乎乎的样子和我前世遇到的那个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鲛人王子几乎一模一样。哇，他们在那聊得太久了，沙雕城的城卫兵都赶过来了。这些话多的反派真是让人讨厌。那女人的隐秘手法虽然不算高明，但凭着圣阶修为，应该也不会轻易被这些玄阶的城卫兵发现。此时大批的城卫兵集合赶往了城外，警告前方凶徒立刻停止械斗，解除构装，双手抱头。城卫兵说话的同时发出了几道攻击，想要震慑目标。蓝坚则直接抬起手臂反击了回去：到你老木啊，滚蛋！最前方的城卫兵瞬间便被命中。蓝邹此时再次构装出了机甲，别打了，快走，带上那个小白痴去神界一退那里。说完这些，他就一跃而起离开了这儿。收到命令后，蓝坚便拔出地面上的降龙锥，连忙跟在了后方。2人一前一后，火速往神界一退的方向赶去。城卫兵见此一幕，顿时大惊：快通知那边的守卫，千万不能让他们破坏到神界一退。队长，刚收到回复，4少爷麦铁将军和他的亲卫队正赶来这边。黄妙英隐约猜到了蓝邹的用意，莫非那个鲛人是想借用神界一退的能量来开启敖丙传承？呼延信2人各掏出了一张红色的魂卡，发叔我们也跟上。说罢，他们就构装出机甲冲了出去。宋云祥有些诧异：好家伙，这又是哪拨人马？算了，先跟上再说吧。思索至此，他也行动了起来。此时在神阶一退处，周围守护了大量的机甲武装，刹那间数道攻击轰然落下，锁定了下方的士兵。还没反应过来的他们就被命中，失去了意识。蓝邹和蓝坚的身影紧接着就出现在了这里。蓝邹随即解除构装，缓缓向神阶一退走去。呵呵，我愚蠢的蓝坤王侄儿，
现在我就来给你解释为什么只有你我也能凑出来3份新鲜的鲛人精血激活传承仪式。这个瓶子里是上一任敖丙的素人蓝敖大人的圣阶精血，而这神阶一退的能量能让已经失去活性的精血重新沸腾。话说到这，蓝邹便将瓶子中的精血倒在了神玉上，下一秒神玉就浮现出了一层淡淡的光芒，同时一道丝毫没有感情的声音也传了出来，请注入第2份王族精血。听到提示，蓝邹便不怀好意地看向了蓝坤的位置，而意识到不妙的蓝坤顿时心神俱震。什么？怎么会这样？随着龙海国蓝邹注入第1份王族精血，暗处窥视的3方势力都开始蠢蠢欲动了起来。夏玉国呼延发连忙询问少主，那几个鲛人似乎在激活星魂将敖丙的传承仪式，咱们要不要去阻止？呼延信听后不禁眉头紧皱，没想到星魂将敖丙和星魂将哪吒的传承仪式有9分相似，如果要是和呼延家的传承一样的话，那么注入第3份精血之前，那家伙为了避免错过进入传承秘境的时机，肯定不敢轻易构装机体，这样的话就有机可乘。思索至此，他便果断下达了指令，发誓我们上，打断他们的仪式，找机会抢走或者毁掉鲛人族的传承之物。此刻，蓝邹得意地来到了被控制的蓝坤身前，他的手中出现了一把特制的匕首。蓝坤王直，现在轮到你了。话音刚落，匕首便猛然划破了对方的皮肤，剧痛之下，蓝坤忍不住惨叫出声。蓝邹随即念出了一段神秘的咒语，而在咒语的影响下，匕首则散发出了淡紫色的光芒。隐藏在上方的黄妙音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神阶一退的能量竟然可以激活蓝敖留下的精血，看来这神阶一退我必须要带一份回吸水壶，说不定可以唤醒陷入休眠状态的圣地大人。下方同样隐藏身形的宋云祥露出了诧异之色，这是提取妖族精血的古代咒文，有趣，竟然和灵人族的炼丹术里记载的几乎一致。希望他们可以顺利搞完传承仪式，这样不管谁拿到敖丙，我直接过去复制就行。从蓝坤伤口处流出的血液在咒文的引导下，缓缓朝着神域汇聚而去。他无力抵抗，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在血液的注入下，神域的表面闪烁着绿色的光芒。意识到成功注入精血之后，蓝邹便停下了手中的动作。那道毫无感情的声音再次从神域中传出，请注入第3份王族精血。现在到我了。蓝邹压抑住心中的激动，开始操作了起来。可就在这时，异变突生，一道能量攻击猛然朝他攻了过去。蓝邹见状，只能停下手中的动作，赶忙跃起身形躲到了远处。被打断传承的他顿时愤怒不已，是什么人？呼延信没有说话，再次发动了一波攻击，数道光柱接连朝目标轰然砸下。蓝邹怒骂一声，连忙翻转腾挪躲避了起来。发叔快，趁他现在不敢轻易构装，先宰了另一只鲛人夺下那个东西。听到这话，反应过来的蓝坚立马警惕了几分，下一秒呼延发的攻击就从背后呼啸而至。蓝坚倒地后，顺势抬起右腿展开了反击，但毕竟他的境界跟呼延发差了一个大段位。呼延发挡住攻击之后，另外几条手臂立马扣住了对方的腿。蓝坚想要挣扎，可为时已晚。只见呼延发直接发力，硬生生掰断了他的右腿。脱离控制的蓝坚火速拉开了距离，但还没等他稳住身形，呼延发就以极快的速度紧随而至，趁对方还没反应过来之际，瞬间就打掉了机甲的头颅。失去头颅的机甲崩溃解体化作了虚无，受到重击的蓝坚口吐鲜血，滚落到了地面。下一秒，一只大脚就将他踩成了肉饼。这一切只是短短几秒钟发生的事。蓝邹见状，顿时怒不可遏：妈的，你们找死！星魂够装！话音落下，浮现而出的机甲就将他包裹在了其中。可就在这时，突如其来的赤红色能量光柱一闪而过，只是瞬间就洞穿了他的身体。呼延信控制4条手臂继续魂力输出，而光柱之中竟然浮现出了降龙锥的外形。降龙锥中的蓝邹不断的挣扎，试图脱困。此刻他的内心惊骇无比，你们是什么人？为何会懂得操控降龙锥？呼延信解除构装后戏谑一笑：蠢材，降龙锥本来就是我呼延家造出来对付你们海仙族的法器。听到这话，蓝邹发出了不甘心的怒吼：该死的呼延，妈的，我早该想到了这股令人厌恶的灼热感。随即他便抬头看向了上方，天上的高手，请现身出手相助，我龙海国必有重谢。隐藏在半空中的黄妙音听后很是诧异，竟然能感觉到我的存在，这叫人族的天阶蝼蚁倒也有些东西。不过与其现身，我倒不如等着2只呼延家的蝼蚁夺走敖丙传承，在暗中从他们手里抢夺，这样岂不是更好？见上方没有丝毫动静，蓝邹的脸上露出了愤恨之色。我一直觉得天空中有尊境界远高于我的强者在窥视这里，竟然无动于衷，难道是敌非友吗？呼延发警惕的四处张望，天上的高手在哪里？少主，你发现了吗？呼延信摆了摆手，走向了远处的神域。发叔，你一个堂堂天阶都察觉不到，你问我，要我说哪有什么高手？恐怕是这海鲜在虚张声势罢了。不用管他，咱们先研究下怎么搞走这东西。听到这话，呼延发应了一声，便走了过去。两人随即在旁边观察了起来。让我想想，如果这玩意儿和呼延家代代相传的灵珠玉一样，那只要……话说到这戛然而止，一阵由远及近的脚步声突然传到耳边，两人转头看去，顿时不敢置信。什么？这不可能！他竟然挣脱了降龙锥的束缚。蓝邹取出匕首，急速冲向了二人。虽然不知道是谁在帮我，但看来天命运势还是站在老子这边的。隐藏在暗处的宋云祥不动声色地收起了手中的阵符，还能是谁啊？当然是我了。要是让他们把这敖丙魂玉带走，我还复制个屁啊！按照他们刚才说的，上一世的时间线，蓝坤应该是追到了天都境内，而这鲛人叛徒则有同伙在天都那边设下了埋伏，不知道具体什么过程，但最终是蓝坤得到了星魂将敖丙的传承。现在呼延家横插一脚，徒增了不少变数，就是因为这突然出现的所谓神阶一退，打乱了原本的时间线。这东西哪来的？莫非是我不经意间引发的蝴蝶效应不成吗？少主，
你快后退，我来拖住他。顾言信说罢便主动冲了过去，而兰邹却借力一跃而起，跳向了后方。眼看离神玉越来越近，他随即划破手臂，再次念出了那段神秘的咒语。见此一幕，二人顿时意识到了不妙。糟了！宋云翔嘿嘿一笑，漂亮。黄妙音眉头紧皱，什么？神界一退中隐约传出了一声牛叫。吸收到第3份王族精血的神玉散发出绿色的光芒，紧接着一道道符文便从其内部浮现而出。传承仪式激活，龙海秘境开启。隐藏在暗处的宋云翔不禁眉头紧皱，是我的错觉吗？怎么刚才好像听到这神界一退发出了什么声音？神玉之上一道虚幻的身影渐渐凝实，威严沧桑的声音传递到了所有人耳中。吾乃初代星魂将敖丙的素人，伟大的西方无尽海公主，龙海之王蓝瞳大人，被传承仪式选中的我族勇士们，进入秘境接受3重试炼吧。最终胜出的那位勇士将成为星魂将敖丙的素人。话音落下，神域中突然爆发出一股绝强的吸力，无法抵抗的众人接连被吸入其中。半空中的黄妙音控制不住的下坠，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也会被？而远处的宋云翔同样也没能幸免。此时的他很是无语，制作这个传承大阵的人是蠢材吗？他妈吸老子干嘛？什么破设计思路，竟然连甄别选择试炼者身份的功能都没做。时间很快就到了晚上，在沙雕城的麦家府邸中，麦家家主麦彪正在经历一场可怕的噩梦。梦中的他回到了10年之前，当时因为疆域问题，天都国南州派兵与夏域搏杀雕城，在死亡沙漠的交界处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战。原本势均力敌的局面，因为几道光柱出现了改变。光柱不停地在战场来回穿梭，收割着沙雕城士兵的生命。等他们反应过来，才发现光柱内隐藏的竟然是一柄柄锋利的飞刀。飞刀完成任务后，就被操控着回到了一尊机体的翅膀之中。这尊机体正是始源星魂将之一的白起，而驾驭他的则是身为天都8将之一的南荣。不好，情报有误！天都国的星魂将白起竟然来到这个战场了！开火，给我拖住他！密密麻麻的攻击瞬间朝着目标呼啸而去，可下一秒白起竟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什么？这速度！刚才打中的是残影吗？还未等他们想清楚怎么回事，南荣义就挥舞长戟，裹挟着一往无前的气势，瞬间斩断了数人的身躯。见此一幕，沙雕城的士兵顿时吓得胆颤心惊，争先恐后的逃离了战场，但还没跑出几步就被剧烈的爆炸掀翻在地。此时在峡谷之外，观战的麦彪见败局已定，便火速离开了战场的范围。星魂将白起，可恶！该死的南荣义，你们保护家主大人先走，我们来拖住这家伙。见手下舍命断后，麦彪心中不免有些感动。各位的忠义，我老麦今日记在心中。放心，各位的妻儿我会。话说到这戛然而止，锋利的飞刀瞬间便穿透了士兵的身体。只是片刻的功夫，场上就只剩下了麦彪一人。看着半空中的南荣义缓缓靠近，自知不敌的麦彪扑通一声便跪在了地上求饶：“饶命，好汉饶命，求您饶小人一命。”南荣义冷冷地盯着他：“你就是沙雕城的麦家家主麦彪？”听到他的话，麦彪连忙恭敬地回答：“正是在下。好汉，若能饶小人一命，我麦家愿意奉上。”话还没说完就被南荣义打断了：“不必了，你的命我可以留下。看到这条峡谷了吗？以此为戒，日后若我知道有沙雕城的兵卒胆敢越过此界，无论是什么原因，我都将亲赴沙雕城取你狗命。”麦彪听后胆颤心惊的连忙表态：“小人一定约束好手下，绝不敢越此界一步，不敢，绝不敢越此界一步。”惶恐不安的他从梦中惊醒，口中还不停地念叨这句话。当时的场景成了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梦魇。麦彪气喘吁吁地坐了起来，想到梦中屈辱的画面，他就愤恨不已。天都国，南荣义，星魂将白起，来人更衣，老夫要去地下机库。不久后，换好衣服的麦彪便前往了地下机库。途中，一个守卫急匆匆地走上前禀报消息：“家主大人，刚才城外有不明势力在构桩械斗。”麦彪挥了挥手，表示这种小事不必和自己说，交给麦金他们处理就行。机库的舱门打开后，袁皮和嘉若就躬身行了一礼：“参见家主大人。”麦彪没有回应他们，因为他已经被眼前的场景震惊得无以复加。这已经快要完成了吗？袁皮点头回答：“是的，今天运气不错，从商会那边换到了缺少的素材，勉强算是完成了吧。”麦彪的目光不停在眼前这尊造型奇特的机甲扫过，太美了，这简直就是沙雕城意志的巨献，老夫要为他亲自命名，就叫算了，还没想好。不过有了这台能够与始源星魂将抗衡的机体，星魂将白起，南荣义，当年的屈辱，老夫定要100倍奉还。星魂将敖丙的传承仪式终于开启，传承大阵将所有人都吸入了秘境之中。而当宋云翔再次睁开眼睛之时，发现自己竟然身处在南荒受潮2年后的时间点，脸上的样貌已经恢复成了年轻时的样子。他揉了揉脑袋，不禁有些庆幸，还好当时眼疾手快给自己的尸骸布下了幻境的防护手段。果然这一重试炼又是根据记忆生成的幻境事件，估计是考验什么心魔之类的。所谓3重试炼必有幻阵，真是老套。可惜上辈子大大小小已经攻略了无数秘境，这种试炼实在是太没有挑战性了。不过难得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玩一会儿逛一逛也无妨。这是玄甲卫千户级制服，我脸上还没有刀疤，那这么推算，这个幻境的时间点应该是南荒受潮2年后。调整好状态的宋云翔便来到了外面，门口的侍卫恭敬地喊了声宋千户。宋云翔彻底放飞了自我，切你妹个头，跪下来叫我爹。听到这话，2名侍卫顿时满脸黑线。千户大人您真爱说笑，我去，这幻境生成的台词还挺智能。
既然是幻境世界，那我随便乱来应该也没事吧？思索至此，他便朝悬崖方向走了过去。前面那里是中州南部边境的要塞城市坛城。按这个时间点推算，此时南州已经被受潮摧毁。狄帅率领一半玄甲卫前往北地驰援镇军，而我随着留守的另一半玄甲卫负责中州的防线。然而当时心态膨胀的我过分拖大，不慎中了夜网的调虎离山之计，结果导致坛城以南的防线被太和佣兵摧毁。也是在不久后与夜网的对决中留下了那道刀疤。原来如此吗？这个幻境是为了让我反省当时因为年轻气盛而犯下的错误。呵呵，只是可惜啊，就像当你意识到身处在自己的梦境之中，你就可以主宰整个梦境一样，这个幻境世界现在也是我说了算。想到此处，他便爆发了全身的气息，看来没问题，可以先在幻境里提前过一把久违的圣阶瘾了。紧接着宋云祥就御空而行离开了这里。现在先去把夜王找出来打一顿开心一下，然后就直接暴力破解掉这个幻阵吧。宋云祥嘿嘿一笑，再次加快了速度。此时在幻境世界坛城南部的第3防区，这里正在与凶兽展开激烈的对战。这波进攻的凶兽虽然数量比较多，但整体实力并不算强。在众多战士的联手围攻之下，凶兽被一一屠杀殆尽，所有人也都松了一口气，凶兽已被全灭，全体解除构装。2刻钟时间，尽快休整补给。听到队长的命令，众人随即解除了战斗状态。张大贵连忙上前扶住了自己的大哥张大富，刚才你也太危险了，走去那边休息一下，吃点东西。2人还没走出几步就被队长喊住了。张大贵，你刚才表现不错，富家少爷看起来不太靠谱，没想到一城上新魂将倒是一把好手。队长夸赞完，他又话锋一转，看向了张大富。张大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奋不顾身，但身为天都战士，我不允许任何一个战士白白送死，你明白吗？听到这话，张大富愧疚地说了声抱歉。行了，去休息吧。张大贵，让你哥给我悠着点。2人走后，旁边的人询问队长这俩小子是谁。队长闻言叹了口气，中州张家的2位落魄少爷，自己和他们长辈有些交情罢了。在排队领到饭菜后，张大贵就来到张大富的旁边坐了下来。大哥，你赶快吃，不够的话，我这里还有些肉干。张大富说了声谢谢，便将饭菜接到了手中。客气啥？我还私藏了好东西哦，要不要整一口？看着他拿出来的酒，张大富摇了摇头。大哥，不是我说你，你这样一心求死又是何苦？张家家道中落，或许是命中注定。我觉得咱们这样投身行武，保家卫国，不是也挺好的吗？张大富听后沉默了许久。对不起，都怪我那时候鬼迷心窍，竟然还想对你下手。我犯下的错，我会用我这条命来赎罪。张大贵闻言满不在乎的回答。怎么又提这事儿了？早就说了，都原谅你了，没人会怪你，你不要再。话说到这，突然被一阵急促的警报声打断，又有凶兽出现，全体进入战斗状态。听到命令，所有战士立马构装出了机体。可等他们观望之后，才发现情况要严重的多。糟了，队长，这波凶兽数量太多，不是我们能对付的呀！意识到不妙的队长连忙下达了指令，快去发烽火信号示警，同时向第2、第4防区求援，医疗后勤兵都上非洲先行撤退。不行啊，队长，有飞行凶兽，非洲升空就成了活靶子了。可恶！凶兽群密密麻麻，争先恐后的向前方扑去。可行至半途的他们突然停住了脚步，后方轰隆的声音震耳欲聋。疑惑的他们回头望去，只见一道磅礴的剑气仿佛游龙直冲云霄，一剑碎山河。男人大喝一声，就猛然挥下了手中的长剑，下一秒无形的剑气就势如破竹般朝着凶兽群瞬间斩下。大半的凶兽在这一击中灰飞烟灭，尘烟散去，一道巨大的沟壑赫然出现在了场中，而那手持断剑的神秘强者也落入了众人眼底。队长，那台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南州幽灵吧？南州幽灵难道是那位南州的传奇半圣吗？之前一直有传说，南州那位半圣大人在2年前的元鼎城受潮中不幸陨落，后来大约1年前又有传说，有人目击到一台规格外的旧型君子剑，如亡灵一般，在已经沦陷为凶兽巢穴的南州神出鬼没，所以被称为南州幽灵。神秘强者施展完这一击就踏空离开了这里，众多战士都冲向了残余的凶兽。宋云祥刚好路过，见证到了这一幕，他实在想不通，这不是根据自己记忆生成的幻境吗？怎么还能看到我记忆以外的场面？看来这些魂域秘境搞出来的幻境世界也并不简单。南州幽灵吗？就让我追上去看一看，你到底是谁？这个老家伙到底是什么人？真的是徐老吗？他御空而行，紧紧地跟在后方。在原本的时间线里，如果当时自己没有出现解救了二皇子，那很有可能就是徐老前去救驾了。这个时间线里，因为我的介入，徐老临时突破了圣阶一重，但在原本的时间线里，徐老很可能会遭遇到不测。而眼前的这台南州幽灵既像君子剑，还有一种乱七八糟拼凑的感觉。宋云祥思索至此，便再次加快了速度。可他的身影此时也被对方察觉到了，南州幽灵紧接着就停了下来，手中的断剑对着他的方向猛然一指，下一秒周围的魂力就随即被吸附到了断剑之中。宋云祥见状顿觉不妙，手下意识地伸到怀中，打算摸出阵符抵挡，可衣服内却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一剑碎山河，随着南州幽灵的断剑猛然挥下，一道几十米的剑气瞬间便将宋云祥吞噬在了其中。剑气散去，只见一个金色的防御球正缓缓转动。好险，刚才还习惯地想套阵符，差点忘了这是在我的幻境世界了。发现对方居然毫发无伤后，南州幽灵果断加快速度欲要离开这里，可跑出几步的他似乎遭到了过重创一般，身形一颤跪倒在了地面上。不过他随后便将巨大的右手按在脑袋上，施展了天魔解体，下一秒就仿佛一道闪电般消失在了原地。宋云祥见状也加快速度跟了上去。片刻之后，前方突然出现了一道淡紫色的屏障，南州幽灵没有丝毫犹豫跳到了屏障之外，跟在后方的宋云祥却一头栽倒在了上面。我去，什么玩意儿？
刚才那家伙直接就穿过去了，为什么自己会被弹回来？这面由屏障组成的石墙绵延不知道多少里，一望无际，根本看不到边缘。宋云祥疑惑地顺着屏障飞行了一会儿，最后惊诧地发现这墙是真的没有边界，于是他便打开星主系统扫描了一番。经扫描完毕，宿主目前以意识形态身处在由宿主记忆生成的幻境世界中，因为该幻境世界基于宿主记忆生成，有效范围仅于宿主记忆中，原生活动范围的半径500里内。宋云祥听完之后有些恍然，还想趁这个机会到处跑去看一看呢。那只有500里半径的话，也没什么好看的了，连中州都出不去，南州幽灵吗？只能之后找机会调查了，去把夜王找出来打一顿，赶快结束这个幻境世界吧。思索至此，他就火速前往了夜王所在之地。此时在幻境世界中的某个港口小城，这里的战斗似乎刚刚结束，地面上散落着到处都是天都国的机体，尽快把战场打扫干净，能带走的物资全都带走。我们接着去突袭天都中州的坛城。夜王下达完指令后，便开始盘算了起来。呵呵，接下来只要以调虎离山之计将玄甲卫骗来这里，我们就可以趁机再去坛城洗劫打劫一番了。而他刚想到这，突然发现一道身影正由远及近急速地冲了过来，只是片刻功夫，那道身影就来到了他的身旁。宋云祥活动了一下身子，站了起来，果然是在这里吗？夜王见状瞬间警惕了几分。你是玄甲卫的那个宋什么阿祥？怎么可能？等下，你是飞来的？不可能，只有圣阶才能御空飞行，你一个小小的玄甲卫千户，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宋云祥呵呵一笑，就使用面具幻化了样貌，不装了。你猜的不错，此时此刻老夫就是圣阶强者。星主系统，给我调出星魂降动渊主出来。随着宋云祥一声暴喝，星魂够装！刹那间贯穿天地的金色光柱便从天而降，光柱内一道虚幻的机体渐渐凝实，无数飞剑环绕在其周身。见此一幕，下方的太和佣兵顿时愣在了当场。身为首领的夜王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神色。始元星魂降，这怎么可能？几个呼吸间，星魂降动渊主便已构装完成，强大的威压瞬间弥漫了整片战场。不好，敌袭，保护将军！反应过来的佣兵立马发动了攻击。宋云祥傲然而立，口中淡淡的吐出了几个字：斗元剑出阵。随着他话音落下，背后数十把长剑便散发出刺眼的光芒，接连出鞘，仿佛流星般划过夜空，下一秒就冲着下方的佣兵爆射而去。夜王见状顿觉不妙，是浮游飞剑，和星魂降干将一样念动类的感应武装，不好，你们快躲开！然而此时提醒已经晚了，或者说他们真的能躲开吗？很显然是不能。飞剑急速的在人群穿梭，坚硬的机体这一刻犹如豆腐般脆弱。解决掉这些小兵后，飞剑便在操控下返回了原来的位置。宋云祥饶有兴趣的看着下方，夜王，别藏了，召唤出你的星魂降干将吧。听到这话，夜王顿时惊诧无比，他怎么会知道我得到了干将？佣兵团不可能有叛徒，除此之外，知道这个秘密的就只有太渊的人了。难道是太渊的人将这个消息故意透露给天都这边的？太渊果然不可信，嘴上讲着什么兼爱非攻的教义，表面上武力介入阻止各国战争，实际上却是在背后故意制衡各国之间的平衡吗？莫非是不希望分裂的东大陆再次一统？那群诡异的女人到底是在打着什么算盘？宋云祥见他不为所动，便呵呵一笑：你以调虎离山之计引走玄甲卫驻军，不得不说这的确是一步妙棋。你这家伙也算是难得一遇的军事天才了。夜王闻言强装镇定的回答：这全被看穿了吗？之前还以为你只是个平平无奇的小千户，还真是我夜王小瞧了天下英雄。宋云祥见他这副样子暗爽不已，废话少说，赶快构装出你的干将，让老夫找完乐子结束这无聊的幻境世界。夜王虽然不理解对方在说什么，但确实也只有星魂将干将能与之一战了。思索至此，他便不再犹豫，开始构装了起来。片刻后，一台背生双翼的霸气机体就凝实而出。战技风龙瀑，随着夜宵挥动手中的大刀，锋利的刀芒竟化作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瞬间便向着对方冲了过去。宋云祥的眼中流露出一丝失望之色。星魂将干将最强的招式风龙瀑吗？曾经是多么可怕的一击，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斗元剑出阵，3支应该够了，随意攻击吧。在宋云祥心念操控下，3把长剑眨眼间便呼啸而去，盘旋着将迎面而来的巨龙卷入其中。在把巨龙绞杀后，光剑冲势不减，直奔夜网的所处之地。见此一幕，夜网连忙把自己的翅膀分离了出来，锋刃全数出列，给我防住！翅膀首尾交错，高速转动了起来，幻化成了一个隔绝虚空的防盾。两者刚一接触，防盾立马节节败退。夜网见状面色巨变，他想不到自己引以为傲的防盾竟也无法抵挡，在飞剑的冲击之下，防盾渐渐不支，最终如镜面般彻底破碎了开来。飞剑紧接着在宋云祥的控制下，瞬间把夜网也卷入了其中。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随之响起，夜网立刻命丧在了当场。宋云祥平静地注视着这一幕，就这么挂了吗？比我想象中要无趣的多呀。那么秘境的核心应该就是在这个方位吧？该结束这个无聊的幻境了。思索至此，他便将魂力汇聚在了手中，然后开始了下一步的行动。而与此同时，在秘境的核心之处，操控秘境的老者随即睁开了双眼。竟然有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通过了第一重的试炼，我鲛人一族居然出现了如此优秀的后辈。就在他感叹之际，面前的虚空突然裂开了道道缝隙。见此一幕，老者连忙开口提醒道：通过第一重试炼的后辈，请在原地静待阵法牵引，不要试图擅自。话还没说完，一双金色的巨手就伸了进来，下一秒撑开缝隙的宋云祥就闪身进去了其中。老者顿时暴怒无比，你这庶子竟如此乱来！可他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对，等等，
这是何种新魂将？你不是我鲛人一族的后辈，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何能入我鲛人族秘境？给我束手就擒吧！话音落下，数道锁链就冲着对方盘旋而去。然而宋云翔却毫不在意的大手一挥，接着令人震惊的一幕便出现了。原本攻向他的锁链竟倒卷着缠绕在了老者的身上，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能控制？宋云翔的手上接着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吸力。你就是这个秘境的管理员吗？给我过来吧！被控制住的老者慌忙求饶。你想做什么？前辈饶命啊！宋云翔听后随即冷哼一声，虽然你只是原主复刻的一缕残魂，但老夫的怒火也只能由你来承受了。他妈什么破阵法水平也敢学别人创建秘境？不知道先加一段对入境者身份血脉甄别的代码吗？平白无故害老夫被卷了进来，现在这个秘境的管理权由老夫接管了，你他妈的可有不服？管理员老头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神色，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不受秘境阵法的控制？宋云翔听后呵呵一笑，便解释了起来，我在第一重试炼的幻境中找到了漏洞，想黑入这个由阵法程序构建的世界，不过是花点功夫而已。可恶，阁下到底是何方神圣？即使是阵法宗师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对于他的疑问，宋云翔懒得回答。行了，少废话，识相点儿，主动将这个秘境的控制权移交给我，不然老夫可就自己动手了。老头闻言冷哼一声，新魂将敖丙的传承事关重大，乃是我鲛人一族的立身之本，绝不可能放任外族之人抢夺。听到这话，宋云翔有些无语，我又没说要抢你敖丙，你把秘境控制权给我，我帮你选出下一任敖丙的素人，咱们也不必多浪费时间。对于他的话，老者表示自己可不相信。本座虽非生灵，但也没那么好骗，纵使本座拼上这缕残魂消逝，也绝不会让阁下如愿。不好意思，我只是告知你一下，并没有征求你的意见。既然如此，那你就消失吧。宋云翔说罢，手掌中就召唤出了一团能量球，有新主系统相助，找到漏洞，强行黑掉这个阵法的核心程序，也就是费点功夫而已。在系统不断的破解下，很快就找到了阵法的漏洞之处。宋云翔见状便丢下了老头，直接飞到了那个位置，并再次加大了能量输出。随后无数个小黑块开始不断的解体重组。见此一幕，老头的脸上再次露出了震惊之色。怎么可能？秘境空间正在崩坏，那个东西入侵了保护秘境稳定的阵法程序。什么？连本座的数据也遭到了破坏？意识到不妙的他连忙出声阻止。阁下，大师，仙长，请快住手！只要阁下立刻住手，本座便将控制权移交给你，但你要答应本座，不能抢夺敖丙魂玉。宋云翔听后戏谑一笑，晚了，老夫很快就要搞定了。老头闻言面色凝重无比，糟了，再这样下去，别说这个秘境，就连鲛人族的传承也将不保。思索片刻后，他咬咬牙便下定了决心，小的愿意交出这个秘境，并奉您为主，请您务必高抬贵手。宋云翔闻言便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世人多是如此，不见棺材不掉泪，早干嘛去了？请尊上为小的解开身上的束缚，小的这就献上秘境玉盒。听到这话，宋云翔便松开了对方身上的锁链，束缚给你解开了，来吧，让我看看你还能耍什么花样。老头拱手一拜，便开始行动了起来。他手臂直接伸向了自己的身体中，缓缓地把一个散发金光的圆球拿了出来，这就是这个秘境的控制玉盒，请尊上笑纳。宋云翔使用星主系统查看了一番，竟然发现里面的构造很是眼熟。他随即将洞渊主解体飘落了下来，此时一阵白光闪过，他也重新变回了刚进入秘境的样子。看来进入这个核心区域，外表也会被重置。不过相由心生，竟然连秘境的阵法都能够欺骗，果然很不简单。面前的老头正恭敬地将玉盒呈上，宋云翔身形一闪就来到了他的手中，拿到玉盒他便落回到了地面。这个东西好像在哪里见过。对了，那个箱子里面有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这就是这个秘境的控制玉盒吗？听到他的疑问，老头恭敬地回了声是。你能变小点吗？这样说话有点费劲。老头顿了顿，表示不能。不过尊上接收了控制权，应该可以调整自己的大小，请尊上将神念注入玉盒，即可掌控这个境世界。宋云翔听后按照他说的开始行动了起来。随着神念注入，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手中的玉盒缓缓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阵法笼罩的微缩陆地。原来如此，这个秘境是在独特的空间里开辟出了一方小世界，而他则成为了这方世界的主宰。随着宋云翔手臂一挥，刚才掉落的黑色方块就回到了原本的位置。接着他又看向了跪在地上的老头，淡淡的吐出了2个字：变小。还挺有趣，那你是不是还能变成别的样子？看到他的猥琐模样，老头顿时意识到了不妙，变成女人。随着宋云翔话音落下，老头的身体紧接着就泛起了阵阵白光，片刻后就变成了一个软萌可爱的人鱼妹子。妹子看着自己的身体呆愣了许久，反应过来的她急忙捂住：尊上，请您不要乱来。宋云翔没有理会他的话，邪笑一声，又说出了2个字：变大。刺眼的光芒紧接着突然亮起，只是转眼间的功夫，2团巨物就出现在了妹子的身体上。尊上，请您自重。宋云翔尴尬的轻咳了一声：失误。这样愚弄这家伙，他都没有发怒反抗，看来似乎是真心降服。看看其他人都怎么样了。随着宋云翔调出秘境数据，正在试炼的几人经历的一幕就出现在了眼前。新魂将是那个圣阶老娘们。宋云翔看到这顿时来了兴趣，先去他那里看看。与此同时，在黄妙音所处的幻境中，数道黄色的闪电轰然砸下，准确命中在了周围的凶兽身上。黄妙音操控新魂将文仲轻松结束了这场战斗。就在这时，一个男人从远处快步跑了过来，新魂将文仲接着便解除了构装。幼年的黄妙音缓缓落回到了地面上，他见到来人兴奋地开口道：阿爹，我干掉凶兽了，你没事吧？
妙，我再三告诫过你，遇到凶兽躲避便是，千万不要召唤星魂将出来战斗。你为何总是不听？黄妙音有些手足无措。对不起阿爹，阿妙下次不敢了。远处的宋云祥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幕。星魂将文仲他倒是有印象，当年在西水国曾经听说过，镇国4圣之一有个皇家的圣阶，就是星魂将文仲的素人，莫非就是这个女人？只是没想到她的心魔幻境，竟是在幼年时期。还是先使用秘境愈合的管理权限，快速查看一下她的这个幻境吧。宋云祥思索至此，便开始滑动了起来，一幕幕画面也随之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可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幻境已经循环了13次。我去，堂堂圣阶强者怎么会被心魔困住？莫非是他不想醒来？呵呵，原本还想使用管理权限强行解除这个幻境，不过既然有瓜可吃，那就先观望一下再说，说不定还能挖出什么奇奇怪怪的线索。远处的山脚下种满了桃花树，花瓣在微风中不断的飘荡起舞，但不协调的是，在树林中竟有一座孤坟。新历1233年，夫司空景历，七黄玉芝之墓。2道脚步声此时渐渐由远及近，黄妙音2人打开外围的阵法，大步走了进来，看着父亲挥手间便关闭了阵法。一旁的黄妙音期待的询问他能不能教自己。父亲听后宠溺的摸了摸他的脑袋，阿妙为什么突然想学阵法了呀？黄妙音露出了纯真的笑容回答，阿妙要是学会了阵法，什么时候想看阿娘了就可以随时过来了呀，就不用等到每年桃花开了的时候了。父亲闻言沉默了片刻没有回答，走吧，我们先去拜祭你阿娘吧。2人接着便在墓碑旁烧起了纸钱。远处的宋云祥看到阵法后就陷入了沉思之中，这是以封印术布置的阵法，这个手法自己在地灵秘境中曾经见过。司空景，这个男人莫非是他？传说中东大陆曾经有一脉神秘的阵法师传承，作为守灵人肩负着封印地灵秘境的责任。前世我在地灵秘境中曾经遇到过的那位，耗尽了自身生命力镇压地灵秘境的那具干尸。传说地灵秘境下封印着那尊曾经将整个东大陆一统，开创了帝国数百年霸业的星魂将。据说那尊星魂将拥有着无比暴虐的可怕力量，如果他一旦得主，整个大陆将陷入无尽的战火之中。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守灵人一脉在数百年的时光里，一直肩负着镇压地灵秘境封印的重任。这里应该是近100年前的东大陆西空山，时间也能对得上，会这么巧合吗？此时祭拜完毕的司空景便让黄妙音到附近玩一会儿，我要和阿娘单独聊聊。黄妙音听后便乖巧地走向了树林之中，之后司空景便叙述起了自己的思念之情。宋云祥见到有瓜可吃，顿时来了兴趣，他随即用秘境核心幻化出西瓜，开始悠哉地偷听了起来。紧接着陆陆续续的声音也传到了他的耳中，当年我曾答应师傅，如今距离10年之期已经过半，奈何想当初你我洛桥师会初相逢，桃花林中私定终身。此时在另一边，桃花林不远处的树林内，黄妙音扑扇着大眼睛紧紧盯着正前方，只见一头皮糙肉厚的野猪正在拱地。那野猪拱了一会儿，似乎察觉到了不妙。黄妙音一想到脑海中的美味口水就止不住的往下流，眼见野猪发现了自己，他便不再躲藏，直接扑了过去，直到野猪昏倒地面奄奄一息，他才露出了满足的笑容。经过这段时间的偷听，宋云祥也大概明白了司空景的经历。原来守灵人的传人有10年自由时间去成亲生子，留下后代。这个叫司空景的年轻人离开了地灵秘境去四方游历，但要在10年后回来接替封印地灵的责任。他之后游历到了西水国的神都城，在洛桥诗会上遇见了黄妙音的母亲黄玉芝，2人一见钟情，在桃花树下私定终身。那时的司空景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招惹的皇家之女会带来多大的麻烦，他甚至愿意放弃守灵人一脉的责任，决定与黄玉芝白头偕老。2人虽然过了一段安逸幸福的时光，但很快就被皇家发现了。后来黄玉芝重伤早产，生下黄妙音之后就过世了，于是司空景便在西空山脉布下的风铃大阵，就这样带着年幼的女儿一直躲在了里面。真是一个闻者伤心，听者流泪，可歌可泣的悲惨故事。宋云祥正在沉静之时，忽然听到了黄妙音的声音，转头看到的一幕顿时让他目瞪口呆。只见右侧的黄妙音正举着比他体型大数倍的野猪，兴奋地跑了回来。不愧是先天素人，小小年纪就拥有了地阶的实力。宋云祥跟着他们继续前往了其他地方。司空景来到目的地后，便施法打开了阵法。进入阵法内，面前出现了一座简陋的房屋。黄妙音迫不及待地展示了自己的收获。菊香姐姐，快看看，阿妙抓到了好大一只猪猪。名叫菊香的女人双手和双脚都被虚幻的铁链牢牢锁住。她看着2人微微一笑，先生阿妙小姐，你们回来了。宋云祥看到菊香后不由得愣神了一下，脑海中紧接着便浮现出了前世的记忆。这个女人我认识她，没错，应该就是那个老妖婆。原来当时天都陷落，重伤的宋云祥流亡到了西水国，伤势稍有好转后，他便不顾女帝的劝阻，执意要返回天都。可刚离开就受到了这老妖婆的百般阻挠，在不停的消耗之下，宋云祥渐渐有些不支，魂力到达临界点后，他最终还是被强制解除了垢状。宋云祥咬牙切齿地盯着眼前之人，老妖婆，你们暗静司还真是阴魂不散啊！暗静司首席童居香闻言戏谑一笑，宋云祥，你逃不掉的，乖乖束手就擒吧。童首席，女帝陛下已经答应让我离开了，你们暗静司却还擅自这般追堵围杀，你他妈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莫非是当女帝的口欲放屁不成？童居香听到这话冷哼一声，粗鄙之徒，你也不必逞口舌之快，老身怀疑你在西水国窃取了重要的军事情报，现在以间谍罪逮捕你。宋云祥不屑地反驳道，我呸，老妖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话刚说完，水面上突然驶来一艘战船，女帝陛下圣旨到，7个字随之传到了众人耳中。童居香见状，面色立马阴沉了几分，来的时间竟掐得如此之巧，看来陛下是早有准备。
铁了心要保这个宋云祥啊！战船逐渐驶近，一道声音再次从船内传了出来：暗境司立刻停止缉捕行动，双方停止械斗，全体解除构桩。听到这话，下属连忙请示了童居香。童居香摆了摆手，示意不必理会。很快，战船就在几人的岸边停靠了下来。船内一名身穿官服的女人随即宣读了旨意：宋云祥听旨，其中义武勇救驾有功，书甚敏慧风雅一群，甚为振兴，即刻入宫封为君侯。钦此。听完这番话，宋云祥顿时有些无语。我去，南苑君侯，那不是历代女帝南妃的最高封号吗？地位堪比天都国的皇后了。女帝那娘们在搞什么鬼？该不会真想让老子去后宫侍寝吧？女人宣读完旨意后，就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宋君侯恭喜了，请随下官回宫复命吧。一旁的同居香顿觉不妙，不好，陛下竟然将这小子封入后宫，那他身上关于超古代文明的秘密迟早也会被陛下发现。不行，他那与传说中太渊之主相似的力量，我一定要得到。思索自此，他便连忙开口且慢。此话一出，后方的下属瞬间进入了战斗状态。宣读旨意的女人听后冷笑一声：吴主席，暗境司莫非要抗旨？是不是想造反啊？见对方要给自己扣帽子，童居香便开始辩解了起来。不敢，只是这宋云祥有很大的嫌疑。话刚说完，女人就冷冷地扫了他一眼。童前辈若是有查到什么证据，直接回神都城面圣便是。女帝陛下自有定夺。本官奉旨传召宋云祥入宫，你们暗境司还不够权限阻拦？说罢，他就催促宋云祥上船。本官倒要看看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敢拦你！宋云祥心中暗爽不已，临走时还嘲讽了一番：童首席，那小爷我就走了呀，祝您老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呸呸，不好意思，忘了您都已经100来岁了，我可没有咒您已经活到头了的意思啊，您别往心里去。同居香气的咬牙切齿：宋云祥，咱们走着瞧。陛下呀，既然你执意要做个沉迷男色的昏君，那就别怪老身断了西水国400年的传承了。时间回到现在，宋云祥收回了思绪。西水国暗境司，据说是前任西水女帝从奴籍和罪人中挑选人手组建的特务机构，恐怕没错，那个老妖婆就是眼前这个女人了。有意思，竟然还会在意料之外的地方遇到老熟人。这老东西当年还想觊觎新主系统的力量，等下，现在我和他到底谁更老？算了，无所谓了，先继续吃瓜。此时黄妙英将战利品丢到了院子内，接着就大步跑到了童居香的身边。童居香似乎对他很是喜爱，随后司空景也缓缓走了过来。二人对视一眼后，童居香的脸颊上立马泛起了阵阵红晕。时间很快就到了傍晚，因为黄妙英的功劳，今天的晚餐异常丰盛。入座之后，几人就开始了大快朵颐。宋云祥见状有些无趣，这些都是没用的画面，用秘境愈合的权限加速快进吧。加速，无关紧要的日常就不看了。随着宋云祥的一番操作下，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深夜。此时黄妙英正倒在自己的床上呼呼大睡，司空景则在翻看封印术阵法的书籍。宋云祥看到上面的内容后来了兴趣，五行逆转风灵阵嘛，和封印斗战老祖的那个阵法有些异曲同工的相似啊。趁现在有机会可以偷学一下。老妖婆居然在门外偷看，难不成也想偷学封印阵法吗？老妖婆推门进去了，她想干什么？听到动静的司空景随即抬头看去，只见童居香正衣衫不整地走了进来。宋云祥颇为无语，往哪看呢？快赶走他，继续看书啊，兄弟！童居香此时露出了娇羞的表情。司空景站起身挥手表示不可以。童居香咬着牙，似乎下定了决心。他一把掀开了自己的衣服。宋云祥见状顿时来了兴趣，拿起瓜就开始看起了好戏。见对方始终不敢直视自己，童居香索性一把褪去了身上的外套，然后便将贴身衣物也解了开，随手就丢在了地面上。这香艳的一幕估计是个正常人都会有反应。宋云祥立马惊呆在了当场。身为当事人的两人四目相对，一股暧昧的气氛也随之弥漫了开来。看着女人将自己的衣服一件件解开，隐匿身形的宋云祥则满脸期待地吃起了瓜。可身为男主人的司空景却不解风情，拔出自己的大宝剑就对准了眼前的妹妹。被拒绝的童居香泪水止不住的滑落，紧接着就屈辱地转身跑出了房间。宋云祥见此一幕，忍不住笑出了声，试图爬床却遭到言辞拒绝了吗？色诱男主人尚未失败，没想到这老妖婆年轻时还有过这么丢人的经历，这么赶太慢了。用10000倍速快进吧！随着他的操作，时间飞快流逝了起来。黄妙英经历的一幕幕快速在眼前闪现。1个月后，似乎并没有特殊的情况发生；6个月后，还是一如既往的日常生活。直到2年后发生了一幕，才让宋云祥有了一些兴趣。停，恢复正常速度。他操作完便认真观看了起来。此时，司空景决定要教黄妙英阵法之术。听到这话的黄妙英顿时喜出望外。司空景看着他微微一笑：“阿爹要教你的阵法和东大陆常见的阵法不同，这是东大陆守灵人一脉的封印术阵法。这个古老的传承要追溯到2个纪元之前。”宋云祥在旁偷偷地观察了一番，果然是守灵人一脉的封印术阵法，但用这晦涩的方式去教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这个司空景似乎不太擅长教学呀。不过这封印术阵法我倒是可以跟着学一下，再有机会进入地灵秘境的话，之前那些进不去的区域就可以好好探索一下了。时间飞逝，很快就到了2个月之后，黄妙英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总算有了一些成果，但是制作出来的阵法却歪歪扭扭。阿爹，我成功了，我学会了。黄妙英高兴不已，司空景则眉头紧皱没有说话。宋云祥无聊地打着哈欠，这个小笨蛋的阵法天赋实在不行啊，老夫看快进都跟着学会了。没想到的是，这守灵人一脉的封印术阵法，竟然和那个镇压斗战老祖的星魂将的五行大阵有着近乎同源的手法。如果说之前暴力破解五行大阵只有6、7成把握，
现在有了这守灵人一脉的封印术，不但有12成把握可以完美破阵，破完后还能再给他封印个更高级的回去，呵呵，还能给他加个密码。宋云祥随即召唤出了秘境玉盒，小笨蛋估计还要练习好久，一边快进一边看看其他几个人怎么样了吧。思索至此，他便开始操作了起来。这边先快进吧，那几个人他们又重开了吗？干点正事儿吧。看什么小美人鱼？这女人莫非是呼延家的那位素人？好家伙，20几岁就已经秃了，你是阵法师不成？啧啧，开心的像个年近半百的孩子。众人正在试炼的画面不断的浮现，可最后一个画面却出现了一个头生双脚的雪人。宋云祥见状顿时诧异不已。另一边黄妙音的秘境又过了2个月，他在学会阵法后就干了一件令人瞠目堂舌的事，不仅擅自解开了同居香的锁链，还打开封印让他离开了这里。菊香姐姐，这些年也委屈你了，现在我代替阿爹将自由还给你。童菊香本想再说点什么，但在黄妙音的催促之下，只好快步离开。而在踏出阵法的那一刻，他的脸上也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此时，宋云祥还在研究这个莫名其妙的雪人。他快进到了这个秘境100多年，可却只有一个睡觉的画面。宋云祥想要继续快进，这时刚好看到了童菊香被放跑的一幕。等会儿，我去，这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小笨蛋放走了老妖婆，好像要到关键点了，倒回去看看。我的瓜呢？吃完了吗？瓜来！随着宋云祥大手一挥，果盘便再次幻化了出来。云祥在发现黄妙音放走老妖婆后，便将时间倒退回了幻境关键点开始的那一刻。当时司空景需要下山办些事情，临走之时，他将一个刻有自己名字的玉牌交给黄妙音，并告诫了2件事：第一，不可以轻易构装出星魂将文仲；第二，绝对不能离开阵法范围。阿妙记得了。可是阿爹，你能不能不去啊？听到这话，司空景的脸上充满了歉意。别哭别哭，阿爹答应你，等阿爹办完这件事回来，就可以带你离开这里了。到时候我们去天都国，阿爹带你吃遍天都国各地的美食。一提到吃，黄妙音立马精神了起来。那可说好了，阿爹可不要骗我呀！拉过沟之后，司空景宠溺地摸了摸他的脑袋。放心吧，万一遇到什么危险的情况，只要用阿爹教你的阵法激活这块玉牌，就能启动这座大阵的防御系统。而且阿爹也会受到感应，会立刻赶回来保护阿妙的。交代完这些，司空景就离开了这里。宋云祥看到玉牌的造型有些熟悉，类似中央大陆那些宗门用的命牌，名字亮着就说明还活着。在司空景走了之后，阵法内只剩下了黄妙音和童菊香2人。经过多年的相处，黄妙音早已将对方当成了亲人。在一次玩闹的过程中，他看到了童菊香手臂上被束缚的伤口，于心不忍的他便用阵法将对方的锁链解开了。宋云祥看到这一幕不禁摇了摇头，原来如此，老妖婆用苦肉计博得同情，这拙劣的手段也就骗骗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罢了。菊香姐姐，你走吧，离开这里，这些年也委屈你了，现在我代替阿爹将自由还给你，快走吧，阿爹回来你就走不了了。黄妙音催促过后就打开了阵法，而转身离开的童菊香脸上却浮现出一抹冷笑。宋云祥见此一幕有些无语，这小傻瓜也太好骗了吧，莫非这就是他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吗？再往后看看吧。时间继续快进，阵法内只剩下了黄妙音一人，没有人陪伴的他每天都在无聊中度过。算了算，日子快到自己的生辰了，可是阿爹还是没有回来。时间又过了几天后，就在他无聊之际，外面突然传来一声震耳的轰鸣，难道是阿爹回来了吗？黄妙音思索至此，连忙高兴地向声源的地方跑去，但宋云祥却察觉出了不对，这是有人在强行轰击阵法，先过去看看吧。此时在大阵外，2台机体正拿着武器想要破开阵门，后方则静静地站着一批人。家主找到被阵法遮蔽的区域了，看来就是这里没错了。黄胜男听后冷哼一声，真没想到他们竟会躲在这细空山脉，真是灯下黑啊。他是如今的皇家家主，境界在天阶巅峰。一旁的管家恭敬一拜，家主英明，咱们散布人手辛辛苦苦找了10年，要不是那贱婢报信，谁能想到他们竟然就躲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呢？说完这些话，他便开始催促了起来，让2人快点破阵。但是这阵法有些古怪，仅凭他们带来的破阵锥似乎并没有太大的用处。就在这时，黄妙音却主动打开了阵门。阿爹，是你回来了吗？看清外面的场景后，他顿时疑惑不已。不是阿爹，你们是什么人？管家见状连忙下达指令，大阵从里面打开了，你们快上！意识到不对的黄妙音想要关闭阵门，然而此刻已经晚了，破阵锥死死地抵住了阵法的合拢。后面的侍卫随即开始行动了起来。构装完成后，一台机体就出现在了场中，他们将年幼的黄妙音围困在了中间。管家见大局已定，不禁冷笑一声。黄妙音眉头紧皱，看着周围的坏人。星魂构装。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一道金色的闪电瞬间从天而降，眨眼间的功夫，威武霸气的星魂将文仲就出现在了众人眼前。是始元星魂将。管家震惊的目瞪口呆，莫非刚才那小丫头是先天素人？家主，她难道就是玉芝小姐和那淫贼生的孽种？话刚说完，一个大逼兜就抽了过来。黄胜男的脸色阴沉无比，纵使流落在外，那也是我皇家之女，岂容你区区一个蝼蚁折辱？没想到玉芝的孩子竟是先天素人，先天素人了，可保我皇家再兴旺数百年。你们上，用附魂锁活捉那个孩子，小心点不要伤到他，谁若是不小心弄伤了他，全家处死。收到命令的侍卫随即开始行动了起来，一道道锁链从手中不断丢出，把星魂将文仲牢牢困在了中间。但就在下一秒，文仲后背上数把武器飞到了上空，武器围拢在一起，不停地环绕旋转，以星魂将文仲之名
借天威一用，话音落下，武器的周围便弥漫出了金色的闪电。雷来！随着黄妙音一声大喝，天空中竟然卷起了阵阵黑色的漩涡，一道刺目的天雷随即链接到了武器上，随后就对着下方的机体猛然劈下。他们像是被锁定般，根本无法躲避，只能发出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失去控制的锁链在黄妙音的挣扎下寸寸碎裂，烟尘散去，场中再次回归了平静，周围的机体都失去了再战之力。黄胜男的眼中却满是惊喜之色，地阶修为竟能造成如此庞大的杀伤力，真乃天才。若能好好培养此女，我黄家便能迈升到西水国一流家族。管家随即下达了命令：你们给我接着上！紧接着侍卫中就有数人冲了过去，星魂将文仲手中幻化出了一把造型奇特的武器，随后就迎面攻向了几人。管家见此一幕，颤抖着身子开口：家主，这位尊贵的小朋友可能不是太好说话呀，咱们这次兵力有限，要不还是天阶巅峰的您亲自出手。说话之时，两方已经展开了交锋，一群侍卫刚刚近身就被文仲直接斩成了两半。黄胜男见状冷哼一声：一群没用的废物。随即他便拿出了一张魂玉，残留的侍卫迅速展开了包抄，他们也不靠近，只是使用锁链不停地在周围骚扰。黄妙音毕竟年幼，实战经验欠缺，很快就被对方寻到了破绽。见对方的注意力被吸引后，配合默契的侍卫同时发起了进攻，转眼间就束缚住了文仲的行动。你们这些坏人！黄妙音气愤之下直接开启了大招，从文仲身上猛然爆出数道狂暴的雷电，猝不及防之下，周围的侍卫顿时被电得外焦里嫩。这一招对于魂力的消耗显然不少。黄妙音大口喘着粗气，似乎有些脱力。此时构装完成的黄胜男赞叹不已：绝世天资啊，不愧是我黄家的血脉，但可惜你我相差了一个大境界，莫怪老婆子我以大欺小。听到这话，黄妙音强撑着挥动武器发起了攻击，然而黄胜男的速度更快，他身形一闪就来到了对方的身前，紧接着便抓住了文仲的手臂，用力一抹，剧痛之感顿时传递到了黄妙音的身体中。黄胜男拽住对方的手臂后退一步，手掌之上磅礴的魂力涌动不已。给我出来吧，丫头！话音落下，一掌瞬间拍出，砰的一声，直接将文仲的机体打散在了当场。受到重击的黄妙音翻滚着掉落在了地面上，委屈的他眼泪止不住滑落，看着手中的命牌痛哭流涕了起来。阿爹，有坏人来我们家，他们欺负我还要抓我。阿爹你在哪呀？你怎么还不回来？宋云祥此刻发现司空景的命牌出现了异样，发光的名字已经熄灭了。结束战斗的黄胜男解除了构装，他看着眼前的女孩询问道：小丫头，你叫什么名字？黄妙音没有回答，他呆呆地望着手中的命牌，心如刀绞。阿爹，你怎么还不回来？黄胜男见状无奈地叹了口气：你不必害怕，我和你母亲的母亲是堂姐妹，没有人会伤害你，跟我回家吧。我不走，这里才是阿妙的家，阿妙要在这里等阿爹回来。宋云祥恍然明白了几分，果然他已经意识到了熄灭的命牌代表着什么了吗？黄胜男随即出手将他打晕了过去，然后便抱着他离开了这里。而就在众人踏出阵法的那一刻，出现了异样，时间停止在了这一秒钟，幻境世界开始了不断崩溃，画面接着便再次组合了起来，开启了新一轮的循环。司空景和黄妙音的身影重新出现在了画面中，看着一路上蹦蹦跳跳的黄妙音，司空景长叹一口气：你何时才能长大呀？黄妙音笑嘻嘻地回答：阿妙才不要长大呢。宋云祥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幕，他就是这样一遍遍在重复这个心魔幻境吗？这是第14次循环了，原来如此，这就是他一直陷入死循环的原因，他的心魔执念是在等一个回不来的人。宋云祥随即快进了起来，第15幻境依旧，第16轮仍是一样的场景，第17轮、第18轮，到了第20轮，他看着重复的场景不断发生，终于忍不住了，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本来不想出手干涉的，算了，就当做是学到了封印阵法的学费吧。此时场景到了黄胜男询问对方名字的时间点，黄妙音失魂落魄地望着手中的命牌：阿爹你在哪？快来救阿妙啊！下一秒响指声传到了场中，震起。随着男人的话音落下，虚幻的屏障瞬间禁锢住了周围的众人。黄妙音似有所感地抬头看去，只见那道熟悉的身影已经来到了面前，虚幻的屏障此刻越收越紧，砰的一声，恍如烟花般爆炸了开来。黄胜男震惊地看着这一幕，阵法师，是你？不可能！司空景立于场中，眉头紧皱，不好意思，我来晚了。黄妙音喜极而泣，委屈巴巴地望向了他：阿爹，你终于来了，阿妙一个人在这里等了你好久好久了。见识到司空景的手段后，一旁的黄家家主黄胜男顿时惊诧不已：你不是已经死了吗？不可能！宋云祥没有废话，直接施展了封印阵法。黄胜男不屑一笑：这套东西可对付不了天阶的速度，你那阵法也就只能威胁地阶以下的杂鱼罢了，只要我速度够快，阵法就毫无用处。嘲讽一番过后的黄胜男刚想构装，可封印阵法却瞬间变大，将这方天地笼罩在了其中。突破无果的黄胜男顿时愣在了当场，蠢材！只要我阵法够大，你速度再快也只是鱼缸里的鱼而已，给我收！随着宋云祥一声令下，封印阵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急速收缩，片刻的功夫，黄家所有人就被挤压在了一颗圆球内。消失吧！宋云祥用力一甩，直接把圆球丢向了天际。做完这一切的他便转头看向了黄妙音，此时黄妙音委屈地扑进了他的怀里：阿爹坏，为什么现在才回来？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宋云祥抱着他安慰了一番：放心，阿爹没事，我这不是回来了吗？黄妙音刚想再说点什么，可他突然察觉到了一股陌生的气息，警惕的他立马退到了远处。不对，你的魂力波动怎么变了？你真的是我阿爹吗？宋云祥听后顿觉不妙，糟糕，大意了，竟然忘了伪装魂力波动。我去，这么小就能识别魂力波动，是这小丫头的天赋吗？还是说先天素人都这么敏感？尴尬的他开始解释了起来：是这样的，阿爹去了一趟天都国，继承了我们守灵人一脉的古老传承，所以魂力波动发生了变化。
你看，我可以切换回之前的魂力波动的。现在这个魂力波动是融合了一位拥有60年战斗经验的大佬的魂力。你看刚才阿爹的战斗是不是显得很有经验？这就是来自那位大佬的智慧。黄妙英听后半信半疑的询问：是真的吗？宋云祥嘿嘿一笑，当然是真的。阿爹还给你带了礼物回来呢，看这是烤鸭。在烤鸭的香味诱惑下，黄妙英瞬间沦陷，马上就拿在手中美滋滋的吃了起来。等下，烤鸭不是这样吃的，在天都国这烤鸭吃起来可是很有讲究的。首先要将皮肉分离，之后用荷叶饼卷起来蘸甜面酱的鸭肉，配上葱丝、蜜瓜、山楂糕卷在一起，然后再一口吃下。黄妙英听后馋得直流口水。那我们现在就去天都吃烤鸭吧。行吧，阿爹，你上次不是说你回来咱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吗？去吧去吧，求求你了。宋云祥见状无奈的点头答应了下来。行吧，送佛送到西。他随即拿出了秘境玉盒，在一番操作下，周围的景象瞬间开始发生了变化，直接参考了他的记忆生成了天都城。此时他们正置身于天都城中的一家酒楼之中，外面高楼林立，人来人往，俨然一副繁华的景象。阿爹，莫非这就是天都吗？从没听说封印阵法还能瞬间移动的，好厉害呀！宋云祥闻言呵呵一笑，解释这也是那位大佬的力量。别管那么多了，快来吃东西吧。看着面前桌子上摆满了美味佳肴，黄妙英流着哈喇子立马开始了大快朵。这里的饭菜他是第一次吃到，美味的程度足以让人不可自拔。宋云祥见他这副样子，不由得感慨万千。天都城啊，等南荒兽潮这一战结束，也该回去看看了。吃饱过后的黄妙英捂着肚子，一脸满足样。宋云祥微微一笑，这就吃饱了吗？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想吃的呀？黄妙英没有说话，她走到了宋云祥的身旁，然后便一把抱住了对方，口中说出来2个字谢谢，紧接着就化作了碎片消失在了房间之中。等他彻底消失后，宋云祥也变回了原本的模样。原来如此，他的心魔幻境结束了，去核心区域看一下吧。现在应该有不少人成功通过第1重试炼了吧？他思索至此，便进入了敖丙秘境的核心区域。此时秘境管理员因为胸大坠的站不起身，宋云祥随即手指射出一道光线，管理员接着便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怎么样了？现在有多少人通过第1轮试炼了？听到宋云祥的询问，管理员连忙换出面板讲解了起来。目前有4个人通过了第1重，即将开始第2重试炼。哦，不对，算上尊上那就是5位了。尊上要参与第2重试炼吗？在第2重试炼中，各位选手对战的是新魂将敖丙的历代素人。宋云祥疑惑地询问：素人复制体和你一样吗？管理员妹子连忙解释：不是的，自己只是继承了初代敖丙素人蓝瞳的一缕残魂，本体是和秘境玉盒绑定的。而那些素人复制体不一样，他们是秘境玉盒自动记录的战斗数据。复制体没有感情和自主意识，但继承了原主人全部的战斗力和经验。宋云祥听后点了点头。这4人的境界相差挺大吧？会将他们统一压制到某个境界吗？妹子回答：是的，试炼中会按照被吸入秘境的试炼者里修为最弱的来作为压制标准。现在他们会被统一压制到地阶后期。宋云祥听到这有些尴尬，地阶后期，我去，该不会最弱的那个就是我吧？他接着干咳一声就岔开了话题，让我猜一下，第3重试炼该不会是让胜出者互相对战，然后决出最终选手吧？妹子闻言惊讶不已，尊上怎么知道？的确如此，呵呵，随便猜的。所谓秘境3重试炼，1重是文斗，2重是武斗，3重是互斗，果然大同小异。那个尊上，第2重试炼就要开始了，小人要现身去为试炼者说明规则，您看能不能先暂时帮小人恢复之前看起来更有威仪感的外貌？宋云祥听罢表示可以。那看起来土土的鲛人哪有什么威仪感？我来帮你换一个更有趣的造型。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只是负责管理这个秘境的阵法程序，并没有名字。不过之前蓝瞳大人的设定是让小人自称伟大的龙海王星魂将敖丙初代素人蓝瞳大人。宋云祥嘿嘿一笑，那我给你起一个，正好配合你以后的新形象。说罢，他便操控起了秘境玉盒。下一秒，妹子的身体中就散发出了刺眼的白光，白光散去，一个蓝色的胖头鱼就出现在了原地。在意识到自己的新形象是只鱼后，管理员顿时崩溃了。宋云祥见状，眼泪都笑了出来。怎么样，是不是比之前的样子可爱了很多？这样才更适合你作为秘境吉祥物。嘿，秘境管理员的身份，那就给你起名叫小兰好了。尊上，这个名字会不会太普通了呀？能不能有个性一点？宋云祥认真思索了一番，的确有些普通了，那不如叫狗蛋或者旺财铁柱。听到这话，管理员失望地叹了口气。算了，小兰就小兰吧。可是尊上，现在的样子也不够威仪啊。宋云祥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威仪是吧？满足你。随着他手臂一挥，胖头鱼的头上就出现了2个小角。尊上，并非小的不敬，您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敷衍了？行了行了，已经给你增加了一个可以自由调整体型大小的权限，快去吧。胖头鱼无奈长叹一声，接着便消失在了这里。此时在秘境的虚空之中，4块小型陆地正静静地漂浮着。陆地上的试炼者已经就位，呼延发没能顺利通过心魔幻境被淘汰掉了。蓝坤见到蓝邹后，愤怒地叫喊了起来：你这混蛋，看看你做的好事儿，竟然拿鲛人一族的传承当作儿戏！陆地周围的阵法有隔绝声音的功能，所以蓝邹并没有听到。他疑惑地看向了旁边的黄妙英，那个女人开启传承仪式的时候并没有看到她。莫非她就是之前在空中俯视一切的那位强者吗？黄妙英此刻还在回想着幻境中发生的一幕幕。这时一道刺眼的白光从虚空中突然闪过，紧接着大量的雾气就弥漫在了众人上方。雾气消散之后，放大无数倍的胖头鱼也出现在了这里。我是这座秘境的守护者小兰大人，恭喜几位顺利进入第2重试炼，各位的境界已经被压制到了地阶后期，请在即将开始的战斗中坚持到最后一刻，赢得进入第3重试炼的资格吧。现在第2重试炼开始。话音落下，众人的身影便从陆地上消失了，随后就被转移到了战场之中。无数亡灵大军也紧接着凝视而出，将他们牢牢地围困在了这里。
中间。众人见状随即拿出魂玉开始了战斗。蓝坤使用的是天都海军配色的威远石，呼延信使用的是呼延家的4臂专用机，蓝邹使用的是沙雕城的沙漠式样的量产机，黄妙音用的则是西水国的量产激素女士。看来他不想暴露出自己星魂将文仲的素人身份。宋云翔见状也主动进入了战场内，他刚好在这里可以测试一下新开发的威远石。1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3号试炼者蓝坤击杀数126，2号试炼者呼延信击杀数261，1号试炼者蓝邹击杀数425，4号试炼者黄妙音击杀数689，而宋云翔的击杀数则比他们高很多，足足已经达到了1000个。他尝试了一下组合多种武装在单机身上，虽然输出很棒，但对魂力的负担却简直大到离谱。就在他思索之际，面前突然出现了一道渐渐凝实的虚影，从那虚影身上散发出了强大的压迫感。宋云翔很快就猜出了他的身份，哪来的秃驴？莫非这就是素人复制体？我已经打到关底了吗？而接着其他人的面前也同样出现了素人的复制体。黄妙音的对手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妹子，呼延信的是一个身材健硕的青年，蓝邹的对手是一个浑身肌肉的大汉。蓝邹见状惊呼出声：“蓝敖大哥，真的是你吗？”复制体没有说话，挥手间便开始构装了起来。紧接着一个身背数十把武器的机体就出现在了原地，而他正是星魂将敖丙第9代的素人蓝敖，也是精通各种兵装的武器大师。此时在呼延发的心魔幻境中，他正在经历人生中最难忘的片段。新娘羞涩地提醒夫君：“咱们是不是该歇息了呀？”听到这话，呼延发激动的连忙就要揭开红盖头，而管理员胖头鱼恰好来到了这里。6号试炼者呼延发未能通过第1重试炼，判定为失败，失败者将在10秒后被强制踢出秘境。话音落下，呼延发的身影便缓缓消失在了这里。在北国边境的雪山中，一个雪人还在呼呼大睡，胖头鱼接着便出现在了半空中。5号试炼者张北也未能通过第1重试炼，判定为失败，失败者将在10秒后被强制踢出秘境。被踢出秘境的2人回到了现实世界，直接砸落在了神阶遗退的附近。守卫在旁的士兵立马围了上来，大胆贼人，立刻双手抱头趴在地上，听见没有？我数到3。呼延发清醒过后，连忙亮出了随身携带的玉牌。各位且慢，我是呼延家的长老呼延发，我们少主是麦金将军邀请来的客人，你们可以验证我的身份。士兵验证完毕后便解除了构装。抱歉，呼延长老，我们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不过还需要请您配合一下我们的调查。这边还有个人刚才和您一同出现，不知道和你们是敌是友？不对，不是人，好像是个妖族。听到妖族2字，呼延发立马跑过去查看了起来。莫非是那2个内斗的鲛人吗？他疑惑之际便低头望去，只见坑洞内出现的竟然是一个头生双脚、衣衫褴褛的女孩。与此同时，在敖丙秘境内的第2重试炼场地，构装出机甲的蓝敖随即发起了攻击。来至近前的他一跃而起，猛然朝着对方挥砍而去。蓝邹见状连忙后退，闪向了一旁。蓝敖大哥，我是邹啊，你不认得我了吗？蓝敖没有任何回答，他继续抄起武器攻向了对方。经过2次交手，蓝邹也察觉到了异样，不对，他太弱了，而且似乎境界和我一样被压制在了地阶后期。思索至此，蓝邹不禁长出一口气，徒有其表的唬人外表，实际上只是个连2成战力都发挥不出的垃圾。那么相同的境界的话，我也不是不可一战。他随后便借力跳到了半空中，整个机体在落下的同时开始高速旋转了起来。竟敢对我最尊敬的蓝敖大哥不敬，就让我以大哥的战绩来干掉你这个冒牌货！战绩，选我绞杀！话音落下，一个巨大的龙卷风就砸向了下方的目标。复制体蓝敖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他快速挥动武器施展了同样的大招，刹那间2道旋风便猛然撞击在了一起。2者接触的那一刻，震耳欲聋的炸裂声便响彻天际。画面来到呼延信这边，复制体蓝尊也开始了构装，紧接着一架浑身被火焰覆盖的机体就凝视而出。他是敖丙的第3代素人，也是舞动着双头龙的焰火大师。呼延信见状戏谑一笑，火焰吗？在自己面前简直就是在班门弄斧。他的4只手臂凝聚出数道金光击射而去，蓝尊闪躲的同时也开始发动了反击，两方随即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与此同时，在复制体出现的那一刻，黄妙音便行动了起来，他冷哼一声，率先发动了攻击。复制体蓝灵一跃而起，跳到了半空中。星魂构装，话音落下，手持双剑的机体便瞬间凝实。他是星魂将敖丙的第5代素人，被人称作冷酷霜雪的剑斗大师。黄妙音见状，手中幻化出一把光剑，身影飘忽间消失在了原地。再次出现时，他已来到了蓝灵的面前，双方紧接着便近身缠斗在了一起。此时画面来到了宋云翔这边，复制体蓝鲁千和的双手合十，随后一台紫色的机体便构装完成。他是星魂将敖丙的第6代素人，从不亲自出手，是操控背后4条龙骨边战斗的边刃大师。宋云翔见状顿时来了兴趣，这个八爪鱼形态倒是有点意思，来，我给你看个差不多的。随着他意念操控之下，绿色的机体刹那间就构装了出来，这赫然便是星魂将敖丙的逆鳞模式。星魂将敖丙的第1代素人终于登场，散发出来的威势直接将蓝坤压迫得跪倒在地。看着面前的对手，他顿时心神俱震，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那位伟大的无尽海之主，星魂将敖丙的初代素人，开创了龙海国的蓝瞳大人。构装完成的蓝瞳复制体冷冷地注视着对方，蓝坤心中生出一股深深的无力感。伟大的鲛人之王，我怎么可能战胜这样的对手？此时蓝瞳猛然挥动了手中的3叉戟，背后2条巨龙立马咆哮着冲向了对面。反应过来的蓝坤连忙一跃而起，下一秒刚才站立的位置就瞬间爆炸了开来，还没等他缓口气，巨龙就已经追到了身后，喷出的烈焰冲击直接将他包裹在了其中。与此同时，在宋云翔的战场上，蓝鲁复制体操控边刃与他展开了第1轮交锋。宋云翔游刃有余，不停地格挡，
在找准时机后，他立马发力挑飞了对方的武器，然后身形一闪便冲到了蓝鲁的面前，一记强有力的鞭腿瞬间踢了过去。反应不及的蓝鲁被击退数十米，才强行止住了身体。他随即发动了远程大招，4条鞭刃上泛着淡紫色的光圈，战技浊浪狂切。话音落下，鞭刃就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高速震动了起来。刹那间，由无数道残影组成的滔天巨浪便向着对方呼啸斩下。面对如此威势的攻击，宋云翔却表现得毫不在意，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叫火力压制。逆鳞模式。随着他一声大喝，身后龙头的位置随即凝聚出了绿色的能量，蓄力完毕的能量对着迎面而来的巨浪激射而去，接连不断的破空声一时间回荡不绝。在密集的火力压制下，巨浪顿时变得千疮百孔，支撑片刻后就彻底破碎消散在了空气中。剩余的能量直接对着蓝鲁攻了过去，他见状连忙跃起闪躲到了半空。此时只见宋云翔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原地，意识到不妙的他立马探查了起来。然而一道声音却突然在耳边响起：“在找我吗？”宋云翔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话音落下，他瞬间手持武器捅穿了对方的胸口。蓝鲁扭动着身体想要挣脱，宋云翔自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数团能量激射而出，全部招呼在了对方的机体上。做完这一切的他立马远离了爆炸中心，在刺眼的白光中，蓝鲁直接化成了飞灰。这一战很明显，宋云翔胜出。他捋了捋胡须，有些感慨，终究是复制体，恐怕发挥不出2成的战斗力。早知道他这么弱，都没必要用秘境核心的力量搞出一个星辰色的敖丙了，用微远视就足够取胜了。不过敖丙用起来还是挺顺手的。蓝坤啊，给点力，可不要辜负了老夫的一番厚望。这次我能不能复制到敖丙，可就看你的了。在宋云翔解除构装后，胖头鱼屁颠屁颠的凑了过来，恭喜尊上，贺喜尊上，尊上为何能使用星魂降敖丙？宋云翔听后随手指向了玉盒，哦，明白了，原来尊上是用秘境玉盒的力量。可是不对啊，就算您用了秘境玉盒的力量，但这台敖丙的颜色和样式我却从未见过呀，而且尊上驾驭敖丙似乎非常的熟练。见忽悠不过，宋云翔轻咳一声，连忙转移了话题，以变成了这个吉祥物的样子后，怎么说话语气和动作神态都变得蠢萌了。胖头鱼认真思索了一会儿，有吗？人家一直都是这样的吧，懒得管你，给我看看其他人那边怎么样了。收到命令的胖头鱼便把几人战斗的场景调了出来。宋云翔眉头紧皱地看向了蓝坤，这家伙该不会要挂了吧？也不知上一轮的时候他是怎么通过试炼的，我直接去现场看看是不是也可以。胖头鱼点点头回答，可以是可以，但您可不要在一时兴起乱插手了，先去坤仔那边看看吧，可别让老夫失望啊。随后一人一鱼便消失在了这里。此刻在蓝坤的战场中，遭受到数次重击的他连机体都无法维持，伴随着咳嗽喷出了大量的鲜血。就在他败局已定之时，一枚丹药忽然从上方掉落了下来，恰好掉进了蓝坤的口中。胖头鱼见状顿时气愤不已，尊上不是说好了不要乱插手吗？宋云翔老脸一红，尴尬的解释，老夫刚才不小心手滑了一下，掉了一粒丹药，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缓了一会儿，蓝坤随即站了起来，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魂力正在急速的恢复。奇怪，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似乎我还有一战之力。他紧接着便看向了上方的蓝瞳，为了表示对昔日龙海王的敬意，这次就让我以龙海国的星魂将来战斗吧。星魂构装。话音落下，一尊银白色的机体就出现在了场中，这正是龙海国的量产型星魂将巡海士。云翔饶有兴趣地看着下方的一幕，这是那个龙海国以君子剑为原型制造的量产机，这小子终于要拿出看家本领了吗？半空中的蓝瞳散发出了强大的压迫感，手中的武器挥动之际，2条巨龙便再次咆哮着冲向了对方。蓝坤眉头紧皱，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一把武器渐渐在手中凝聚成型，战技漩涡绞杀。随着话音落下，他就犹如一头猎豹般瞬间攻了过去，气浪在武器的高速旋转带动下形成了刚猛的漩涡。宋云翔见状感觉有些无趣，和那个谁一样的战绩，教人如此技穷吗？打来打去就只会这几招。漩涡的速度极快，转眼间就穿过巨龙，闪现到了蓝瞳的身后。他挥动武器立马斩向了下方，早有预料的蓝瞳复制体瞬间转身相迎，2把武器碰撞之下，刺眼的电光弥漫而出。蓝瞳随后发力，直接将对方逼退到了远处。蓝坤胸口能量不断汇聚，展开了下一波攻击，能量宣泄而出，轰然砸下。蓝瞳没有躲闪，抓住背后的披风，将自己护在其中。来势汹汹的能量并没有对他造成多少伤害，而这一切都在蓝坤的算计之内。等到蓝瞳撤去防御，才发现对方已经逼近到了身前。漩涡绞杀的战技再次发动，蓝瞳连忙挥动手中的武器格挡，可漩涡竟绕过他，直接冲向了下方，转眼间击中了其中一条巨龙。避击得手的蓝坤出现，落回到了地面上。蓝瞳随即控制仅剩的巨龙发动了远程攻击，早有防备的蓝坤瞬间扔出了武器，直接将这条巨龙打成了解体状态。蓝瞳见状便开启了大招，左臂抬起一团金色的能量不断凝聚，能量渐渐的越来越大，狂暴的闪电将这片空间尽数笼罩。蓝坤自然不会坐以待毙，眼睁睁看着对方完成。魂力剩的不多了，但应该还够再来一发。他随即将大部分魂力都汇聚在胸口处，紧接着战技龙吼炮发动，瞬间攻向了空中的蓝瞳。被打断施法的他再次抓住了披风防御，蓝坤抓住机会迅速攻到了眼前，两人随后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近身搏斗。宋云翔在一旁看得直摇头，实在没啥意思，还是看看其他人那边吧。4块光幕显示着另外几人的战斗，王妙音这边已经轻松取胜，呼延信虽然还在苦战，但似乎逐渐占据上风。兰州的行为就比较恶劣了，明明已经胜出了，却还在不断的踩踏恶心对手。第2重的试炼基本接近了尾声，宋云翔摸了摸下巴，看向了旁边的胖头鱼小兰啊，其实其他几个也都是陪跑的而已，对吧？最终敖丙的素人，你还是会在2位鲛人之中做出选择。胖头鱼眉头一挑，以为他想要干涉结果。宋云翔摆了摆手，呵呵一笑，
放心，选谁对我来说都一样。不过第三重试炼以互斗的形式也实在太无趣了，你不觉得只是以决斗来决定女族至宝的传承，也实在太草率了吗？胖头鱼听后感觉有些道理。那尊上的意思是？宋云祥嘿嘿一笑，便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呼延信这边的对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他展开防御，直接向着对方冲了过去，四只手臂同时挥动之下，瞬间将复制体打得陨落当场。随后呼延信便解除了构装，真是一场苦战啊！若有机会，真想与这个复制体的本尊战上一战。试炼者呼延信通过第二重试炼，随着胖头鱼的声音落下，他的身体就渐渐虚幻消失在了这里。胜出的试炼者陆陆续续的回到了之前的场地。那个老家伙是哪来的？之前好像并没有见过他。呼延信虽然有些诧异，但并没有多想。这时一道白光忽然闪过，下一秒气喘吁吁的蓝坤就现出了身形。恭喜诸位顺利通过第二重试炼，诸位将即刻进入第三重试炼，请做好准备。第三重试炼开始。话刚说完，眼前的场景就切换到了西部无尽海龙海国的龙尾城中。此刻无数的凶兽大军正在进攻这座城市，巨大的传送阵直接将众人一起传送到了这里。呼延信警惕的四处张望，蓝坤则怒气腾腾的看向了不远处的蓝邹。你这个混蛋！他说罢就朝着对方冲了过去。蓝邹轻松躲过了他的攻击，随即反手抓住手腕将其摔落在地。白痴，你以为你能是我的对手吗？就在这时，一道警报声传入了众人。光幕缓缓消失，周围的场景也尽收眼底。这是龙海国市井的号角声。这里是龙海国。蓝邹和蓝坤反应过来后，顿时面色大变。不好，是凶兽，是兽潮！胖头鱼接着便介绍了起来。诸位试炼者，这里是现实世界的龙海国。诸位第三重试炼就是要从这次兽潮中守护这座龙海国的海港小城。龙海国位于东大陆西侧的无尽海，是由鲛人一族在帝国扶持下为地狱海中凶兽而建立的诸侯国。帝国分裂后，龙海国凭借崛起的军事实力，逐渐成为了能够与人族诸国平起平坐的强国之一。龙尾城是龙海国南部的防御型要塞城市，这里曾是几百年前鲛人一族抵御无尽海兽潮，守卫龙海国国门的最前线。此刻，无数的海上凶兽大军集结在了岸边，城墙上的鲛人立即组织起来，开始进行抵御。三营负责保护百姓撤离，一营、二营随我出城迎战，争取时间。随着指挥官一声令下，众人便悍不畏死地冲向了城墙之外。此刻，被传送过来的试炼者还处在懵逼的状态中。蓝坤不敢置信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莫非我们又陷入了心魔幻境中了吗？旁边的蓝邹先是把他拉了起来，然后砰的一拳就将他打飞了出去。这感觉似乎并不是心魔幻境，但若这里是现实的话，为什么我依然被压制在地阶境界？蓝邹环顾周围，在心中开始盘算了起来。很快就发现了不远处的呼延信，该死的呼延家小鬼！和你们的账等下再算。不知道哪里来的奇怪老头，之前也没看到过他，一副虚张声势的样子，该不会是路过的难民被意外卷进来了吧？真是晦气，那个女人应该是这里最强的人，等下盯紧她肯定没错。黄妙英纵身一跃，便跳到了高处的石壁上，眺望发现凶兽大军无穷无尽，一眼都看不到边。这个数量的凶兽只凭这些士兵，恐怕坚持不了多久吧？难道是为了给居民撤离争取的时间吗？那个人为什么有种熟悉的感觉？就在他疑惑之时，胖头鱼的虚影缓缓出现在了众人上方。各位试炼者，这里是现实世界的龙海国，诸位第三重试炼的内容就是要从这次兽潮中守护这座龙海国的海港小城。为了防止诸位乱来，我会给你们带上一个项圈，这个项圈会爆炸的。诸位试炼者请千万不要擅自脱离试炼区域哦。第三重试炼任务细则如下：第一，支援鲛人士兵；第二，保证居民撤离；第三，击杀凶兽。话刚说到这，突然被蓝邹打断了。胖头鱼，你给我等一下！胖头鱼听后眉头一挑，大胆无礼之徒，竟敢在我尊贵的传承守护者小兰大人面前如此放肆，扣分处罚，丁扣除250分。等下，逆境试炼应该是为了决胜出星魂将敖丙的素人吧？这样的任务怎么才能确定出最后的胜者？对于蓝邹的疑问，胖头鱼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连忙询问了尊上宋云祥，于是便通过意念将规则告诉了他。存活鲛人士兵和撤离的居民都会给予各位试炼分数，击杀凶兽也会获得试炼分数，诸位在前2次试炼中获得的成绩也会折合成试炼分数，最后会根据诸位的总分数，由小兰大人我亲自裁决出敖丙的素人。好了，尔等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那么第三重试炼开始，祝各位顺利活到最后。说罢，他的身影便消失在了这里。与此同时，在龙尾城中，居民在士兵的保护下正在慌忙撤离，半空中的凶兽随即展开了攻击，一道红色的能量呼啸着砸向了下方，剧烈的爆炸将数十米的范围都笼罩在内。地面上的士兵对上方的凶兽没有太多克制的手段，只能眼睁睁看着攻击不断落下。一道攻击轰在城墙上，落下的碎石挡住了居民出城的道路。此刻他们犹如瓮中之鳖般无处可逃。就在情况危急之时，一把长剑突然旋转的划过夜空，直接将凶兽的脖子斩成了2半。被命中的凶兽砰的一声爆炸了开来。黄妙英一跃而起，接住了抛出的武器，击杀凶兽的积分随即到账，丁加100积分。心有余悸的居民全都感激地望向了他。黄妙英随后便纵身跳到了地面上，他的右手抬起抓向了面前的巨石，魂力涌动之下，紫色的能量瞬间将巨石轰成了渣渣。见此一幕，周围的士兵和居民震惊得目瞪口呆，反应过来后才迅速向城外逃了出去。此时在另一边的海岸防线上，巨大的海兽如潮水般扑向了挡在前方的士兵。士兵们虽然悍不畏死，但在庞大的数量压制下只能节节败退。一名士兵眼看就要命丧当场，这时一把造型奇特的武器猛然斩下，直接刺在了凶兽的眼睛上面。吃痛之下，他扭动身体剧烈挣扎了起来。周围的士兵见状连忙一拥而上，有士兵看向了武器丢出的位置，只见远处的海岸边一尊银色的机体正注视着这边，身后还站着几尊形态各异的机体。巡海士
是自己人。这个是呀，是我们龙海国的2等勇士。与此同时，在天都国南州边境的永安城内，原本重伤垂死只剩下了1个月寿命的宋秉川，在服下了宋云祥提供的5星丹药后，体内的伤势也暂时恢复了一些。他凝神静气，在院落中活动了起来。刚比划没2下，却突然吐出了大口鲜血。一旁的宋老爷子见状，连忙上去搀扶。宋秉川却摆摆手，表示没关系，无妨。吐出这口陈年淤血，老夫舒爽多了。云祥这小子给的丹药可真是妙啊！说罢，他随即挥舞手臂拍出一掌，数十米外的大树在气浪冲击之下，竟出现了一个清晰的手印。真没想到，只是5星丹药就能暂时让老夫恢复到这个程度，不但身体的痛苦得到了极大的缓解，魂力也能做到接近收放自如。呵呵，还以为老夫早已无惧生死，没想到此刻却是如此盼望着云祥小子的续命之术，真是可笑啊！见他生龙活虎的模样，宋敬中也放心了不少。他随即询问起了旁边的宋牧，云祥那边有没有消息？去寻找炼丹药材是否顺利？宋牧恭敬地回答：侯爷，根据云祥少爷最后一次传来的消息，他应该顺利到达了夏玉国的沙雕城。阿金的2组正在跟进那边的情况，我叫他过来一下。话刚说完，耳旁就传来了宋秉川的大笑声。活动活动，筋骨舒坦多了。好了，你们忙吧，老夫先回去了。宋敬中几人闻言连忙拱手相送，电梯门缓缓合上。宋秉川捋了捋胡须，再也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真是没想到啊，老夫还能有延寿的希望。呵呵，那些老东西再次看到新魂将曹仁展翅翱翔的英姿，又要被吓到屎尿横流了。天都城地灵秘境，我宋秉川要回来了！哈哈哈！嘚瑟的笑声传到了几人耳中。宋金皱了皱眉，有些尴尬。三太爷他老人家似乎心情相当不错呀。宋敬中点了点头。凤凰涅槃即将浴火重生，心情又如何能不好啊？别看三叔他老人家现在对咱们一副和和蔼蔼的样子，要知道他年轻时可也曾鲜衣怒马聊轻狂，他的狂傲不羁在整个天都国都一时无两，毕竟那是曾经镇压了一个时代的天才人物啊。宋金沉思了片刻，我听我爷爷说过，三太爷他老人家是个宠妹狂魔，为了太妃娘娘，可没少揍当年的天都帝。就在几人闲聊之时，隐卫2组的组长阿金来到了这里，见过侯爷，见过2位总管。宋老爷子随即摆了摆手，免礼，说说云翔那边什么情况吧。阿金于是便将探查的情报讲述了出来。我们2组已经在沙雕城布置了密探，沙雕城因为不久前出现的神界一退一直处在戒严当中，虽然我们还没有查到云翔少爷的行踪，但神界一退附近发生了购装械斗事件，据我们的密探调查，有龙海国的鲛人出现，猜测云翔少爷也卷入了其中。宋老爷子听后便看向了宋母，这样吧，你立刻安排1组精锐赶往沙雕城，带上徐老他们送来的新型魂将符，做好随时接应云翔的准备。宋母闻言连忙应了一声，能看到那边现场的情况吗？阿金回答可以，接着便联系起了隐藏在沙雕城的组员。此时在夏玉国神阶一退的附近，一名密探正隐藏在10几里处暗中观察。在收到阿金的指令后，他便将画面传输了过去。画面中一道金光从半空中呼啸砸下，尘烟散去之后，呼延信的身影出现在了坑洞之中。他气喘吁吁地尝试活动了下身体，我没死吗？项圈也没了，果然刚才还是身处在秘境之中。听到动静的呼延发见状连忙跑过去，少主你没事吧？太好了！打完招呼后，呼延信这才有时间观察四周，发现目前的位置还是被吸入鲛人族秘境的地方。呼延发尴尬地挠了挠头，对，就是这里。我在第1重试炼失败被刷了下来，被踢出秘境后就出现在了这里，我就一直在这里等少主了。秘境的时间流速和外面不一样，现在距离咱们被吸入秘境只过去了1天半而已。现在麦金将军已经设下了埋伏，咱们要和他们合作在一起埋伏之后出现的人吗？呼延信摇了摇头，表示不必，咱们离开这里。等等，在我之前，只有你一个人出来了吗？呼延发闻言指了指城内的方向，还有一个和我同一时间出来的妖族小妞，不知道什么来路，一直在昏睡状态，已经被守卫抓去麦家的地牢了。听说麦家的4少麦铁公子比较好这口。对了，少主，你是怎么失败的？呼延信听到这话，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幕幕与凶兽战斗的画面，最后不敌被束缚住撕成了碎片，那种死亡的真实感，他实在是不想再经历一遍了。敖丙秘境第3重试炼正式开始，试炼者陆续加入了战场对抗凶兽大军。蓝坤挥出武器后，便脚下借力一跃而起，瞬间跳到了凶兽的背上。他拔出武器，猛然一击划过，凶兽坚硬的外壳直接被一分为2，救下守卫和击杀凶兽的分数随即到账，他的得分直接来到了330分。蓝坤接着便再次纵身一跃，主动向凶兽群中冲了过去。后方的蓝邹看到这一幕，不禁眉头紧皱，可恶啊！蓝坤那小子还带了巡海市的魂将符，老子刚从浴场出来，身上就只带了这个夏玉国的破烂杂兵机。他随后转头扫了眼旁边还没行动的2人，天都国的威远士和呼延家的特装型。娘的，同境界下最弱的就是我这台了，不行，我得想办法拖一下他们的后腿。思索至此，他便信心满满的开口，呼延家的小子还有那个谁，不如咱们先摒弃前嫌联盟一下如何？呼延信听后想都没想直接拒绝，大可不必，阁下这种对同族至亲都能下手的妖品，我可信不过。说罢他就蓄力猛然跃起，径直的朝着下方冲了过去。蓝邹尴尬的看向了宋云翔，那谁？你怎么说？宋云翔理都没理他，直接转身走向了城内。这谁和那个女人都朝城内去了？莫非保护市民还能比击杀凶兽更容易赚分数不成？管他呢，反正既然规则是分高者得，我只要想办法在得分的同时减少他们的得分就对了。下方的呼延信已经进入了战斗状态，他警惕地瞥了眼还未行动的蓝邹，那个一脸猥琐的鲛人似乎在打什么不好的主意，我得小心一点。长得很像龙虾的凶兽挥舞着大钳子朝着他砸了过去，呼延信双臂格挡的同时也开始了反击，背后一架小型炮台随即瞄准了对方。
砰的一声，金色的光束直接贯穿了凶兽的身体。击杀凶兽获得的80分紧接着到涨。击杀一只小怪有80分吗？这种小型的2期凶兽似乎只有钳子比较硬，而且好像不太擅长应对远距离的射击攻击。他随即再次使用远程攻击测试了一番，洞穿一只凶兽的同时还间接救下了周围的士兵。看来救援一个龙海士兵是50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故意将他们逼入绝境，然后一直靠这个救援刷分数呢？虽然我呼延一族和这些海鲜是世仇，但对于挺身而出保家卫国的战士，应该给予起码的尊重和敬意，还是堂堂正正靠击杀凶兽赚取分数吧。想到此处，他就跃到半空，4个小型炮台同时开启，利用空中优势直接实施了快速打击。一旁的蓝坤正在与凶兽缠斗，这时远处的金光激射而来，将他脚下的凶兽瞬间洞穿。蓝坤转头看去，顿时惊讶不已。兰州王叔，他竟然会帮我，多谢王叔了。兰州见状有些无语，白痴，还多谢？这小傻蛋，我是在抢你人头啊！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凶兽大军从水下爬了出来，其中就有一些类似海胆的凶兽。在最后方巨龟的一声吼叫下，这些海胆凶兽随即撑开了自己身上的外壳，露出了里面密密麻麻如眼睛的圆球，每个圆球的中间都有一个圆洞。砰的一声，无数道激光从那圆洞中爆射而出，直接将整个海岸都笼罩在了其中。蓝坤3人见状顿时面色大变。此时在龙尾城内，士兵们正在安排居民迅速撤离，多亏了那位仙子相助，帮我们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啊！黄妙英静静地站在高处守护。不好，有大批飞空凶兽从南边过来了。听到这话，黄妙英连忙警惕了起来。果然发现大量的飞行凶兽正快速来到了这里。黄妙英见状眉头微皱，虽然都是些蝼蚁，但数量一多起来，只是用素女士还是不太好应付。就在她思索之际，一道狂暴的流光突然从远处闪过，直接轰在了半空中的凶兽群上，整齐的队伍顿时乱作一团。凶兽不停地盘旋，寻找着胆敢对他们攻击之人。下一秒，一道紫色的光线再次击射，命中了一只。黄妙英感受到其中的能量，顿时惊诧不已。好强烈的魂力光束，几乎堪比始元星魂将的攻击。等等，这个魂力波动。此时凶兽也终于发现了攻击的来源，他们迅速集结对着下方冲了过去。然而爆炸却接连不断，如烟花般绽放，造成的冲击直接减缓了他们的速度。下方发出攻击的人正是宋云翔，随着凶兽死亡，分数也随之倒涨。他眉头一挑，看向了上方，一只蛤蟆都有80分，一只毕方只给100分。小蓝社的平衡度还是不太行啊，飞行凶兽可是很难被打到的。一旁的黄妙英惊讶过后，便迅速攻向了半空的凶兽，手中2柄利刃瞬间挥出，直接近身将毕方的翅膀斩成了2半。被重创的毕方一声悲鸣，飞速向下方坠落，眼看就要砸中地面上的平民。就在这时，一道狂暴的箭矢光束呼啸而过，将下坠的凶兽击杀射到100米开外。虽然救下了这群平民，但却只给了击杀分100，被救下的那些人并没有给分。小兰这家伙的设置真是漏洞百出。听到宋云翔的抱怨，胖头鱼嗖的一声就出现在了他的身旁。尊上，这个锅我可不背，这可是尊上你自己说的。宋云翔闻言顿时尴尬不已。此时远处又有大批凶兽飞来，而且每只地方都带着一个虾蟆，显然是打算将2期凶兽空运进城内一起进攻。转瞬间，数只虾蟆就落到了平民群内。宋云翔为了不伤及平民，只好把破天弓转变成破天爪，展开了一场近战厮杀。破天爪加上方天画戟，再加上他如鬼魅般的身法速度，这几只虾蟆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身首异处，大量的分数在宋云翔的头顶飘过。这一幕引起了胖头鱼的不满。我说尊上啊，您之前不是说这样修改了第3重试炼，是为了选出真正能守护鲛人未来的勇者吗？可现在您的得分比他们俩加起来都高，而且为什么一直是尊上在各种出风头装逼表演啊？听到这话，宋云翔尴尬一笑，我这不是趁着难得的机会，想多做一些数据测试吗？对了，你干嘛一直在这里啊？去好好盯着你族那2个鲛人的表现啊！与此同时，另一边海岸防线外，在凶兽密集的火力攻击下，众人不得不暂时躲避。这种射线攻击不分敌我，很多虾蟆都惨死在了当场。众人趁着攻击的冷却时间，立马发动了反攻。鲛人族的士兵负责组成防御方阵，一起抵挡凶兽发出的射线。蓝坤则利用攻击的空档，把握机会进行击杀。他一跃而起，猛然抛出了手中的武器，然而信誓旦旦的一击却被凶兽直接夹住。蓝坤手中2柄长刀幻化而出，瞬间靠近斩断了凶兽的前爪。这样一来，凶兽没有盔甲保护的胸口便暴露了出来。就在蓝坤想要一举将对方击杀之时，蓝邹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战场之中，利用战技旋我绞杀抢下了这颗人头。不好意思啊，蓝坤大侄子，先赢的是纸，后赢的是钱，我最喜欢捡漏了。嘲讽一番后，他就再次遁地消失在了场中。另一边，呼延信正与一只射线凶兽交战，但他的攻击对凶兽的外壳根本无法造成有效的伤害。该死，这东西会收缩甲壳来防御远程攻击，若是没有破甲手段，难以对他造成重创。就在他郁闷之际，蓝邹突然快速靠近，闪身发动了偷袭。他手持利刃冲到了呼延信的后方，给老子去死吧！呼延家的小王八蛋！说罢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瞬间斩了下去。面对蓝邹的突然袭击，慌乱的呼延信立马闪开了距离，一击无功的蓝邹紧接着又一脚踹了上去，打完就跑，把猥琐发挥到了极致。呼延信气得只能原地抓狂，他不仅要提防着蓝邹的偷袭，还要对付周围的射线凶兽。不过好在很快就发现了射线凶兽的弱点，直接对准凶兽的腹部将其轰成了碎渣，300积分随之到账。
此时他的得分已经达到了790分。调整片刻后，呼延信再次攻向了周围的凶兽，不知道远处那只巨大的怪物会有多少分呢？只有这么一只，恐怕击杀它才是赢得这场试炼的关键。此时远处的兰邹悄悄探出了地面，那只龟吗？如果能把它引过来的话，嘿嘿，想到此处，他便再次隐匿了身形。与此同时，城内的战斗也进入了白热化。宋云祥主要负责击杀地面上的虾蟆，而半空中的毕方则交给了黄妙音。宋云祥通过观察发现，黄妙音好歹也是活了近100年的老牌圣阶，怎么感觉他并不擅长应对城市中爆发的兽潮？该不会在这几十年里，他只是在闭关修行吧？不过他会首先选择来保护撤退的群众，倒是出乎我的意料，而且能看出他已经开始学着，尽量避免在战斗中误伤到周围的群众了。思索之际，一只虾蟆从天而降，刚好落在了他的上方。宋云祥挥舞方天画戟，将其斩成了2半。凶兽的攻击暂时告一段落，黄妙音警惕地来到了宋云祥的身旁。阁下究竟是什么人？宋云祥闻言呵呵一笑，别紧张，如你所见，我只是一个被不幸卷入秘境的普通路人。黄妙音挥出武器指向了他。之前在西城区我就隐约觉得有点不对劲，莫非阁下当时就隐匿身形跟在我们身后？听到这话，宋云祥眉头微皱，按理说我的隐匿手段，仅凭他一个圣阶6重，应该是察觉不到才对。呵呵，事后诸葛亮，想诈我是吧？黄妙音继续说出了自己的猜测，而且在神阶一退之时，那鲛人之所以能从降龙锥中脱困，抢得先机开启秘境，恐怕也是阁下在暗中相助吧？阁下莫非是那鲛人的盟友？宋云祥自然不会承认，立马转移了话题。别瞎猜了，我和他们几个都是第一次见而已，至少在目前这个试炼中，咱们可都在一个阵营，不是吗？先同心协力抵御兽潮，完成这个试炼再说吧。我去东门看看，西门就交给你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黄妙音陷入了沉思。被卷入秘境之前，我竟然没察觉到此人的存在。此人的修为若不是在我之上，恐怕就是有着什么特殊手段。而且那个魂力波动，为什么我会觉得有一种亲切感？等下，要说到特殊的隐匿手段，难道他是阵法师？宋云祥不想跟他过多纠缠，来到高处的他打开秘境面板查看了起来，很快就发现了不对。现在有3人在抵御兽潮的海滩防线，1人在城内保护难民。按理说以那3人的战力，海滩防线应该还能坚持一会儿啊。疑惑的他把胖头鱼召唤了出来，询问他怎么南门防线那边崩了。按理说不应该呀，那边什么情况？说到这个，胖头鱼就来气，那个叫兰邹的我族小辈简直不干人事，真是海族之耻。这狗东西不但不去正面抗敌，还在背后搞小动作拖队友后腿，抢分偷袭，简直无耻。宋云祥听后呵呵一笑，你看，所以为什么我要修改第3重试炼的规则吧？你觉得星魂将交到这种人的手上，他会肩负起守护你族的责任吗？胖头鱼气得冷哼一声，我决定要让这家伙出局。尊上，我觉得可以结束试炼了，就定另一个鲛人小辈作为传承者吧。宋云祥听后挥了挥手，表示不急，还是有始有终看看正常试炼的结果吧。不过倒是可以加速推进一下，已经逃出5、6成的居民了。放关主吧，进行最后一个环节。收到指令的胖头鱼立马行动了起来。宋云祥随后也动身赶往了城外。此时有一些漏网的凶兽已经攻到城墙之下。兰坤虽然心急，但终究分身乏术。该死，防线还是崩溃了。不知道城内的鲛人同胞是不是都已经安全撤出龙尾城了？远处海面上的巨龟凶兽这时发出一声吼叫，身体也跟着缓缓移动了起来。见此一幕，呼延信愣神了片刻，趁着他愣神，兰邹果断抢下了凶兽的人头。反应过来的他气愤不已，兰邹忍不住嘲笑了一番：白痴，战斗中还东张西望，活该被抢怪。说罢，他就冲着海面上的巨龟发动了远程攻击，紧接着身体便再次钻进了地面下。被挑衅的巨龟发出了愤怒的咆哮，虚化的音浪顿时向四周荡漾而去。下一秒，大量凶兽就停下了动作，转身向呼延信的位置攻了过去。见此一幕，呼延信立马仓皇而逃。那只凶兽在指挥他们，该死的鲛人竟然阴我！此刻周围已经没有退路，还没跑出几步的他就被团团围住。远处的兰坤见状想要去支援，这时兰邹却突然出现喊住了他。兰坤王侄，王叔我有个好主意，趁那个呼延家的小子吸引了怪群，现在可是去击杀那只巨龟的好时机啊！你想想，那只独一无二的巨型凶兽，分数肯定非常可观，而且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但兰坤却没有理会他，纵身一跃就去支援起了呼延信。我去，这小傻瓜竟然不上当，难道看穿了我的阴谋不成？可恶！算了，先藏在暗处再找机会吧。兰邹思索至此，便钻进了地面下。另一面，呼延信还在凶兽的攻击下苦苦支撑。面对无穷尽的凶兽，他被撕碎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就在他能量即将耗尽之时，兰坤手持武器猛然从天而降，一声大喝后便悍不畏死地冲入了战场。有了他的相助，呼延信顿时压力大减。两人虽然身处敌对阵营，但这一刻却默契地把后背交给了对方。休整片刻后，他们就主动对着凶兽发起了进攻。城墙上的胖头鱼正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宋云祥此时也从城内赶到了这里，胖头鱼便将现在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遍。在第3阶段启动后，海岸防线就几乎崩溃了，现在只剩下这两人还在勉强死守。宋云祥听后点点头，眺望了远处的战场。在兰坤和呼延信的联手之下，周围凶兽一时间死伤惨重。对于他的相助，呼延信很是感激，真诚地感谢了一番。没想到我呼延信会有一天和鲛人族的战士并肩作战，而且会把后背交托给对方。兰坤面色凝重地回答：现在海岸防线已经几乎崩溃了，但只要能多杀一只凶兽，
就能为城中的居民多争取一点时间。可我们还处在得分规则下的竞争关系，如果这里只是秘境生成的幻想，那你岂不是亏大了？兰坤听后摇了摇头，我们的身后还有数万居民，无论这里是幻境还是现实，我的原则都会贯彻到底。即使深受的不是龙海国的城市，不是鲛人一族的百姓，换作是下狱迷伦的城池，天都溪水的百姓，你也会如此吗？听到呼延信的话，兰坤认真的点点头，回答没错，国与国为了利益战争，战士与战士赌上荣誉厮杀，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百姓是无辜的。面对受潮，人族也好，妖族也好，国家也好，都应该摒弃成见，同仇敌忾。呼延信听后呵呵一笑，你这家伙有点意思。这一幕被远处的宋云祥尽收眼底，对于兰坤的表现他很是满意。要不就他吧。胖头鱼摇晃的身体回答，我看行。与此同时，在龙尾城的西门，黄妙音收到了提示，居民救援任务已结束，圣阶凶兽即将开始攻城，请所有试炼者快速前往南岸防线集合，共同对抗圣阶凶兽。黄妙音听后随即便行动了起来，可他的心中却很疑惑，圣阶凶兽这种战力的怪物，基本只有出动圣阶强者或者始源星魂将才能一战，只凭这几个修为被压制在地阶的试炼者，真的能敌得过吗？但无论如何，也不值得暴露出星魂将文重，先静观其变吧。此时凶兽大军已经来到了城门不远处，守卫城墙上的龙海国士兵迅速部署，开启了火力密集的远程攻击。这种攻击有效地减轻了凶兽的压力，在剧烈的轰炸之下，城墙周围的凶兽死伤大片。将领随即带领着士兵一跃而下，对着残存的虾蟆开始了清除。不久后，黄妙音来到了宋云祥的身旁，两人简单的打了一个招呼。看着下方惨烈的战斗，黄妙音不由得感叹了一句：凭这座城的战力，根本不可能阻止那只圣阶凶兽，即使加上几个试炼者，也不过杯水车薪。这场试炼究竟有什么意义？真的是为了凭得分选出胜者吗？宋云祥听后意味深长的开口：如果我告诉你，不久之后南荒联合防线即将爆发一场规模是这次1000倍的兽潮，你信吗？黄妙音听后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神色，怎么可能？即使是眼下这种程度的兽潮，西水国的历史上都还没有出现过。如果是1000倍的话，那仅凭天都的铁壁和西水的青药军那几千战士，南荒长城根本守不住。宋云祥点了点头，没错，那一波兽潮直接吞没了南荒长城，铁壁军、赤鸾军、青药军数千将士全部战死，天都的南州和西水的山左道都彻底沦陷，千万百姓在这场灾难中无辜枉死，危言耸听。我凭什么相信你？你就当做我能预知好了，空口无凭，我可以让你看一看未来的惨状。宋云祥说罢，便使用秘境愈合的力量，将自己记忆中的画面直接投影到了黄妙音的识海中。唰的一声，无数碎片化的记忆忽然出现。黄妙音虽然不相信，但还是仔细观看了一番。只见数只圣阶凶兽突破了铁壁长城，他们随后便大举进攻了南州的永安城，无数居民流离失所，惨死在了铺天盖地的凶兽口中。整个城市如同末日一般惨绝人寰，一声声惨叫哀嚎在废墟的掩埋下渐渐消散。片刻后，黄妙音气喘吁吁地退了出来，简直就是人间炼狱，绝对不可以。对了，全城呢？全城有圣阶镇守，应该会出手。宋云祥摇了摇头，据我所知，全城并没有圣阶出手，整个西水国难道都被兽潮吞噬了？覆巢之下，全城又岂能独活？你说不久之后，究竟是多久之后？宋云祥认真的回答，还有不到2个月。黄妙音闻言顿时愣在了原地。等等，如果不是被这个神阶一退的消息耽误，按照原计划，为了助素尼突破圣阶3重，此时我们应该已经前往神都进行至少3个月的闭关。难道他所说的预知能力所言非虚？可我的内心深处为什么会这么愿意信任这个人说的话？他的魂力波动为什么会给我一种莫名的信赖感？就在刚刚，他将兽潮来袭的消息告诉了黄妙音。黄妙音在见识到未来的惨状后震惊不已，那种数量的圣阶凶兽，那种规模的兽潮，只靠我和素尼2个圣阶，加上全城与皇家的战力，恐怕也难以扭转局势。我需要你拿出证据，我不可能只凭你的几句话和几个画面就调遣西水国的兵力。宋云祥听后摇了摇头，抱歉，我拿不出什么证据。到底是什么人？如果你连身份都不可告人的话，你让我如何相信你？又如何用你说的这一切去说服女帝和朝廷？宋云祥沉思了片刻，重生的秘密肯定不能暴露，既然如此，只能想办法骗一骗他了。抱歉了，司空前辈，借你的身份一用。思索至此，他便解除了机体构装，然后把魂力波动故意换成了跟司空井一样的。黄妙音瞪大了双眼，有些不敢相信，这熟悉的魂力波动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激动的他连忙解除了构装，然后仔细的再次确认了一番，没错，就是自己的父亲。往事的一幕幕顿时涌上脑海，黄妙音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思念之情，喊了声阿爹就扑到了对方的怀中。此刻他仿佛回到了数十年前的小时候。就在两人相认之际，城墙下的战斗也接近了尾声，无数的凶兽尸体堆叠在一起，犹如一座小山。蓝坤和呼延信大口喘着粗气，显然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但依旧有源源不断的凶兽悍不畏死的冲了过来。呼延信看着并肩作战的蓝坤，目光中露出了一丝欣赏之色。实不相瞒，我的魂力已经所剩无几了，试炼得分什么的先暂且不论，不过有你这家伙作为队友，还是挺可靠的。蓝坤淡然一笑，我也没想到有一天会和呼延一族的人并肩作战，可惜，看来这场试炼我们都将止步于此了。呼延信望向了巨龟，提醒道：“看到那个东西没有？之前在远处的时候还没有感觉到它的恐怖，这恐怕不只是天阶强度，可能至少有圣阶以上。”听到这话，蓝坤顿时心生不妙：“什么圣阶？可恶，在圣阶面前我们根本就无能为力。”呼延信战意昂然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别放弃，第2重试炼的时候，我们面对星魂将敖丙的复制体，不是也坚持过来了吗？而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我们呼延一族一直以来的立誓信条。即使到此为止了，我也要和最强的那个敌人斗上一斗。”
蓝坤闻言认可的点了点头，你说的对，身为鲛人一族的王子，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攻破城墙，屠戮我们龙海国的百姓。即使战死，王族和战士也应该死在百姓之前。我来做诱饵，吸引他的注意力，你伺机行动。呼延信摆了摆手，否决了这个提议。不，我的机体行动性和远程手段比你好一些，我来吸引他的注意力。你的机体爆发力强，你负责找机会给他致命一击。而且归根结底，这个鲛人族的传承试炼也是因为我的插手才导致横生意外。如果运气好，真的能够拿到这只怪物的得分，那我希望是你。说罢，他便不顾蓝坤的反对，一跃而起冲了过去。蓝坤见状，只好跟在身后找机会行动。二人迅速飞掠，朝着巨龟的方向行进。刚刚靠近巨龟，就发出了一声震天的咆哮声。在这咆哮声中，周围的射线凶兽立马展开了攻击，刹那间密集的射线便朝着呼延信呼啸而至。不过呼延信的机体灵活度还算不错，不要管他们了，我去将怪群引到头部，你从尾部找机会。听到呼延信的话，蓝坤立马向巨龟的侧方绕去。呼延信无差别地攻向了周围的凶兽群，眼看凶兽越聚越多，他便不再耽搁，身形一闪，跳到了半空中，一发炮弹对准巨龟轰然砸下。然而炮弹刚刚近身，就被巨龟的2条触手瞬间击溃。呼延信见状，顿时震惊不已，触手击溃炮弹后没有停留，对着他就抓了过去。身在半空的呼延信还没有所反应，就被立马擒住。紧接着又有数条触手伸出，全都抓在了他的4肢躯干上。完了，不过至少没有死在那些小喽啰手里。他闭上双眼，等待着死亡的到来。下一秒，身体就如五马分尸般被肢解，爆炸的火光瞬间弥漫在了半空中。呼延信以身犯险，主动吸引了巨龟的火力，不出意外，直接陨落在了当场。蓝坤见状，立马提起武器，趁机发起了进攻。多谢你创造的机会，我不会让你白白牺牲的。眼看攻击即将命中，可就在这时，蓝邹突然从地底钻出，迎面一脚就将他踢到了远处，接着立即发动了战技漩涡绞杀，瞬间攻向了毫无防备的巨龟头颅。一击得手之后，蓝邹得意的大笑了起来，赢了，这泼天的巨额得分是老子的了。一旁的蓝坤见状，顿时愤懑不已，但拥有圣阶实力的巨龟怎么可能会这么简单被击杀？被偷袭命中的他随即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怒吼。与此同时，退出战场的呼延信在秘境中苏醒，他本以为会被直接传送到外界，可项圈还在，显然试炼还没有结束。就在他疑惑的时候，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块半透明的面板。2号试炼者，红色4手黄毛男，第1重试炼得分800，第2重试炼得分1100，第3重试炼得分3260，其他得分非鲛人族扣1万分，总得分负5160。未获得传承资格。呼延信刚看完眼前的信息，脑中就传来了一阵剧痛，紧接着南荒受潮的画面就大量涌入了他的脑海中。他喘着粗气，有些不敢置信。没等他反应过来，胖头鱼就出现在了眼前。2号试炼者呼延信出局，将在0.5秒后被强制踢出秘境。随着话音落下，呼延信的身影就渐渐消失在了这里。胖头鱼歪着脑袋思索了片刻，不知道为什么尊上要给他看那些，不过任务完成了，回去复命吧。此时在南门城墙上，宋云祥伪装成司空景开始忽悠起了黄妙音。为父并没有夺舍或者重生，这个叫宋云祥的肉身只是接受了为父的阵法传承时带入了一缕残魂。黄妙音听后喜极而泣，那之前在沙雕城真的是阿爹一直跟在我身后吗？我早就应该想到的，只有阿爹的阵法造诣才能创造出遮蔽圣阶神识的阵法。宋云祥脸不红心不跳的点了点头，没错，本来这个宋云祥是意外来到沙雕城，因为看到了你对你的执念，才使得为父的一缕残魂被激活。在这个秘境之中，为父凭借阵法手段获取了一些权限，所以才能这样现身与你相见。等到离开这个秘境，为父的这缕残魂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消散。听到这，黄妙音立马激动地抱住了他。那我们一直留在这个秘境里不出去好不好？就像在西空山时候的那样。宋云祥摇着头，连忙换了个说法，不可以的。其实为父现在这缕残魂也消耗的差不多了，即使在秘境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消散。你信也好，不信也罢，不久之后如眼下这般千百倍的兽潮将吞没南荒联合防线。3年之后，整个东大陆都将被毁灭，到时候无论迷轮吸水还是龙海下雨，谁都无法独善其身。凡人素人，天阶圣阶，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所以为父特意修改了第3重试炼规则，是为了让你们看到大陆即将面临的惨状，希望能将力量托付给真正值得托付的人。为父不算天机，只有这位叫宋云祥的小友才是改变这一切的唯一变数。守护这片大陆是我身为守灵人一脉的责任。阿妙啊，其实这位宋云祥接受了为父的安排，正在做一些伟大的事情。为父希望你能把他当作为父的转世之身，尽你所能的帮助他。若能如此，为父这缕残魂即使彻底消散，也无愧于宗门前辈和师长所托。宋云祥越忽悠越起劲，我操，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越扯越远，差不多了吧？快要扯不下去了，不行了，安排个救场的。哈哈，这几只怪物来得正好，就趁这个机会退场吧。几只壁方来到2人上空，立马发动了攻击。宋云祥连忙将黄妙音抱在怀中保护了起来。轰隆一声，大量的能量攻击立马落下。好了，现在再用魂力模拟出一些身影消散的粒子特效。看着宋云祥的身影渐渐虚幻，黄妙音立马紧张了起来。宋云祥笑着表示没事，为了挡住这一击，为父这缕残魂有些消耗过度，将要陷入沉睡了。话刚说完，壁方就再次发动了攻击。黄妙音见状大怒，冷哼一声将他护在了身后。眨眼间，星魂降文重就够装完成。在挡住攻击的同时，毁灭性的雷电也从他手掌中激射而去。几只壁方连惨叫都没有发出，就被电得外焦里嫩。做完这一切的黄妙音急忙看向了宋云祥，没事吧阿爹？宋云祥脸上露出了欣慰之色，没事儿。当年那身影小小只的阿妙，
已经成为了能匡扶天下的强者，为父甚是欣慰。阿妙啊，希望你能。话说到这戛然而止，宋云翔的身影在此刻彻底消失，紧接着就变回了他年轻时的模样。很好，成功脱身，现在只要装傻就好了，脸上再来一滴汗。我是谁？我在哪？刚才怎么了？黄妙音见状，泪水止不住滑落，随后便解除了新甲构装，两人接着就缓缓落回了城墙上。宋云翔慌乱过后，拱手一拜：黄前辈，在下宋云翔，刚才司空前辈消失前，已经用意念把情况大概都同步给我了。黄妙音闻言沉默了许久，然后才恋恋不舍地转过身，不再看他。算了，没事，还有不要叫我黄前辈，你可以叫我阿妙。宋云翔虽然成功忽悠住了100岁圣阶强者，但可惜的是在秘境中不能复制星魂将文仲的数据。就在他们交谈的同时，南门防线的战斗也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巨龟被蓝邹偷袭打爆了脑袋，不过并没有死去，甲壳上的凸起物开始了剧烈颤动，片刻后竟变成了一个个贝壳状凶兽。这些凶兽的速度极快，眨眼间就冲入了战场，还没反应过来的龙尾城士兵被直接洞穿，其中有一只凶兽突袭到了蓝邹和蓝坤身前，两人见状立马闪身拉开了距离，凶兽的攻击接踵而至，蓝邹在空中无法借力躲避，眼看就要被命中。蓝坤见状连忙解围，将出手斩成了2半，多谢了蓝坤王直，不过这只凶兽的分数是我的了。蓝邹哈哈大笑着发动了漩涡绞杀，无耻的成功收获了500分数。眼看周围的凶兽越来越多，蓝邹再次闪身钻进了地底，这里交给你了，我走了。蓝坤独自陷入了苦战，最后虽然成功解决掉了攻过来的2只凶兽，但魂力也被消耗的所剩无几了。就在这时，城墙上突声异响，一道金色的闪电照亮全场。他见此一幕，顿时震惊不已。那是什么？好强的魂力威压！难道是那2个人？他们中竟然有这种程度的强者吗？构装完成后的黄妙音一招便将大量的地方斩落在地。一旁的胖头鱼看到这一幕，同样惊诧无比。这是什么星魂将？怎么看起来好像比我族的敖丙还要强？呸呸呸！我族敖丙才是最强大的星魂将，其他的星魂将在敖丙面前都是垃圾。随后，宋云翔的身影消失，变回了年轻时的样貌，拱手喊了声黄前辈。黄妙音解除构装，恋恋不舍地转过身去，说出了那一句话：你可以喊我阿妙。胖头鱼见状有些无语，尊上，你可真会啊，拜托做个人吧。第2道防线的战场上，龙海国的士兵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园，与凶兽爆发了惨烈的激战，他们前赴后继，悍不畏死，发起了冲锋。然而等靠近，才悲哀地发现，连凶兽的防御都破不开。眼看士兵们即将陷入危险，蓝坤立马手持武器攻了过去，虽然顺利解决掉了面前这只凶兽，但对于整个战场的影响却微乎其微。龙海国的士兵全都被压制了。可恶，这种难缠的凶兽不但具有远程射击和中距离物理攻击，甲壳之坚固还能抵御1半的近战武器。龙海国士兵们只靠量产型的兵装根本难以对付。等等，不对啊，是我的错觉吗？怎么感觉这东西好像越来越多了？难道是……蓝坤随即看向失去了头颅的巨龟，果然发现这种难缠的凶兽正不断地从巨龟的甲壳中钻出。这只巨型凶兽正在不断地增殖这种中型怪，不行，必须要干掉这只巨型凶兽。可是怎么样才能干掉它呢？蓝坤在思索了片刻后，终于咬牙下定了决心。好吧，就让我燃尽最后的魂力。一旁的蓝邹见状惊讶不已，力转魂脉，小傻蛋难道是要自爆？不好，赶快离这远点！说罢，他就头也不回地逃离了这里。蓝坤此时暴喝一声，将身体仅剩的魂力全都调动，身形化作一道幽蓝的烈焰，瞬间冲向了巨龟。巨龟似乎察觉到了危机，迅速戒备了起来。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铺天盖地的触手随即斩下了蓝坤的手臂和腿部，但他的速度却依旧没有丝毫停顿，抱着必死的决心，毅然冲进了巨龟的甲壳内部。抱歉了，母亲，明明答应过你要爱惜自己的。蓝坤说罢，便缓缓闭上了双眼。下一秒，剧烈的爆炸伴随着惊天巨响，瞬间将这方区域笼罩，烈焰仿佛席卷的潮水般迅速向四周蔓延。不久后，战场中心恢复了平静，巨龟活动了身体，强撑着站了起来。虽然他并没有死去，但明显这一击下也受到了致命的重创。远处的蓝邹见状戏谑一笑：白痴，真是一种可笑的懦夫行为，只有狗到最后才能应有尽有。就在他得意之时，一支利箭突然从远处呼啸而至，还没来得及有所反应的蓝邹，瞬间就被利箭轰成了碎渣。城墙之上的宋云翔傲然而立，这种人可能永远不会懂什么叫做牺牲。击杀掉蓝邹后，他便解除构装，落回了黄妙音身旁。所以你们已经有所选择了是吗？可以结束这个秘境了。宋云翔听后点了点头，抱歉黄前辈，我答应过秘境的守护者，敖丙的传承只能交给鲛人的后辈。黄妙音闻言秀眉微皱，想什么呢？本座对这些蝼蚁的传承根本毫无兴趣。还有，刚才本座说过，以后叫我阿妙。听到这话，宋云翔讪讪一笑，呵呵，那我就结束掉这个试炼了。等一下，有始有终，将这个战场清理干净吧，看一看全力出手的你是否能得到本座的认可。好，那不如我们一起吧。两人说罢就闪身跳下了城墙。下一秒，构装完成的吕布和文仲同时出现在了场中。始源星魂将的强大远非普通机甲可比，战场上随后便响起了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与此同时，蓝坤重新回到了秘境之内，他疑惑地睁开了双眼，只见胖头鱼扭动着身体缓缓地凑了过来，他期待地看着迷茫的蓝坤：你醒了？蓝坤从秘境核心空间中缓缓苏醒，胖头鱼看着他呵呵一笑：恭喜你3号试炼者蓝坤，先看看这个吧。随着他的话音落下，蓝坤的眼前便出现了一块面板：3号试炼者傻白甜王子，第一重试炼得分600，
第二重试炼得分2000，第三重试炼得分3380，其他得分路走宽了加5000，总得分10980。恭喜你获得传承资格。见此一幕，蓝坤愣在原地，有些不敢置信。胖头鱼点了点头，没错，你获得了传承资格。现在我以鲛人一族传承守护者的身份，认可蓝坤成为星魂将敖丙的第10代素人。传承仪式现在开始。说罢，半空中忽然出现了一个龙的图案，紧接着一股神秘的力量便灌入了蓝坤的身体，皮肤上一道道金色的纹络浮现而出，最后全都汇聚到了双目之中。星魂将敖丙的数据传输还需要一些时间，不知道尊上那边怎么样了。胖头鱼想到此处，便查看起了宋云翔那边的情况。与此同时，在另一处秘境空间内，蓝邹看着周围，面露疑惑之色。这是哪里？刚才怎么回事？有人偷袭老子？难道我这是失败了？还没等他搞明白，眼前忽然出现了一个面板，1号试炼者卑鄙的臭嘴砸碎。第一重试炼得分1000，第二重试炼得分1000，第三重试炼得分2630，其他得分出言不逊没有礼貌减250，丢人现眼减3000，不干人事减3000，总得分负2380。未获得传承资格负分，什么意思？这他妈的什么鬼东西？蓝邹见状气得头冒青烟，紧接着一个屏障便将他困在了其中。我去，这又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有人在吗？此时在龙尾城的南门战场上，周围的凶兽已经被2人清理干净，只剩下了中心处的巨龟。黄妙音遥指天空，下一秒背后的翅膀状的机体便俯冲而上，在空中迅速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神秘的法阵。法阵之外不断的有雷电闪动。雷来！随着黄妙音一声大喝，金色的雷电狂暴之力便朝着巨龟瞬间劈下。宋云翔也没闲着，张弓拉箭，强大的能量不断在手中凝聚，在凝聚完成的那一刻，箭矢便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猛然射出，巨龟的身体被瞬间贯穿，一颗金色的兽核随即滚落了出来，紧接着那兽核就被一闪而过的剑芒斩碎。黄妙音手持大宝剑出现在了不远处，兽核的碎裂也意味了巨龟彻底死去。怎么样？解除了境界压制之后，是不是可以一招秒他？听到宋云翔的话，黄妙音随即摇了摇头。这只凶兽的战力实际上只有3重巅峰，圣阶12重，每一重的战力差距其实堪比凡阶一个大境界了。但即使如此，我以圣阶6重全力出手，对这只半残凶兽也难以做到一击秒杀。很难想象，如果这种级别的凶兽同时大量出现，会多么可怕。宋云翔闻言眉头紧皱，思索了起来。圣阶12重之后就是所谓的神阶，可惜上一世我因为魂脉残缺无法再进一阶，无奈只能选择继续横向突破。就在此时，黄妙音疑惑地看向了他，不是已经解除境界压制了吗？怎么你的境界还被压制在地阶后期？不好意思，地阶后期就是老子的真实境界啊！宋云翔心虚的连忙岔开了话题。对了，这边差不多结束了，我们也该撤了。接着他便立马拿出秘境玉盒操控了起来，周围场景随即快速变换。这是之前的秘境空间。黄妙音话刚说完，眼前就出现了一块面板，4号试炼者阿妙，第一重试炼得分0，第二重试炼得分1600，第三重试炼得分3210，其他得分非鲛人族减1万，总得分负5190，未获得传承资格。黄妙音看完后生气地瞪了宋云翔一眼，这粗鄙的东西是什么？是你搞出来的？宋云翔尴尬不已，连忙解释，小兰那家伙胡乱搞出的东西，不用太在意。随后他的面板信息也显化了出来，与其他人的完全不一样，这面板处处都闪耀着大佬的逼格光芒。0号试炼者无敌的尊上，3重试炼得分全部都是999999，其他得分尊上天下无敌加999999，总得分9000万亿，传承资格都是尊上说了算。宋云翔见状愣在原地，有些无语。我谢谢你。黄妙音冷笑的声音接着便传到了他的耳中，呵呵，999999，好华丽的界面呢。宋云翔讪讪一笑，慌忙关闭了面板。根据秘境玉盒内的信息，这个区域应该是属于真实区域了，现在的状态和秘境之外是一样的。对了，这个给你。说罢他就递过去一张红色的魂符。黄妙音疑惑地问这是什么？宋云翔解释是之前缴获的迷轮魂降符，等下解除了秘境我们会回到原地，恐怕夏玉国的士兵已经包围了那里，你应该不想暴露西水国的身份吧。他边说边抓住了对方的手。星主系统怎么没反应？没道理啊，按理说这里是真实区域，应该是可以复制星魂将的数据了。黄妙音意味深长的开口，圣阶想走，谁能拦住？说得好听，我看你是别有目的吧。没想到对方这么聪明。宋云翔顿时感觉头疼不已，溜了，此地不宜久留，我去看看那鲛人小子怎么样了，等下外面见。说罢就一溜烟的消失在了原地，片刻后就来到了胖头鱼的面前。尊上来了，第3重试炼都结束了。宋云翔点了点头，这边怎么样了？胖头鱼回答，进度99%了，还差最后一步。对，根据伟大的龙海王初代敖丙素人蓝童大人制定的传承流程，最后要为每一代敖丙的素人注入真龙之血，使其获得鲛人族的终极形态。鲛人族的终极形态。宋云翔听到这几个字，脑海中浮现出了上一世蓝坤的样貌。不对，这种诡异的能量波动。察觉到不对后，他连忙追问：真龙之血为什么要给敖丙的素人注入这种东西？胖头鱼晃着脑袋回想了一会儿，蓝童大人要求敖丙的素人必须，好像是说过什么星回计划，神不喜欢被污染了的容器。星回计划，容器，这几个字让宋云翔瞬间炸裂。他记得上一世二师姐喝醉后曾经说过一段话，在灵人族的传说中，兽人、灵人还有各个妖族都是神创造出的奴仆，但你们人族不同，你们是神的后裔。但要我说，什么狗屁后裔，你们不过是神给自己准备的躯壳罢了。待星回之时，诸神将重归故土，
隐隐察觉到不妙的宋云祥慌忙询问：“那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有很多吗？”胖头鱼不好解释，便直接带他前往了秘境的某一处。穿过传送门后，宋云祥来到了一处未知之地。刚到这，他就不受控制的变化成了出入秘境的样子。怎么回事？这里竟然不受秘境愈合的控制？尊上，这里是这个秘境的最底层，这一片空间是一个特殊的真实区域。胖头鱼说罢，就看向了面前的一个神秘容器，解释：“真龙之血就是从他身上抽的，多不多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这么多。”宋云祥面色凝重地看着前方棺材般的仪器，没错，就是这种让人不适的诡异感觉，和上一世蓝坤一样的能量气息。胖头鱼倒是没感受出来什么，不是有吗？尊上要不要打开看看？宋云祥谨慎地询问。这里面是什么人？人不知道算不算人啊，但他好像又有一部分生命体。听到胖头鱼的话，宋云祥脑海中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难道是改造人？打开看看。胖头鱼应了一声，就开始操作了起来。片刻后，随着咔咔的声音响起，一阵白雾紧接着就从仪器中散发了出来。白雾散去，一个少女模样的身体便出现在了眼前。这具身体大部分都被机体覆盖，令人惊奇的是，后背处还长着一条龙尾。宋云祥见此一幕，便更加确信了自己的猜测。尊上认识这家伙吗？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在北大陆的文献中看到过类似的东西。据说在几个纪元之前，某个无法修炼星魂二脉的种族，为了获得和人族一样能够驾驭星魂将的力量，创造了一种类似身体改造的技术。那种技术的产物就是改造人。胖头鱼听后连忙拍了个马屁，不愧是尊上，懂得好多。真龙之血就是从他身上提取的，尊上要不要激活他看看？千万不要，封好这个棺材，离开这里吧。说罢，他便转身走向了传送漩涡中。文献上还有猜测，是改造人的出现导致了那个纪元的毁灭。棺材里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也不好说，万一有敌意并且失控，那就麻烦了。还是先扔在这里吧。胖头鱼关闭仪器后就追了上来。那尊上，蓝坤还要不要吸收真龙之血了？宋云祥随即便开口问道：“不注入这什么血会影响他成为敖丙的素人吗？”胖头鱼摇了摇头，回答：“不会，那先不用了。这东西我总有些不太好的预感。”随后一人一鱼便离开了这处空间。与此同时，蓝坤终于吸收了最后一丝传承能量，他脸上的痛苦之色逐渐褪去，身体中仿佛充满了无尽的力量。龙牙叉、寒沙龙、星魂将敖丙，好痛！刚才好像有无数信息被强行塞进我的脑海里，这股力量，这是我难道真的成了星魂将敖丙的素人？可是该怎么使用呢？试试看。蓝坤随即张开手臂，大喝了一声：“星魂够装！”可周围却静悄悄的，啥变化也没有。难道是姿势不对吗？那好吧，再来一次。星魂够装！蓝坤尝试着换了一种姿势，但依旧没有任何反应。不对啊，按照脑海中被注入的信息，就是这样够装的呀。星魂够装，星魂够装。他不甘心的又尝试了几次。这时宋云祥刚好从传送漩涡中走了出来，六目相对，气氛一时间突然尴尬无比。胖头鱼看着眼前怪异的姿势，有些无法理解。尊上，这家伙在干嘛？宋云祥眉头一挑，不知道，可能是什么鲛人族的仪式或者庆祝的舞蹈动作吧。蓝坤红着脸轻咳两声，打破了尴尬。胖头鱼随即老气横秋的点了点头，不错，看来你已经成为星魂将敖丙的素人了。蓝坤恭敬的单膝跪地，多谢守护者大人成全。对了，这位是……胖头鱼郑重的介绍了一番，这位是尊上。什么尊上？他不是意外被卷入秘境的失恋者吗？这话让身为马屁精的胖头鱼顿时不高兴了。你放肆！这位尊上高深莫测，法力无边，是守护者大人我的主人。小东西，给我注意你的礼貌。蓝坤闻言这才反应了过来，守护者大人的主人，难道是传说中的仙人吗？他联想到这，脸上立马露出了恭敬之色。尊上，咱刚才的表现还不错吧？别，拍我马屁也没有用。鲛人王兰博之子蓝坤，拜见尊上。宋云祥见状，连忙上前扶起了他。不必客气，星魂将敖丙就托付给你了，希望你能用这份力量守护好大陆。当手掌接触对方的时候，星主系统并没有传来反应，莫非在秘境中星主系统复制星魂将的能力会受到阻碍吗？星王，星主系统的复制能力难道是和星王有关？蓝坤拜谢过后便问出了心中的疑惑。对了，尊上，守护者大人，刚才小子想试试构装出星魂将敖丙，但没有成功，还请两位指点。胖头鱼听后露出了傲娇的神态。正常，你不是守护者大人第一个遇到这么问的家伙，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放心吧，出去秘境就好了。听到这话，蓝坤顿时眼前一亮，原来如此，那怎么出去呢？我有些迫不及待想要试试星魂将敖丙的力量了。宋云祥于是便拿出了秘境核心，既然如此，那就准备出去吧。估计此时外面已经有不少靶子在等着攻你试刀了。尊上要结束秘境试炼了吗？那我去通知一下其他人。胖头鱼说罢就噗呲一声消失在了这里。此时在另一处空间中，蓝邹尝试了无数逃出去的方法，最后只能无奈的躺倒在地。有人吗？还要把我关在这里多久啊？就在他郁闷之时，耳边突然响起了胖头鱼的声音：丁传承秘境结束，1号试炼者蓝邹将在0.5秒后被强制踢出秘境。什么意思？结束了？蓝邹刚想再说点什么，就被强制传送出了这里。秘境的另一边，黄妙音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传承秘境结束，4号试炼者黄妙音将在0.5秒后被强制踢出秘境。好了，我们也走吧。宋云祥说罢，就带着蓝坤消失在了秘境中。此时在沙雕城外，已经被开采的所剩无几的神界易退区域，半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漩涡，片刻后从漩涡内分别飞出了4道光束，光束落到地上引起了剧烈的爆炸。见此一幕，沙雕城的士兵立马警戒了起来，是之前的那些贼人出现了，快全体够装围杀他们。与此同时，在另一边，
早已离开沙雕城的呼延信等人，正在返回位于夏玉国西南部的呼延一族封地的途中。开沙雕城的范围后，他才放心拨通了麦金的电话。多谢金少将降龙锥交于我，这次算我呼延信欠你一个人情。对了，这艘非洲也算我买下，你说个数，我回头一起转给你。麦金听后微微一笑，不必客气，信少，都是交易而已。这艘非洲就算是送给你了，这都不好意思，那我就缺之不恭了。呵呵，信少，那么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我想你现在可以和我说一说了吧？你们两位和那伙贼人神秘消失之后又突然出现，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呼延信听后顿了顿，开口：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我所知道和你们麦家收集的情报估计也差不多，那些鲛人的身份估计麦家已经查得差不多了，而星魂将敖丙恐怕也会很快现世，这些都瞒不住那两位深不可测的神秘强者，估计麦家也查不到什么。至于发叔口中说的那个妖族小孩，连麦家都没检查出他有什么异常，说不定真的只是个被不幸卷入的奴工吧。听到呼延信敷衍的话语，麦金眉头一挑，呵呵，信少你也是聪明人，应该不会出现什么觉得脱离了沙雕城势力范围就可以赖账这种天真的想法吧？怎么会呢？金少，诚信为本一直是我呼延家做生意的信条。其实这件事要从我们在中城区遇到的那两伙鲛人开始。你也知道，鲛人和我们呼延一族有着不死不休的世仇，发现这两伙人有内斗的迹象，我和发叔就紧随其后静观其变。接着呼延信避重就轻的简单讲述了一下他们卷入鲛人族秘境到失败退出的经过。麦金听完后试探性的开口：在秘境中的过程呢？你该不会有什么隐瞒没说的吧？信少。呼延信无奈长叹一声：哪有什么过程？发叔直接在第一重试炼的心魔幻境失败被踢出来了，我虽然打到了第3重，但也失败了，而且还因为不是鲛人族被扣了1万分，简直毫无参与体验，好吧？麦金闻言不再所说，眉头紧皱的分析了起来：鲛人族的秘境，不是鲛人族还会扣分？难道是传承秘境？鲛人族星魂将敖丙，传说中鲛人族所传承的那尊始元星魂将。见他自己猜出来呼延信，便不再隐瞒。金少说的对，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也就是说，现在还困在秘境中的鲛人中，有一方是潜入在麦家的门客，另一方是追杀他的人。那其余的还有什么人？呼延信摸了摸下巴回答：在秘境里我还遇到了2个人，但只有匆匆一面不好判断，我想可能是在神界一退那里被卷入进来的。你的意思是说这2人的目标或许不是鲛人族的传承，很有可能是神界一退？麦金想到这，面色顿时凝重了几分。呼延信想要的东西已经到手，所以对此自然毫不在意。有可能，但也不好说，说不定是其中一方鲛人请来的帮手，谁知道呢？好的，我知道了，那个潜入麦家的鲛人好像也是为了这个神界一退，或许倒是可以以此为饵做个局，瓮中捉鳖。麦金话刚说完，一个手下就急匆匆的在旁耳语了一番：什么？他们出来了？信少，我这里有些急事儿，先这么说，后会有期。说罢就直接结束了通话。呼延信露出了一副看好戏的表情，呵呵，看来他们几个也要出来了，这次恐怕麦金那小子要吃个大瘪了，哈哈。一旁的呼延发闻言气的冷哼一声，那孙子就该让他吃点教训。什么玩意儿？明明给他证明了降龙锥是咱们呼延家的法器，竟然还敢以他们麦家缴获的战利品来狮子大开口。行了，发叔，别生气了，能找回来九姑婆她老人家的法器，那也是意外之喜，只要他老人家能高兴，付出这些代价什么的，简直不值一提。我先把这个消息给爷爷汇报一下。呼延信说罢便拨通了一个电话。与此同时，在夏域国内西南行省的灰岩城中，呼延堡是背靠灰岩火山建造的堡垒建筑群，也是呼延一族的聚居地。呼延家主府也位于其内。家主府的正殿大厅中，一个老者正休闲地修剪盆栽，2个中年男人静静地守护在旁。浑身肌肉一头短发的男人名叫呼延彩，体型瘦高满脸胡须的男人名叫呼延恭，2人都是呼延家的守护者，呼延4老之一。家主呼延信少主发来了通话请求。听到这话，老者才停下了手上的动作，然后转身走向了大厅中心的桌子旁。老者名叫呼延空，天阶境界修为，是呼延信的祖父，也是呼延家的现任家主。给我接通吧。此时在沙雕城外神界一退区域，4道光柱从天空落下，这一幕顿时让正在忙碌的沙雕城士兵警戒了起来。烟雾散去，4道人影缓缓出现，送出这最后一批人，半空中的漩涡便开始急速缩小，紧接着就彻底变回了之前的魂域状态。魂域的出现吸引了蓝坤和蓝邹的注意，这次不会再被你抢走了。蓝坤一跃而起，开始了抢夺，然而还没靠近就被蓝邹一脚踹回了地面。混蛋！蓝邹那家伙失去了鲛人域的庇护，变回了鲛人原本的样子吗？蓝坤落回地面后愤恨不已，眼睁睁地看着魂域落入了蓝邹手中。蓝邹看着他得意一笑：白痴，出了秘境，凭你小小的地阶又岂是我天阶强者的对手？一旁的宋云翔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一幕，呵呵，天阶是吧？随着他伸出手掌对准蓝邹，下一秒一道与秘境中一模一样的屏障便将他困在了其中。我去，又来？不是吧？蓝邹见状顿时懵逼了。宋云翔没有说话，手掌缓缓用力，紧接着那屏障就开始急速收缩，彻底限制住了蓝邹的行动。做完这一切后，周围的沙雕城士兵也纷纷拿着武器围了上来。是之前的那些贼人出现了，快，全体构装！随着队长一声令下，几十台机甲刹那间便构装完成，并彻底堵死了几人撤退的道路。眼看这些士兵拿出武器即将发起攻击，宋云翔面色平静地看向了黄妙音：交给你了。听到这话，黄妙音随即拿出了一张红色魂玉，然后一跃而起，高高的飞向了半空。星魂构装。话音落下，一个红黑交错的机体便缓缓出现在了场中。宋云翔则带着蓝邹和蓝坤跳到了半空，刚好被构装完成的机体接到了手中。这台机体正是不久前迷伦进攻天都，宋云翔从魔女曼罗身上缴获的特型机。周围的沙雕城士兵都看呆了，从未见过的样式，无法识别，莫非是新型机？这
这时，宋云祥扮猪吃老虎，开始迷惑了起来。住手！弥伦国平天圣宗圣使大人在此，我大弥伦国已经与夏玉国王庭的蛮王陛下签订了盟约，尔等岂敢对圣使大人兵刃相向？听到这话，周围的士兵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啥？弥伦国圣使、平天圣宗盟约？什么玩意儿？真的吗？怎么办？要不要请示一下麦金将军？队长则迅速下达了指令，不要被他们骗了，先抓住他们再说。众军士听我号令，一起上，将他们生擒活捉。此话一出，众士兵便放弃远程攻击，齐齐冲了过去。头，真的没事吗？万一他们真的是什么圣使？队长思索了片刻，刚想开口，一把长刀便呼啸而至，直接将他拦腰斩杀在了原地。一旁的下属见状，面色大变，不好了，头被他干掉了！大伙一起上，弄死他！黄妙音甩出手中的长刀后，冷笑一声，又迅速抽出了另外一柄，随后便如闪电般不停地穿梭在了战场内。天阶的恐怖修为根本不是这些士兵所能抵挡的，仅仅片刻功夫便将士兵斩杀了大半。差不多了，留点活口传话，向着东南方向5点钟的位置撤退。听到宋云祥的话，黄妙音随即应了一声，然后便身形一跃脱离了包围圈。临走之时，他还顺便拿起了一块神界一推，尔等蝼蚁竟然对我大弥伦国不敬，这笔账我平天圣宗记下了，你们给本座等着！宋云祥大喝一声，将黑锅甩给弥伦国后，就被黄妙音带着踏空而行离开了这片区域。不久后，在沙雕城西城区的将军府内，士兵连忙将几人逃走的消息汇报给了麦金。麦金听后愤怒无比，什么？被他们跑了？士兵慌忙的回答，他们自称是弥伦国平天圣宗的圣使，还使用了从来没有见过的新魂将，还说已经和蛮王陛下签订了盟约。小的们实在也拿不准，只能按队长下达的生擒命令执行。听到士兵对于机体的描述，麦金眉头紧皱，思索了起来。这种确实是弥伦国在秘密开发的次世代量产机，莫非是真的？你们有没有看到构装这台新魂将的圣使长什么样子？士兵回答，看到了，好像是个个子挺高的女人，是不是皮肤黝黑戴着面具的大胸女？士兵听到这话连忙回想了一下，她戴着斗篷，黑不黑不知道，但确实蛮凶的。麦金成功被宋云祥忽悠住了，通过这些描述基本确信了那就是曼罗，平天圣使之一，天阶巅峰的强者。该死的弥伦蛮子，不过就是和夏玉王庭签了个什么盟约，就敢来我沙雕城撒野！传令下去，厚葬那些已经牺牲了的沙雕城战士。另外通知其他3位将军，今夜在城内安排好伏兵，做好晚上他们来夜袭的准备，势必将来犯者一网打尽。士兵听到这话，立马应了一声，下去安排了起来。麦金冷哼一声，俯瞰远方，什么天阶，什么始源新魂将，只要有父亲的那台大杀器在，都不过是土鸡瓦狗而已。只要他们敢再次出现，绝对有来无回！哈哈哈！与此同时，在呼延家接通电话之后，呼延信标准的行了一礼，参见家主。呼延空看着这小子，露出了一丝无奈之色。行了行了，没外人，你小子就别装模作样了。此话一出，呼延信立马变成了嬉皮笑脸的样子。嘿嘿，好的爷爷，听说你这次沙雕城之行收获匪浅啊，来吧，给老头子我讲一讲。甭着急爷爷，我先给您老看个宝贝。听到这话，呼延空仔细看了几眼，啥呀这是？你小子站远点啊，这么近我怎么看？阿发的大光头挡到镜头了，让他站旁边去。听到这话，呼延发立马老老实实的闪到了一旁，后面的降龙锥这才完整的出现在了界面中。这是降龙锥，当年九姐镇杀兰奥内斯的那个法器。呼延空欣喜不已，莫非你这次在沙雕城遇到龙海国的鲛人一族了？嘿嘿爷爷，等我回船舱找个舒服的地儿坐下，再慢慢的给您讲。这说来可就精彩了，何止是鲛人啊！随后呼延信便将经历的一切都讲述了出来。呼延空听完后惊讶不已，此言当真？鲛人玉、传承秘境、3重试炼、新魂将敖丙，还有神秘强者奇遇，果然是奇遇啊！没想到我呼延一族的小辈竟有机缘混入鲛人族的传承秘境中体验一番。听到这话，呼延信左拥右抱，嘿嘿一笑，是吧爷爷？我也觉得这的确是一番奇遇。您说咱们一族的那个传承灵珠玉里的那个秘境，是不是也和鲛人族他们这个差不多呀？呼延空摸了摸下巴，回想了起来。虽然我没有实际体验过，但听上一轮参与过的几位兄长聊过，似乎也是说什么3重秘境。爷爷，那您觉得我在最后看到的那些画面和信息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不久之后，南荒受潮，永安城覆灭，南州陷落，那些画面极其真实，仿佛就是亲身经历一般。数十只巨大凶兽的那种压迫感，就和我在秘境中遇到的圣阶怪物一样。呼延空听后眉头紧皱，思索了片刻。秘境力量极其神秘且可怕，这或许真的是在给你展现某个未来的预知画面。既然你看到的信息里没说具体时间，那咱们先调查一下吧。南荒受潮，永安城，至少地点还是明确的。可如果那是真的，爷爷，咱们要出手吗？呼延空听到这话沉默了半晌，随后眼神变得无比坚定，接着郑重地交代了一番。阿信，你要记住，我们呼延一族无论何时何处，永远都是天帝国之臣。当年呼延家先祖曾追随太祖皇帝征战东大陆，创下了天下一统的大业。如今帝国3分，他们如何内战咱们不管，但如果是外地来犯，那我呼延家绝不允许天帝国的子民遭贼人屠戮，也绝不能容忍天帝国的疆域沦为焦土。外敌尚且如此，更别提凶兽这种人族共敌了。可是爷爷，夏玉王庭那边似乎有意联合弥伦针对天都。呼延发听到这话呵呵一笑，你还不懂，数百年来我们呼延一族潜伏着不毛之地，北望中原，只是为了等一位能够继承太祖皇帝意志，有决心将分裂的大陆再次一统的天家血脉。而区区夏玉国不过是我们呼延家扶持起来的势力，未来将送给那位帝王的献礼罢了。呼延信听到这番话，陷入了沉默之中。旁边2个妖族少女捂着嘴巴，露出惊恐的神色。许久之后，呼延信长出一口气，我明白了。呼延空点了点头。
回来再说吧。我现在去把降龙锥和星魂将敖丙现世的消息和你九姑婆说一声，好吧？请代我问候九姑婆她老人家。神界一退，待我返回亲自给她老人家送去，恭送家主。随着通话结束，呼延信也放松了下来，可旁边的2名妖族少女却吓得浑身颤抖不止。怎么了你们？呼延信疑惑地询问。妖族少女慌乱地回答：公子请放心，奴婢们什么都没听懂。听到这话，呼延信哈哈大笑了起来。不用怕，本少最是怜香惜玉，你们俩这么乖，成了本少的人，又怎会舍得灭你们口呢？哈哈！在一阵嬉闹的撒娇声中，非洲急速朝呼延一族的领地疾驰而去。此时，结束通话后的呼延空前往了呼延堡的灰岩火山地下，电梯在运作几分钟后便停了下来。沸腾的火山岩浆近在咫尺，在炽热的高温下，空气都产生了剧烈的波动，但几人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反而觉得浑身舒坦无比。呼延空让呼延二老等在这里，自己则大步顺着通道走向了面前犹如莲花般的建筑内。建筑内部中央有一座不知道什么材质做成的莲花台，莲花台笼罩着一层缭绕起舞的火焰，台上还端坐着一个身穿红衣看不清岁数的女人。片刻后，呼延空就推开门走了进来，他来到台前恭敬地行了一礼。呼延空来给九姐您请安了。听到这话，那女人缓缓睁开了深邃的双眸，是家主弟弟啊，你怎么看起来老了好多？女人名叫呼延卫，年龄未知，圣阶7重，正是星魂将哪吒的现任素人。听到这话，呼延空无奈尴尬一笑，弟弟我只是凡阶神，天阶100岁寿元，自然会随着岁月老去，不知姐姐这次闭关突破圣阶8重的瓶颈，现在可有进展了？呼延卫听后长叹一口气，这些年我吸收熔岩中的力量，也只是勉强稳住修为不会跌落，想要在寿元耗尽之前再进1重，看来是希望不大了。呼延空闻言安慰道，那个我的小孙子呼延信已经寻来了传说中的神阶一退，说不定能有一丝转机，但愿吧，可以一试，不过还是要做好提前选出下一任接受哪吒传承的候选人的准备。呼延空听到这话顿时一惊，九姐，呼延家现在还离不开您啊？呼延卫摇了摇头，无妨，即使我的肉身寿元耗尽，依靠灵珠玉的力量，我还可以借用那具化身在这个世上停留一段时间，庇护下一任哪吒的素人成长到圣阶。呼延空听后心中思绪万千，难道是灵珠秘境中那具棺材里的那个？对了，呼延信他在寻找神阶一退的行程中，为您找回了这件法器。说罢，他便将降龙锤的画面调了出来。呼延卫看后顿时眼前一亮，不敢置信的起身凑近观察了一番。这是降龙锥，他是在哪里寻到的？呼延空没想到他反应这么大，连忙回答在沙雕城鲛人族鲛人域打开了传承秘境，星魂将敖丙。什么？星魂将敖丙寻到了下一任素人，那位强者终于后继有人了吗？呼延卫的思绪回到了当时用降龙锥困住蓝敖的那一刻。蓝敖大哥，抱歉了。被困在的蓝敖虚弱的洒脱一笑，没关系，我不怪你，一切都是因果报应。当年你的那些叔伯兄长死在我手中，如今我这条命便赔给你们。小卫，我只求你答应我一事，拜托，请替我。呼延卫想到这脸上充满了落寞之色，不过很快就调整过来，飞到了半空中。敖丙的这一任素人现在在沙雕城是吗？呼延空点头回答是的。听到这话，呼延卫手臂随即指向了某处，开。下一秒，整个莲花建筑都开始震动了起来，建筑周围还充满了一道道神秘的纹络。片刻后，莲花顶部仿佛盛开了一般，打开了出口。呼延空见状不解地询问：“九姐，您这是要干嘛？”呼延卫口中缓缓吐出了几个字：“星魂，够装。”话音落下，一道火红色的闪电急速闪动，眨眼间的功夫，绚烂无比的星魂将哪吒便闪亮出场。九姐，为何如此啊？动用星魂将哪吒，岂不是会加速您寿命的消耗？呼延卫控制哪吒缓缓飞出了火山口。无妨，这一趟我必须出去。风火轮，随着3个字吐出，散发着火光伟艳的圆轮便出现在了脚下。我要亲自看一看这一任的敖丙素人。说罢，就犹如一道长虹划过天空，转眼间便消失在了天际，直奔沙雕城而去。与此同时，在沙漠中的某一处，黄妙音带着几人停在了这里。解除构装后，他便研究起了手中的神界一退，而蓝坤则恭敬地跪在了宋云祥的面前。刚才多谢尊上出手。宋云祥见状，嘿嘿一笑，亲热地走上了前。好了好了，不用这么客气，叫我老宋就好。蓝坤闻言一时间有些懵逼。好的，尊上，不，宋前辈。随着宋云祥接触到他的手臂，这次终于没有出意外，脑海中响起了沉寂许久的星主系统的提示。叮，系统检测到星魂将数据的持有者正在读取中，读取完成。星魂将敖丙开始复制。此时的蓝坤浑然不觉感激地拱了拱手，这次的事多谢宋前辈出手相助，今后但有差遣，蓝坤愿为前辈效犬马之劳。丁星魂将敖丙复制完成。听到提示的宋云祥脸上简直笑开了花，呵呵，谢了。远处正在观察神阶一退的黄妙音看到了这一幕，老年宋云祥的模样让他的心中泛起了一丝涟漪，那个样子，不知道是不是阿爹的意识又出现了。宋云祥察觉到他的目光后，随即也看了过去，敖丙已经到手了，文重就在眼前，又岂有错过之理？不过这个鹿脂手套倒是让人头痛，得想个办法直接大面积接触皮肤。哎，又到了考验老子这个60年积累的演技时刻了。抱歉了，司空前辈，再借你账号一用，我可不是要占你这老姑娘的便宜，这都是为了拯救东大陆。对，为了拯救东大陆。宋云祥纠结不到1秒钟后，便再次转头看向了黄妙音，并模仿司空景的气息与其展开了传音对话。阿妙，听到父亲熟悉的声音，黄妙音顿时大喜过望，魂力传音：阿爹，是你吗？宋云祥硬着头皮点了点头，没错，孩子，就是为父。黄妙音听到确认后喜极而泣，太好了，阿爹，我还以为你的残魂已经消散了呢。在秘境之外，阿爹也可以如此现身吗？是的，刚才实在是不得已，在秘境之外出现会极大的消耗为父这里残魂，消耗过大的话，可能真的会归于虚无了。听到后果这么严重，
黄妙英担心的直接扑了过来，不要阿爹！一旁的兰坤看傻了，因为两人是秘密传音，所以他到现在还是懵逼的状态。黄妙英哭得梨花带雨，不要阿妙，不要阿爹消失！宋云祥脸上露出慈祥之色，无奈长叹一口气，没办法，为父能如此已是逆天而为。不过如果能找到一些蕴养神魂的珍贵灵药，我去找。阿爹需要什么灵药，我可以发动皇家的全部力量去搜集。还不行，我可以去找女帝陛下，相信溪水国库里肯定应有尽有。那多不好意思，岂不是会给你添很多麻烦？宋云祥边说边慈爱地擦去了他的眼泪。在接触到对方的那一刻，系统声音再次响起：丁检测到星魂将数据持有者，正在读取中，读取完成。星魂将文仲开始复制。毫不知情的黄妙英抓住他的手，回答不麻烦。为了阿爹，就算掏空皇家的家底又有何妨？丁星魂将文仲复制完成。宋云祥听到提示，压抑住兴奋，面色平静地点了点头。谢谢你了，阿妙。不明所以的兰坤见此一幕，心中的崇拜之意顿时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不愧是连我族守护者都奉为主人的尊上，竟然连这样的强者都能收入后宫。之前如此高冷的强者，在尊上怀中竟是如此的小鸟依人。尊上真是我辈楷模呀！好了，为父消耗过大，要先将身体还给宋云祥了。需要灵药的名单我已经在石海传给宋云祥了，之后他会告诉你。说罢，他便在身体周围弄了点特效，然后就把气息转变了回来。黄妙英依依不舍地喊了声阿爹，这个称呼让兰坤彻底傻了。爹，好家伙，玩这么大，不愧是我鲛人族的尊上。片刻后，宋云祥就变回了本体，他长出一口气，感慨了一番。星魂将敖丙还有星魂将文仲都到手了，花了这么久的时间，真是不容易啊！调整完后，他连忙拱手一拜，黄前辈。黄妙英擦了擦眼泪，平复了一下心情。我说过了，喊我阿妙。宋云祥听后微微一笑，好的，阿妙。旁边的兰坤见他这副样貌，又开始脑补了起来。好家伙，尊上秒变美少男，仙人泡妞的手段果然不凡。看来我猜的没错，恐怕尊上和赐予初代龙海王敖丙的现任一族有着什么关系？不行，我要对尊上更加尊敬。宋云祥随即添加了黄妙英的联系方式。你要立刻赶回溪水国是吧？我还要再回沙雕城拿点东西。司空前辈需要的灵药名单，回头我给你发过去。黄妙英听后点了点头。对了，这个红色的魂将符还给你。宋云祥接过后收入怀中。好的，再送你一点东西吧。说罢就拿出储物符交给了他。解释里面是一些居家旅行常备的低阶丹药罢了，不足挂齿。那东西看着不太便携，我帮你处理一下吧。宋云祥说罢就取出几张符阵卡甩向了半空，阵起。随着他手臂一挥，神阶一退的上方立马凭空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法阵，法阵上不断闪烁着紫色的光芒。神阶一退被包裹在其中，越来越小，最终变成了一张紫色的储物符。宋云祥将储物符交给了黄妙英，解封密码6个8，献丑了，我也是基于司空前辈的封印阵法现学现卖。黄妙英露出惊讶之色，这小子竟然能将阿爹的封印阵法用得如此纯熟，真是可怕的阵法天赋。多谢，不过你小心点，记住你的肉体可不是你自己的。宋云祥听后嘿嘿一笑，放心，我自有分寸。这几句话的信息量又把兰坤整懵了。好家伙，尊上的肉体不是他自己的，是你的对吧？啧，没想到这么大胆的发言，竟然会从这样高冷的强者嘴里说出。两人互相告辞之后，黄妙英接着便御空离开了这里。看着他的背影，宋云祥心中升起了一丝愧疚。抱歉，黄前辈，日后有机会我会好好补偿你的。随后他便看向了兰坤。对了，这个给你，鲛人玉，多谢尊上。兰坤激动地接住了丢过来的魂玉。我要再回一趟沙雕城拿点东西，你有什么打算？听到宋云祥的话，兰坤连忙表态，请让属下随尊上一同前往。属下得到星魂将敖丙之力，应该能帮得上尊上的忙。宋云祥摆了摆手，潜入而已，能不发生战斗最好。兰坤听后点了点头，那咱们等到晚上潜入。不用，我略有一些隐秘手段，大白天潜入更能出其不意。尊上，属下有个部下叫做兰里，恐怕被卖家抓了。如果碰巧有机会的话，请尊上能顺手救一下这个小兄弟。宋云祥听后表示没问题。就在要离开的时候，兰坤指着兰邹询问这家伙该怎么办。听到这话，宋云祥才想起来这茬，我给他加个隐秘阵纹，先埋在这里的地下吧。说罢，随着他手臂一挥，兰邹就不受控制地落入了地面中，周围的沙土迅速合拢将其盖住。做完这一切的两人便大步赶往了沙雕城。与此同时，在麦加地牢负3层妖族关押区内，守卫队长收到警戒的命令，连忙安排了起来。将军有令，贼人今晚可能会夜袭，现在轮班吃饭休息，天黑之后全体就位，进入1级戒备状态。一个下属听后指了指后方的牢房，那边关着铁少买来的妖族奴隶，要不要转移一下？万一有什么误伤，铁少可是要怪罪的。队长闻言摇了摇头，别管这些了，麦金将军的命令为重。昏暗的牢房内，一个半人半马的妖族女人被锁链牢牢捆住，而在旁边的牢房中躺着的是被卷入敖丙秘境的妖族小孩，他依然还是呼呼大睡的状态。宋云祥成功复制2大始元星魂将后，便带着兰坤再次潜入了沙雕城。两人因为有隐秘阵符的辅助，很顺利的就避开了层层戒备的守卫。这种隐秘阵符实在太过高明，不但可以遮蔽光线，而且连落地的声音都没有，用来潜入暗杀，简直就是如入无人之境。斩敌杀人岂不是如探囊取物？鲛人族的潜行斗篷和这个相比就是垃圾。听到兰坤的惊叹，宋云祥微微一笑，想什么呢？哪有这种好事儿？别说斩敌杀人了，你就是一不小心没控制好魂力，强者也会感应到你外泄的波动。兰坤闻言这才平复了下激动的心情，原来如此，是我得意忘形了。两人接着便马不停蹄地向着西城区赶去。西城区的守卫跟外城相比松懈了不少，
估计他们也没想到，光天化日下会有人敢闯进来。两人本想绕过守卫，直奔城中而去。路过一处岗哨时，恰巧听到了几个守卫的议论。按照麦金将军的计划，你们各率领2支小队在西城区与外城区之间的北墙第3段埋伏。麦金将军料定那伙贼人为了神界一退，会在今晚再次夜袭西城区，到时候北墙这里很可能就是瓮中捉鳖的关键位置。记住了吗？你们要这般如此。兰坤小声凑到宋云祥耳边介绍，他们说的麦金将军就是沙雕城麦家4秀中的老大，也是麦家家主麦彪的长子。虽然这个麦金并非嫡出，但因为军事管理才能和修炼天赋出众，备受麦彪器重，被委以重任，也因此他与麦彪的其他3个儿女关系并不和睦。兰坤说到这不解地摸了摸下巴，不过真是奇怪，按理说这个麦金也非浪得虚名之辈，他为什么判断我们会为了神界一退来夜袭呢？还搞了包围圈和埋伏，真是搞不懂。宋云祥招呼了一声，继续赶路，随机应变吧，走，先去麦府。两人接着便潜入了西城区内部。不久后，在西城区麦府的偏院内，一个胖子正左拥右抱舒服地泡在泳池里，后面还站着一个看起来沉稳一些的青年。胖子名叫麦铁，是麦家4秀中的老四。麦铁接过侍女递来的酒水，示意他给自己的3哥也倒一杯。后面靠在柱子旁的青年名叫麦童，是麦家4秀中的老3，他挥手表示不用。麦金大哥以那伙贼人回来夜袭盗取神界一退为理由，在西城区布下陷阱。听到3哥的讲述，麦铁撇了撇嘴，露出了不屑的表情。狗屁大哥，不过是个婢女生的便宜玩意儿，恐怕这孙子是想独吞鲛人族的宝贝吧？还以为我们不知道吗？麦童听后长叹一口气，别这样说，毕竟大哥他是父亲认可的继承人，麦家4秀之首。麦铁闻言很是不服，什么麦家4秀之首，我才不会承认，只有你我嫡出的一母同胞才算真正的继承人，那2个都是什么便宜玩意儿？等我找个机会把他们弄下来，到时候这个继承人之位咱们兄弟1人1半。麦童摇了摇头，转身离开了这里。好了，别抱怨了，父亲说了，咱们兄弟4个要团结，你也不要这样沉迷酒色，做好准备，晚上可能还需要你我出手。我先去机库那边看看，先走了。麦铁听后嘿嘿一笑，好的3哥，慢走，放心，晚上我会做好准备，伺机而动，到时候咱们亲兄弟合力劫了那便宜玩意儿的湖。眼看麦童的身影彻底消失，麦铁便急不可耐地将2个侍女拥入怀中。看来今天时间有限，本来还想去地牢再玩一玩那鲛人族俘虏的，算了，就你们俩来伺候本少吧。说罢就搂着他们走进了卧室内。此时宋云祥2人早已埋伏在了房梁上，等到麦铁走进来后，他们便开始了行动。2个妖族妹子被首先打晕了过去，紧接着兰坤一记鞭腿直接抽中了还没反应过来的麦铁。宋云祥则迅速布下了隔音阵法，倒在地上的麦铁闷哼一声，慌乱地看向了2人，你们是谁？救命啊！有刺客！话刚说完，就被兰坤一个大逼都抽在了脸上。闭嘴！麦铁捂着红肿的脸，愤怒地咆哮了起来。大胆贼人，竟敢对本少动手！你们知道本少是谁吗？本少可是麦家4秀的麦铁少爷，你们死定了！你们知道我哥是谁吗？见他还敢威胁自己，兰坤上前反手又是一个大逼斗。宋云祥这时也凑了过来，麦铁，你哥谁啊？砸锅吗？麦铁被打懵了，身上的肥肉因为害怕和愤怒止不住的颤抖。你们可不要乱来，我3哥麦童就在外面，他可是半步地阶的超级强者。麦铁、麦童、麦金，呵呵，我倒是好奇你爹给你2哥起了个什么名字。宋云祥边说边取出了一个法阵。什么2哥？我2姐麦西可是半步。这是麦铁话刚说到一半，脸上突然露出了惊恐的神色。只见那法阵竟穿透自己的皮肤，直接没入了心脏的位置。随后他体内忽然传来一阵剧痛，捂着胸口，浑身颤抖了起来。你对我做了什么？宋云祥微微一笑，法阵重新幻化出现在了手中，在其内部还多出了一个鲜红跳动的心脏。我用阵法封印了你的心脏，只要轻轻一捏，你就会暴毙当场。听到这话，麦铁顿时被吓傻了，贪生怕死的他慌忙跪在地上。大人，前辈，您需要小人做什么尽管吩咐，小人随时为您效劳。小人狗命一条，不值得阁下脏了贵手。宋云祥见状点了点头，行了，不必废话，带我去宝库。麦铁不敢再多说，迅速穿戴好，便带着他们朝宝库的方向赶去。不久后，几人就来到了麦家的宝库外。本少奉麦金大哥军令，来宝库取些晚上行动用的物资。听到这话，守卫应了一声，放他走了进去。顺着旋转的楼梯一路往下，很快就来到了一个厚重的铁门前。英雄前辈，您还在吗？少废话，把门打开。麦铁挨顿揍后，老老实实的连忙照做。铁门打开后，里面的场景随即映入了几人眼中。只见大量的金银珠宝到处散落在各个角落，仿佛置身在金色的海洋中，架子上都放不下，甚至有的还被随意的堆在地面上。宋云祥扫视了一圈，并没有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灵药放在哪里？听到他的询问，麦铁连忙回答：灵药在地下3层的宝库里，但那里我可进不去啊。兰坤听后一把就揪住了他的衣领，什么意思？你想耍我们？麦金被揍怕了，指着旁边的铁门慌忙解释：英雄钦点，我的权限只能进入1层宝库，2层和3层宝库的权限只有麦金和家主才有。哦，这样啊。宋云祥微微一笑，随即打了个响指。麦铁委屈地看了他一眼，紧接着便身子一挺，昏倒了过去。宋云祥大手一挥，召唤出了星主系统，把这些都收入系统空间。随着话音落下，只是眨眼间的功夫，大量的金银珠宝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这一幕把一旁的兰坤看傻了。我去！挥手之间洗劫一空，尊上的手段实在是太可怕了。
卖家的宝库1层洗劫完之后，宋云祥便用星主系统破解了进入宝库2层的权限。来到宝库2层，两人才发现这里不仅摆放着大量黄阶和玄阶的凶兽内核结晶，还有一些能够炼制普通星魂将的金属锭，估计是卖家数十年收集的成果。但这对于宋云祥来说不过是低等货色，根本看不上眼。这时远处的一个大箱子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宋云祥查看一番后，顿时来了一些兴趣。箱子的材质很不一般，竟然能隔绝魂力波动。蓝坤好奇地上前将其打开，只见一枚裂空结晶正静静地摆放在其中。他见状忍不住惊呼出声，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发财了尊上！宋云祥露出了失望的表情，这么好的箱子就装了这么一个破烂玩意儿吗？这玩意小得可怜，而且成色还一般，这样贵重的宝物尊上竟然看不上吗？尊上到底有多富有？蓝坤震惊过后，连忙在箱子中翻找了起来，没了尊上，下面都是些减震的填充物而已。宋云祥听后无奈点了点头，好吧，这些不识货的白痴，这只箱子的材料恐怕价值要高于这枚结晶千百倍吧？你想要裂空结晶吗？这个送给你了。蓝坤闻言连忙摆了摆手，不，这东西太贵重了，小的岂敢接受啊！这样的宝物留在尊上手中，定能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宋云祥微微一笑，直接将结晶丢给了他。没关系，箱子归我，这个给你了。这种成色的结晶他都懒得捡，还没有上官学姐那个新手剥出来的品质高。也不知道那疯丫头返回天都城之后怎么样了，回头也联系她吧，看看能不能从上官家借些战力。想到此处，宋云祥便收回了思绪，接着召唤出星主系统，将这里的一半物资收进了储物空间中。蓝坤见状疑惑地询问，还剩一半，尊上不要了吗？宋云祥摇头解释道，给他们留一些自保的力量。虽然夏域即将成为天都的敌人，但同为创造了文明智慧种族，我也不希望看到他们在遭遇凶兽袭击时手无寸铁。听到这话，蓝坤顿时愣住了。同为创造了文明的智慧种族，尊上对于妖族和人族全部都一视同仁吗？尊上的格局实在太大了，真是让小的心生惭愧啊！行了，走吧，去最后一层。宋云祥催促过后，就用星主系统破解了进入下一层的权限。蓝坤应了一声，就屁颠地跟在了后方。此时在沙雕城西城区的将军府内，麦金询问下属埋伏的包围圈准备的怎么样了。下属回答差不多了，将军放心，天黑之前肯定能完成。不过将军，属下不明白，为什么放置神阶一退的宝库和关押鲛人俘虏的地牢这两个重要的地方，您反而没有安排兵力埋伏呢？麦金自信一笑解释道，根据本将军的推测，这伙人应该是鲛人和迷伦人两拨人马，所以麦家宝库和地牢都是诱饵。用你的纯脑子想一想，无论他们哪一伙人来，要是看到那附近有重兵把守，还会咬钩吗？可是这样，那他们吃了饵没咬钩，咱们岂不是亏大了？听到这话，麦金露出了运筹帷幄的神情。那个鲛人的命不值钱，而神阶一退的碎片都那么大，我就是放着让他们随便搬，在不动星魂将的情况下，你觉得他们能搬走几块？呵呵，只要我们埋伏的3层包围圈层层收网，他们就是插翅也难逃。天黑之前，从亲卫队里派出几个精锐去宝库和地牢跟那里的守卫换班，让他们随时准备报信，只要那伙人一出现，就立刻开始收网。下属收到命令后拱手应了一声，将军英明，小的这就去安排。麦金冷笑一声，握紧了拳头，呵呵，平天圣宗是吧？不但觊觎我沙雕城的神阶一退，竟然还暗中争夺鲛人族的传承。这一次，看本将军怎么将你们瓮中捉鳖一网打尽。此时在另一边，宋云祥和蓝坤来到了宝库3层，这一层的空间比上面2层加起来都要大得多，其中一半的空间摆放的竟然是一排排神阶一退。蓝坤看得目瞪口呆，他们竟然将神阶一退的晶体切割搬运到了这里，不过这么大一块，他们是怎么搬进来的？宋云祥听到他的疑惑后，指了指远处的升降台，猜测估计是一个可以让星魂将尺寸进入的货运通道。他说罢就召唤出了星主系统，将这些神阶一退全部装进了系统空间。做完这一切的宋云祥走向了另一面摆放灵丹妙药的机器旁，他随即找寻一番，在分类为滋阴补阳的机器停了下来，打开一看，里面正整齐摆放着6株无银花。宋云祥面色一喜，大手一挥又召唤出了星主系统，转眼间3层的所有物品都被清空。尊上这次不给他们留一半了吗？宋云祥点了点头，刚才那些是炼制量产机的材料，给他们留一点在凶兽面前自保的力量是出于人道。这些灵药和神阶一退是塑造顶尖战力的东西，明知道他们会成为敌人，还给他们留下成长资源，就属于愚蠢了。哦，原来是这样，尊上杀伐果断，小的佩服。尊上一言如醍醐灌顶。行了，我布个障眼幻术阵法，咱们准备离开这里。宋云祥说罢就开始行动了起来。片刻后，被清空的区域重新生成了原本的样貌，这是幻术创造的投影，如果不触摸的话，单用肉眼基本很难看破。拎上那家伙走吧，等下把他扔在地下1层的门口。蓝坤听后应了一声，连忙跟在了宋云祥的后方。不久后，在麦家地牢负3层的妖族关押区，看守这里的2名守卫被突如其来的攻击瞬间打晕。宋云祥2人快步走了进来。尊上，这个大家伙有点碍事啊，您能不能帮我收一下？没事，等下我给你做个储物符。可是尊上，我听说裂空结晶自带空间属性，是无法被压缩进储物符的呀。2人边说边走进了牢房关押区，在路过一个熟睡的小孩时，宋云祥突然察觉到了异样。等等，这个波动，这个人，不，这只妖似乎非比寻常。这种非比寻常的魂力波动，隐隐透露出来的那一丝威压，莫非是那个境界？前世我因为魂脉残缺，圣阶12重之后，境界便无法再向上进一步，只能被迫选择了横向叠加那个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境界——神阶。没错，是他。
就在宋云祥愣神之际，一阵哐哐的撞击声突然响起，紧接着蓝坤愤怒的声音也传到了耳旁：“这群该死的混蛋！兰陵，你坚持一下，我这就救你出来。”宋云祥连忙转头看去，只见蓝坤已经钻进了通道最里面的牢房中，正在解救一个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鲛人。这群混蛋，放心，兰里，我不会放过他们的。宋云祥随即从怀中拿出了一瓶丹药，手伸过来，先为他吃一粒，让他尽快恢复行动。蓝坤接过丹药一看，顿时傻眼了，因为他认出了这正是3星丹药回春丹，而且这个成色比自己父王御用的上品回春丹还要高级。尊上，其实他就是皮外伤而已，我们鲛人族的自愈能力很强，这么宝贵的丹药岂能如此浪费？宋云祥挥了挥手表示没关系，赶快喂他吃了，不要影响我们接下来的行动。蓝坤听到这话，嘴角不由得抽搐了一下，心疼的将丹药喂了下去。兰里啊，这也是你的造化了，你这区区一条低阶小妖，竟然能吃到比父王御用还高级的丹药。丹药被兰里吞下之后，很快就见效了，阵阵灵力开始不断沁入他的五脏六腑，体表外的伤势以极快的速度修复愈合。兰里猛然睁开双眼，奇妙温暖的感觉在身体中不停的游荡，让他有了一种仿佛置身于大海的感觉。可惜我兰里这短暂的妖生没有学过什么文化，此时此刻我只能用一句人族的语言来形容我的感受，那就是我操，牛逼！完全恢复的兰里立马从地上弹起，来到蓝坤身前便躬身行了一礼，属下兰里参见殿下。蓝坤看到他这生龙活虎的模样，顿时有些不敢置信。这就好了，这丹药也太猛了，尊上牛逼，仙人伟力果然深不可测。兰里指了指宋云祥，有些好奇，殿下，这个人族是谁啊？见他这么无礼，蓝坤慌忙拉着他解释了起来。想死啊，蠢货！这位是尊上，是我族秘境守护者大人的主人。尊上赐下一粒丹药，就直接让没了大半条命的你立刻恢复如初，仙人手段简直深不可测。听到这话，兰里连忙朝着宋云祥恭敬行了一礼。宋云祥点点头，大步走到了牢房外。好了，事也办完了，咱们准备离开吧。蓝坤两人闻言立马追到了后方，两侧的牢房中关押着不少的妖族奴隶。蓝坤见状于心不忍，便跟宋云祥求起了情。小的有个不情之请，能不能救出这些妖族同胞？宋云祥听后无奈长叹一口气，我就知道说什么不情之请的就是要道德绑架。你想好了，带着这些人，咱们可就没办法用隐匿阵符光明正大的出城了呀。他们在这牢房里待着，起码不会横尸街头，但要跟着咱们，一旦发生战斗，那可就不好说了。蓝坤听后犹豫了一下，便拱手回答道：无自由，无宁死，无被妖族，誓不为奴。而且小的相信以尊上深不可测的仙人手段，肯定能保这群老弱病残安然无恙。见他已经下定决心，宋云祥也不好拒绝。行吧行吧，不过咱们要重新做个被发现的备用方案了。为了你被妖族委屈一下尊贵的蓝坤王子做诱饵，应该没问题吧？尊上放心，但有驱使，坤无所不从。宋云祥点了点头，那就开始行动吧。好，我现在就去解救他们出来。别了，你们暴力开门动静太大了，还是我来吧。想不到尊上连溜门开锁都如此精通，仙人伟力果然深不可测。不久后到了换班的时间，麦金派出的亲卫队赶到了麦家宝库，我奉麦金将军命令暂时接管宝库。今天没有出现什么异常吧？听到对方的话，守卫宝库的人员连忙回答：没什么异常。麦铁将军之前亲自来了一趟，但什么都没拿就走了。队长闻言便带人走进了地下一层，谨慎地查看了一番。打开厚重的铁门，里面的场景映入眼帘。这里被宋云祥刻意布置幻术阵法生成了原样。队长没察觉到异常，便带人返回了上面，但他们却殊不知，昏迷的麦铁正静静地躺在里面某个角落中。令人严加看守宝库后，队长便带着士兵赶往了地牢。可刚到这里就发现了不对，地牢这边的守卫呢？难道地牢这边出事了？他们随即警惕地在地牢中检查了一番，可奇怪的是，牢房中的奴隶和囚犯都还在，并没有发生什么异常。但没有异常，守卫怎么都不见了？队长眉头紧皱，实在有些想不通。一旁的手下猜测道：会不会是地牢这边也接到了咱们来接管这里的通知，所以提前撤离了？队长摆了摆手回答：应该不会，这些玩忽职守的家伙，等这次过去，我一定要禀报将军治他们的罪。此时在沙雕城的西城区，蓝坤一行人正带着妖族奴隶躲在一个偏僻的小巷子中。兰里好奇地询问：殿下，这里咱们好像来过呀，这不是通往中城区奴隶市场的那个贵宾通道吗？蓝坤点头回答：没错，等到守卫交接的时候咱们就行动。可是这不越绕越远了吗？咱们为什么不直接从西城区出城啊？蓝坤随即解释了起来：首先带着这群老弱病残孕，肯定没办法翻墙，而且根据从那个死胖子套来的情报，麦金正在调遣兵力设置埋伏圈，想引诱我们走北门，以便在城外一网打尽。所以尊上的计划是咱们从西城区向东前往中城区，绕开麦家的兵力部署，从奴隶市场连接外城区的东门出城。万一惊动了守卫，奴隶市场种族混杂，可以让他们先在奴隶市场就地潜伏，不会受到战斗波及。毕竟沙雕城是妖族奴隶为贵重的财产，即使情况不妙，我们还可以挟持中城区的贵族作为人质，方便脱身。兰里听得云里雾里，还不忘拍了一个马屁。原来如此啊，尊上真是太厉害了。宋云祥跟在妖族奴隶的最后方，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睡觉的小女孩身上，刚才一顺手把这家伙也一起救出来了，没想到还在睡觉。宋云祥见状有些无语，好奇的伸手想探查一下小女孩的身份。在前世他就发现了，系统对睡觉昏迷这类无意识状态的俗人是不会产生反应的。不过这家伙是个妖族，到底是不是素人还不好说，但那一丝恐怖的威压又很让人怀疑他的真实身份。他伸手的时候刚好被一个人马族的男孩看到了。你在干嘛？人马族的妹子反应过来，一把就打掉了宋云祥的手臂。人族，放开你肮脏的手！由于
于动作太过用力，一不小心扯开了身上的伤口，他顿时疼得龇牙咧嘴，头冒冷汗。旁边的人马族小孩连忙关切地询问：“提毛姐姐，你没事吧？”提毛摇了摇头，捂着流血的伤口，不想让他们看到。宋云祥见状，便从怀中拿出来一颗丹药，把这个吃了。滚开人族！我才不要吃你的！提毛话还没说完，就看到了惊讶的一幕，只见几个人马族的小孩，此时已经被丹药散发的香气吸引了过去。人马族的提毛见状，惊呼一声：“这是什么？莫非是丹药？”宋云祥连忙示意他小声一点，提毛这才反应了过来：“抱歉失礼了，请问这真的是丹药吗？”几个小孩满脸期待地凑上前想要舔一下，宋云祥随即便解释了一番：“这是3星丹药回春丹，疗伤用的低阶丹药而已，快吃了吧。”听到是3星丹药，提毛顿时露出了震惊之色，这种贵重的宝物，抱歉，请恕提毛不能接受。他话刚说完，就被宋云祥一把揪住，然后强行塞进了嘴中。这种废话我实在是有些听腻了，乖乖给吞下去吧。丹药吞下后，很快就起到了效果。提毛的体表紧接着便浮现出了淡淡的灵力，一股奇异温暖的力量不断侵入他的经脉之中。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妙感觉？仿佛一望无际的沙漠中，只为我出现了一片绿洲。不但我的身体得到了治愈，甚至灵魂都得到了洗涤。伟大的妖族之神啊，请让我赞美您，赞美这枚神奇的丹药，赞美这位奇怪的人族。片刻的功夫，他身上的伤就全部消失了，而且皮肤也变得更加光滑。人族的丹药竟然真的如此神奇，那岂不是说族长大人或许还有救？提毛惊讶过后，感激的躬身行了一礼。大裂谷部落联盟，烈风族战士炎花之女提毛，多谢阁下赠药之恩，刚才唐突冒犯实在过意不去。提毛以烈风族战士之名起誓，将为阁下猎杀3个敌人，以其首级换取阁下的原谅。宋云祥听到这话，连忙挥手表示不必，直接以实际行动换取原谅吗？这些妖族的风俗倒是意外的淳朴。行了，我只是不希望伤者成为累赘，帮我照顾好你背上的这尊睡神，就当是偿还这粒回春丹了。提毛闻言点了点头，定当不负所托。对了，阁下知道这位大人的身份吗？提毛本能的感觉到一丝血脉压制，似乎这位大人的身份相当尊贵。话刚说到这，忽然传来了蓝坤的声音：“尊上，可以行动了。”宋云祥听后便招呼众人警惕起来：“行动了，大家跟紧步伐，不要掉队。沙雕城内通往每个城区都要经过一条隧道，隧道内有士兵负责巡查看守。不过好在负责看守的士兵只有2个，很轻松就被蓝坤解决了。”众人顺着隧道来到了中城区，宋云祥接着便说出了下面的计划：按照之前拟定的，咱们走中城区，穿过奴隶市场，从东门出城。现在有2个选择：一是我们兵分3路，3个小队混入人群，跟着人流找机会从东门出城；二是我们采用主动诱敌的方案。第一种的话就是赌一把，运气好可以直接混出城，运气不好可能会被敌人打一个措手不及，这些妖族妇孺搞不好会出现死亡。所以我个人比较倾向采用第2种方案，主动诱敌，将战场的节奏最大可能掌握在我们手中。蓝里懵逼的挠了挠头，可是好像只有反派才会做什么战斗计划，我看主角一般都是直接莽就完了。这话让蓝坤无语至极，你懂个屁！可是我看人族卖的故事本里都是这样。闭嘴吧你！蓝坤忍不住上去教训了他一顿。尊上，坤愿为耳，但凭尊上吩咐。宋云祥听后点了点头，把地图拿了出来。主动诱敌的方案确实需要你先做诱饵，等下你就离开队伍，前往中城区和内城区的交界处。等队伍靠近东门时，构装出星魂将，制造骚乱，吸引敌人注意力。蓝里则负责带着这些妖族趁乱离开。蓝里，你带着他们出来东门后，朝这个位置移动，没问题吧？蓝里闻言表示没问题。不过尊上，那你呢？宋云祥微微一笑，指向了奴隶市场。我留下来殿后，如果蓝坤那边的敌人战力过强，则启动第3号备用方案。我会在这个位置和蓝坤交叉诱敌，放他们的风筝。什么叫放风筝？蓝里听到有些迷糊。蓝坤气得挥了挥拳头，示意他不要再问了，按照尊上的指示执行。就这样确认好计划后，众人便开始了行动。宋云祥与妖族奴隶朝东门摸索，蓝坤则脱离队伍前往了交界处。来到奴隶市场区域后，队伍暂时停留了下来。宋云祥拿着一些沙雕城本土的衣服分给了他们，大家用这些衣服遮一下妖族特征，等下我会逐一解除隐匿效果，大家不要慌张，分散混入人群中，跟着人流朝着东门走。众人听后连忙开始穿戴了起来。可人马族的特征比较明显，想要遮盖会比较为难。算了，你们几个还是跟着我吧。通往东门的大道上，人来人往，很是热闹。这里大多都是来自外地采购的商贩。解除隐匿后，众人都陆续混入了其中，最后剩下我们了，快跟上！小朋友，这些行人看不到我们，你们一定要注意主动避让，不然发生了碰撞，恐怕会被人察觉。宋云祥叮嘱一番后，便跟随着人流前往了东门。东门的出口守卫比较多，每一个出去的人都会受到盘查。蓝里在离出口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了下来，然后跟宋云祥示意已经就位。宋云祥见状，便用通讯设备联系了蓝坤。我们这边好了，开始吧，你的星魂将敖丙首秀。收到信息的蓝坤微微一笑，紧接着身形一跃，便飞到了半空之中。星魂够装！随着他一声大喝，下一秒蓝色的雷霆瞬间从天而降。雷霆之中的蓝坤缓缓张开双臂，一个全新形态的星魂将敖丙幻化而出。他激动地睁开了双眼，一股爆炸性的力量彻底融入四肢百骸。蓝坤知道没时间耽搁，压抑住内心的兴奋，便开始了操作。哈哈，星魂将敖丙，就让咱们在这里大闹一场吧！出来吧，沙龙！话音落下，一条由机体组成的巨龙张牙舞爪地咆哮着冲出，巨龙口中的能量不断汇聚，对着下方的建筑开始了狂轰乱炸。爆炸的声响和震动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沙雕城的士兵见状，顿时面色大变，不好，有敌袭，是内城区那边。温召唤出寒沙龙，一顿狂轰乱炸后，沙雕城的士兵反应过来，迅速展开了反击。构装完成的他们随即锁定了半空的蓝坤。蓝坤见状丝毫不惧，第一批来的都是小喽啰吗？听我命令，瞄准目标，开火！随着队长一声令下，
数十道远程攻击便朝着蓝坤击射而去。蓝坤控制敖丙闪转腾挪间轻松躲过。可恶，下面还有平民吗？为了避免误伤到他们，不能用含沙龙范围攻击了。战绩由越战越长。他大喝一声，便挥出了手中的武器。下一秒，一股巨大的斩击如迅雷般呼啸而至，剧烈的爆炸直接将士兵们掀翻在地。蓝坤则身形一闪，趁机发动了突袭。哇，这个贼人的战力在玄阶之上！快通知将军府，呼叫地阶以上的高手前来支援。与此同时，在东门处，士兵队长连忙让手下关闭城门。突发情况，东门关闭，所有人禁止出入，靠近东门者格杀勿论。他刚说完，就被迅速靠近的蓝里一击命中。在解决掉所有守卫之后，宋云祥便招呼妖族奴隶开始了行动。所有人趁现在冲出城，动作快点！众人闻言不敢耽搁，争先恐后的朝着蓝里那边跑去。蓝里则重新打开了快关闭的城门，快跟上，从这边走。有人擅闯城门，估计是贼人同伙，别让他们跑了。远处的士兵注意到这边异样后，立马赶来阻拦。宋云祥则从怀中拿出一个储物符，你们也走吧。提卯听后点了点头，好的，你自己小心点。他说罢就抱起了人马族的小孩，向着出城的大门狂奔而去。宋云祥手持长刀将追击的士兵挡在身前，只有你一个人也敢阻挡我们？擅行包围，活捉这个家伙！在队长的命令下，士兵迅速围拢，手中的长矛齐齐朝着宋云祥的腿部刺去。宋云祥脚下借力猛然跳到了半空之中，他果然跳起来了，在空中将无数借力活捉他。听到这话，宋云祥微微一笑，真是白痴。说罢拿出储物符，在脚下幻化了一层屏障护盾，然后再次二段借力跳到了士兵的后方，如狼入羊群般开始了无情收割。转眼间的功夫，大部分士兵便命丧当场。剩余的队长见状顿时一惊，这家伙的武技竟然如此高超，你们俩够装出星魂将拖住他，我去呼叫增援。士兵听后连忙够装了起来，然后一起出手朝着宋云祥发动了攻击。宋云祥眉头一挑，看向了远处，现在还不是够装出星魂将的时候，得等蓝坤那边将沙雕城的高端战力吸引过去。与此同时，在蓝坤这边，第一批够装的士兵已经被全部解决。他随即打开感应面板查看了一番，按照尊上的计划，地阶以上的高端战力差不多该出现了。好，来了！蓝坤见面板红点正急速靠近，于是便不再停留，转身朝西城区跑去。片刻后，将军亲卫队就赶到了这里。那个袭击内城区的贼人呢？贼人朝着那边逃走了。西城区的方向，那家伙怎么会往西城区跑？不管了，追！亲卫队一行人顾不上多想，连忙朝着蓝坤逃走的方向追去。而此时在不远处，蓝坤已经解除了构装，躲在一个小巷子内。呵呵，一群傻蛋！尊上，我这边搞定了。宋云祥收到消息之后，就引着2名士兵往城区跑去。很快，士兵就越聚越多，将他包围在了街道上。你这贼子，中计了吧？这么多人，就算你武道通天，也能活活耗死了。听到士兵的话，宋云祥不屑一笑，呵呵，既然你们送上门来，那就一起来吧。他说罢，就冲着正前方的士兵主动发起了进攻。可就在他准备大展身手之时，耳边却传来了一阵马蹄声。抬头望去，只见原本逃走的提卯居然手持长矛从屋顶一跃而下。宋云祥彻底懵逼了，这是啥情况？我去，你跑来添什么乱？提卯大口喘着粗气，呵呵一笑，我回来救你。听到这话，宋云祥顿时有些无语，我谢谢你啊。紧接着他就被提卯一把提起，扔在了自己的后背上，骑我身上，我带着你出去，抓紧我！要开始加速了。宋云祥一个踉跄，差点摔倒，惊吓之余慌忙搂住了提卯的腰。提卯第一次被异性接触，顿时涨红了脸。你在抓哪里？宋云祥尴尬的回答，是你让我抓紧的呀。那你换个地方抓，拜托，这还有个小家伙夹在中间，你身上哪里还有什么好抓的地方？提卯没有时间再多说，因为周围的士兵已经围了上来。他冷哼一声，发力猛然跳到了半空中，直接跃到外围士兵的最后方。之后宋云祥负责指挥路线，提卯则负责撒丫子逃跑，不过很快就跑进了一个死胡同。该死，你指错路了吧？提卯想要调转方向，但显然来不及了。这下看你们在往哪逃！士兵说罢就朝着2人抓了过来。宋云祥微微一笑，随即跳到了半空，没指错，就是这里。星魂够装！话音落下，一道闪电凭空出现，闪电过后，一个从未出现过的星魂将渐渐成型，而这正是星魂将敖丙变换星辰色。提卯呆呆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幕，这时宋云祥自己也露出了错愕的表情，这怎么和我之前用过的敖丙不太一样啊？眼看沙雕城的士兵已经攻到了身前，顾不上思考的他大喝一声，便开启了逆鳞模式。不好，小心！士兵以为他要放大招，连忙躲避，可下一秒空气中却突然安静，什么都没有发生。宋云祥顿时尴尬不已，这是什么敖丙？无法启动逆鳞模式吗？这家伙好像在虚张声势啊！趁现在一起上，干掉他！士兵对视了一眼，就同时攻了过去。然而双方的强度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刚刚近身的他们就被宋云祥瞬间出手解决掉了一个，而另一个也同样被他一拳击倒。做完这一切的宋云祥本想看看有什么能用的武装，但沙雕城的士兵紧接着就扑了过来，宋云祥只好随手拿出了一把长刀，开始应对起了眼前的危机。他一跃而起，主动迎面展开了反攻，在一刀捅穿一个士兵后，手中的长戟猛然抛出，直接命中了下方正在远程攻击的士兵。沙雕队长见状便采用人海战术，够装完成的士兵悍不畏死的继续冲去，还有那个同伙也把他抓起来。随着队长一声令下，没有够装的士兵则分出一批转攻向了缇娜。宋云祥被几个士兵围困在了其中，不要怕，
他没有武器，快上！士兵话刚说完，就被宋云翔一击重拳打废了。紧接着他不停地穿梭在人群中，凭借着高超的战绩和闪电般的速度，直接展开了一场单方面的屠戮。转眼间5个士兵就被打倒在地，失去了战斗能力。同时缇娜这边的战斗也已经开始。作为猎风族最强的女战士，她的战斗经验远非一般士兵可比，再加上动物身体的力量优势，围攻过来的士兵根本没有造成任何威胁，就被她一一斩杀在了当场。宋云翔看得津津有味，果然烈性十足啊！他的战斗方式虽然暴虐，但却极为实用。可惜妖族只有星脉没有魂脉，无法使用星魂将。对了，突然想到一个好点子，有了封印阵法的填补，之前的构想似乎也不是无法实现。等下可以试试，如果这个思路得到验证，那可就太有趣了。就在他思索之际，后面一个士兵鬼鬼祟祟想要偷袭，然而他刚刚近身就被宋云翔察觉到了，他抓住了对方的手臂，反手蓄力一掌直接劈在了脖颈上。下一秒那机甲便身首异处，无力的倒向了地面。白痴，始源星魂将的强度远不是量产机可以比拟的，更何况还有2个大境界的差距。即使我赤手空拳干翻你们，也如砍瓜切菜一般。远处的队长见状面色大变，这家伙绝对有地阶以上的战力。该死，别管那个妖族了，全体构装，一起上！众士兵听后便火速构装出机体，前仆后继的朝着宋云翔冲去。宋云翔此时看了一眼时间，差不多了，那批地阶的亲卫估计要来了。最后用寒沙龙放个烟花，就和蓝坤那边接棒了。想到此处，他随即打了个响指，出来吧，寒沙龙！下一秒，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便凭空幻化，与蓝坤召唤出来的巨龙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颜色。巨龙口吐烈焰，猛然朝着士兵轰击而去，爆炸的声响传到了正在寻找蓝坤的亲卫队耳中。这种攻击方式没错，应该就是刚才那个家伙。可恶，他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这次绝对不能让他跑了，一定要为麦金将军活捉此僚。亲卫队火速前往了爆炸的方位。此时蓝坤这边收到了宋云翔的消息，我这边已经结束，该你接棒了。蓝坤微微一笑回答收到。星魂构装。随着他一声大喝，蓝色的星魂将敖丙便再次出现，紧接着蓝坤把寒沙龙也召唤了出来。亲卫队很快就赶到了爆炸中心，但眼前只有士兵的尸体，根本没有贼人的身影。可恶，人呢？亲卫队长不甘心的再次查探了起来，却殊不知在他们身后的某个拐角处，两人正悄悄的隐匿在了这里。缇娜有些好奇，你们这样来来回回是搞什么？为什么不直接杀出啊？宋云翔开口解释道，沙雕城有天阶强者坐镇，我们2个地阶想安安稳稳的逃出去，肯定要搞些花样扰乱他们。有2个地阶巅峰，剩下的最弱也有地阶初期，这些家伙对蓝坤来说，或许还是会有一些麻烦。之前黄阶的时候，虽然魂力消耗颇大，但凭借吕布的无敌强度，我也能硬刚天阶。现在我地阶后期，手上又有吕布、敖丙、文仲3尊始源星魂将的星辰色复制体，还有一时半会用不完的弹药，对付一般的天阶应该不在话下。但总有股不好的预感，就怕这个沙雕城有什么不一般的玩意。与此同时，在麦家的地下机库中，麦家家主麦彪看着面前的测试机，兴奋地大喊出声：哈哈，竟然需要链接5位天阶的魂力为其功能，真是可怕的消耗啊！这种东西如果能量产，岂不是整个夏域国，不，整个东大陆都将是我的囊中之物？一旁的蛋皮听到这话，忍不住提醒道：大人慎言，仅仅这台测试机，老夫就收集了将近50年，其中有些来自凶兽身上的材料，想要入手更是难如登天。麦彪听后有些扫兴，直接开口打断了他：行了行了，我就随口一说。就在这时，麦金缓步走了进来，麦彪疑惑地询问：你不是正在安排晚上的埋伏吗？怎么有空来这里？我猜，莫非是计划出了什么情况？麦金点了点头，调出了士兵传回来的画面。父亲英明，的确出了情况。鲛人族的那尊始源星魂将已经在城内出现了，正在和我们的人交手。什么？出现了？麦彪听后诧异无比。麦金继续开口道：虽然他的出现打乱了我们的计划，但好在这尊星魂将的素人似乎只有地阶境界，所以不足为惧。那有什么办法活捉他吗？虽然对方只有地阶，但毕竟是无比强大的始源星魂将，所以为了活捉他，我才前来特别请父亲亲自出手，用您的这尊机体。麦彪听后兴奋地表示没问题，他早就迫不及待地想试试这尊机体的威力。麦金，你也随我一起乘搭上来。蛋皮老师准备一下，我要以这尊。对了，名字还没有起好，我想想，有了，既然是我沙雕城意志的巨献，那我麦彪愿称他为终极沙雕王。走吧，去活捉那台鲛人族的始源星魂将。终极沙雕王启动。此时在宋云翔所处的位置，亲卫队收到了贼人在内城区出现的消息，气急败坏的他们火速赶向了那边。该死的家伙，竟然如此愚弄我堂堂地阶巅峰的强者，等被我们追到，一定要你好看。蓝坤这边解决掉几个士兵后，他就无聊的在原地等待了起来。不久后，他忽然感应到了亲卫队强者的气息，来了吗？这次还挺快呀，我看看，难怪我现在这个位置离尊上有点近啊，该去东门附近的2号标记点了。思索至此，他就一跃而起离开了这里。途中先是解除了机体构装，然后便再次开启了隐匿。在他离开后不久，亲卫队就赶到了刚才他所处的位置。队长环顾周围，依旧没有发现贼人的身影，顿时就气炸了，站在原地愤怒咆哮了起来：怎么又不见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家伙的速度如此之快？为什么追不上他？为什么？此时在宋云翔这边，他赶到了地图上预先设定的2号位置后便停了下来。缇娜有些不理解，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打2下换一个地方？我还是觉得直接杀出去会比较好来。宋云翔微微一笑，开始解释了起来，这就是掌握战场主动权的诱敌计划。我和蓝坤以相似的星魂将交叉诱敌，把那群高端战力的敌人像风筝一样调来调去，然后伺机观察那些顶端战力的敌人，在戒备他们的同时也吊着他们的注意力，找机会突破东门和北门的防守后直接开溜。如果我们选择直接杀出去，那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强者横空出现，而往往这种战斗肯定是靠实力
无法取胜的，而且会大概率献祭一些队友。缇娜疑惑地询问：“什么是相似的星魂将？注意到要点了吗？”和他演示星辰色敖丙太麻烦了，干脆还是以星魂将左慈的能力糊弄过去吧。宋云翔思索至此，便自信地回答道：“既然你问到关键问题，好吧，不装了，摊牌了。没错，其实我就是星魂将左慈的素人。我的星魂将有特殊能力，可以化身成别的星魂将，所以我如此这般如此，化身蓝坤他们一族敖丙的样子，才能和他一起联手将敌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缇娜听得云里雾里，原来需要这么麻烦吗？我的意思是，星魂将不都长得很相似吗？啥？听到这话，宋云翔瞬间凌乱了。缇娜不好意思地解释：“其实我们看人族的那些构装造物都比较脸盲，在我们妖族眼中，什么星魂将好像看起来都长一个样子。”宋云翔闻言一头黑线：“你那不是脸盲，是色盲吧？”这时蓝坤传来的消息：“尊上，我这边就位了。”宋云翔看后点了点头：“好了，不聊了，该做事了。”说罢，他便再次构装出了敖丙的星辰色复制体，然后直接对着周围的建筑用出了战绩落月斩。巨大的声响引起了亲卫队的注意，是北门附近的外城区，快去！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众人赶到这边后顿时崩溃了。宋云翔的身影已经消失，只留下一片狼藉。东门位置的蓝坤呵呵一笑：“我这边也跟上。”说罢就又一次构装出了星魂将敖丙。我操，怎么在东门那边？快去东门！此时在沙雕王的驾驶舱内，士兵把发生的事情汇报给了麦金将军。北门和东门短时间内都出现了那个鲛人族的始源星魂将，我们的地阶战士们一直追不上那个家伙。麦金随即下达了命令，将北门和东门同时作为重点警戒区域，让那2位率领亲卫去埋伏阻击。家主，魂力充能完毕，可以出击了吗？听到旁边人的话，麦彪得意一笑：“好，听我号令，终极沙雕王出击！”随着他一声令下，一尊布满翅膀的4不像机体就飞到了沙雕城的上空。这时在沙雕城的东门，亲卫队累得气喘吁吁，该死，又扑空了。隐藏在暗处的蓝坤微微一笑，下一个位置东门外，之后就可以全速脱身了。不愧是尊上的计划，将这群地阶强者玩弄于股掌之间。北门那边恐怕压力要远大于东门，希望尊上也能一切顺利。不对，是我多虑了，以尊上料事如神，加上深不可测的手段，肯定不会出什么意外的。此时在沙雕城的北门外，2人出了北门后便一路狂奔。宋云翔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喷嚏，妈的，谁又在诅咒老子？正在狂奔的缇娜忽然面色大变，小心，我感觉到附近有杀气。宋云翔顿时来了兴趣，没想到他们埋伏的还挺快。沙雕城的指挥官倒也有点东西，陪他们玩一玩吧。说罢，他就主动解除隐匿，构装出了机体。身后的寒沙龙紧接着迅速充能，对着正前方的沙漠便开始了无差别轰炸。藏在沙漠中的士兵见状不再藏匿，唤出所有人一起上。随着一声大喝，沙漠中的士兵接连不断地冲了过来。缇娜看到士兵的数量这么多后有些惊慌，宋云翔安慰他没关系，等他们全部聚集过来，正好趁这个机会试一试我这个思考了几10年的构想吧。阵气。说罢，他便将一个阵法罩在了缇娜身上，缇娜随之不受控制地飞到了半空中。没事，不用紧张，我想是个东西。星主系统，给我调用星辰色赤焰火龙驹，以封印阵法创造出具有双向保护功能的隔绝空间，将他的星脉与赤焰火龙驹的操控进行连接，魂力的连接则由主控的我来提供。成了，走起！话音落下，缇娜的身上突然闪烁起了金光，强大的力量开始不断没入她的星脉。随着一阵白光出现，她随即便融合进了赤焰火龙驹内。慌乱过后，她连忙询问：“这是怎么回事？没有魂脉的我竟然能操控人族创造的构装造物？”宋云翔呵呵一笑，拿出了几粒丹药丢进了口中，然后一个腾空翻跃就骑到了火龙驹上。此刻的火龙驹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坐骑，眼中充满了灵动之色。而在机甲的内部，2人也做出了同样的动作。缇娜见状惊讶不已：“你怎么还能出现在这里？”宋云翔随口解释了一番：“因为我在给你当充电宝啊！”我去，这样睡神都还不行。此时外面的士兵已经来到了眼前，为了将军的捉鳖计划，大家一起上，围杀他们。宋云翔听到这话冷笑一声：“包围了是吗？那看来所有人都来齐了吧？走吧，红色小马，就让我们一起来个大杀四方！”与包围过来的沙雕城士兵展开了第一轮交锋，2把长戟刚猛无比，轮番挥动下，直接将左右两边的敌人一击毙命。人马族的妹子战斗天性彻底释放，在赤焰火龙驹力量加持下，凶悍异常。周围的沙雕城士兵往往还没近身，就已经丧命在了2人默契的配合攻击之下。宋云翔看得惊叹不已，好家伙，这小马上手很快啊，战斗天赋相当出众，简直就是为战斗而生的杀戮天才。相比之下，没人操控的星将兽自动战斗的能力就很差，不但需要发出指令，落实起来也不懂变通。寒沙龙，给我喷后面那些家伙！宋云翔说罢，便骑着人马族的妹子暂时脱离了战场。收到指令的寒沙龙直接开启了远程轰炸，沙雕城的士兵躲闪不及，一时间死伤惨重。沙雕队长迅速指挥了起来：“没事吧，大家？”受伤无法行动的后撤回城。没事的兄弟们快速重整阵型。可就在他话刚说完，宋云翔就闪身一跃，趁乱杀了回来，2把长戟以风雷之势猛然挥出，直接将沙雕队长斩杀在了当场。重击之下，沙土飞扬，地面都被砸出了一个大坑。宋云翔闪转腾挪，不停地穿梭在战场中间，如同死神般开始了疯狂的收割。沙雕城的士兵悍不畏死，继续发起了进攻。那边敌人就交给你了，没问题。这个狙用起来可太爽了。2人简单制定完战术，便再次向着两侧的敌人冲杀了过去。与此同时，在沙雕城的西城区，终极沙雕王的机体内部
家主，咱们现在去哪？听到长老的询问，麦彪便看向了麦金，说说你的看法。麦金应了一声，就开始分析了起来。根据之前的情报，目前贼人一直神出鬼没，我怀疑他们可能是具有某种制造幻术方面的能力，贼人中可能有精通阵法之类奇淫巧技的家伙存在，所以我重新安排了兵力部署。原本去西门埋伏的麦童正在赶往北门，而东门的那边就交给小西的中队。麦彪听后疑惑地开口：贼人不是已经在北门现身了吗？为何不调遣所有人都去北门？麦金解释道：虽然没有什么证据，但我直觉上怀疑贼人可能会兵分两路声东击西，而且根据他们出没的地点位置，恐怕已经掌握了我们的兵力部署。由此判断，北门那边正在战斗的恐怕是他们之中最强的人，所以北门那边先派麦童的中队去拖住他们，然后由父亲和各位长老驾驶此机去将他生擒活捉，而东门那边交给小西应该没问题，毕竟半步天阶的他可是除了父亲和在座各位长老之外最强的了。麦彪闻言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你小子的头脑确实比较好用。行，这次行动这尊终极沙雕王的指挥权就交给你了。父亲，这怎么可以？还是惶恐。行了，我信任你，不要婆婆妈妈的，下令吧。听到这话，麦金便坚定的点了点头。是父亲。那么目标北门外，捉鳖行动最终包围圈战场，终极沙雕王全速出发。听到这话，几位长老不敢耽搁，便立即输送起了体内的魂力。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终极沙雕王只挪动了一点点，那速度甚至比旁边的鸽子飞得还要慢。啥情况？麦金彻底懵逼了。父亲，几位长老，为何终极沙雕王的移动速度一直提不上来呢？后面4位长老闻言尴尬不已。家主，我等都已经在全力催动了。麦彪傻了。你们什么意思？难道怀疑老夫没有出力吗？快点给我接通蛋皮老师。随后电话接通蛋皮，恭敬的行了一礼。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的终极沙雕王移动速度这么慢？蛋皮闻言连忙开口：是这样的，家主，之前您要求这台机体需要有能够对抗始源星魂将的战斗力，同时又要具备浮空飞行的能力，但事物终归是由其平衡上的临界点。为了增强攻击力与防御性能，那就只有牺牲速度了。只要家主您提升境界就可以。如果您和4位长老都能达到天阶巅峰的话，相信速度就可以提升到5倍之上。麦彪听到这话，眉头紧皱。天阶巅峰吗？如果把宝库里我收集了几10年的灵药都拿出来，再加上吸收那些神阶一退的能量，或许可以堆出几个。可是这几个老家伙资质和能力都太差了，浪费在他们身上实在可惜。见麦彪没有说话，蛋皮又补充了一句：回家主，其实老夫考虑到了速度问题，为这台机体设计了短距离传动能力，但发动需要消耗1枚贵重的空间结晶，只有一次机会，原本是作为最终的逃生手段。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急不可耐的麦彪打断了。没关系，不就是空间结晶吗？老夫的宝库里还有，不管了，立刻教我们怎么使用。所有人按蛋皮老师说的，为沙雕王注入魂力，现在抓住那个鲛人族的星魂将才是头等大事。与此同时，在北门战场，宋云祥这边最后一个沙雕城士兵被他解决后，宋云祥便收起武器进入了休息状态。人马族的妹子有些郁闷，全杀完了吗？我还没打过瘾呢。宋云祥听到这话，翻身躺在了马背上，开始悠闲地补充起了魂力。怎么着，你还玩上瘾了呀？妹子眼冒金星，期待地询问。这位人族大人，这个叫什么居的力量是送给提卯的吗？提卯以后可以一直使用这个力量吗？嘿，长得一般，想的倒是挺美，这可送不了你。这只什么居是我召唤出来的，只是给了你操纵权，消耗的魂力都是我在提供。刚才就是做个测试而已，小马做我的坐骑，再把这个力量绑定给他。对了，刚才那个叫菲儿的小马就不错，看起来挺乖的，要不就他吧。从小养到大的话，一定会很听话。提卯一听，顿时急眼了。别啊别啊，那种乳臭未干的小家伙有什么好的？主人，提卯愿意成为主人的坐骑，之前主人赠丹之恩，提卯正愁不知道怎么报答了，不如就作为主人的坐骑追随在主人身边，您看行吗？宋云祥听后呵呵一笑，我看你就是玩上瘾了吧，没什么诚意啊。提卯闻言尴尬的连忙表态，主人，提卯真的很想报答您的恩情，给个机会啊，拜托了。行吧行吧，就给个机会，不过现在你还是试用期，能不能转正还要看你的表现。听到这话，提卯顿时喜出望外，太好了，谢谢主人，放心吧，提卯一定为主人好好杀敌。确实，这种强大的力量一旦拥有，谁又能接受要失去它呢？要是再能找个谁来操控寒沙龙就好了，到时候凭借无限的续魂丹，我就可以召唤一个新将兽大军，老子将成为星魂师各大流派中第一个召唤流的开山鼻祖。就在宋云祥美滋滋的一想之时，数道破空声突然在耳边响起，几个沙雕城的高阶士兵眨眼间出现在了场中，为首的那人身穿墨绿色的机甲。宋云祥见状拍了拍马屁，小马，你的敌人又来了，到你表现的时候了。为首之人大喝一声，我乃麦家四秀的老三麦童，贼人，给我乖乖束手就。他话还没说完，一道赤红的火柱突然从天而降，将这倒霉的几人都笼罩在了其中。火柱中一道6臂机体星魂将哪吒缓缓出现，他看着面前不伦不类的宋云祥，眉头一挑，你就是这一任星魂将敖丙的素人吗？呵呵，这大概是我认识的敖丙素人里品味最差的一个。宋云祥听后立马认真了起来，好强大的魂力威压，是圣阶7重，不，其实只剩6重左右。女人的声音似乎没有敌意，这个样子莫非是星魂将哪吒呼延家的人吗？请问阁下是？呼延卫平静地看着他，你不用管我是谁，我只是受上一任敖丙素人所托，来给你传句话。听到这话中的意思，宋云祥恍然大悟，原来是把我错认成星魂将敖丙的继任者了吗？什么话？呼延卫面色凝重地开口回答，他托付我告诫你，小心博士。宋云祥听后人都傻了，小心博士？什么博士？呼延卫摇了摇头回答不知道，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宋云祥等待许久后忍不住询问，就这么多没了吗？靠！
什么谜语人？老子生平最恨的就是谜语人。听到这话，呼延卫突然面色一冷，收回你的不敬，否则我可以代替蓝傲大哥否定你身为敖丙素人的荣誉。宋云祥闻言有些懵逼，否定荣誉？不应该是剥夺掉身为敖丙素人的资格吗？只是否定荣誉，你在逗我吧？呼延卫眉头紧皱地看着他，鲛人一族最重荣誉，守护者怎么会选择你这样的无耻之徒成为素人？宋云祥索性直接坦白了自己的身份。不好意思，实话告诉你，我不是鲛人族，这也不是星魂将敖丙，想个办法试试能不能骗这个女人心结。哪吒呀，这可是上一世没有入手过的星魂将。呼延卫听后恍然大悟，的确，你的敖丙确实与我见过的几尊都不太一样。那阁下到底是什么人？宋云祥摊了摊手解释道，实不相瞒，在下的星魂将有个特殊的能力，可以幻化成别的星魂将的样子。多谢了顾院长，用星魂将左慈背锅可真是方便啊。呼延卫听后半信半疑，那你变一个给我看看。行，那你瞧好了。宋云祥随即便利用星主系统变换了起来，随着一阵光芒闪过，星魂将吕布便出现在了马背上。如何？现在信了吧？不如阁下现身一见。虽然我不是敖丙的素人，但我和他很熟，可以带你去找他。呼延卫还是有些不相信，你再变一次我看看。宋云祥闻言有些无语，这娘们还挺不好糊弄。星魂将文仲似乎受到某种不可抗力的力量干扰，无法顺利构装，但现在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那就再变一次给你看看。他说罢便把吕布切换成了文仲的样子。嘿嘿，怎么样？现在信了吧？呼延卫没有说话，静静观察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快信了，你还能再变一次吗？宋云祥尴尬不已，再变，那就只有微远氏和伊智邪的魂将符了。好吧，拼了！宋云祥随即直接变换成了微远氏。如何？下来面对面聊聊啊！呼延卫见状摸了摸下巴，我知道你的星魂将是谁了。宋云祥配合的伸出了大拇指，装作一副惊讶的样子，竟然被你看穿了。前辈不愧是圣阶强者，果然见多识广啊！太好了，这些喜欢自行脑补的家伙总是会对自己推测出的答案深信不疑。你是星魂将张国老？听到他的话，宋云祥顿时傻了。啥？你说张什么老？呼延卫呵呵一笑，开玩笑的，有趣吧？左福的传说嘛，近些年也有听说过，哈哈，前辈真是风趣又幽默呢。宋云祥尴尬的回应了一句后，便翻身下马，主动解除了构装。前辈不如下来聊聊，我带你去找敖丙的素人了。呼延卫仔细感受了一番他身上的气息，下一秒似乎发现了什么，面色突变。他并没有解除构装，而是直接飞到了机甲的外部。宋云祥在心中打起了小算盘，出来了，再想办法骗他下来。可刚想到这儿，就听见呼延卫问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你和林路无是什么关系？啥？林什么武？宋云祥完全不明白他说什么。你不是林氏一族的人？不对，虽然微弱，但你有着和他一样让人讨厌的感觉。见自己被误会，宋云祥连忙解释了起来：前辈，在下宋云祥，来自天都国南州永安城宋家，家族九安侯宋敬忠。原来是那个宋家的人。听说宋秉川那小笨蛋20年前和对手同归于尽了，该不会是炸死的吧？宋云祥眉头紧皱，恭敬的回答：这个晚辈不知，没想到这家伙还认识三太爷，而且听称呼还是长辈。不会吧？这女人看起来完全没那么老啊！前辈，要不您下来，咱们面对面聊聊。宋云祥话刚说完，突然意识到了不对，一股强大的气息竟凭空出现。呼延卫自然也感受到了，他眉头一挑，看向了身后的方位，有什么东西要来了。果然，就在他抬眼看去之时，一扇虚幻的空间门缓缓形成，门内一个巨大的身影已经探出脑袋钻了出来。只是眨眼的功夫，一尊四不像机甲就展露出了其全部的面貌。这尊机甲拥有2个脑袋，一个是鲨鱼，另一个是雕，背后还长出3对大小各异的翅膀，而这正是卖标引以为傲的底牌——终极沙雕王。此时正在操控沙雕王的几人看到星魂将哪吒后，顿时愣住了。圣阶强者怎么会在这里？该死，只是因为慢了，所以才试试这个短距离传送的能力，没想到竟然直接出现在了这里。呼延卫同样也在打量面前巨大的沙雕王，以凶兽材料堆砌而成的缝合怪吗？竟然可以进行短距离瞬移，有点意思。宋云祥见状惊诧不已，我去，这什么怪东西，居然散发着数位天阶强者的魂力波动。不过好在有星魂将哪吒这位前辈在，我可以悠哉的看戏了。不对，前辈人呢？宋云祥刚打好小算盘，就看见呼延卫化作一股火焰飞离了这里。前辈，等等啊，你要去哪？呼延卫听到他的声音后，疑惑的转过头开口：怎么了？那东西，前辈不帮忙收拾一下吗？不会吧，星魂将左慈选择的素人，不会连这种小卡拉米都收拾不了吧？再见。说罢，他便头也不回的消失在了天际，只剩下独自在风中凌乱的宋云祥。你是狗吗？宋云祥吐槽一句后，就看向了面前的沙雕王。此时机甲内的麦金松了一口气，太好了，父亲，那尊圣阶强者飞走了，他似乎无意干涉咱们沙雕城的战斗。后面的几人庆幸地擦了擦脸上的虚汗，还好还好。星魂将哪吒，呼延家的那尊杀神，他怎么会突然跑来这里？不好，父亲！那家伙直接打过来了。众人听到麦金的话，连忙低头看去，只见宋云祥正骑着火龙驹径直地冲了过来。麦彪不屑地得意一笑，下达了攻击指令。那尊大人不在的话，这小小的地阶废物，狗都不如的东西，找死！去死吧！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一道金色光束猛然从机甲口中喷出。宋云祥见状，踩着马背借力弹跳，高高跃起，顺势扔出了手中的长戟，迎面攻了过去。然而坚硬无比的长戟在接触到光束
后，几个呼吸的功夫就被直接融化殆尽。数位天阶的叠加，竟能够凭借这台缝合怪发挥出圣阶程度的力量。这个家伙对付起来有些麻烦，不行就先溜吧。就在宋云翔思索之际，摔倒在地的提毛已经站了起来。他虽然被眼前这个庞然大物吓得浑身颤抖，但依旧鼓起勇气来到了宋云翔的身旁。宋云翔明白这个级别的敌人不是他能应付的，于是便让他先去远处躲起来，接着就拿出破天云巨弓弯弓拉箭对准了沙雕王。长剑裹挟着风雷之势瞬间射出，然而刚刚近身就被沙雕王机甲外部的护盾挡住了。防护罩吗？竟然还搞了这种多余的东西！宋云翔来不及多想，面前的沙雕王此时已经发起了反击，数十个能量弹锁定他之后便争先恐后的呼啸而至。这种能量弹不仅具有追踪的能力，而且速度还奇快无比，不管他怎么躲闪都无法甩掉。眼见就要命中宋云翔之际，提脑突然冲出替他挡下了这一击。主人快走，我来掩护你！宋云翔反应过来，连忙想要制止他，但此时已经晚了。能量弹瞬间穿透了赤焰火龙驹的身体。放心吧，主人，提脑会好好表现的。下一秒，在巨大的冲击之下，赤焰火龙驹彻底爆炸，爆炸产生的烟雾覆盖了这片区域。烟雾之中，提脑和小女孩缓缓向下飘落。而就在即将接触到地面的时候，处于沉睡的小女孩猛然睁开了眼睛，一股恐怖到窒息的威压瞬间向周围席卷而去。在她的背后，一尊霸道无比的星魂将渐渐浮现成型。众人见状，顿时面色大变，全都呆呆地看着场中，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神情。那尊星魂将彻底成型的那一刻便消失在了眼前，再次出现之时，已经闪现到了终极沙雕王的身旁，手中的重武器裹挟着开天辟地般的威势瞬间砸去。圣阶实力的沙雕王此刻竟然如同破铜烂铁般不堪一击，轰然倒下，重重的摔进了沙土之中。紧接着那尊星魂将便踩着沙雕王大步走到了最高处，随手间便直接扯断了沙雕王的翅膀。此时才看清，那尊星魂将头生双脚，手持混铁棍，浑身上下充满了霸道刚猛的气息，而他正是传说中的星魂将牛魔王。宋云翔的危机解除之时，蓝坤那边也陷入了一场恶战。在沙雕城的门外，正在逃跑途中的蓝坤感应到了宋云翔那边传出的战斗动静，北门那边似乎在爆发大规模的战斗。真是惭愧啊，我这边如此轻松，都是尊上在替我负重前行。按照之前的计划，我现在应该直接前往会合点与兰里他们会合，尊上那边应该没问题吧？如果我擅自做主去支援尊上，不知道会不会惹他老人家生气。就在蓝坤思索之际，数道身影突然从沙漠下方急速靠近。蓝坤反应过来，连忙跳到了半空中。什么人？给我出来！他甩出手中的武器，用力砸向了下方，直接将沙漠之中的埋伏者逼到了地面上。为首之人机甲紫黑交错，一副大姐大的派头。麦加麦西，前来领教。听到是女人的声音，蓝坤便落回了地面，武器重新汇聚出现在了他的手中。麦西没有过多废话，直接指挥身旁的手下摆起了战阵。此阵名为6机位两仪阵，6道身影呈包围之势迅速围杀而去。蓝坤警惕的不断后退，他们竟然懂得天都国的战阵，这群女人似乎不简单。就在他后退之时，2个轮刃呼啸着瞬间从背后袭来，蓝坤迅速转身反方向纵身一跃躲过了这道攻击。他心中有些惊讶，这是神识操控的念动冰装，夏玉国已经抢先将这种技术落实在了量产机上了吗？思索间，6道身影已经将他包围在了其中。麦西收回飞出的轮刃，得意一笑：妖族小子，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乖乖束手就擒吧，给我削掉他的四肢。话音落下，6道人影同时出手，12个轮刃立马从不同的方向齐齐斩向了对方。蓝坤站在原地护住了关键部位，轮刃与机甲碰撞间发出了清脆的声响，却始终破不开他的防御。麦西见状不由得感叹了一句：不愧是始元星魂将，构装强度真是可怕，但只可惜你只有地阶修为。始元星魂将，如果我能得到这东西的话，就能换取到足以脱离麦家的资本了吧？有这些轮刃形视作机和神念感应冰装，同为地阶，我们在修为和人数上都占据更大优势，只要这样继续消耗它，待它消耗难以为继就是补破之时。此时正在防御的蓝坤也没有闲着，他一直在找寻对方攻击节奏的规律。就是现在！蓝坤大喝一声，举起手中的武器直接戳中了2个轮刃，紧接着便反手一挑，轮刃被强行控制朝附近的一个机甲斩去。蓝坤趁着这个机会借力2段弹跳，立马脱离了包围圈。不好，战阵被他破了，变换7机位北斗阵。麦西见状连忙开始了部署，但蓝坤怎么可能眼睁睁坐以待毙？他手臂高举，一声大喝：出来吧，寒沙龙！话音落下，空中一道巨龙虚影便渐渐成型。快，扔出轮刃，组成防盾！几人听到命令，立马开始了行动。轮刃交错间，很快就组成了一面巨大的盾牌，将几人牢牢护在了下方。寒沙龙使用散射龙吼炮，随着蓝坤一声号令，能量炮顿时分成数股，如水流般轰然砸下。轮刃组成的盾牌虽然能够防住大部分，但依旧有一些光束攻击穿过了缝隙。一轮攻击过后，麦西迅速开始了反击，他身旁的4个轮刃瞬间从四面飞出，彻底封锁住了蓝坤的周围。蓝坤见状微微一笑，竟然能抵挡能量攻击，那物理攻击不知道能不能挡住。战技龙跃击，他说罢便手持武器，带着开天辟地的威势，直接冲着下方的盾牌砸了过去。那轮刃组成的盾牌仅仅坚持了片刻，就如同玻璃般轰然破碎。麦西见状立马收回了自己的轮刃，对着面前的蓝坤便呼啸斩去。然而蓝坤却不闪不避，直接以机身的强度硬扛下了这波攻击。不好，回来金月轮！麦西意识到不妙，想要召回轮刃抵挡，可是现在已经晚了。蓝坤借着向下的冲势，直接使用了战技漩涡绞杀，刹那间仿佛龙卷风般的水波瞬间将几人卷入了其中。构装出的机甲只坚持了片刻便轰然解体，麦西狼狈地落回到了地面上。蓝坤手持大刀露出了
了胜利者的姿态。不愧是始源星魂将，真是可怕的力量！我认输，要杀就杀，来吧！麦西露出了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兰坤见状有些无语，收起武器便潇洒转身离开了这里。竟然选择放过我吗？妇人之仁的家伙！抱歉，身为鲛人族战士的骄傲，让我无法对已经认输的人下手。尊上也说过，至少要给沙雕人留下在凶兽面前自保的力量。想来尊上那边应该也差不多了吧？兰坤思索至此，便继续开始了赶路。可没走出多远，一道火柱突然追到了他的面前，在炽热烈焰的弥漫下，星魂将哪吒紧接着缓缓现出了身形。不会错了，这回应该是真正敖丙的素人了。兰坤震惊的无以复加，强撑着身体抵抗着对方带来的威压。这是什么星魂将？竟然压得我透不过来气！呼延卫没有过多废话，直截了当的开口：“小子，上一任敖丙的素人蓝敖让我替他告诫你，小心博士。”听到他的话，兰坤有些不明所以。我什么事？呼延卫没有回答，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冷汗不止的猛然转头看向了宋云翔的方位。这个波动是那小子那边？怎么可能？不可能！怎么可能？这里为什么会有神界现世？星魂将牛魔王只是动了动手指，就瞬间秒杀掉了称霸一方的天阶强者。看着面前这尊霸气绝伦的始源星魂将，宋云翔兴奋激动的浑身都在止不住颤抖。神阶，果然是那个睡神，莫非竟是传说中活了400多年的那位平天老祖？我操，这下可捡到宝了！神阶老祖的星魂将啊！不对不对，怎么完全动弹不得？神阶威压怎么连我也一起锁定了？难道他现在处于无差别攻击的无意识状态？就在宋云翔诧异之时，面前的牛魔王突然动了，他将折断的翅膀随手丢到了远处，紧接着便一脚踩碎了沙雕王巨大的脑袋。此时正处于沙雕王内部的几人连忙撑起了一道屏障。麦彪感应到外面那尊杀神的气息后，浑身止不住的颤抖。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比那个人还要强大，必须逃走，必须逃！麦金因为修为不够，只看到了外面一闪而过的星魂将虚影。不过他从父亲恐惧的表情中也隐隐觉察到了不妙，肯定是始源星魂将无疑，至少是圣阶以上的敌人。这种敌人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并攻击我们？目前情报不足，无法判断。只要有人能够吸引住对方注意力的话，抱歉了，父亲。麦金看向了麦彪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寒芒，随后他便开口策划了起来。诸位，这尊终极沙雕王已经完全损坏了，因为还未完成最终的魂将符处理，这尊机体还无法直接兴起，我们会被困死在这里。但作为核心机的那尊内加巴塔还完好无损。父亲，沙雕城不能没有您，我和4位长老留在这里，您用那尊内加巴塔逃出去吧，我们会同时发动攻击，为您吸引那个怪物的注意力。听到这话，慌乱中的麦彪连连点头。对，你说的没错，沙雕城不能没有我。好，诸位在此殿后，本家主先行一步，记住，这不是逃走，这是战术撤退，是战术。他说罢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操作了起来。片刻后，沙雕王的机体背后打开了一个出口，麦彪穿着仅有的核心机体从里面悄悄爬了出来。宋云翔见状眉头微皱，什么？那缝合怪中间还有一个核心机？呵呵，想要逃跑吗？见眼前这尊始源星魂将没有注意到自己，麦彪一跃而起便跳到了半空中。只要他们此时攻击这怪物星魂将，就能为我争取到从容撤退的时间了。在麦彪长出一口气放心之时，忽然从沙雕王的机体上射出几道光束，那光束并没有攻击牛魔王，反而直接朝着正在逃跑的麦彪射去。来到他身旁后立马爆炸绽放，将这片位置照得无比显眼。这么大的动静自然吸引到了牛魔王，他借力纵身一跃，猛然便向着麦彪冲了过去。麦彪见状彻底傻了，顾不上多想，转身就跑。怎么回事？不是说攻击怪物为我吸引注意力吗？难道出了什么岔子？就在他逃跑之时，麦金趁机一脚踢开了机体通往外面的金属门，他带着几位长老迅速跳到了地面上。诸位长老，计划失败了，那怪物追着家主去了。既然如此，我们不能让家主的牺牲白白浪费，趁这个机会我们直接遁入沙地离开这里，以后找机会再为家主报仇。4位长老心照不宣，齐齐应了一声，便立马遁入了地下，开始火速奔逃。宋云翔看得云里雾里，这难道是故意牺牲一位天阶作为诱饵来让其他天阶逃生吗？这沙雕城竟然也有如此忠义之辈，真是可惜了呀！此时正在逃跑的麦彪吓得魂不附体，完蛋了，追过来了，这样老夫岂不是就成了诱饵？不对，难道是？还没等他思索完，牛魔王就已经举着大棒来到了身后，下一秒便猛然砸在了麦彪的机甲上，一击之下，他连同机甲彻底灰飞烟灭，只留下一句不甘的怒吼：逆子，你竟敢算计我！这样不熟的白眼狼！宋云翔看到这一幕，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天阶强者直接被一击轰杀成渣，秒杀掉麦彪后，牛魔王就自由落体向着下方坠去。在临近地面的那一刻，他瞬间挥舞大棒将沙雕王砸得稀巴烂。做完这一切的他缓缓地抬起了头，手中的武器顶端一发激光重炮正在酝酿，而攻击所瞄准的目标正是宋云翔。他见状顿时傻了，不好，没有敌人了，就要攻击我了吗？星主系统，快给我强制星解！话音落下，机甲便化作点点碎片消失在了原地。宋云翔落到地面上后丝毫不敢放松，他警惕地看向了牛魔王。不过好在对方并没有继续发动攻击，瞳孔中散发着冰冷凌厉的双眸渐渐失去了光芒，随后整个机甲便同样也解体消失在了半空。机甲之内的小女孩无意识般缓缓飘落，最后平稳落到了地面上。就在接触到地面的那一刻，她睁开了双眼，露出了迷茫之色。宋云翔见状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好
好机会，立马上前谄媚的打起了招呼，并拉着小女孩的手腕将她扶了起来。小女孩迷茫的询问：“你是谁？这是哪？”宋云祥笑着介绍起了自己的身份：“这里是沙雕城外，是我从卖家的地牢里把你救出来的。你叫什么名字？”听到这个问题，小女孩认真思索了起来：“我是谁啊？我叫什么？”脑海中这时想起了一位老人给她起的名字。对了，我叫张六爷，别的想不起来了。宋云祥听后嘿嘿一笑：“失忆了？真的失忆了？那似乎还好，危险性大减。本来打算趁机摸一把复制到他的新魂酱就赶快溜。”此时张六爷见他拉着自己不肯松手，便疑惑的询问：“你在干嘛？”宋云祥尴尬的解释：“我在把脉。”“对，就是把脉。”这是什么眼神？不要怀疑，其实我是炼丹师，对医术也略懂一二。不对啊，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新主系统还没有反应？等等，我去，这家伙竟然以魂力在体表覆盖了一层薄薄的膜。小朋友，你为什么用魂力在身上敷一层膜呀？真是有趣的爱好啊！张六爷小嘴一撇：“你似乎在看不起我的护体罡气。”宋云祥讪讪一笑，露出了人畜无害的表情：“不敢不敢，你的这个罡气非常了不起，但现在它隔绝着，让我无法接触到你的皮肤呀，能解除掉吗？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这样，我没办法为你把脉啊！”哈哈哈！张六爷思索了一会儿：“不行，那个人好像说过什么来着？男女授受不亲，对，只有成亲之后才可以肌肤相亲。你想娶我吗？”听到这话，宋云祥顿时愣在了当场。你说啥？雕城的东门外，哪吒的素人呼延卫感应到神阶的气息后，立马化作一道火球，朝着西门战场狂奔而去。他想看清楚，这突然出现的神阶强者是西水的那位圣君，还是北境的那只老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势力的平衡一旦被打破，那就麻烦了。片刻之后，终于赶到了西门战场处，呼延卫谨慎的没有靠近，而是悄悄收敛了身上的气息，并利用隐秘阵法在远处观望了起来。此时大战刚刚落下帷幕，随着烟尘散去，呼延卫也看清战场中心那位霸气绝伦的神秘强者，那个身影，星魂将牛魔王，东大陆有史以来最恐怖的一尊星魂将。呼延卫的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平天老祖张六爷，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是那个小子左慈的素人，竟敢对神阶老祖动手动脚，他想干什么？此时张六爷疑惑的询问：“你想娶我吗？”听到这话，宋云祥傻了：“你说啥？”远处的呼延卫也同样惊得目瞪口呆，这小子找死吧！张六爷露出了人畜无害的眼神：“怎么，你不想吗？想你大爷，让我静静。”宋云祥无语的摸了摸额头，这该不会是傻了吧？你在骂我？张六爷眉头一挑，有些生气。宋云祥反应过来，慌忙回答：“不敢不敢，没有没有，我去，差点忘了这是尊神阶大神，万一惹怒了他，灭杀现在的我不过是弹指之间，没有就好。松开你的手吧，我感觉很好，不需要什么把脉。”听到这话，宋云祥只好老老实实的松开了他。该死！只能再找机会徐徐图之了。张六也站起身，看向了眼前的阵法屏障，这是风灵大阵。说罢就举起手，轻轻地点在了屏障上，下一秒内屏障便如镜面般轰然炸开。破除阵法后，他好奇地看向了宋云祥：“你是守灵人？”宋云祥心中一惊：“你知道守灵一脉？等等，你不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确实想不起来什么，只是脑海中突然出现了这个词，而且好像我也会。他边说边伸出手掌，缓缓在手中凝聚出了一个阵法的雏形。不过封印阵法很难，我只学会了一点点。看到这歪歪扭扭的阵法雏形，宋云祥顿时乐了，好像这水平和小阿妙也不分伯仲啊！怎么老子一学就会？老子莫非是天才？这时张六也忽然想到了什么，摇了摇头：“不对，灵氏一族的人怎么会屈尊成为守灵人呢？”宋云祥听到这话诧异无比：“你也知道什么灵氏一族？”远处的呼延卫听到灵氏一族这4个字，心神俱震，魂力波动不自觉地释放出了一些。这微小的波动被张六也瞬间感应到了。什么人？他伸出小手，刚准备发起攻击，呼延卫就吓得急忙闪身钻进了地底之中。逃了吗？没有意思的家伙！宋云祥见状有些无语，不愧是神界，神识竟然如此敏锐。那位哪吒素人的隐秘功夫还算不俗，至少在我认识的人里可以排入前100强了。竟然因为一句话动摇了心神，导致出现魂力波动，才露出了马脚。灵氏一族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思及至此，他好奇地询问：“你认识灵氏一族的人是什么灵什么武吗？为什么会认为我和灵氏一族有关系？”张六也没有说话，凑到他身前嗅了一会儿，才确认的回答：“因为你的身体有和老师一样的味道。”老师？味道？嗅觉难道也是妖族的天赋之一吗？宋云祥没有继续追问下去，因为张六也提到老师这个词时，突然捂着脑袋惨叫一声。他脑海中闪烁出了几个画面，一个是老师模糊的样貌，一个是老师的手臂上出现的047数字，最后一个是老师独自面对龙卷风的场面。宋云祥见状连忙上前询问怎么了，张六也虚弱地指向了地面，示意让他蹲下向后转。他不敢反抗，只能老老实实照做。紧接着张六也就无力地趴在了他的背上。宋云祥无奈地将他背起。你想去哪？张六也迷茫地摇了摇头，回答不知道。行吧，先去和蓝坤、蓝里他们会合吧。宋云祥说罢就解除了提卯的阵法屏障，并用脚踹了踹他的屁股。提卯缓缓地睁开了双眼，惊喜地发现自己还活着。没等他多说，宋云祥就一屁股坐在了他的背上。一行人开始向着东门赶去。等他们走远之后，躲藏在沙地之中的呼延卫才敢探出身形。他心有余悸地长出一口气，该死的神阶老祖，离这么远都能发现我，而且那个奇怪的小子好像早就发现了我。区区凡阶神识竟然如此强大，真是诡异。在赶往东门的途中，虚弱的张六也渐渐恢复了一些，他有气无力地喊了声宋云祥的名字。宋云祥，我好像想起来一点，老师的名字叫林思琪，他是从天而降的神使，替沉睡的诸神监察世间的监察者。为了执行星回计划，每一个纪元的开始都会有3位监察者，以神之使者的身份从天而降，其中一位是秩序与力量之神的使者，他是星回计划的执行者，负责播下火种并守护至其彻底熄灭；一位是公正与审判之神的使者，他负责辅助及监督计划执行。
同时也为这个世间带来平等与裁决。最后一位是自由与创造之神的使者，他负责为这个世间带来变化及希望。3位监察者各司其职，互相依赖又相互制衡。听完张六爷的讲述，宋云祥好奇地询问：“你不是失忆了吗？怎么能滔滔不绝讲这么多有的没的？”张六爷的小脸上露出了迷茫之色，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就想起了这些。宋云祥回想了他刚才说的话，这才惊讶地发现，我去，三神使的传说似乎在其他大陆好像也有。纪元这个词，上一世时曾经听阿散说到过。根据太渊的记录，每一个文明的起落被称为一个纪元。在太渊的记录里，现在的新历是第41纪元。想到此处，他疑惑地开口：“什么神之使者的这些东西，你是从哪里听来的？”张六也思索了一下，以上内容出自新历912年天地国内廷司出版的新编东大陆古神话精选儿童插图版，老师送给我的第一本书。宋云祥闻言彻底傻了。等等，那什么纪元啊，监察者呀，也是这本儿童读物上写的？张六也摇了摇头，回答：“不是，那是老师说的。老师还和我说什么来着？”他说到这突然陷入了沉默。你不会告诉我这种时候你突然想不起来了吧？对，想不起来了。宋云祥郁闷地苦笑一声。很好很好，你是上天派来告诉我剧情线索的 NPC 吗？这时张六也拍了拍他的脸，表示自己乐了。宋云祥尴尬地点了点头，坚持一下，等到和兰坤他们会合之后。行吧，那我先睡一会儿，饭好了喊我。等等，你可别睡啊！我去，这睡神这么快就睡着了。算了，反正他就算不睡，那层魂力附魔也没办法复制，还是等之后再徐徐图之吧。一行人继续向着沙雕城的东门外赶去，远处被惊退的呼延卫又悄悄尾随在了后方。他很好奇，诡异的左慈素人，神秘的神阶老祖，愚蠢的一匹小马，这奇怪的组合到底是要干嘛？神阶老祖还有那个小子的感觉实在太敏锐了，不能跟得太紧。与此同时，在东门外的某处集合地，被解救出来的妖族奴隶精疲力尽的原地修整。兰里把他们带到这里后，就独自去寻找水源了。没多久后，兰坤构装出来的敖丙出现在了上空，看到众人的身影，他便心解落回了地面。见到他出现，妖族奴隶纷纷迎上去感谢了一番。兰坤呵呵一笑：“各位不必客气，放心放心，我会护送各位回到你们在大峡谷的村落。对了，尊上还没有赶来会合吗？就是那位和我一起救各位出来的人族强者。”话刚说到这，地面上突然传出了剧烈的震动。兰坤见状顿觉不妙，不好，快撤开！果然，他刚提醒完众人，树头长着人面八足蜈蚣状的凶兽就从地底钻出。兰坤构装完成后，纵身一跃，便提着大刀主动冲了过去。面对这些凶兽，普通的妖族根本没有抵抗之力。兰坤自然也明白这点，于是便制造出动静，吸引凶兽都向着自己攻击。妖族奴隶惊慌地逃离了战场中心。刚才明明一直都没事，人族的构装造物一出现，凶兽就被吸引来了。果然如大长老所说，文明才是招来一切灾祸的元凶。此时一只凶兽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大口一张，直接将最前方的少女吞入了腹中。众人见状，慌忙朝着其他地方逃去。3个人马族的小孩体力不支，被远远地甩在了队伍后方。眼看就要被凶兽吞下之际，一道马蹄声忽然由远及近，蹄卯再次与赤焰火龙驹融为一体，嘶吼一声，瞬间踹中了其中一只凶兽。紧接着一记后蹬腿将另外一只凶兽踢飞出去。最后一只凶兽趁着对方攻击的空档发起偷袭，被反应过来的蹄卯口吐烈焰烧成焦炭。危机解除后，蹄卯关切地询问：“你们没事吧？”听到是他的声音，人马族的小孩顿时喜出望外。此时兰坤那边的战斗依然在继续，他手持大刀不断地将一只只凶兽斩杀在地，可凶兽实在太多，其中一只更是从背后袭击了过来。兰坤下意识地使用了巡海式的龙吼炮，然而却忘了他现在构装的是敖丙，大意之下被凶兽偷袭命中。这时一道熟悉的惨叫声旋转着呼啸而至，变成悠悠球的兰邹被控制着冲入战场，眨眼间便将那只偷袭的凶兽洞穿。这是什么武器？是谁？兰坤疑惑地朝着远处看去，这时宋云祥单手一拉，将悠悠球扯了回去。他看着下方的兰坤，微微一笑，打了声招呼：“悠坤仔。”听到他的声音后，兰坤也松了一口气。绿色的敖丙，不愧是尊上啊！难怪在沙雕城中可以将那群敌人戏弄于股掌之间。就在他分析之时，耳边忽然传来了宋云祥的提醒：“小心后面！”兰坤迅速做出反应，挥舞武器一个横劈，直接将偷袭而来的凶兽斩成了2半。奇怪的一幕发生了，凶兽并没有因此彻底死去，被斩落的脑袋竟然还能继续活动。宋云祥见状，随手扔出来王叔牌溜溜球，一击便将凶兽脑袋洞穿在了原地。小心些！这种凶兽虽然不强，但是非常难缠，只有打中核心才能完全杀死，而且他们的残肢还会假死来等待偷袭的时机。果然，就在他刚解释完，之前被击杀的凶兽就又开始了活动。有了宋云祥的提醒，兰坤恍然大悟，提着武器便再次进入了战斗模式。这次他直接对着凶兽的核心攻击，没多大会儿功夫就解决了大半。而此时在战场的另一边，蹄卯这边的战斗也进入了尾声。在用烈焰将凶兽的脑袋焚烧殆尽后，他才长出一口气，放心了下来。一旁的人马族小孩见状兴奋不已，这是什么力量？也太强了吧！好厉害！菲儿也想试试。蹄卯本想去宋云祥那边帮忙，可还没等他行动，就看见主人已经走过来。附近的凶兽都清理完了，你也解除构装吧。听到宋云祥的话，蹄卯应了一声，便新解了赤焰火龙驹。在他落到地上后，人马族的小孩都高兴地凑了上去。蹄卯姐姐，你是怎么变成那尊巨大马神的样子的？
可以交给菲儿吗？提卯笑着解释，这尊魂降兽名为星辰色赤焰火龙驹，是主人赐予我的力量。宋云祥背着张六也大步走了过去，刚才的战斗并没有吵醒正在熟睡的睡神。这位神界老祖这样都能睡得着？等等，如果我一直这样带着这尊睡神的话，我的星魂降岂不是等于多了一道神界护符？一旦我的星魂降被击破，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这位睡神的那尊牛魔王就会被动出现，然后自动攻击所有敌人，不就等于直接进入了无敌状态？妙啊！得想个办法把这失忆的小傻蛋留在身边。就在宋云祥打着如意小算盘的时候，众人已经开始着手清理了战场。看着被凶兽杀掉的3个妖族同胞的尸体，兰坤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是我太没用了，明明得到了星魂降敖丙的力量，明明已经发誓要以敖丙的力量守护好大家，却连面前的同胞都没能保护住。难道真的如那些妖族老辈所言，星魂降即是对抗凶兽的力量，同时也是吸引凶兽的火种？是因为刚才我的出现才招来了地底蛰伏的凶兽，间接害死了他们？宋云祥见状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不，你错了，我们又岂能因为灯火会引来趋光的飞虫而选择放弃光明？陆地妖族因为大部分都先天缺少魂脉，无法获得与凶兽抗衡的力量，所以才不得已舍弃了文明，过着愚昧的原始生活，避世而居。而人族的先辈则因为选择了文明的力量，才能在凶兽肆虐的世界中不断开疆拓土。不要什么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这会动摇你的心境，滋生不必要的心魔。弱者被淘汰本就是这个天道之下原本的规则。说到这，宋云祥忽然意识到了什么。等等，兽潮、星网、星魂降、弱者淘汰，难道说这也太……联想到此处，他顿时愣在了当场。一旁的兰坤好奇地询问：怎么了？宋云祥摇了摇头，回答：没事。刚才突然觉得串联到了什么重要的线索，但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抓到。先不说这个啊，将他们都聚集过来吧，我布个防阵，大家在里面先休整一番。他说罢便掏出一个阵符丢到了上空，随后一道蓝色的屏障就将众人护在了其中。防阵有提升魂力、恢复速度的作用。兰坤感受过后惊叹不已，对宋云祥的崇拜再次上升了不少。大部分人在防阵都进入了休息的状态，可人马族的小孩却异常兴奋。自从提毛口中得知那股强大的力量是宋云祥赐予的之后，他们便黏在宋云祥身旁，主动喊起了主人，主人，我们很乖的，也收下我们做您的坐骑吧。对呀对呀，我们也想像提毛姐姐那样变得那么强。主人的力量给胸大无脑的提毛姐姐太浪费了，菲儿会比提毛姐姐更乖更听话。宋云祥听后无语的挥了挥手，走开走开，几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驹，去去去！在几人的打闹声中，时间很快到了深夜。倚靠在屏障边缘位置的妖族少女刚准备睡觉，可这时却看到了令人头皮发麻的一幕。只见防阵外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土豆妖怪，正趴在屏障上不停敲打。妖族少女尖叫一声，直接吓得晕倒在地。被吵醒的众人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一幕。宋云祥通过观察发现，这个家伙不就是兰里吗？兰里点了点头，手舞足蹈演示他找到了水源。兰坤见状很是无语，联想到估计是他把水源都喝到肚子才变成了这副模样。很快一个储存水的大坑就挖好了，兰里于是便把肚子储存的水和鱼一股脑的都吐了出来。众人脑门上都冒出了黑线，水估计是喝不下去了，但鱼还能用来烤着吃。烤鱼的香味唤醒了张六爷，众人饱餐一顿后便再次进入了梦乡。趁着他们都熟睡之时，宋云祥独自来到了防阵外面，打开通讯设备联系了宋母。很快那边就传来了回应：少爷您终于开机了，那边一切都顺利吗？宋云祥点了点头。大木叔，你这是在哪呢？怎么信号这么差？听声音怎么像是在战场？难道永安城遭到了袭击？宋木笑着连忙解释：没有没有，请少爷放心，我们现在正位于永安城东80里的小岭城废墟，正在进行您设计的那些强化型微远式的实战测试。现在这场正在测试的是城卫军微远式50台对战宋家隐卫微远式5台。随着宋木的话音落下，对战的中心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巨响。城卫军虽然人数是对方的10倍，但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毕竟宋家的隐卫都是千里挑一的高手。此时在巨响造成的尘烟中，5道压迫感极强的机体缓缓露出了身形，他们个个全副武装，装备精良，正是宋家隐卫式样的特战型机体。天都国与西水国边境交界处有一个名为小岭城的废弃城寨，这里被天都军方作为巷战演习场地使用。此时小岭城北区的一个废墟道路路口旁，3台特战型的机甲大摇大摆地从烟雾中走了出来。埋伏在一旁的10个城卫军见到他们后顿时慌了。队长，对方有3台，咱们打得过吗？队长听后眉头紧皱，连忙开始安排起了战术。3台吗？恐怕有些勉强。宋家那些隐卫不但单兵战力超强，现在又拿到了这什么新款的改良机，先小心戒备吧。呼叫支援从后方合围他们。这次演习我方有50台，而对方仅只有5台，能顺利吃掉这3台的话，那将对他们造成很大的打击。就在城卫军做好埋伏等待攻击之时，为首的隐卫队员却停下了脚步。隐卫一组行动队第3中队所属宋丘小队与敌方编队遭遇，请求战场信息支援。话音落下，远处一栋废弃大楼的楼顶随即反射出一道亮光，紧接着一台狙击型的隐卫机体便将重弩的瞄准进对主阵。收到请求，隐卫2组侦察队所属事后送客，回复宋丘小队，该战场区域敌方共2小队时机，无战术埋伏单位，周围无支援。听到这话，下方的隐卫队员回答：收到，宋丘小队，突击开始。是否需要狙击支援？不必，对方只有10台，我单机足矣。这里由我单机压制，你们2机去其他的作战地点吧。宋丘机单机突袭作战开始。隐卫说罢便取出2把短弩，独自冲向了对面。此时城卫军见状，连忙将情报汇报给了队长。队长，对方只有1台冲过来了。什么？只有1台？娘的！
看不起谁呢？343阵型，给我射他！火力压制。收到命令的程卫军立马开始了组阵，紧接着数十道光束就密密麻麻地射向了影卫，而影卫依旧冲势不减，利用双臂上的盾牌挡住了大量的攻击，身形闪烁间，同时也从容地展开了反攻。特战型的机体破坏力和强度本就远非普通的机体可比，再加上影卫的单兵强悍实力，仅仅只是一个照面，程卫军就有2人被打倒在地。不好，被他冲过来了！散开，包围上去！随着队长一声令下，手持长剑盾牌的队员立马从2侧开始了包夹。受死吧！你已经无路可逃了！程卫军举起大刀力劈而下，从3个方位封锁住了影卫的退路。然而就在大刀落下的刹那，影卫便以纵身一跃跳到了半空之中。特战型的机体腿部的隐藏武器启动，4发炮弹呼啸而出，对着下方的3人直接开始了火力打击。做完这一切的影卫随即落回到了地面上，拔出了后背上的2把战刀，在刀身上亮起淡蓝色的光芒那一刻，他的身体就如同离弦之箭般瞬间冲了过去，3段借力弹跳直接闪现到了程卫军的身旁，手中的战刀蓄势待发，猛然劈下。程卫军来不及做出反应，只能凭借本能扬起盾牌抵挡。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坚硬无比的盾牌在接触到战刀之时，竟然如豆腐般脆弱，被直接斩断。几道刀芒闪动下，程卫军的机体也被砍成了解体状态。影卫收起了手中的战刀，刀身上的蓝色光芒此刻也熄灭了。程卫军队长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果然，这刀刚才那种发光的状态，看来无法长时间使用。快动手，一起攻击他！剩余的2名队员收到命令，立马启动了手中的武器。影卫不避不闪，直接利用手臂上的盾牌格挡迎面而去。临近之时，2把长刀被他瞬间丢出，分别命中左右2名程卫军。此时见他已经没有了武器，仅剩的程卫军队长趁机发起了反攻。给我去死吧！可就在他刚刚靠近的那一刻，影卫却不慌不忙地举起了手臂，一个黝黑的枪口从小臂处弹出，对着临近的队长就来了一发霰弹攻击。队长的机体被打出了数个窟窿，身形一顿朝着地面上坠落而去。影卫卸下了用掉的空弹壳，又重新拿出了一发子弹装填上。程卫军队长见状彻底服了，竟然还有内藏武器，太可怕了！面对这层出不穷的手段，队长只能无奈苦笑一声：“我们认输。”就在这边接到战斗结束的同时，其他几个影卫战场也同样取得了胜利。演习时间结束后，管家宋牧便跟宋云祥汇报了战况，不能说完全碾压吧，但也有些太不费吹灰之力了。程卫军50人被全部歼灭。宋云祥听后讪讪一笑，毕竟给影卫的这些机体都属于在对人作战方向的强化型，打程卫军确实是有些欺负人了。抵御受潮的话，影卫的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尤其是对抗大型凶兽的攻坚战。宋牧闻言点了点头，说到受潮，少爷，您什么时候能回永安城？侯爷希望您能尽快回来。宋云祥听后疑惑地询问怎么了。宋牧眉头紧皱，说出了一个重要的消息：顾家那位将您在圆鼎城受潮时的战绩给报了上去，加上对二皇子的救驾有功，朝廷给您的封赏定下来了。宣旨的队伍已经从天都城出发，在来永安城的路上，3日内便会抵达。在宋云祥与宋牧通话之时，不远处出现了一道红色的身影，正是哪吒的素人圣阶强者呼延卫。呼延卫看到宋云祥随手施展的防护阵法后，心中不由得吃了一惊。这种高阶的复合阵法，放眼整个东大陆，恐怕都没有人能够像这小子一样信手拈来。从宋牧口中得知，天都城的封赏队伍正在赶来后，宋云祥应了一声便结束了通话。朝廷的封赏吗？行，我知道了，大木叔，替我转告老爷子一声，我会尽快赶回去的。放心吧，大木叔。宋牧闻言点了点头。好的，少爷，需要安排影卫沿途护送您吗？宋云祥连连摆手，不必不必，我这边可有个顶级的免费超级保镖，你继续忙吧，回头见。先挂了。结束通话后，宋云祥嘿嘿一笑，东大陆战力天花板都在我这，开玩笑，还要什么影卫护送啊？他思索间便看向了呼延卫藏匿的方位，这位哪吒的素人竟然在暗中观察，戏弄他一下吧。魏前辈，山顶风大，看您衣着单薄，别着凉了，不如来防阵之中烤烤火，和晚辈一起小酌几杯如何？听到宋云祥的传音，呼延卫顿时震惊了，这小子果然他一直能察觉到我，该死的少年人，竟敢用传音戏弄老娘！眼见呼延卫不为所动，宋云祥无奈一笑，因为畏惧我的免费保镖而不敢靠近吗？笑死，算了，反正也拿他没辙，先不管他了。宋云祥思索完毕，便回到房阵中继续休息了起来。与此同时，在沙雕城西城区的将军府内，这里正在举行一场葬礼，葬礼的主角正是丧命在牛魔王手下的麦彪。麦金看着父亲的画像，悲愤地开口：该死的迷伦狗贼，可怜我父帅灰飞烟灭，竟然连遗体都没有留下一点。平天圣宗，我沙雕城与尔等势不两立。下方知道内情的几个长老保持沉默，其他沙雕城的高层则劝慰了起来。麦金将军请节哀，沙雕城还需要您带领我们。眼看气氛烘托的差不多了，麦金振臂一呼，便开始号召了起来。诸位，今天我们失去了一位英雄，但是话刚说到这，麦西的身影就急匆匆地跑了进来。不好了，麦童他也在这一战中不幸牺牲了。听到这个消息，麦金表面上震惊不已，实则心中开心无比。什么？麦童他竟然也很好，又少了一个阻碍，拥有第一顺位继承权的嫡子就只剩下麦田那个废物了。麦童的生母听到这个消息，伤心地昏倒了过去。麦金深吸一口气，便假惺惺开始了激动的发言：诸位，今天我们失去了2位英雄，但是对了，那个谁，快将我父帅的遗像往边上挪一挪，给我们麦家4秀中最勇猛无畏的战士麦童留一个位置。我的弟弟
诸位敬爱的麦童也在这一战中牺牲了，这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将怒火集中起来，发泄到该死的迷伦人身上。只有真正的胜利才能抚慰那些战死的英灵。而我的另一个弟弟麦田，至今还一直下落不明。沙雕城的同胞们，化悲痛为力量吧！不要忘记，我们沙雕城的这个名字曾经代表着荣耀，这可是从天而降的神之使者赐下的名字。时间很快就到了第二天，太阳渐渐驱散了黑暗，休整一晚的众人都醒了过来。宋云祥也撤掉了防护阵法，他来到兰坤身边交代了一番：“那就这样吧，我要先回一趟南州边境的永安城，这群小姑娘就交给你们俩了。”兰坤闻言连忙拱了拱手：“放心吧，尊上，我们俩势必将这些同胞安全护送到他们隐居的大峡谷。”宋云祥点了点头，又把兰邹放了出来：“他就交给我吧，毕竟也是我王叔，可以的话，我还是想将他押回龙海城接受父王的审判。”行，他的心脏被我以阵法封住了，修为也已经压制到了黄阶初期，现在就是个弱不禁风的普通妖族。如果他还不老实，你只要捏碎这个阵符，他的心脏就会爆炸，他将以极其痛苦的状态七窍流血而死。宋云祥说罢，便取出一个阵符交给了他。兰坤接过之后连忙道谢：“多谢尊上，护送完他们，我会尽快赶到永安城和您会合。虽然我没办法调动龙海国的军队前来助阵，但既然继承了星魂将敖丙的力量，即使只有我一个人，我也必须为抵御兽潮做些什么。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那些画面重现。好，你能有这份心，多谢了。我很期待在南荒战场上看到星魂将敖丙的英姿。对了，这些给你们。”宋云祥边说边从怀中取出了几瓶丹药，绿色的是恢复类丹药回春丹，功效不必多说，兰里已经体验过了；红色的是战斗类丹药过速丹，可将速度提高3倍，关键时刻突袭或者跑路用；金色的这粒是超境丹，可以短时间强行拔高一个大境界，在南荒这一片应付凶兽应该是够了。听完宋云祥的介绍，兰坤两人立马感激的扑通跪了下去。看着手中宋云祥赠送的丹药，兰坤两人顿时激动的无以复加。殿下，要是偷偷拿几颗卖给陛下，咱们就发财了吧？不，说不定陛下为了换这些丹药，都要将王位传给您。听到兰里的话，兰坤忍不住训斥了他一番：“闭嘴！和尊上赐下的这些无价之宝比，区区一个王位算得了什么？这每一粒丹药可都是能保住一条命的神物啊！长者自不敢辞，请尊上放心，坤定不负使命，绝对不会浪费这些宝贵的丹药。”宋云祥闻言无奈的摆了摆手：“行了行了，没什么宝贵的，你别关键时候舍不得吃，以后跟我混，这些东西多的是，你们要学会物尽其用。”他边说边来到了张六爷的面前询问道：“你呢？是跟我去永安城吃香喝辣尝遍人间美味，还是跟他们去大峡谷的妖族部落体验餐风饮露？”张六爷毫不犹豫地伸出了双手，表示想吃香喝辣。宋云祥见状心中暗爽无比：“小样，区区失忆的400岁老祖，呵呵，就不信骗不来你。”此时提卯也跟人马族的小孩开始了道别：“你们回到部落替我告诉族长，提卯要跟随主人去吃香，不对，去修行了，暂时回不去部落了。你们几人路上注意安全，要听2位鲛人族叔叔的话。”交代完之后，宋云祥就纵身跳到了他的背上：“出发吧，各位后会有期。”随着声音落下，几人的身影也渐渐远离了这里。与此同时，在远处的石头后方，呼延卫也看到了这一幕。虽然他想跟着敖丙继承者看看，但心中还是觉得那个诡异的小子和神阶老祖更令人在意。思索一番后，他决定跟着宋云祥。另一边，兰坤也带着妖族奴隶出发了。在一阵欢呼声中，众人的身影渐行渐远。片刻后，正在策马奔腾的宋云祥察觉到了一丝不对：“还跟着吗？有意思。好，那就再戏弄一下。”他打定主意后，便让提卯停了下来：“这样跑太慢了，给你们看个宝贝，出来吧！”阿北叔特别调教的超级浮空飞梭，提醒两人抓紧后，宋云祥就启动了飞梭，下一秒飞梭便腾空而起，以爆发性的速度瞬间朝着永安城赶去。见此一幕，呼延卫彻底傻了，可恶，竟然使用了浮空飞梭，混蛋，这怎么追？用哪吒的话，万一又惹到了那老祖，该死！听啊！呼延卫权衡一番后，还是继续追了过去。与此同时，在南荒腹地的某处区域，来自西水国的运输船出现在了这里。2道人影缓缓从运输船上走了下来，负责护卫的柳宁警惕地跟在后方。殿下，这里毕竟是南荒，您最好还是不要下船为妙。听到这话，西水女帝同母异父的妹妹狼环公主露出了一脸无所谓的表情。咱们这都深入南荒300里了，遇到的凶兽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而且都不过是黄阶左右的小垃圾。说到这，他脑海中忽然浮现了宋云祥的面孔。说来确实奇怪，莫非是有人提前过来把这一路上的怪都杀完了？难道是那个家伙？不可能，不可能，怎么可能？狼环摇了摇头，不再多想，拿起测试机与凶兽的战斗数据查看了起来。可实战数据样本还是太少了，我们得找强一些、更多些的凶兽来收集数据，上传，朝着南荒更深处进发吧。听到这话，柳云慌了，不行吧，殿下，陛下可是特意交代过，一切都要以您的安全为重。狼环露出了坚定的眼神，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迷伦的次世代星魂降医治血已经开始量产了，3年之内必起战火，只有顺利研发出新的军备，亮出我们的肌肉，让他们能明显看出咬我们一口会付出代价，如此才能继续保持势力上的平衡，打消他们入侵的野心。柳宁听后提出了疑问，可我们镇国4柱的4位圣阶，还有3位尚处在巅峰状态，加上近些年新进圣阶的那2位天骄，圣阶强者加上始源星魂将，单机就可抵千军万马，而且咱们还有传说中的神阶，即使迷伦的新型机能比旧型机强上1倍又如何？在圣阶与始源星魂将面前，还不是如蝼蚁一般，只要圣阶出手。话刚说到这就被狼环打断了，不，你错了，
我们有镇国四柱和圣君陛下，弥伦也有征南四魔将和平天老祖，加上天都的天都八将和那些隐藏力量，正好形成互相制约的微妙平衡。一出一个圣阶，对方也会派出一个圣阶抵挡，圣阶之间的战斗又很难分出生死，所以维持住平衡的是高端战力，而打破平衡的就要看低端战力了。到时候为了阻止弥伦的野心，玄女士的数据我们也可以提供给天都一份，当然也要从天都那边敲一大笔好处就是了。呵呵，毕竟天都国的研发能力可落后我们太多了。与此同时，在小岭城的实战测试场中，宋老爷子和徐老来到了这里，跟在后方的还有铁臂军和赤鸾军的总帅宋清和宋云锦。看到实战结果，宋老爷子露出了惊讶的神色，真是让人震惊啊！这些机体真的是云翔那小子搞出来的？徐老笑着点了点头，可不是吗？我当时看到也是被大大震惊了一把，也不知道那小子是怎么想出来的。反正等他回来了，我要请他出手，给老夫那破损的君子剑好好大干一下。管家宋木把这几天的测试数据交给了宋老爷子，宋老爷子查看一番后很是满意，不错，相当不错。随后转头看向了身旁的宋清，清儿，想办法搞几台弥伦还有吸水的量产机来。宋清听后顿时一愣，反应过来连忙拱了拱手，是父亲。宋老爷子接着又看向了徐老，徐兄，麻烦帮我联系顾院长，我们永安城会全力提供材料，请机武院那边尽最大产能帮我们炼造这些机体。徐老闻言呵呵一笑，放心吧，宋侯，云翔那小子早就交代好了，下一批完成了顾丫头会派人送过来的，第二批应该也就是这2天了。不过材料嘛，确实缺口也比较大，你们能提供那肯定是多多益善。时间很快就到了傍晚，与此同时，在宋云翔这边，他驾驶飞梭在沙漠一处位置缓缓降落，应该就是这里了。没错，就是这里。他记得上一世时，元鼎城受潮，途经死亡沙漠的绿洲。后来我为了给难民殿后独自迎战凶兽，之后就来到了这个位置附近。一进入这个区域，我就突然被传送到了那个有那扇门的地方。在那扇门前，原本静止不动的雕像突然对我发动攻击。也是在那时，我第一次听到了星主系统的声音。丁星主系统正在激活，丁系统警告，检测到致命攻击，来自宿主右侧3点钟位置，正在为宿主规划安全逃生路线。丁，找到安全出口，位于宿主左后方7点钟位置。宋云翔跟随星主系统的提示，安全的离开了这个地方。之后这个星主系统就一直与他相伴至今，而且星主系统的界面似乎只有他能看到。见宋云翔一直愣在原地，旁边的提卯和张六爷脑门上浮现出了大大的问号。主人这个动作是在干嘛？难道要开饭了吗？宋云翔察觉到两人的目光后，顿时有些尴尬。在他们眼中，空抬起这只手的动作可能像个傻子吧。提卯疑惑不解地询问：主人，我们要在这里休整片刻吗？张六爷捂着肚子开口：要开饭了吗？宋云翔回了句稍等，接着就在四周查看了一番，位置应该就是这里没错了。可星主系统却没有任何反应，他随后就在周围四处探查了一会儿，但依旧没有任何收获。主人，你是在找什么吗？寻宝游戏还是盗墓游戏？宋云翔无语至极，奇怪了，真的没有反应。算了，没什么，咱们继续走吧。说罢，他便驾驶飞梭继续开始了赶路。张六也无奈长叹一口气，不吃饭吗？好失望啊。提卯因为恐高害怕的蜷缩在飞梭上面。宋云翔望着刚才的位置，不禁眉头紧皱。那个激活了星主系统的秘境，难道只能进入一次吗？好吧，时间很快到了晚上。此时在永安城的永安大酒楼内，其中一个至尊包厢中，永安城的5大一线家族的家主相聚在了这里。几人寒暄几句后，便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身为陈家家主的陈仙首先开口：行了行了，孔老头，你就别绕弯子了，有话直说吧。陆家家主陆自农呵呵一笑：孔兄这次特意将我们几个老家伙凑在一起，怕不是有什么大生意要做吧？陶家家主陶林附和道：老夫猜，该不会是通知我们喝你那孙女的订婚酒吧？楚家家主楚大生一脸不屑：订婚酒是和宋府的那废物小子。听到这话，孔征猛拍桌面怒斥一声：放肆！楚老头，嘴巴放干净点，老夫可警告2等，都给我对云翔少爷拿出10万分的尊敬。此话一出，顿时炸锅。啥？云翔少爷？孔家不愧是书香门第，堂堂家主竟然对孙辈的姑爷敬若高堂，真是有趣。笑话，宋云翔那废物小子，永安城谁不知道？有名的宋家双废之一。孔老杂毛，你该不会闭关5年突破天阶失败，走火入魔得了老年痴呆了吧？孔征听后怒上心头，蕴含着天阶威压的一声大喝瞬间响彻在众人耳中。都给我住嘴！滚滚音浪向四周冲击而去，几人感受过后顿时惊骇不已。天阶，这老杂毛不对，孔兄竟然真的突破这天阶了！天阶威压恐怖如斯。孔征见几人这副表情，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从袖子中拿出了一瓶丹药。既然诸位都希望老夫有话直说，那我也不绕弯子了。实不相瞒，今天我请各位来，其实是赐给各位一场天大的机缘，给诸位开开眼。这就是传说中的6星丹药破障丹，其功效想必诸位也都清楚。服下此丹，可入天阶，再得10年寿元。这种只存在于文献中的神丹乃无价之宝。破障丹可入天阶，10年寿元，无价之宝。听到这几句话，4人立马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神情。孔征呵呵一笑，看向了他们：各位也都是聪明人，机会只此一次，不要自误。几人听到这话，顿时面色一喜：孔兄，您要我们做什么？直接吩咐就是。小弟陈仙愿为孔兄赴汤蹈火，孔老哥就不要为难咱们几个弟弟了，有什么条件您说就是。没错，不是小弟自夸，我陶家家业之丰厚，在永安城也算是首屈一指，您就直接开个价吧。征哥，你要杀谁？这事我楚大生绝对能替你办漂亮了。孔征听后嘴角扬起一抹笑容，条件其实很简单，奉宋家云翔少爷为主，从此成为云翔少爷的狗。
什么？你想让我们奉那废物？那宋云祥为主，就算宋家老侯爷也不过和我等平辈相较。呵呵，凭什么？对啊，凭什么？凭什么？呵呵，就凭这传说中的破账单，只有云祥少爷手里有，你们不同意。还有沈赵、孙罗那些二线家族的家主。实不相瞒，老夫孔征乃云祥少爷座下头号鹰犬。此话一出，几人瞬间沉默。孔征得意地继续讲述了起来。各位，难道你们就不想知道我孔征，孔家家主，堂堂天阶强者，为何会心甘情愿成为云祥少爷座下鹰犬？陆自农闻言拱了拱手，还请孔兄为我等解惑。孔征点了点头，我就简单说3点吧。第一，不久前的云鼎城受潮诸位应该都知晓吧？元鼎城那位在受潮中力挽狂澜的英雄，诸位恐怕还不知道吧？那位便是我主云祥少爷。几人闻言再次炸锅，什么？怎么可能？那纨绔可是永安城中出了名的废，出了名的平平无奇。他不是一直因为身体原因只能坚持3分钟，还因此被老侯爷送去了元鼎城的。我去，元鼎城那还真对得上了。孔征摆了摆手，示意他们安静。我孔家消息渠道略胜诸位几筹，比诸位早知道一些。顾家出面已经为云祥少爷上报新天剑，素人觉醒加上元鼎城的战功，朝廷的封赏已经在来永安城的路上了。而且不瞒诸位，负责这次封赏的是陛下身边4位大公公之一的林公公。什么？这要是真的，那岂不是说宋家将在宋公子的带领下再次腾飞？第二，据我推断，宋家曾经的那位圣阶，那位宋太妃的亲兄长可能还在世，而且宋府仅仅云祥少爷手下，管家、门卫、司机、侍女，只能说一句天街满地走。听到这4人，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这也太……我曾听传闻说，那宋望少年时和当今陛下还有林国公。嘘，别说了，这话可不能说。可你看，宋家以屠戮皇族世家而获罪，可是那一战阻碍陛下上位的皇族世家也全被一扫而空，韬光养晦。宋家这是在韬光养晦啊，搞不好还是受皇族。嘘，不能言，不能言。眼看几人谈论的热火朝天，孔征拍了拍桌子制止了他们。好了，安静听我说第3点，也是对你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几人听到这话立马洗耳恭听。孔老哥请说。孔征清了清嗓子开口，徐半胜来了，已在宋家住了几日。什么？徐半胜，南州3剑之一的那位徐鹤鸣。徐半胜，原来如此，我懂了，我懂了。陆自农最先反应过来，他说罢连忙起身拱手。陆家家主陆自农愿携陆家全体臣服云祥少爷，从此以宋府云祥少爷马首是瞻，但有号令莫敢不从。孔征抬手示意，陆老弟不愧是我辈中最聪明的一个，这么快就想通了。我待云祥少爷接受你们陆家的臣服。其他3人一脸不解。老陆，什么情况？你什么你就懂了？陆自农长叹一口气，你们可知那位徐半胜可是一位传奇半圣，他这半生都在寻找凡阶入圣的通天之路。那破账单是绝世已久的至宝，仅仅只是收服我等，云祥少爷竟能舍得一次拿出4粒。那徐半胜说到这，陆自农看向了孔征，入圣之法，孔老哥不知道余弟猜的可对？几人闻言恍然大悟，竟是如此。你的意思是说，徐半胜会浪费时间在宋家等候，是因为宋公子手上有能让凡阶入圣的法子？凡阶还真入圣，好家伙，那不是又能多活100年？孔征点了点头，不错，我也是这么觉得。入圣之法呀，我辈修士谁又不想变强，谁又不想多活100岁？这才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呀。3人面面相觑，互相对望了一眼，然后齐齐拱手看向了孔征。楚家家主楚大生，陶家家主陶林，我陈家家主陈仙，愿携家族一同臣服云祥少爷，从此以宋府云祥少爷马首是瞻，但有号令莫敢不从。孔征见状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好，天阶丹药，入圣之法，成为云祥少爷的狗那可是莫大的机缘，你们会觉得这将是这辈子最英明的一次决断。来，就让我们共饮此杯，哈哈，来，多谢孔老哥提携，共饮此杯，还望孔兄今后能在公子面前多为我等美言，宁为帝王犬，不做恶妇师，做顶级强者的狗，哈哈，不寒碜，不寒碜。我宣布，我楚大生今后就是云祥少爷手下最凶的狗，汪汪。几人大笑过后，便端起酒杯再次一饮而尽。孔征长出一口气，看向了天际，云祥少爷，老夫幸不辱命，已为您收服4家家主，不知您何时才能回来呢？那孔老哥，这破账单，来，4位兄弟拿好，回去之后找个稳妥的地方服下，待你们都突破天阶，我带你们一同去拜见云祥少爷。孔征说罢，便将丹药给了他们。与此同时，在永安大酒楼3层的商业区内，程毅领着一些补品从药房走了出来。没想到宋云祥那小子的二伯母竟然是程家本家的大小姐，而且还是20多年前有着倾城之称的大美人。作为晚辈，我给她孝敬些保健品应该还是合适的吧。程毅哼着小曲返回了宋家，迎面遇到了正在闲逛的镜花。那个戴帽子的女人有点眼熟啊。哦，化妆品店。对了，给云锦小姐也买份礼物吧，不知道她是更喜欢化妆品还是衣服呢？要不等下去那边的丝袜店看一看，先进去看看再说。程毅说罢，兴奋地走进了店铺内。另一边，镜花也带着侍女进入了理发店中。进入店内后，2人直接要了一个单独的包间，店员热情地把他们迎了上去。这些都是时下最流行的发型，您看看有什么喜欢的？您选好了可以按铃叫我，我就在前台候着。等店员走后，侍女打趣道：“镜花小姐想烫卷发吗？是为了和上次救了咱们船的那位公子约会吗？”镜花听后脸色羞红无比，讨厌，不要乱说。说罢，她望向天空，长叹一口气。可是宋公子为什么一直没来赴约呢？应该是太忙了吧？要不我去登门寻他试试，不然洪氏商会的船就快要修好了。另一边，在南州某处空域，洪氏商会客运船818号内，负责洪氏商会在南州生意的嫡系继承人洪玉霄正在凉亭中悠闲的泡茶。片刻后，一个下属跑到了面前禀告：参见总掌柜，
确切消息，朝廷的封赏团队由林公公亲自带队，3监6部随行人员共36人，由天都9门兵马司军事护送，乘坐如虎级镇空舰已从天都城东港出发。护送军士中，明面站立天阶1人，地阶6人，玄黄若干；暗面站立未知。一旁的贴身保镖洪一柔解释道：“林公公是陛下直属的4位大公公之首，兵部的实际掌控者，有替陛下监察天下军务之权。”洪玉箫听后点了点头：“林公公嘛，虽然这阵容规格有些高，但毕竟是素人觉醒，面对一位未来的圣阶强者，也不算过分。封赏的内容呢？”下属听到他的询问，回答道：“宫中密探传出的消息，据说陛下在得知了宋云祥觉醒为星魂将左慈的素人，曾放声大笑，加上元鼎承受朝中的战功，陛下封宋云祥为3等子爵，封地临阴城下辖临北县，时300。”洪玉箫听后拿起茶水抿了一口，按照天都勋贵规制，素人觉醒即可封3等男爵，之后进阶进等，就算毫无功绩，圣阶也可享2等子爵的待遇。宋云祥入地阶可为1等男爵，再跳1等为3等子爵，倒也合理合规合情。说到这，他突然意识到了不对，等等，刚才你说封地是？下属回答：临北县，临阴城下辖6县之一。听到这话，洪玉箫呵呵一笑，有意思。临阴城那是玄甲卫的驻地吧？与此同时，在天都国临阴城玄甲卫驻地的演武场中，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战斗。3支箭矢冲着场中身穿绿衣的女人急速攻去。女人名叫狄兰，29岁，是玄甲卫现任总帅。狄兰挥舞武器丝毫不惧，随意挥动下便将箭矢尽数斩断。下一秒，半空中一支箭矢仿佛被操控般再次攻来。狄兰见状，眼神一凝，闪身躲过后，瞬间出手一把便抓住箭矢，稍稍用力下就直接捏碎在了手中。做完这一切的他看向了某处：“别闹了，郡主，投降吧！你的境界低我1重，不可能是我的对手。”对面一个身穿黄衣的女人听到这话，呵呵一笑：“你也知道我低你1重啊，那还不让我1只手？”女人名叫萧贤，临完郡主，是当朝邻国公萧冲之女。此时一个侍卫急匆匆地跑了过来：“总帅，密信！”狄兰见状，将身后的披风直接解开丢了过去，来得正好。接着，侍卫气喘吁吁的连忙将披风接到手中，狄兰则提着偃月刀一步步向着对面走去。呵呵，你自己突破了境界，就跑来我这找麻烦，非要强迫我接受挑战，我凭什么还要让你1只手？郡主萧贤轻哼一声：“不让就不让，吃我这招！”说话的同时，他随即张弓拉箭瞄准了对方。狄兰见状丝毫不惧，这个距离之下没用的，不试试怎么知道？随着萧贤话音落下，数道箭矢立马呼啸着离弦而去。狄兰停下了脚步，在箭矢近身的那一刻，他脚下借力一跃而起，利用7星步跳到了半空之中。可箭矢似乎带有追踪效果，在空中划过几道弧度，闪烁间再次来到了他的身旁。狄兰见躲不掉，举起手中的偃月刀，迎面将箭矢劈成了2段。萧贤呵呵一笑：“还没完呢。”说话间，手中出现了一个蓄势待发的连弩，连弩接连射出，大量的箭矢直接开始了一波火力覆盖。狄兰手持青龙偃月刀，用出了一招战绩7重浪，将袭来的箭矢尽数斩落。武器碰撞的声音在空中传出了接连不断的爆响。萧贤此时兴奋不已：“成了，哈哈，小狄兰啊，小狄兰，让你从小到大都一直压本郡主一头。”话刚说完，只见狄兰已经闪身冲了过来，偃月刀在空中旋转几圈后，一道月牙状的刀芒猛然朝着地面劈下。萧贤见状，连忙一跃而起，离开了刚才的位置。这都能毫发无伤，你真的只是高我1重吗？地面在这一击之下出现了一道数米长的沟壑。狄兰举起偃月刀再次俯冲而去，萧贤则拿着手中的长弓勉强挡下了对方的进攻。砰的一声，地面被波及得寸寸碎裂。不打了，我认输，快停手！见他求饶，狄兰便呵呵一笑，收起了武器，没有再过多为难。萧贤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站了起来：“你这怪物，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就能这么强，明明还比我小1岁来着。”狄兰听后随即打趣道：“对了，这么说你今年都30岁了，45入也是个年近半百的小姑娘了。哎，什么时候能学会稳重一点？”萧贤被这话气得浑身颤抖：“你放屁！你给我住口！本郡主永远都是18岁。”狄兰见状有些无语，随即转身走向了旁边的侍卫，询问他有什么事。侍卫拱手将密信递了过来：“参见总帅，封赏新晋素人宋云祥的队伍已经出发了，带队的是4位大公公之首的林公公。”狄兰听后将密信接过去，仔细查看了起来。萧贤也好奇地凑了过来：“宋云祥是那个星魂将左慈的素人？”听到这话，狄兰疑惑地看向了他：“你知道？”萧贤思索了一会儿，缓缓开口：“当然知道啊，你忘了我祖母南香公主是宋太妃的女儿，我们家和宋家也算有些渊源，奶奶的妈妈的哥哥的孙子的儿子，该喊我什么呀？表姑姑还是表姐还是表妹？糟糕，该不会我要喊他小表叔吧？不要这么悲剧吧？”萧贤想到这层关系，立马绷不住了。狄兰见他这副样子，顿时无语至极。哎，对了，我记得小时候好像就听说过，你和这小子好像还有婚约。听到萧贤幸灾乐祸的调侃，狄兰猛然一脚踢向了他。萧贤反应不及，被直接命中，翻滚着甩向了远处。姓狄的，你他娘的是不是有病？我操你大！萧贤气得爆了粗口，然而骂人的话还没说完，一把偃月刀就猛然劈到了他的身前。狄兰面色冷冽地活动了下手臂：“来，郡主，咱们再来一局。星魂够装！”话音落下，他周身一个绿色的机甲缓缓浮现，不多时，星魂将关羽便骑着一匹枣红色的战马出现在了场中。萧贤见状，饶有兴趣地准备了起来：“星魂将关羽吗？你以为我会怕你吗？但我突然想起家里好像还包着糖，今日不得不到此为止。姓狄的，今日这笔账本郡主记在小本本上了。我可不是因为怕你，只是因为某些不可抗力的原因才不得不走。哼，改日再来你们玄甲卫讨教。告辞。”萧贤说罢就连忙离开了这里。狄兰见状，只好无语地解除了够装。他
他看向手中的密信，长叹一口气：宋云祥竟然能成为素人吗？九爷、夏侯大叔、大木老师，还有老侯爷，不知道他们这些年在永安城过得还好吗？与此同时，在永安城宋府的东院内，司机夏北哲和门卫马三饶有兴趣地看向了面前的房间。片刻后，管家宋木也出现在了院子内。他看着两人询问怎么样了。马三回答：没想到这种揠苗助长的方法竟然真的可以成功，白天就已经突破了一个，现在还有2个正在尝试突破，清代正在里面为他们护法。夏北哲跟着附和道：如果少爷真的能如此容易的大批量制造出地阶和天阶的战士，那整个东大陆的势力格局恐怕都要受到影响。此时在房间内有2名侍女正在盘坐突破，已经突破完成的侍女紫苏则兴奋地在一旁比划：这就是地阶的力量吗？太爽了！真没想到竟然是我紫苏拔的头筹，率先突破到地阶，莫非紫苏其实是修炼天才？嘿嘿嘿，以后看谁还敢说我紫苏胸大无脑只知道吃，这下知道我的厉害了吧？这下少爷回来肯定要摸摸人家的头，好好夸奖一番。就在他得意的时候，一旁的清代连忙示意他小声点：嘘，你给我安静一点，不要打扰他们的心境。此刻突破在即，心境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关键。说罢便看向了面前盘坐的2个侍女，只见其中一个侍女涟漪正痛苦的浑身颤抖，不过仍在咬牙苦苦坚持：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也想得到少爷的夸奖，我也要成为少爷的助理，只要是为了少爷，为了云翔少爷，我可以的。涟漪的思绪回到了10年前，第一次见到宋云翔的时候，那时他还在以捡破烂为生，为了活着每天都流窜在大街小巷，就连路边的乞丐都看不起他。走开点，别在这影响盖爷们要饭，捡那些破烂才能卖多少钱？还不如老子一中午要饭挣得多，可不是吗？加入我们伸手帮多有前途啊！伸手卖惨，说2句好听的，钱不就讨来了？何必那么辛苦折腾自己？涟漪没有理会他们的嘲讽，背着一大包破烂路过了这里。远处街道上一个瓶子引起了他的注意，涟漪急忙去捡了起来，但也因此挡住了一个胖子的道路。胖子见状一脸嫌弃，伸出腿直接一脚踢向了他。滚开，不长眼的东西！瘦弱的涟漪被踢中，撞到了远处的墙壁上，他疼痛的趴在地上，止不住的颤抖。好不容易捡来的破烂也散落了一地，胖子啐了一口，吐在了他的帽子上。嘿，晦气玩意儿，竟敢挡住本大爷的路，活腻了吧？说罢不顾涟漪的求饶，继续开始了拳打脚踢。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喊住了他：喂，四眼仔！胖子听后气愤的转头看去，谁他妈敢喊本爷四眼仔？你知道老子是谁吗？结果话还没说完，一只脚就猛然踹向了他的裆部。胖子惨叫一声，痛苦的趴到了地上。做完这一切的宋云翔冷哼一声：滚开，我管你是谁啊！不长眼的东西，竟敢挡本少的路，全家都活腻了吧？胖子气得火冒三丈：你是谁？竟敢偷袭老子，给老子报上名来！宋云翔指了指自己，一脸傲气的开口：小爷，宋家。宋云翔有何指教？听到宋家这2个字，胖子顿时愣在了原地。反应过来的他急忙后退着拉开了距离。宋家，我可没有招惹您，就算是宋家也不能不讲道理。宋云翔听到这话嘿嘿一笑：不，本少可是超级讲道理的遵纪守法3好少年，给你看个好东西。看，猜这是什么？胖子有点眼力劲，认出了这是装现金的储物符。宋云翔点了点头，没错，这张储物符里有5万天都币现金。那个，没事，您太客气了，小的没事，不需要您赔偿的。宋云翔眉头一挑，直接将储物符丢了过去。哎呀，我装了5万天都币现金的储物符，我身上装了钱的储物符怎么不见了？宋威，你有没有看到？听到这话，护卫宋威配合的指向了胖子：回云翔少爷，刚才小的好像看到了那个死胖子故意撞了您一下，小的觉得应该是那个死胖子偷了您的钱。什么？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然有人敢偷本少爷的钱！宋威、宋虎，去抓住那个偷本少钱的嫌犯，看看赃物是不是在他身上。回禀少爷，小的在这死胖子脚下搜到了赃物。好啊，人赃并获，果然是这死胖子偷了本少的钱。根据天都法，虽然是扒窃未遂，但这个金额也够你进去蹲半个月了。你们俩把这个嫌犯还有赃物都送去补衙吧。护卫听后应了一声，不顾胖子的挣扎，强行揪着他离开了这里。宋云翔呵呵一笑，如我这般尊敬守法、从不仗势欺人又超级讲道理的纨绔大少，实在是太少见了呀。他自夸过后，便看向了一旁的涟漪：那啥，你没事吧？涟漪连连点头：我没事，谢公子。说罢，肚子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眼睛也不自觉地看向对方手中的鸡腿。宋云翔察觉到了他的目光，于是便让护卫拿出了一个烧鹅，直接丢给了饥饿许久的涟漪。涟漪一脸错愕的想要拒绝，宋云翔则微微一笑，安慰：没关系，别误会，这可不是施舍。今天本少办生日宴，请客吃饭，见者有份，放心吃吧。既然吃了本少请的饭，可要记得送生辰贺礼啊，先欠着，下次遇到再补，走了后会有期。他说罢就带着护卫离开了这里，只剩下一脸感动的涟漪呆呆地坐在原地。后来涟漪终于打听到，云翔少爷的名字叫做宋云翔，是来自九安侯府宋家的小侯爷。宋家每年都会从孤儿中招募侍女和家丁，只是为了云翔少爷说过的那一句后会有期。涟漪毅然而入，经过层层筛选，终于得偿所愿。从此他放弃了原来的名字，成为宋府的见习小侍女。以后世上再没有什么小娥，只有永远守在云翔少爷身后的侍女涟漪。涟漪收起思绪，继续努力突破境界。时间很快就到了第2天，
紫苏睡醒后迷迷糊糊看向了窗外，天亮了，该吃早饭了吗？清代姐，要不你在这给他们继续护法，我去弄点吃的来。清代闻言挥手制止了他，等一下，我感觉涟漪的气势正在持续飙升，小心戒备，防止他们突破失败走火入魔。此时只见涟漪身体周围的灵力不断游走，他盘坐在地上露出了坚毅之色。我要变强，我只有变强才能拥有守在云翔少爷身后的位置与资格，因为涟漪实在没有什么能送给云翔少爷的礼物。不，伴随着一声大喝，涟漪整个人都悬浮在了半空中，周围空气中的灵力开始不断的汇聚，渐渐的被他吸收进了身体中，直到所有灵力都被尽数吸收，涟漪的气息也平复了下来。清代见状，心中长出一口气，成功了，看来没问题了。果然，我就知道涟漪其实才是我们之中最执着的那个，一定能顺利突破。紫苏在一旁暗自神伤，可恶，竟然这么快就被追上了，这下紫苏就无法独占少爷的夸奖了。涟漪缓缓落回了地面上，他睁开眼睛，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神色。我成功了，我竟然真的突破到地阶了。清代凑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成功了，你很不错。紫苏不情愿的道谢。可恶，恭喜你啊！涟漪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转头看向了门口，面前出现的身影顿时让他愣在了当场。云翔少爷，两人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宋云翔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这里，正笑眯眯的看着几人。嗨，我回来了。时间回到宋云翔回到宋府的前一晚，宋府西院内，程毅拜访完宋家二伯母程夫人后，便拱手欲要离开这里。夫人，那小侄儿就先告辞了。程夫人微微一笑，叫什么夫人？你父亲程武是我族兄，按辈分算下来，你该称我姑姑。这些年我也没再回过程家，没怎么见过娘家人，难得你还能有这份孝心，特意带着礼物来看我，姑姑谢谢你了。程毅听后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姑姑抬举了，我们家只是中州城市旁支的旁支，可不敢妄称姑姑您的娘家人啊。程夫人挥了挥手示意没关系，咱们不必这么生分。当年我求学时也曾得到程武族兄的照拂，那时我是个刚入学的新生，你父亲退伍转业，正好成为我们的教官。一转眼20多年都过去了，不知你父亲现在可还好？程毅闻言拱手回答，家父现在仍然还在玉霞城的中州鸡武院任教，他也时常会说起您的往事。家父一直说，您年轻时可是迷倒玉霞城万千青年才俊的大美人，中州鸡武院3大院花之首。后来听闻程家与宋家联姻，多少公子哥为您轻生。程夫人想起往事不禁有些唏嘘，呵呵，年华易逝，往事不堪回首。如今我们这代人老的已老，不在的更是已经不在。程毅再次拱手，若有机会姑姑再回玉霞城，务必提前告知小侄儿，请让小侄儿为您接风，想必见到您，家父也会很高兴。程夫人点了点头，好的，会有机会的。今天也不早了，我就不留你了。云瑞，程教官也是我程家的子侄，也算是咱娘家人，你以后可多与程毅表兄切磋交流。宋云瑞听后起身走了下去，好的母亲，那我送程毅表兄。随后程毅便在宋云瑞的相送下走向了院外，路途之中他亲热地搭住了对方的肩膀。云瑞少爷，看你一表人才，想必也是风雅之人，不知道这永安城的风雅之地有没有什么好场子推荐啊？宋云瑞疑惑地看向了他，风雅之地什么意思？程毅嘿嘿一笑，就是那种寻花品茶风花雪月神龙摆尾的地方呀，你懂的。我来做东，咱们一同去潇洒一下如何？听到这话，宋云瑞忽然停下了脚步，免了，本少对那种低俗娱乐毫无兴趣。程毅闻言连忙解释，云瑞少爷误会了，其实我也不是如此轻浮之人，我是为了完成一位战友的遗愿，我那位战友曾经梦想打卡东大陆每一座城的头牌。宋云瑞嫌弃的不想再聊，打住吧，我要早睡早起，就不陪你了。送礼送怜，你们带着这位程公子去那些娱乐场所玩一玩吧，注意安全，保护好他。失陪了。两个护卫收到命令后，连忙来到了程毅的身旁。走吧，程公子，有我们领路，您就放心吧。对，保证您吃好喝好。请。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宋云瑞眉头紧皱，冷哼一声。只有区区玄阶初期，这样的货色竟然也能成为鸡武院的教官？什么娘家，什么表哥？呸！我至少能打20个程毅。管家宋水闻言解释道：“少爷，可能您有所误会。鸡武院的实战教官多数都是从前线退役的士官和士兵，他们修炼天赋可能一般，但在战场上却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毕竟前线士兵中9成半都是玄阶、黄阶，地阶以上就算很罕见的高端战力了。算了，这种小丑懒得管他。水叔，看一下我今晚的训练计划。”宋水听后便讲述了起来。按照计划，今晚您要进行构装术和魂力极限压力训练的内容，具体为练习断体重构10次，构装后负重蹲起200次，构装引体向上500次，构装后伏地挺身。宋云瑞听后握紧拳头，眼中露出了坚毅之色。为了打败宋云翔，这几天我将原本的训练强度提高了2倍，只要我能坚持下来，就一定可以打败他。走吧，现在就去训练道场。一夜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经过1晚上的赶路，宋云翔终于来到了永安城的地界。望着下方熟悉的建筑，他不禁感叹了一句：永安城终于到了。这一趟旅途之漫长，仿佛过了1年一样，飞梭急速在天空划过，直接奔着宋府而去。宋府西院的室外训练场中，宋云瑞刚好结束了高强度的训练，他累得气喘吁吁地解除了构装。今早的训练计划也按2倍的量完成了，我每晚训练到凌晨，早上5点就起来继续晨练。为了身为宋家天才的骄傲，能得到父亲和爷爷的认可，
为了欣欣小姐，我每天只睡5个小时，比别人付出数十倍的努力。但该死的宋云翔，原本明明是宋家之耻的一个废物，竟然只是因为被新魂将左慈选中，就开挂般将如此努力的我踩在脚下。但现在不同了，我已经将原本的训练计划再次加倍，距离玄阶中期只剩1线之隔，只要继续坚持努力，只是一个大境界的差距而已，我一定能追得上他。就在他信心满满的给自己打气之时，宋云翔正好驾驶飞梭路过头顶，哟，在晨练呢，不愧是你，继续加油努力吧，加油！我先回东院了，回见。听到这话，宋云瑞竖起中指指向了他。宋云翔，你什么意思？谁要你加油啊？等等，他的气势好像比上一次更加强大了，不可能，难道他又突破了吗？宋云瑞意识到这，顿时傻在了原地。片刻后，宋云翔驾驶飞梭停在了东院的停机坪上，三人疲惫地从飞梭下来，走向了院子中。提卯跟在身后，好奇地四处观察。这里就是主人的家了吗？张六也捂着肚子开口：“该吃早饭了吗？”宋云翔跟下人打完招呼，继续向前走去。迎面正好看到了马三和夏北哲。早啊，马叔、阿北叔，你们怎么都在这里？夏北哲回答道：“那几个小丫头正在尝试用你给的丹药快速突破境界，我和老马不放心，就一直在这边警戒着。”马三好奇地询问：“少爷，这2位妖族的小朋友是？”宋云翔闻言介绍道：“忘了说了，他们俩是我从夏玉国带回来的，以后就也是咱们宋府东院的人了。这是马叔和阿北叔，他们是咱们东院的门卫和司机，他叫提卯，他叫……”宋云翔介绍到。张六也是停顿了一下，张六也这个名字还是先不要暴露出来比较好。思索至此，他便改变了称呼，他叫小野。提卯颤抖着身体打起了招呼：“您好，我叫提卯，是主人的坐骑。”张六也则露出了失望的表情。门卫和司机没有出事吗？宋云翔尴尬一笑，带着2人走向了房间。察觉到提卯害怕的样子，他疑惑地询问：“怎么了？”提卯慌乱地回答：“我能感觉到那2位似乎是人族中的顶尖强者，他们身上有很恐怖的气味。”宋云翔听后眉头一挑，妖族的感觉果然敏锐。奇怪，为什么马叔和阿北叔没有在意这尊睡神？而且宋府的防御阵法也没有警示，真是诡异。难道说因为他是神阶？不对，他好像只有被动构装出牛魔王的那一次才爆发出了神阶力量，之后一直都像是一个没有魂力的普通妖族一样，几乎感觉不到他的魂力波动。但他身上还一直覆盖着那层魂力附魔，难道是因为那层膜？算了，搞不清楚，还是回头再想吧。与此同时，在永安城某处娱乐场所门口，潇洒一夜的程毅被2名护卫架着走了出来。2位兄弟，昨晚喝的可还尽兴啊？听到他的话，护卫客气地回答：“呵呵，昨晚多谢程公子款待，真是让您破费了。”程毅回想起昨晚左拥右抱的场景，就是可惜昨晚怎么喝醉睡着了，头到现在还有点痛。其中一名护卫竖起了大拇指：“程公子不愧是南州鸡舞院教官中的翘楚，酒量可敌千军万马。您昨天可是一个人喝了20多瓶，实在海量。要不咱们找个早点铺子，您吃点东西也好醒醒酒。”说罢就驾着程毅朝街道上走去。这时迎面走过来一个身穿红衣的女人：“程公子，这红衣美女好正点啊。”“是啊是啊。”程毅抬头看去，瞬间清醒了几分。不对劲不对劲，那个女人相当危险。凭我多年舔狗，不对，泡妞经验养成的直觉，我的本能告诉我，那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女人，而且是个老女人。此时在宋府东院内，看到宋云翔的身影后，紫苏激动的直接扑了上去。宋云翔揪着她嫌弃的拉开：“好了好了，我这不就才出去几天而已，别在我身上抹鼻涕啊！”清代恭敬的喊了声：“云翔少爷。”宋云翔微微一笑：“辛苦你了，清代，做得很好。”说罢便看向了突破了境界的2人：“你们都达到地阶了呀？不错不错，少爷我重重有赏。松兰还在突破吗？那我们不要在这里打扰他了，先出去吧。”清代点了点头：“云翔少爷，我留在这里护法，防止松兰失误走火入魔。”来到院外之后，紫苏好奇地询问：“少爷，他们是？”宋云翔笑着互相介绍了一番：“这是提卯和小野，东院侍女涟漪紫苏。”张六也指着紫苏夸赞了起来：“她身上有美食的气味，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紫苏听后顿时得意无比：“哼哼，小丫头，你还挺识货的嘛。虽然不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我也觉得你很不错。”听到这话，宋云翔有些无奈，这就是吃货之间的惺惺相惜吗？这时宋牧忽然出现在了院中：“云翔少爷，侯爷知道您回来了，正在中院等您。”宋云翔闻言点了点头：“你们带他俩熟悉一下，让提卯洗个澡换身衣服，给小野弄些吃的。我先去中院看看老爷子。走吧，大木叔，去中院。”与此同时，呼延卫的身影出现在了宋府的门外。他看着宋家府邸，不禁眉头紧皱。那小子竟然真的带着神阶老祖回家了，真是胆大妄为的家伙呀！话刚说完，他忽然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波动，这个波动是圣阶。哼，我就知道那小笨蛋贼得很，果然是诈死。想到此处，他便身形一闪，进入了府邸中。此时在宋府中院的地下空间，宋三太爷忍不住咳嗽了几声。宋老爷子见状，担心地询问：“没事吧，三叔？”宋三太爷摇了摇头：“没事没事，刚才感觉到附近有强者气息，所以强行催动魂力感应了一下。走阿忠，似乎是来了不速之客，过去看看。”宋老爷子闻言开口道：“三叔，我去看看就可以了，您老露面还不太合适吧？”宋三太爷挥挥手表示没关系，放心，我先暗中观察，如果不妙，我就带云翔小子先撤。片刻后，呼延卫来到了宋府中院内，刚到这里，数道身影便拦住了他。为首的一人警惕地开口：“阁下请留步，此乃九安侯宋府，非请勿入，阁下请此止步。”呼延卫见状不屑一笑：“几个凡阶奴仆也想拦我？”说罢，他手臂一挥，强大的气息便将几人震退到了远处。就在几人被震退之时，宋牧也带着马三等人赶了过来。阁下的行为有些失礼了。听到宋牧的话，呼延卫冷笑一声：“呵呵，这小小宋府竟然卧虎藏龙。”此时宋云翔躲在一旁悄悄观察了起来。
我去，这红衣娘们竟然一直追着我跟到了这里，她到底想干嘛？双方针锋相对时，宋老爷子大步走了出来。等一等，都住手！见到宋老爷子后，几人恭敬一拜。宋三太爷则在一旁暗中观察。这时呼延卫发现了他，他眉头一挑，开口道：“小笨蛋，给我过来！”我就猜到你这家伙果然没死。听到他的声音，宋三太爷露出了不敢置信的表情。小薇姐，竟然是你！哼，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真丑！宋三太爷面对他的调侃，不好意思的走上了前。小薇姐还是风采依旧，和百年前一样的美。躲在一旁偷偷观看的宋云祥听到这话惊呆了。我去，这是有瓜呀！宋三太爷与呼延卫相遇之后，便邀请他到了地下空间小院中酗酒。宋老爷子留下宋金在门口待命，接着就重新回到了中院的地面上。徐半生，让您见笑了。此事还请您为宋家保密。听到宋老爷子的话，徐老呵呵一笑，我有分寸的，放心。更何况老夫早已将性命和余生都当作赌注，压在这小子身上了。宋老爷子闻言不解地看向了宋云祥，宋云祥尴尬一笑，哈哈，改日再说。徐老，我这刚回来还有些事情要处理，您再等我2天如何？徐老挥挥手表示没问题，你先忙你的，老夫也不急这一时半刻。随后宋老爷子便带着宋云祥离开了这里，两人来到了中院的书房内。宋云祥简述了这一趟行程事情的要点。宋老爷子听完后震惊的无以复加，鲛人传承，星魂酱敖丙，哪吒素人，那位红衣的圣阶前辈是跟着你小子来的，你还拐来了牛魔王的素人，平天圣宗的神阶老祖。宋云祥不好意思的摸了摸脑袋，慢点，这信息量有点过头了，让老夫消化消化。对了，你还洗劫了沙雕城卖家的宝库。宋云祥闻言连忙挥手解释，停，什么叫洗劫？我是帮敌国军阀整理了一下杂乱的宝库而已。光天化日之下，老爷子你可要注意措辞文明啊。宋老爷子听后呵呵一笑，有道理。那收获如何？没什么好东西，一些炼造材料和药品，还有一些被他们称为神阶一退的结晶物。宋老爷子捋了捋胡须，慎重交代了一番。神阶一退啊，老夫也曾有所耳闻，据说是辅助突破的天赐神物，但这东西实在稀有，你先自己留着吧，千万要注意保密，防止引来他人觊觎。宋云祥闻言点了点头，好的，老爷子可能误会了，以为我只拿到了一小块，这东西实际上就是一种魂力压缩形成的高浓度结晶体，能够保证产量的话，可以当做能源消耗品来使用。对了，缺的那几味药材是不是都？听到宋老爷子的询问，宋云祥摆出了一个 OK 的手势，放心，都到手了，随时可以开工。其他材料都准备齐了吧？宋老爷子拿出了一张储物符，表示齐了，红氏商会送来的，还有我们自己搜集的药材，都在这个储物符里。宋云祥连忙接过，行，那我现在就开始炼丹吧。刚才你也看到了，三太爷他老人家一相重逢就相识，此时此刻恐怕他老人家正无比迫切的急需丹药，在老朋友面前装。宋老爷子听到这，随即提醒道：“等等，宋牧应该和你说了吧？朝廷那边的封赏队伍将在明日抵达永安城，他们休整一晚，后天一早会来宋府宣旨。”宋云祥笑着回答：“无妨，那不是还有整整2日时间，要1天就够了，不会耽误。而且朝廷这次派人来，明面上封赏，实际上什么态度还不好说。一位恢复实力、收放自如的圣阶，也是咱们的底牌，不是？”宋老爷子听后沉思了一会儿，行，既然你都已经考虑清楚，老夫相信你的判断。事不宜迟，那就开始做吧。宋家已经为你准备好了炼丹场地还有设备。宋云祥挥挥手表示不用，在我的房间就可以了，不需要场地设备，那些东西当个幌子给外人看就行了。我回东院炼丹，对外就说我旅途劳累，要在房间里睡1天，不要打扰我。宋云祥说罢就离开了这里。与此同时，在宋府中院的地下空间小院，呼延卫开口询问道：“所以地灵一战中你遭到圣阶围攻，受了重伤，就这样一直诈死隐士吗？”宋三太爷摇了摇头回答：“其实这事说来有些复杂，诈死也是荣家的那小子配合老夫演的一出戏。”呼延卫品了品茶水，轻哼一声：“你这老头子可真是坏得很，我就知道你还没那么容易死。”宋三太爷哈哈一笑：“那当然了，你忘了100年前那次恐怖的西南受潮，我奉皇命支援夏禹，咱们在西南湿地并肩作战，老夫9次死里逃生，人送外号9命不死鸟天都小白凤。”呼延卫回想起往事，唏嘘不已，取下手套露出了苍老干皱的手臂。只可惜圣阶又如何？我们最终还是会输给时间。我能感觉到你的寿元即将耗尽，而迟迟无法突破的我也已经所剩无几了。宋三太爷捋了捋胡须，意味深长地看向了他。所以你会不顾圣阶，进约踏入天都领土，该不会是专门来看我这个老战友的吧？呼延卫重新戴好手套，微微一笑：“别自作多情，我是跟着那个叫宋云祥的小子，从沙雕城一路跟了过来。”宋三太爷闻言眼神一凝：“云祥小子，他咋了？”呼延卫长叹一口气：“没什么，只是我有种奇妙的直觉，这小子身上可能会有我的机缘。”呵呵，小魏姐，你的直觉，100年前那事我就一直觉得很准。此时在宋府东院的主楼中，宋云祥回到了自己房间后，便将炼丹材料都摆在了地面上，伴随着一声阵气喊出，一道防阵缓缓展开，将整个房间都笼罩在内。以北大陆的阵法为基础，将东大陆的风灵术与南大陆的虚炼术融合贯通，这将成为一种凌驾于人族炼丹技术的全新炼丹术。宋云祥大手一挥，数道阵法便凭空生成，互相缠绕融合在了一起。呵呵，就叫它宇宙超级无敌炼丹术吧。算了，我还是不太
太擅长起名字，开始吧。宋云祥接着就拿出炼造材料开始了操作。炼丹术迭代升级之后，一炉能出6粒，现在的材料够炼3炉，然后再炼些其他的丹药，天灵丹、破障丹。对了，再给徐老炼些脓发丹，还有焕颜丹、玉肤丹、逆老丹，最后全部都交给星主系统托管。我躺着做一个维持阵法魂力供给的工具人就好。说来昨晚通宵赶路还挺疲倦的。宋云祥安排好一切后，便悠闲地打起了盹。而就在他炼丹之时，提毛也被涟漪带到服装店中，并根据他的体型设计了一套衣服。两人沐浴完之后，提毛焕然一新，穿上了宋家专属的仕女服。张六也则被紫苏带着来到了食堂内，他们开心的一起大快朵颐。中途宋云华也加入了干饭的队伍中，三人满足的从早上吃到晚上，将所有食物一扫而空。而侍女松兰也顺利突破境界。清代看到这一幕，疲惫的长出一口气。宋云瑞继续加强了训练强度。此时宋云祥的炼丹进度正不断推进，经过1天的时间，顺利达到了71%。可眼看就快要完成之时，一阵急促的提示声却响彻在宋云祥的耳旁。难道是迭代暖区炼术出错了，还是托管出了问题？他见状连忙开始查看了起来，但还没等他找出原因，屋内的空间竟然渐渐发生了歪曲。怎么回事？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宋云祥的身体仿佛坠入深海般不断下沉。片刻后便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不已，正是昨天寻找无果的星主秘境。怎么会是这里？不可能，怎么会这样？难道说进入这里的触发位置不是地点，而是设定好的时间？就在宋云祥愣神之际，秘境大门旁的守卫举起武器发动了攻击。他反应过来，急忙后退，闪到了远处。哼，这些秘境守卫，这一次可不会那么容易被你们吓到了。星魂够装，星魂降吕布。眼见守卫再次冲过来，宋云祥连忙想要召唤出机甲，可是却发现星主系统完全没有反应。怎么回事？这里无法构装出星魂将。宋云祥尝试拿出微远式的魂将符，好在这一次没有意外成功构装了出来。他来不及多想，操控微远式发起反攻，魂将符能用，那就是说这里链接不上星网了。他随后用出了一招战绩7重浪，很快便将周围的守卫尽数消灭。星解后的他来到了秘境大门前，推开大门，好奇地走了进去。大门内部是一片白茫茫的空间，伴随着他的进入，后面的大门渐渐消失在了原地。等等，我去，他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周围的空间再次扭曲了起来，他的身体又一次开始了急速下坠。宋云祥，宋云祥，喂，醒一醒啊！一道急促的呼喊声传到了耳中，宋云祥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这是哪里？又是幻境吗？他从床上坐起，疑惑地看向了镜子，居然发现自己变成了虚幻的状态。我去，什么情况？怎么搞得我好像灵魂出窍一样？床上正有一个少年正呼呼大睡，这他妈是谁啊？宋云祥好奇地打量起了四周，发现这里就是一间普通的卧室，书桌上散落着5年级的课本，9年义务教育、英语、数学，这都是些什么呀？旁边的书架上摆放着星甲魂将传和钢铁契约的书籍，还有一些机甲的模型，这些也是星魂将吗？有意思，竟然把星魂将做成这么小的玩具卖给孩子吗？外面有声音，过去看看。宋云祥思索至此，便大步走向了门外，然而却发现他的身体似乎被束缚在房间内，无法离床上的少年太远。这到底是哪里？这不是在东大陆？奇怪，都是从未见过的景象，我这到底来到了什么地方？就在宋云祥疑惑之时，外面传来了一道女人的声音：乔仔，乔仔，快来看新闻，快来看！床上的少年被母亲叫醒后迷迷糊糊坐了起来。宋云祥本想上前打招呼，可却发现这小子看不见自己。少年快步走向了门外，他也被拉扯着强行跟了出去。此时客厅的电视机已经打开，屏幕上正在进行着一场采访。主持人看向观众介绍道：就在1分钟前，我们全球第一颗新能源卫星已经顺利到达了指定的位置并开始工作，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下面我们将对这个项目的负责人科学家杰米吴博士进行特别采访。你好，吴博士，这个洋娃娃般的小姑娘是您的女儿吗？她头发的颜色可真漂亮。对面的中年人笑着回答：是的，她是我的女儿苏菲亚，她继承了母亲的红发基因，还有我的自来卷。主持人热情地跟小女孩打完招呼后就进入了正题。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特别采访吧，请允许我将话筒交给我们的吴博士。吴博士接过话筒自我介绍了一番：我是科技企业众妙之门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新能源卫星项目星网计划的技术总负责人。啥？星网？宋云祥听到这个词顿时一怔，注意力被吸引了过去。众所周知，近100年来能源危机一直都是困扰我们这颗星球的最大问题之一，我们从未奢求过能找到真正一劳永逸的办法。然而直到13年前，我们在一颗陨石中发现了来自上天的馈赠。在华夏民族的古神话中，有着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宇宙的诞生即是一场能量与物质转化的过程。陨石中那块上天的馈赠，让我们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能量形式，我们以古神话为命名参考，称其为鸿蒙粒子，或者可以说是鸿蒙波。这是一种在宇宙中无所不在的能量，或许能量与物质转化，这个听起来有些玄之又玄的技术，也将在不久的未来会被我们成功掌握。话题回到我们今天成功发射的这颗卫星星网1号上面，星网1号现在已经开始到达指定位置并开始工作，它将会从宇宙中吸收鸿蒙波并转化为我们可以使用的能源。在未来的30年，我们计划发射数以万计的卫星，在地外轨道组成卫星矩阵星网。星网不但将从此给我们的星球带来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如果未来有一天能量物质转化技术得以实现，星网会像一个将行星包在其中的3D 打印机一样，这种可以弹指之间移山填海的力量，
不但可以应用于灾害的防治和建筑工程，在更多的领域都将大幅度的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宋云祥听到这些话后震惊无比，新网？难道这就是新网的由来？就在他惊讶之时，一道警报声突然响彻耳边，叮警报，系统正在遭到不明入侵。宋云祥慌乱地调出系统查看，只见无数红点正在朝着系统蔓延。新主系统的提示声断断续续，入侵，控制权丢失60%。电视机中的吴博士继续介绍，在新网之下的未来，我们的世界必将迈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而现在这个正在筹备的阶段，我愿称其为地灵纪元。什么？地灵纪元？那岂不是超古代文明中诸神创世的时代？宋云祥思索至此，顿时面色大变。新主系统，告诉我，我现在这是在哪？这到底是哪里？现在是哪一年？丁时间数据读取中，控制权丢失78%。现在是36万年前，地灵纪元，轩辕纪年，开元4782年，基督纪年，西元2031年。告诉我，我怎么才能从这里出去？宋云祥意识到情况不妙，急忙开口询问。丁控制权丢失99.99%。伴随着提示声落下，他手中的新主系统也彻底消失在了空气中，任凭宋云祥怎么呼唤都没有任何回应。我去，真的假的？不会真挂了吧？就在宋云祥懵逼之时，一道女人的嬉笑声突然传了过来。想出去吗？只要遇到那个创造了我的人。宋云祥被困在了36万年前，现在的他遇到了有生以来最难熬的一次危机，变成灵魂状态的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无奈被束缚在了四眼仔高桥身上。被困住的20年时间，他一路看着这小子读完9年义务教育，然后是硕士博士，之后踏入社会工作，接着就是和妹子相亲，最后被挖墙脚换工作。宋云祥最大的依仗新主系统消失不见了，那个诡异的声音之后也没有再出现过。他不知道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高桥被新公司录用，他带着宋云祥走出了中海市的机场，刚来到出口就看见2个身穿西装的外国人正在举着牌子欢迎。高桥上前用英语打起了招呼，这种由26个字母组成的超古代语言，宋云祥曾经在西大陆的那群绿皮家伙的神殿里看到过，没想到在地灵纪元竟然是考试要学的语言之一。他被困在这里实在无聊，就跟着这小子顺便学了一下。其中一个黑人说着一口流利的广东话，介绍自己是负责接他前往基地的安保人员。随后几人便坐上了开往基地的飞船。高桥刚进入飞船内，黑人安保就拿出了眼镜示意他戴上。高桥心里虽然有些忐忑，但还是老老实实听话照做。飞船的速度很快，浮到半空中后便向着大海中心疾驰而去。行驶了大概2个小时左右，终于来到了目的地。这里是一处悬空的基地，名为云顶，里面高楼大厦林立，仿佛与世隔绝一般。飞船直接进入基地中心最高的一栋大楼之中。高桥摘下眼镜，在2个安保的带领下向大楼内部走去。这时一个身穿白褂的红发妹子热情地打起了招呼，又见面了高桥博士，欢迎加入众妙之门。红发妹子名叫索菲亚吴，是众妙之门的技术开发部负责人。高桥害羞地走上前捂住了她的手，闲聊几句后，索菲亚便让2名安保退下，自己则带着高桥参观了起来。跟我来吧，高桥博士，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正在做的项目。高桥听后点了点头，好，我一直对您负责的超远距离物质转化技术很感兴趣，如果能和我的新能源2族人形机结合，那新网之下就可以。2人边走边聊，宋云祥则无语地跟在后方。这个女人怎么感觉有点面熟？就在2人聊得正开心时，旁边通道的金属门忽然打开，一艘飞船急速飞了进来，从飞船上跑出几名身穿防护服的研究人员，还抬着一个被密封在仪器中的人。快，异化度已经溢出临界值5%，必须立刻送到博士的实验室。高桥好奇地看着几人离去的背影，虽然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识趣的并没有多问，在索菲亚的带路下继续向着内部走去。时间流逝很快，到了1年后，高桥已经完全融入了这里的工作，年龄相仿的2人也越走越近。5年之后，他们的研究终于取得了成果。看着面前构装出来的机体，2人兴奋的手舞足蹈。第897次测试，构装粒子衰减率稳定，物质化状态99.97%，超过稳定界限值15%。太好了，我们终于成功了！我就知道和你一起肯定可以。高桥，你真的是个天才！2人激动地相拥在了一起，四目相对下，面色羞红无比。高桥情不自禁地直接吻了下去。时间很快就到了6年后，在众人的见证和祝福下，互生爱意的2人终成眷属，举办了婚礼。就这样，时间来到了7年后，宋云祥的耐心也被一点点消磨殆尽。他望着正在查看新闻的高桥，无奈长叹一口气。又过了7年，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他无奈地吐槽了一番，这破幻境就像全景电影一样，但只能跟在这家伙身后的视角看，毫无互动体验，能够获取的信息也非常有限。这时高桥收到了助手的消息，博士，请来第3机库，2台试验机的头和肩已经按上面那些大人物的意思做了调整。高桥收到消息便连忙走出了房间，马不停蹄地赶往了第3机库。宋云祥也被拉扯着跟在了他的后方。不久后，他们来到了一扇数十米高的金属门前，随着金属门打开，里面的景象尽收眼底。只见2尊巨大的机体正静静地站在地面上，周围还有很多研究人员在忙碌地调整数据。宋云祥见此一幕，顿时愣在了当场，因为他认出了这2尊机体，正是星魂将曹仁和星魂将白起。这2尊竟然是最初的星魂将。助手将资料递给了高桥，解释里面的数据已经按照上面的意见做出了调整，并说出了下一次实战测试的时间地点。2号的测试地点已经确定在南半球战斗，1号暂时还没有确定。此时在上面的中控室中，5位博士正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幕。军用改造人项目负责人马博士有些不服，项目代号星魂将计划，没想到高层裁掉了我的项目，最终选中的星网兵器竟然是那小子搞的巨大人形机甲。听到这话，
载具战术装甲项目的负责人陈博士眉头一挑，不得不承认，星网的确解决了人形机甲作为兵器的种种劣势，这些问题都在星网之下得到了完美的解决。马博士点了点头，没错，而且通过神经链接，机师可以直接像操控自己的肉身一样操控人形机甲，在操控性上就远胜载具型兵器数倍。咱们两个的实验室不但确定要被裁撤掉，而且所有人员都要合并到星魂将这个项目里。虽然不甘心，但也只能接受了。人造人战术兵器项目负责人罗博士听到两人的谈话，宽慰了他们几句。我觉得人形更重要的一点是一种自我认同。想象一下，如果你可以成为神，那在同样战力的情况下，难道你愿意变成一坨趴在地上的履带战车吗？而且人形机甲作为肉体的延伸，可以视作是一个搭载各种武装的平台。你们应该相信高层的决策，高层永远比咱们这些技术人员看得更远。负责战术骨骼动力装甲的项目负责人李博士听后点了点头，没错，高层有高层的考虑，可能咱们几个的思路还局限于兵器这个范畴，上面的那些大人物考虑的恐怕是整个人类族群的未来。几人闻言都沉默不语，站在中间的一位博士转身离开了这里，他暗自嘿嘿一笑，人类族群的未来吗？我倒是还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转眼间1个半月过去了，在南半球的战场上，星魂将曹仁进入了实战测试阶段，测试的结果出人意料的好，曹仁不仅可以变换成飞行的凤凰形态，就连人形作战也相当的强悍。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看向这一幕兴奋不已，马博士感叹了一句，按照这个实战测试数据来说，星魂将已经会是这个时代里最强大的单兵作战武器了。陈博士认可的点了点头，3号的开发也可以提上日程了。这时高桥的助手走了过来，说到3号，恐怕涂装的颜色还要再做调整。看到他后，2个博士疑惑的询问，高博士人呢？助手笑着回答，高博士他现在正赶去医院的路上。与此同时，在云顶的1号医院，高桥急匆匆的来到了这里。今天是他妻子索菲亚生产的日子。扑进病房后，高桥愧疚的连忙道歉，因为星魂将的首次实战测试，我来晚了，对不起，辛苦你了。索菲亚微微一笑，表示没关系，去看看孩子吧，是个女儿，她继承了来自外婆的红发基因。听到这话，高桥激动的走上了前，将女儿小心翼翼的抱在了怀中。女儿的名字呢？岳父是不是已经起好了？索菲亚点头回答，是的，大明父亲给她起好了，单名一个渊字，叫做无渊，你可以再给她起个小名。高桥闻言思索了一会，小名吗？渊回水也，现在是华夏历的12月，12月又别称星回之月，那小名就叫星回吧，怎么样？高桥开心的将女儿高高举起，还在襁褓中的婴儿睁开了眼睛。索菲亚见状连忙制止住了她，你小心点，别吓到孩子。高桥呵呵一笑，抱歉抱歉。对了，这是那位送给咱们女儿的礼物，据说是用星主之河上面脱落的结晶制作的吊坠。高桥说罢，便将一个3色环绕的吊坠拿了出来，放到了女儿面前。小女孩缓缓睁开双眼，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此时在一旁观望的宋云翔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喃喃自语了一句，所以我被困在这里，难道等的就是你吗？果然，随着他话刚说完，周围的景象忽然开始模糊了起来，许久未曾出现的下坠感笼罩了他的全身。等宋云翔再次睁开眼睛，才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现实中的房间内。我这就回来了吗？时间竟然没有流动，我被困在那个奇怪的幻境30多年，现实里竟然完全没有任何变化。对了，星主系统，星主系统给我出来！宋云翔急忙挥出右臂开始召唤，可呼唤了一阵后，星主系统却没有传来任何回应。他的心中生出了一种不好的预感，难道话还没说完，耳边忽然传来了一道嬉笑声？我不是在吗？宋云翔疑惑地转头看去，只见星主系统竟然幻化成了一个红发的小女孩。他警惕地伸手想要困住对方，然而却徒劳无功。小女孩的速度极快，眨眼间就闪烁出现在了他的手臂上。喂，你想干嘛？不过是区第3境的杂鱼，魂力值还不到5万的小垃圾，你是抓不到我的哦。宋云翔听到这话，眉头紧皱，你是什么东西？小女孩戏谑一笑，你认不出人家了吗？我是你的星主系统呀，主人。说到这，他话锋一转，开始得意洋洋地介绍起了自己。才怪，骗你的，本尊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这个杂鱼宿主吧，给本尊听好了，本尊是星主系统专用的超智能辅助12号，是伟大的吴博士亲自创造的3个智能辅助 AI 中最伟大的一个。本尊是承上启下的存在，是质疑与批判的化身。当1号那个废物杂鱼出现偏差，背逆了博士的预设方案时，本尊就会亲自降临。本尊将凭自己的意志，对这个受到1号干涉后的世界做出审判与修复。宋云翔微微一笑，你说这些谁懂啊？不过我能感觉到，呈现出你这个影像的能量来源，是我自身提供的魂力，对吧？小女孩听后不以为然，你发现了又能怎样？感到荣幸吧，杂鱼宿主能够为伟大的本尊提供。话刚说到这，宋云翔突然出手了，所以只要将我提供的魂力以封印阵法禁锢住就行了。阵起，随着他手臂一挥，数个封印阵法立马禁锢住了小女孩的四肢，同样也限制住了她的行动。小女孩见状气急，你这个杂鱼宿主竟然对伟大的本尊不敬！宋云翔没有听他废话，直接上前一把捏住了他。行了，小东西，收起你的高傲与嚣张吧，老夫不吃这一套。来，给我老实交代，你有什么功能和价值？小女孩慌乱的不停挣扎，你这个不过区第3境的杂鱼，魂力值还不到5万的废物，你给我放开！宋云翔闻言眉头紧皱，这句话刚才已经说过了。小女孩继续怒斥，你的星主系统权限是非法获取的，你这个垃圾盗版杂鱼，没有本尊的帮助，你根本无法使用星主系统的全部功能。听到非法获取权限这几个字，宋云翔顿时来了兴趣，你给我详细说一说。眼见他松开了自己，小女孩又露出了得意的表情，呵呵，你的星主系统权限是从别人身上抢来的吧？
这个垃圾杂鱼宿主。宋云祥疑惑不解，询问是从谁身上抢来的。小女孩摇了摇头，不知道，星网没有留下相关记录。宋云祥换了一个问题，那星主系统究竟是什么东西？小女孩依旧回答不知道。什么是星回计划？不知道，没有查阅该词条的相关权限，什么都不知道。那我要你这个垃圾杂鱼辅助 AI 有何用？不如还是切断魂力，将你强行关闭好了。眼见他要动手，小女孩连忙开口：“等一下，本尊还是很有用的。本尊虽然没有查阅星网记录的权限，但可以帮你查看你这边留下的记录啊。”宋云祥闻言解开了他身上的封印，能看到什么？小女孩召唤系统界面开始操作了起来，能看你的复制体星魂将密钥、星魂将吕布，还有星魂将文仲、星魂将敖丙、星魂将曹仁，还能看到你之前调用复制体的战斗记录，还有你系统空间里存的东西。你看，系统空间你才使用不到1%而已，我看看都有什么呀？哎呀，杂鱼宿主就是杂鱼宿主，这都存了些什么垃圾啊？你看，虽然你是个垃圾杂鱼宿主，但只要得到本尊的超智能辅助，你一定可以脱胎换骨、吊打同阶，成为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听到他的嘲讽，宋云祥郁闷不已，随后似乎想到了什么，眼前一亮。对了，既然你是星主系统的超智能辅助 AI， 那获得的时间和使用的时长这些是不是也能查得到？小女孩点了点头说可以，可她看着查找的结果后却傻眼了。奇怪，数据对不上啊！获得权限的时间、激活权限的时间和使用的时长完全对不上，明明是刚刚才激活的，怎么可能会有超过一个甲子的使用时长？奇怪，不对，一定是哪里出现了 bug。宋云祥自然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不过他并没有解释，而是开口询问：“那你能给我调出别的星魂将吗？比如洞渊主？”小女孩回答不能，自己只能调出宿主复制到密钥的星魂将，目前可以使用的只有这些。听到这话，宋云祥露出了嫌弃的表情。所以你的存在根本就是多此一举，毫无价值吧？纯属脱掉裤子放屁！小女孩听到这话顿时绷不住了，你这粗俗无礼的杂鱼，竟敢将本尊这个伟大的存在比喻成屁，简直放肆！你白痴吗？这明明是把你存在比喻成脱裤子，那也非常无理。本尊作为星主系统的超智能辅助，怎么说那也是聊胜于无。等等，这个词好像不太对，应该说是举足轻重。对，重中之重，没错，至关重要，不可或缺。宋云祥摇了摇头，有些无奈，这家伙看起来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那你给我说说，你到底能起到哪些至关重要的辅助作用？小女孩嘿嘿一笑，如数家珍般开始讲述了起来。我可以帮宿主预测危险、推演并规划逃生路线，创建及管理储存空间，破解其他素人的密钥权限，并创建复制体星魂将。听到这些作用，宋云祥无语至极。这不都是原本星主系统就有的基本功能吗？如果你不能证明你的不可替代性，那我还是觉得原本没有感情的那个星主系统用起来更舒服。见他再次施展起了封印阵法，小女孩立马手忙脚乱地操作了起来。该死，这家伙怎么会对星主系统这么了解？不行，我一定要证明自己身为超智能辅助的价值。宋云祥得意地继续刺激，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出你作为辅助 AI 为宿主我创造了任何价值，还白白浪费了我的魂力与口舌，也不知道创造你们的那个吴博士为什么要编写出来这么废物的 AI。就 AI 来说，还不如小兰好使。小兰是谁？你除了我还养了别的爷爷啊？宋云祥没有理会他的话，自顾自地说道：“对了，我完全可以用小兰来代替你作为星主系统的辅助 AI 啊，小东西，对我来说你似乎没用了。”小女孩一听，操作得更卖力了。不，我有价值，我肯定可以给宿主创造价值的。对了，这个数据正在修复中的星魂将曹仁，我可以调用更多的算力加快修复速度。那你确实还有点用处。你需要多久？你觉得多久合适呢？3天可以吗？宋云祥闻言微微一笑，就这，只给你3分钟，做得到吗？3分钟吗？那个，切身试试吧。半个小时后，在宋府东院的空地上，宋云祥等得有些不耐烦。喂，已经过去30分钟了，小东西你到底行不行啊？我能退货吗？遮蔽法阵我都布置好了，就等着试用星魂将曹仁呢。你该不会告诉我不行吧？小女孩累得气喘吁吁。奇怪，宿主复制到的这个曹仁数据不对劲啊，这似乎是一个本不该出现在这个纪元的数据版本，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有什么组织拿旧纪元的数据替代了星网存储的记录，或者说是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创建了虚假的链接？虽然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还是调用更多的算力处理完了。完成。卑微的杂鱼宿主啊，来试用你的新力量吧，尽情的感受本尊的伟大，然后献上你的赞美之词吧。宋云祥听后迫不及待调出了曹仁的选项，那就让我试试看。星魂够装，星魂将曹仁。随着一阵蓝光闪过，白色机体的曹仁终于顺利出现在了场中。可紧接着宋云祥就发现了不对劲，小东西，你是怎么修复数据的？你告诉我，为什么会有6根手指？小女孩闻言顿时傻了，怎么会这样？你等下，还有别的方案？再看看这个。宋云祥疑惑地质问小女孩这是怎么回事。身为智能辅助 AI 的小女孩尴尬不已，连忙开始操作了起来。奇了怪了，怎么回事？只填补了缺失的外形数据吗？结构数据却是一堆乱码。没事，还好切身提前准备了备用方案，试试这个。宋云祥心中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但还是尝试了一下。星魂够装。随着话音落下，光芒闪烁间，一个手持射击武器的星魂将曹仁幻化了出来，性能参数一塌糊涂，而且射击武器的炮口也被浮夸的装饰挡住了，毫无实用价值。宋云祥见状顿时懵逼了，你是在耍我吗？小女孩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脑袋，哈哈，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对了，你先试试，说不定好用呢。宋云祥挥动了一下沉重的武器，质问他为什么炮口上会有莫名其妙的炫酷装饰。小女孩冷汗不止的连忙解释，没事，还有一个备用方案，再试试这个。宋云祥咬咬牙，再次选择相信了他。
随后便又一次够装了起来。这次的感觉好像对了，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却无语的发现这尊星魂将曹仁只有一只手，人鸟合一的形态加上背后的大宝剑，让他想起了在低龄幻境中跟着四眼仔看过的某个武侠剧。他愤怒的心解落回到了地面上，一把抓住小女孩威胁了起来：“你这都搞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果然是个没用的废物啊！没用的废物，还是嘎掉埋了算了。”小女孩闻言彻底吓傻了。等一下，这位英俊智慧的宿主啊，请再给妾身，不，请再给奴婢一次机会。我想到了，这一定是因为这尊星魂将的数据本身就有问题。对，没错，就是这样。刚才我就发现了，尊贵帅气的宿主大人得到的这个曹仁数据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个纪元的版本。宋云祥听后露出了疑惑的表情。小女孩继续解释道：“睿智博学的宿主大人肯定也知道，素人构装星魂将是由星印和将魂两个部分组成的，其中星印就是所谓的素人密钥，是素人链接星网的权限许可。您可以理解成是链接星网中星魂将管理库的账号密码，而将魂则是星魂将的机体数据。您可以理解成是存在素人端的客户端文件。大人，您复制到这套星魂将曹仁，虽然里面的魂将数据被人做过手脚，但密钥权限是实打实的真货。小的正在为您从星网上更新最新版本的星魂将曹仁数据。”宋云祥听后眉头紧皱，解除了他的封印，动了手脚。我复制到这个曹仁有什么问题吗？这么说来，上一轮时我复制到的敖丙也和现在这个不同，难道真如这小东西所说？小女孩一边操作更新一边回答：“我猜应该是这样，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洒家也不清楚。”宋云祥闻言无语至极：“什么叫你猜？能给我用准确的说法吗？”小女孩眉头一挑，思索了一番，准确的说，是这样的概率有 76.65%。宋云祥无奈的摇了摇头：“行吧，那照你刚才说的，星主系统就是个外挂了。”小女孩听到这话忍不住吹嘘了一番：“洒家也不清楚，但星主系统肯定是比宿主的理解要更加伟大的存在。顺便一说，作为星主系统超智能 AI 的本尊，那是更加伟大。”话刚说到这，只见系统界面上显示已经下载完毕。好了，宿主试试这个吧，这个肯定没问题的，信我，这次肯定没问题。宋云祥点了点头，决定信他最后一次。星魂够装，随着一道蓝色的闪电劈下，下一秒一尊白色的机体便幻化了出来。机体手握长剑和盾牌，背后还生出了一对透明的羽翼，而这正是星魂将曹仁。很快，白色的曹仁就转变成了星辰色，白色的机体转眼间就被橙色所覆盖。宋云祥见此一幕，欣喜不已，当即便调出武器库看看有什么新武器。不仅拿出了新武器挥舞一番，他还操作变身成了凤凰形态，确认没问题，这才满意的心解落回了地面。这个曹仁虽然外形有少许差异，但的确和刚才那些徒有其表的废物不同，是一尊真正强大的星魂将。小女孩得意洋洋的嘿嘿一笑：“怎样，这次没问题了吧？本尊说的没错吧？就是有人动了手脚。”宋云祥听后问他知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要动这样的手脚。小女孩无奈的摊了摊手：“目前妾身获取的权限还很有限，怎么会知道这种事呢？虽然搞不懂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但这家伙真是可恶啊！一旦这样动了手脚的话，星网的星魂将管理库就没办法收集素人的反馈信息了，星魂将的机体数据也无法继续学习成长，而且还会脱离星网安全监管协议的管理和保护，那可真是太乱来了，简直把自己置于险地而不顾，太危险了。”听完他说的话，宋云祥眉头紧皱，陷入了思索。对了，你看一下我复制的这尊星魂将敖丙，数据有没有问题？小女孩听后便调出星魂将敖丙比对了一番，很快就发现了不对，有问题。本应该是天阶解锁的寒沙龙被提前解锁了，而且不是被星主系统破解的，让本尊看看是怎么回事。查到了，宿主复制星魂将敖丙的时候，这个寒沙龙就已经被解锁了，是那个素人得到了之前素人留下的数据传承。宋云祥听后恍然明白了几分，那应该是坤仔在那个秘境中继承的传承吧？除了这个没有别的问题了吧？小女孩回答：“数据一致，没有问题。”果然，如果说曹仁敖丙是这样的话，那上一轮时我复制到的这几尊星魂将难道说都有问题？上一轮的时候，我是从荀夏、南荣将军还有鲛人化的蓝坤他们三个那里复制到的曹仁、白起、敖丙，而这三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和那个谁有关。如果敖丙已经因为我对历史的干涉而造成了改变，荀夏此时也没有成为曹仁素人，并且很有可能这辈子也将与曹仁无缘了。想证明这个猜想，还需要去找南荣将军复制星魂将白起。不过南荣将军身为天都八将之一，此时手握南荣家6军，远在中州的咽喉通北城，眼下还是找荀夏那小子比较容易。走吧，回去吧，继续将丹药练完，等三太爷这边的事情安排好，就去把那小子抓来看看。而且那枚诡异的戒指，我也十分在意。先来到宋云祥获得星魂将曹仁的第二天，今日朝廷的封赏队伍就会抵达。一大清早，宋波、宋穆和徐半胜就等在了宋府外的停机坪处。程毅神色萎靡，忍不住小声抱怨了几句：“神经病啊，顾院长也太会折腾人了，大清早的搞什么飞机？”徐老见他肾阳不足的状态，无奈摇了摇头：“小子，朝廷的封赏队伍今天下午会抵达永安城。要知道宋云祥这次能获得封赏，你们顾院长可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顾家作为南州地主，提前一步先来拜访宋家，两家一起商量安排好接待事宜，倒也算合情合理。”程毅听后无聊的伸了个懒腰：“那又如何？关我鸟事啊！云锦小姐今天不在，好无趣。”话刚说完，一艘飞舟便从远处快速来到了近前，几人见状连忙迎了上去。飞船停稳后，舱门缓缓打开，姬武院代理院长顾诗静带着秘书小月先一步走了出来：“不好意思，
让各位久等了。宋波和宋木拱手打了声招呼。这时顾诗静看到了徐老和程毅，程毅连忙变了一副神采飞扬的状态上前问好。顾诗静有些疑惑：你怎么还在这？你上周送来东西不就应该返回圆顶城了吗？程毅闻言尴尬的解释：这不是西武院也还在放假吗？欧教官也回镇北军去交付部封建的测试数据了，你们也不在，我自己回去看着那个老图。南郭先生也挺无聊的。听到这话，顾诗静有些无语。好吧，这个事情等会再说。说罢，他便看向了从飞船上走下来的老妇人。老妇人名叫顾英，是南州顾家现任家主，境界处于天阶巅峰。见到顾家主后，宋波两人再次拱手问好。顾英微微一笑，上前寒暄了几句，随后便在两人的领路下走向了宋府内。路过徐老身边时，顾英以传音的方式跟徐老打了声招呼：好久不见，可还安好？徐老点了点头，回了一个恩字。虽然两人都是用传音的方式，但他们的微表情还是没有瞒过程毅的眼睛。不对劲，凭我多年舔狗呸把妹的经验，我能感觉到这是一丝旖旎的味道。没想到啊，没想到徐老爷子和院长姑妈竟然还……而且不可思议的是，这糟老头子竟然还是被舔的那个。最后方的秘书小月看向宋波的贴身保镖美代时，眼中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神色。那个人看起来眼熟，难道不可能吧？美代自然也注意到了他，连忙示意不要说话。小月见此一幕，压抑住内心的激动，继续装作若无其事地跟在了众人身后。太好了，竟然真的是美代姐姐！一行人很快便来到了中院的会客厅，宋木安排好他们，便赶往了东院去请宋老爷子过来。趁着这个空档，小月和美代悄悄地聚在了一起。美代姐姐，真的是你吗？竟然真的是你，真是太好了！你也平安无事。美代脸上同样露出了欣喜之色。月将，别来无恙，你长大了。上次一别，你还是个平平无奇的小姑娘呢。看来跟随了大家族，伙食就是不一样，发育的挺不错的。听到他的调侃，小月害羞地捂住了胸口。讨厌，美代姐姐还是跟以前一样喜欢乱说。木影村的大家是不是也都平安逃出来了？看着他期待的表情，美代失落沉默地摇了摇头。5年前的那一天，兽潮突然爆发，大人们为了拖住凶兽，全都留在了岸上。弱小的我们只能在船上眼睁睁地看着父母长辈为了拖延而送死的背影。但没想到海中也有凶兽潜伏，最后能顺利活着逃到彼岸的，除了我，只有少数几个孩子。该死的凶兽！小月听后长叹一口气。5年前覆灭太和岛的那场灾难实在太恐怖了。忽然他想到了什么，立马警惕了起来。美代姐姐，你该不会现在在为迷伦做事吧？美代摆了摆手解释，不必紧张，放心，虽然我们是从迷伦岸边获救，但收留我们的是百慕大人。百慕大人在理念上并不认同甘为佣兵加入迷伦阵营的夜网派系，但也没有能力像你们燕罗公主那样获得天都的庇护。所幸后来得到了洪氏商会的帮助，于是我们开始以百慕万事屋的名义，为东大陆各国的生意人提供商务咨询和安保服务。虽然大家因为工作分散在各地东奔西走，但至少可以遵从本心活着。小月听后这才安心了下来。此时在不远处，东院与中院交界的一栋建筑角落上，侍女紫苏把两人见面的事悄悄记录了下来。可恶，这俩丑女叽里呱啦的在说些什么，完全听不懂啊！该不会在密谋什么对云翔少爷不利的事吧？整个东院都在戒严，少爷肯定是要忙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我一定要盯好这两个鬼鬼祟祟的丑女。就在紫苏嘟囔过后，马三的身影忽然闪现到了他的身旁，解释两人说的是太和语。吓死我了，原来是马爷啊！马爷，你刚才说他们说的都是太和语，这您都懂？不是这么远您都能听见？马三听到他的疑惑，呵呵一笑，厉害吧？你马爷我可是精通东大陆6语和天都各地方言，那您快听听，这两个丑女在密谋什么？是不是想要对咱家云翔少爷不利？没什么，两个来自太和的故人叙旧罢了，不必紧张。二爷身边那个丫头影卫早调查过了，没问题的。当年太和岛陷没在兽潮之中，一部分亡命之徒以太和佣兵的身份加入了迷伦的阵营，也有一部分希望能和家人一起选择更加稳定踏实的生存方式，而另一部分则为了金钱和契约在忙忙碌碌。紫苏听到这话顿时失落无比，是这样吗？还以为这次可以在利益宫获得少爷的夸奖呢，太可惜了。有人来了，我过去看看，你们继续在外围警戒。马三说罢，身影便唰的一声离开了这里。等他走后，紫苏挠了挠头，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升到地阶之后，我才发现这个瘸腿老登好像是个深不可测的家伙呀，还有喜欢随地乱扔烟蒂的独眼老登等等。地阶强者的我，为什么还看不出来这老登的境界？该不会比修炼小天才紫苏大人我还要强吧？不会吧？片刻后，马三便赶到了东院正门外。此时宋木刚好也来到了这里。侯爷呢？那位顾家家主亲自来了，我来请侯爷。马三闻言便把他领了进去，跟我来吧。不过刚才侯爷亲自交代了，整个东院一级戒严，那位老爷子在这。宋木听到这话心领神会，知道肯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明白，那我在这边等着。与此同时，在东院主楼宋云翔的房间内，宋三太爷看着桌子上的丹药，激动得浑身颤抖。这种价值不可估量的宝物，足以为某些大世家带来灭族之祸的宝物，就这样随便给我装在这种5毛钱一个的瓶子里。宋老爷子警惕地不停扫视四周。三叔，别太激动，小心隔墙有耳。宋云翔听到这话，呵呵一笑，无妨，这里我已经布下了4重阵法，别说声音了，就是三太爷在这里原地突破，我都有办法保证不会让魂力波动泄露出去。宋老爷子听后点了点头，云翔这小子的阵法造诣的确不俗，感觉几天不见，好像又有所精进了。不知道南荒长城上那些年久失修的古代阵法，云翔有没有办法
不是，这关键时刻不该把注意力放在阵法上。没想到你小子竟然真的一天就能练出这么多的高阶丹药。除了那枚延寿丹，这其他3瓶是？宋云祥闻言便挨个介绍了一下：玉肤丹、逆老丹、焕颜丹。宋老爷子听后有些疑惑，不是疗伤或者提升修为的丹药吗？不等宋云祥解释，宋三太爷就猛拍桌子站了起来，并激动地竖起了大拇指：善，大善！此3丹在我心中的价值远胜延寿丹药100倍。宋云祥嘿嘿一笑，同样竖起了大拇指，露出了一副我都懂的表情，希望能助三太爷一臂之力。宋老爷子夹在中间，疑惑不解地看着他们。宋三太爷没有解释，起身便向着宋云祥拱手道谢：云祥小子，请受老夫一拜。见此一幕，宋云祥连忙上前扶住了他。三老太爷，时不得，您可是长辈。宋三太爷摆摆手，表示没关系。云祥为了老夫远赴下狱冒险寻药，又赶在1天之内炼制成丹，必定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大恩不言谢。虽然老夫现在没有什么宝物可以回馈于你，不过听闻云祥小子你一向喜好女色，天都城还有中州那几个世家应该都有资质不错的妙龄少女。等过了这劫，老夫去给你抓几个妾室回来玩玩，怎么样？听到这话，宋云祥尴尬的连连拒绝：不必不必，大可不必，我去。什么喜好女色？到底是谁在背后编排老子？宋三太爷意味深长地看着他，其实老夫觉得你小子的性格跟我很像，很对老子胃口，只是可惜咱俩既是祖孙血亲，又是一支同姓，不然老夫和你结拜成异姓兄弟，也是一桩美谈。宋云祥听到这话顿时有些无语，一旁的宋老爷子无奈地直摇头。这么一说倒确实，三叔当年以万里独行宋秉川之名四处风流，还有那种看热闹不怕事大的拱火属性，云祥和三叔在某些方面确实有些像，只是希望云祥小子到了我这个年纪能够沉稳一些，不要变成像三叔那样为老不尊的老顽童性格才好。有了，老夫可以把自己逐出宋家呀。听到宋三太爷越说越离谱，宋老爷子忍不住上前拦住了他。时间宝贵，三叔，咱先把药吃了吧。宋三太爷听后点了点头。在这吃吗？会不会有点草率？如此至宝，老夫应该先斋戒3日，然后再沐浴更衣，再请阵法师来。宋云祥闻言表示不必，三太爷就在这里服用吧，我来为您护法。我以阵法辅助，能提高丹药的吸收效率，而且可以趁这个机会帮您修复一些体内暗伤。好，那就听你的，那咱们开始吧。宋三太爷说罢便打开了装着延寿丹的瓶子，随着瓶盖打开，一股极其浓郁的灵气立马散发了出来。宋三太爷取出1粒后，便将瓶子递给了宋老爷子：镜中，帮我收好这些丹药。接着他便深吸一口气，压抑住激动的心情，将丹药送进了口中。在丹药进入体内的那一刻，宋三太爷周身顿时散发出了磅礴的灵力，圣阶修为的压迫感在房间中不断激荡。宋老爷子小心翼翼地护住怀中的丹药，宋云祥取出阵符防止气息散发出去。宋三太爷不敢置信地看向了自己的双手，他能感觉到体内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修复他衰退的生机。这时宋云祥提醒道：静坐调息，巩固药力。宋三太爷听后立马盘坐在地面上开始照做。宋云祥随即将手中的阵符封锁住了他的四周，紧接着就看到宋三太爷身上溢出的丹力能量又被他吸收回了体内。这种阵法是以固元阵为基础，加上强化能力循环和重复吸收的阵纹词条，能将续命丹药效吸收率提高3成。眼见一切尘埃落定，宋老爷子便将怀中的丹药递给了宋云祥，顺便问他能不能看看南荒长城上的那些大型防阵，有没有办法修缮。这些大型防阵是天帝国时期的阵法师修建的，有一部分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失效了。宋云祥听后点头答应了下来，等忙完这几天回头过去看看。宋老爷子听后便转身走了出去。行，那三叔他老人家就先交给你了，今晚封赏队伍就要抵达永安城，顾家那边发来拜帖，说是要一早先过来商量些事，想必这会儿应该到了，我出去看看。宋云祥回答好的，放心，三太爷这边用不了多久。宋老爷子听后便挥手离开了这里，来到房间外，只见马三和宋木正在门口等待。宋老爷子询问人到了吗？宋木点头回答到了，顾家家主亲自来了。听到这话，宋老爷子有些惊讶，那位金国豪杰竟然亲自来了，有点意思。此时在房间内，宋云祥通过系统查看了宋三太爷的恢复情况，可惜三太爷缺失了右臂，不过先将这些暗伤修复，至少保证能让三太爷回到6、7成左右的巅峰状态。随后他似乎想到了什么，便把辅助 AI 小女孩喊了出来。见自己被需要，小女孩顿时有些得意。哎呀哎呀，无能的杂鱼宿主，需要本尊大发慈悲帮你做什么呀？宋云祥悠闲地往后一躺，我睡一会儿，这个暗伤修复的工作就交给你来托管了。小女孩闻言露出了嘲讽的眼神，杂鱼宿主真是杂鱼宿主呢，这么简单的工作还要伟大的本尊来？宋云祥眉头一挑，故意刺激了一番，少废话，你不行我就换小兰来，你不干有的是辅助 AI 可以干。对了，回头我给小兰升职为 K9级别辅助 AI 小组主管，以后你就跟他屁股后面听候差遣吧。听到这话，小女孩顿时不乐意了，哼，想都不要想，这个主管的位置是妾身的，不就是修复暗伤吗？区区2、3阶段的中等杂鱼而已，本尊出手给你完美搞定。宋云祥开口问道，那你能将老人家缺失的右手给再生了吗？小女孩有些火大，你以为是魔法世界吗？怎么可能凭空无中生有？兴亡也要讲物质守恒定律的好不好？听到这话，宋云祥用出了激将法，你说的也有些道理，那回头我问问小兰吧。你不行只是你不行，说不定人家小兰可以呢。小女孩闻言顿时有些不服气，谁说我不行了？只要能找到合适的医疗设备，从这个老杂鱼身上取出一部分组织培养，断肢重生什么的都是
小问题，不过这个方法不能修复你们这个纪元称作魂脉的那个东西就是了。但我查阅之前的记录，好像你用的那种被称作炼丹术的物质重组技术，可以制作出修复魂脉的球形道具。宋云祥听后喃喃自语了一句：魂脉修复，再造丹吗？东大陆缺少丹道传承，但遍地灵草灵药，而南大陆正好相反，回头应该作为战略储备大量收购备在系统空间里。洪氏商会那边欠下的人情迟早要还，但这样巨量收购恐怕会引起洪家高层的注意，最好是能有个好控制的。对了，二伯家的那位赵姨娘，好像娘家人就是做这方面生意的。思索完毕的宋云祥好奇地看向了小女孩，询问别人能不能看到她。小女孩回答不能，本尊现在只有杂鱼宿主才能看到，别人只会看到一个自言自语的傻瓜罢了。见他这嘲讽的神态，宋云祥无奈地摇了摇头，要不还是给小兰升职加薪，让她走上 AI 生巅峰吧。小女孩一听顿时慌了，不要不要，妾身已经很努力在做事了。与此同时，在永安城的林府，林家小姐的闺房之中，荀夏正搂着林家小姐呼呼大睡。这时脖子上戴着的戒指忽然发出了一股灼热感，荀夏痛得惨叫一声，惊醒了过来，意识到不对的她连忙穿上了衣服。林家小姐不明所以的打了个哈欠，怎么了荀夏哥哥？昨天折腾人家到这么晚，怎么大清早的就起来了？不再多陪人家一会儿了吗？荀夏露出了自信的笑容回答，突然想起来有点急事，我先走一步。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很快我就会成为星魂降素人，到时候获得朝廷封赏的爵位，会光明正大的来林家提亲。林家小姐听后露出了期待的表情，那荀夏哥哥成为了素人，可不要忘记答应过人家的那些事哦。荀夏呵呵一笑，让他放心，到时候有了我的支持，岳父大人成为林家家主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林家也会从2线家族跃升1线家族。走了。说罢，他便翻窗跳墙离开了这里。来到四下无人的偏僻角落后，他急忙看向了脖子上的戒指。怎么了，杜老？怎么会这么着急？有什么重要的事吗？随后戒指中便传出一道苍老愤怒的声音：不妙，大事不妙！星魂将曹仁，我的星魂将曹仁！听到这话，荀夏连忙追问：曹仁怎么了？戒指中传出了一道不甘的回答：不可能，不可能，怎么会？明明那个家伙在这几天就会寿元耗尽，到时候有我的帮助，你这具肉身就可以成为下一任星魂将曹仁的继承者。但现在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在宋云祥的帮助下，寿元将近的宋三太爷终于吃到了续命神丹，而荀夏星魂降素人的美梦也因此破碎。但不甘心的他竟然打起了宋云祥未婚妻的主意。荀夏19岁，单身青年才俊，他脖子上佩戴的黑戒是在一次古代资源回收工作中意外得到的。据卖家所说，它是来自中州的某个古代资源地穴。经鉴定，这枚戒指恐怕是数个纪元之前的古文明产物。戒指中说话的声音是杜老，荀夏把他当作是寄宿在这枚黑戒中的神秘老爷爷。杜老不但指引他成为星魂师，而且还预言荀夏将会成为星魂将曹仁的素人。靠着杜老的帮助，荀夏召集永安城的大量自由职业者，组建了白龙帮，全力投入到了古代资源回收业务之中，靠着信息和渠道优势赚取差价，白手起家。短短几个月，他就成了永安城新崛起的杰出青年企业家。现在的我已经可以从容在永安城各大豪门世家和千金小姐中穿梭游走。据杜老所说，曹仁现任素人的寿元已经所剩无几，等那个老东西挂了，杜老就能助我成为素人，到时候我就可以像那些画本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不但有朝廷封赏的爵位，有圣阶修为傍身，更是可以变品群花大开后宫。嘿嘿嘿，娇蛮校花大小姐，2线家族傻白甜，高冷冰山女总裁，性感风雨美少妇，病娇太和女刺客，可爱双马尾，呆萌眼镜娘，是我的，到时候都是我的。但是现在，我和我的戒指老爷爷遇到了这1年以来最大的困境。荀夏本想到宋府打探一下宋三太爷的情况，然而刚刚靠近就被宋府的下人发现了。这里是九安侯宋府，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便靠近的。荀夏尴尬的讪讪一笑，抱歉抱歉，我刚才迷路了。宋府的下人自然不相信，骗鬼呢，少他妈扯淡！鸡鸣狗盗之徒，一看就是不务正业的街溜子，再敢靠近把你3条腿都打断，咱们得小心点。今天可是有贵客登门，没错，可别被这种偷鸡摸狗的家伙连累丢了饭碗。看着2个下人离开的背影，被羞辱一番的荀夏眼中露出了愤懑之色。什么侯府，什么宋家，呸，不就是看大门的吗？狗眼看人低，等老子成为素人，定要铲平这个破地方，寸草不留。没错，寸草不留。喂，杜老，刚才那2个狗东西什么境界？戒指中的杜老无奈的回答：你若能听我的，这几个月勤奋修行，也不至于被2个下人难为。荀夏闻言自信一笑，你不是说了，等我成为素人得到曹仁，就不会再有境界瓶颈，到时候你可以帮我直升圣阶，那我现在还那么努力，岂不是浪费时间精力？杜老，你该不会是蒙我的吧？杜老回答：我的确可以将你的肉身直升圣阶，但前提条件是要得到星魂将曹仁。听到这话，荀夏松了一口气。杜老，你说的那个曹仁现任素人，真的在这个破侯府里面吗？没错，我能感觉到那个人的生机正在焕发，原本即将熄灭的寿元之火再次被点燃，不能再等了，必须去阻止他。荀夏闻言眉头紧皱，可是这破侯府的安保超乎我的想象，根本没办法进去。先等等，我有办法了，孔家大小姐应该有办法带我进去。杜老听后点了点头，最好如此。记住，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与此同时，在永安城的基武预备塾中，3年一班的教室内，宋云祥的未婚妻孔欣欣正在和同学闲聊。坐在后排的舔狗宋云瑞痴痴地望着女神的背影。今天的欣欣小姐依然如阳光般明媚动人，不过该死的宋云祥，前几天晚宴上害我，在欣欣小姐面前丢脸。现在的我作为败家之犬，已经不配再与女神并肩而行。我一定要打败宋云祥，
洗刷我的耻辱。就在宋云睿愤懑之际，教室门口传来了一道叫喊声：“孔星星，请问3年1班的孔星星同学在吗？”孔星星听后便来到了他的面前：“我就是，你是？”同学见到他后顿时傻了。鸡舞院预备熟4大校花之一的孔星星竟然和我说话了，她好漂亮啊，她的声音好好听啊，她看起来好温柔啊。孔星星见她这副模样，顿时反感不已，在心中开始吐槽了起来：“哼，被本小姐的美貌迷倒了是吧？死宅男，有话就说，有屁快放，不要浪费老娘时间啊！同学，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同学反应过来，连忙害羞地指向了学校后门：“孔学姐你好，那个学校后门有个男的找你，说让你立刻过去。”切，本小姐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想见就见的吗？孔星星虽然心中生气，但还是保持着女神的姿态：“不好意思，同学，大课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可能没时间去后门呢。”他说他姓荀，荀夏哥哥，我知道了，我这就过去。孔星星说罢就惊喜地飞奔跑向了学校后门。同学看着他的背影，连忙提醒了一句：“孔学姐，那个人看起来好像不是好人。”这时一直关注女神的宋云睿也跟了出来：“跟我说说，刚才找孔星星的是什么人？”片刻后，宋云起伸着懒腰来到了教室门口。好无聊啊，不如翘掉上午的课去天台睡觉好了。也不知道翔哥回来没有，听说明天那个，这不是孔星星那死绿茶吗？门外的那个男人是？看着孔星星与荀夏碰面的场景，宋云起立马来了精神，开始饶有兴趣地看起了好戏。哈哈，有瓜呀！真希望宋云睿那白痴也能看到。得知荀夏来到鸡舞院找自己后，孔星星急忙飞奔到了学校后门。荀夏哥哥，你怎么来学校找我了？来这边，这边隐蔽点，别被其他老师同学看见了。孔星星说罢便想拉着对方离开，荀夏却一把甩开了他的手臂。哼，你的通讯手环怎么关机了？要不是一直打不通，我会直接跑来找你吗？见到荀夏生气的模样，孔星星愣神过后连忙开始了解释：“对不起，荀夏哥哥，学校要求在校时间都要关机的。对不起，荀夏哥哥这么急着找我，一定是有很重要的急事吧？你别生气。”荀夏摆出了一个帅气的姿势，霸道贴近：“没关系的，我不是怪你，宝贝，刚才是我不好，我不该对你发火的，但我真的有急事，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孔星星被他迷得神魂颠倒，春心都开始荡漾了起来。荀夏哥哥，我的荀夏哥哥好帅啊！他发火的样子好有男子气概呀，好想再次被他征服。荀夏哥哥，你说需要我做什么，我都可以。荀夏听后微微一笑：“你能不能带我去一趟那个什么宋家侯府？我想进去找个人，你一定有办法为我做到的吧？”宋家？荀夏哥哥要去做什么？找人？难道是荀夏哥哥知道了，他要亲自出面去教训那个该死的宋云翔？荀夏哥哥竟然为了我，他真的……我哭死！就在孔星星胡思乱想之际，荀夏缓缓靠近，用手指挡住了他的嘴唇。嘘，别问男人的事情，女人不要插嘴，你只要帮我进去就好。孔星星乖巧地点了点头，连忙拨通了孔征的电话。好，我知道了，放心，荀夏哥哥，我这就和爷爷说，他会带你进去的。喂，爷爷，您能不能帮星星带个朋友去宋家呀？星星的朋友当然是正经人了，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孔星星话刚说完，电话中就传出了孔征的怒斥：“想都别想！孔星星，老夫把话放到这里，这几天宋家有贵客登门，你要是赶坏了云翔少爷的大事，老夫会亲自扒了你的皮。”孔征说罢就挂断了电话。我爷爷他临时有事不能过来，你放心，我现在就找我父亲出面。孔星星说罢就拨通了孔帆的电话，又将事情叙述了一遍。结果没想到，孔帆也直接拒绝了他的请求。不行，星星，你听我说，这几天你千万不要再掺和宋家的事了，那桩婚约你就当从未存在过，你就不要再妄想什么了。挂断电话，孔星星有些尴尬，抱歉，荀夏哥哥，可能他们这会儿都在忙工作，你要是不着急的话，等一等。听到这话，荀夏有些恼火，什么意思？孔星星，你特么敷衍老子是吧？他刚想发飙，黑界中这时传出了一道声音：“既然你没有办法，那就别怪老夫了。”荀夏闻言慌忙开口：“杜老，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杜老回答：“不行，来不及了，只能老夫亲自出手了，你的肉身借我一用。”话音落下，黑界中便伸出了数条细小尖锐的触手，不顾荀夏的挣扎，直接向着他的手指刺了进去。随后皮肤上便泛起了一道道紫色的神秘符文。荀夏也痛苦地捂着脑袋，失去了意识。星回协议启动，通过安全许可，协议生效，开始录入中，录入完成，重新激活。不明所以的孔星星连忙扶起了他。荀夏哥哥，你怎么了？别着急，我会想办法帮你的。荀夏毫不留情地一把推开了他，声音沙哑地开口：“真是个没用的废物。”孔星星委屈巴巴地抹起了眼泪。荀夏哥哥，你怎么了？你的声音怎么这么嘶哑？你别生气，星星不是没用的废物，你不要这样说我。荀夏听后调整了一下嗓音，温柔地上前搂住了他。我不是在说你，这声音对了吧？抱歉，刚才我太粗暴了，不过我真的有急事，希望尔等能谅解。孔星星轻轻摇头回答：“没关系。”杜老说话的同时迅速熟悉了这具身体，损失了30%的天赋上限吗？果然，用黑界强行夺舍这具容器，还是造成了太多难以逆转的损伤。没想到最后只能走下策。这小子的这些女人可以作为老夫的炉鼎好好享用一段时间，吸收了他们的精元，应该还有办法稍微弥补一些。不过得到曹仁之前，这具肉身还是太孱弱了，依靠储存在黑界中的能量，也勉强只能提升出天阶水准。被扶起的孔星星充满歉意的开口：“对不起。”都怪我没帮上荀夏哥哥的忙。被杜老夺舍的荀夏摆了摆手，说了一句他听不懂的话：“没办法，事急从权，我只能孤注一掷了。你先回去吧。”说罢，大量紫色的能量便从戒指中散发了出来，最后全部被荀夏吸收进了体内，无形的威压立马荡漾而出。躲在远处的宋云起感受过后，顿时面色大变。我操，好强！天阶吸收完成的荀夏缓缓转头看向了他，
四目相对，宋云起愣在了原地，身上汗毛瞬间倒竖，竟然探查到我了，好强的精神力！哼，小年纪竟然还有地阶境界，也是个不错的炉底。不过先没时间管这些了，必须去看一下那个死灰复燃的老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寻夏思索完毕，就一跃而起，火速赶往了宋府。孔欣欣望着他的背影，浮想联翩，好强的气势！难道我的寻夏哥哥其实是比爷爷还强的强者？他竟然为了我暴露出了隐藏这么久的真正实力。此时在教室内，舔狗宋云瑞还在纠结要不要去找自己的女神孔欣欣。一想到欣欣小姐被校外那些不三不四的混混垂涎，他就气得浑身止不住颤抖。可恶啊！该死！到底要不要去打断他们呀？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与此同时，在宋府中院的会客厅中，宋老爷子客气地跟顾家家主打了声招呼。众人全都入座之后，宋老爷子捋了捋胡须，呵呵一笑。没想到这次顾家主会亲自出马。不应微微颔首，侯爷言重。朝廷来南州封赏素人，南州顾家与有荣焉，而且宋公子人中翘楚，在元鼎城一战中又立下了大功。侯爷有个好孙儿啊！宋老爷子听后谦虚地摆了摆手，哪里，我那孙儿云翔自幼顽劣，这一年在鸡武院学有所成，要多亏了顾院长和鸡武院各位师长的栽培之恩啊！听到宋老爷子把功劳推给了自己，顾诗静连忙拱了拱手，全靠侯爷运筹帷幄，诗静和同僚可不敢妄自居功。云翔同学天赋卓著，且福运深厚，未来自当前途无量。宋府一门三侯，指日可期。宋老爷子抿了一口茶水，看向了他。本侯早就听闻顾院长有女中诸葛之名，愿闻高见。两人随后便你一句我一句聊了起来。一旁的程毅看得很是无聊，这些大人物说话总是话里有话，互相试探来试探去，真是浪费时间，就不能干脆直接一点？哎，这两位侍女小姐姐，莫非是双胞胎吗？好羡慕啊！与此同时，在距离宋府东院不远处，寻夏的身影出现在了这里，就在这里了。就算有阵法阻隔，但我也能感觉到那个该死不死的老家伙就在那个院子里。外围一男一女2名年轻的天阶初期，还有3个地阶初期，里面还有2个天阶，则区区一个沦落到被流放边城的小家族，竟然还有这种底蕴。但凭老夫的手段，他们恐怕也无可奈何。寻夏随后便悄悄来到了东院的东南角处，阁楼上一个侍女正在无聊地打着哈欠，这家伙看起来比较耿直愚蠢，从他这边进去吧。打定主意后，寻夏便运转能量，不动声色从外墙绕到了院内。然而他却殊不知自己早已被盯上了。隐匿在阵法中的马金花连忙将这一消息汇报给了宋云翔。少爷，如您所料，那小子真的溜进去了。宋云翔听后微微一笑，好，我知道了。随后他便联系了马三和夏北哲。马叔、阿北叔，鳖已入瓮，做好准备。喂，你这边如何了？小女孩听到他的询问，回答道：已经搞定了，累死妾身了。宋云翔听后点了点头，接着就起身走出了大阵。好，走吧，来客人了。此时在房间外，马三和夏北哲不约而同地放松了一些警戒。寻夏很快就寻到了这里，他看着两人自信一笑，就凭这些垃圾，估计都发现不了我。看来之前还是我太过谨慎了。就在这栋楼里，曹仁，我的曹仁，上一次本想夺舍你的肉身，没想到被你断臂而逃，只取回了部分曹仁数据。之后，我凭着对曹仁的感应，花了10多年时间，驱使不同的肉身，辗转来到这里。所幸天不负我，竟被我寻到了下一任曹仁素人的其中一个适合者。原本以为只要等到那老狗即将燃尽的寿元彻底熄灭，这具年轻的肉身就可以继承曹仁，老夫到时候可以稳稳的直接坐享其成。但没想到竟然出了变数，不知道为什么那老狗不但寿元之火重新再燃，不过也没关系，老夫能出入这里如入无人之境，又何惧？寻夏边说边自信满满的推开了门，可突然一只手掌伸出抓住了他的脖子。看清眼前之人后，他顿时有些不敢置信。什么？怎么回事？不可能，你不过区地界。宋云翔看着他戏谑一笑，牛逼吹得不错，不过下次不要再吹了。好了，现在是关门打狗的时间。随着他打了个响指，下一秒数层阵法屏障便瞬间笼罩在了两人周围。意识到不妙的寻夏剧烈挣扎了起来。风灵术，不可能！该死的守灵一族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该死，我的力量被阵法压制了。宋云翔玩味地看着他，说说吧，你到底是什么人？这番潜入我宋府东院，又是想要做些什么？寻夏没有回答，短暂的慌乱过后，很快便平静了下来，反手直接抓住了宋云翔的手臂，脸上还露出了一抹狞笑。嘿，用阵法压制住了我的力量又如何？黑剑，给我侵入他的精神世界！随着一道白光闪过，宋云翔便失去了意识。等再次睁开眼睛，才发现自己居然身处在一处陌生的空间。这是哪里？黑剑侵入精神世界，这是我失去意识之前听到的最后几个词。是那诡异戒指的力量吗？竟然能将我拉入到他的精神世界。就在宋云翔话刚说完，一道沙哑的声音便传到了他的耳中。不，你错了，这里是你的精神世界，是我侵入了你的精神世界。宋云翔平静地开口，原来是我的精神世界吗？确实有点手段，不知道阁下怎么称呼啊？这个魂力波动，没错，就是我在那枚黑色戒指上感受到的，和上一轮时我复制到曹仁的那个寻夏几乎一样。杜老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你可以叫我杜老。小子，你倒是毫不慌张啊，这小子竟然还能如此淡定从容，无论精神力、肉身强度还有修炼资质，都远胜寻夏那个废物千百倍啊！可惜这小子不是素人，否则可以成为老夫最佳的容器。宋云翔疑惑打探起了他的底细，阁下从何而来，又有什么企图？杜老含糊地回答了一句，老夫只是想要取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罢了。小子，你是何人？为何懂得守灵人的阵法绝学？呵呵，原来你都不知道我是谁啊！
封印阵法是我意外所得，我和守灵人一族可没有什么关系。怎么了？阁下认识守灵一族？杜老摇了摇头，无所谓，是不是守灵一族，是不是东路人，对老夫来说都无所谓。小子，老夫观你资质不错，有资格成为老夫的弟子。你若拜老夫为师，从此以后侍奉左右听候差遣，老夫不但可以对你刚才的冒犯之罪既往不咎，更能将老夫这一身本领倾囊相授。听到这话，宋云祥不屑一笑，阁下看起来有点弱呀，有什么值得我拜师的？杜老被激怒了，无形的威压仿佛实质般顿时散发而出。哼，庶子无礼，竟敢小看老夫！老夫乃是400年前的圣阶强者，星魂将曹仁的初代素人。宋云祥通过威压猜测到了对方的修为境界，圣阶6重。杜老得意一笑，你小子倒是有点见识。怎样，拜老夫为师，老夫可以将40年的战斗经验倾囊相授，并且可以指点你直通凡阶终点半圣之境，否则老夫将你在这精神世界中抹杀，如碾压蚊蝇般简单。宋云祥听到这嚣张的话，顿时有些无语。好吧，还以为你是什么牛逼大佬，原来只是个区圣阶6重的小卡拉米，40年战斗经验也敢这么大言不惭，笑死！老子前世卡在圣阶12重，无法踏入圣阶，于是只能选择横向突破13、14、15，后来突破到多少重都不记得了。而且要论阅历，老夫都有累计100年的工作经验了。呸！我和这小卡拉米比什么呀？杜老怒不可遏，小子，圣阶强者面前竟然还敢阴阳怪气，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真是枉费了老夫一番爱才之心。我要将你的神魂拘离肉身，抓入黑界中日夜折磨，到时候看你还是否能如此这般硬气。说罢，他便运转灵气，幻化出一只大手朝着宋云祥抓去。宋云祥丝毫不怂，你刚才也说了，这是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对吧？他手指轻轻一挥，一道阵法屏障便凭空出现，直接将杜老和大手笼罩在了其中。杜老见到这一幕惊诧不已，该死，这小子不对劲，在老夫侵入的精神世界里，怎么还可以使用力量？宋云祥没有过多废话，控制阵法屏障开始不断收缩，眼看即将被困死。杜老也动起了真格，既然如此，那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出来吧，我的星魂将曹仁！随着刺眼的光芒不断闪烁，银白色的机体在几个呼吸间便构装了出来，笼罩在周身的阵法屏障寸寸碎裂。见此一幕，宋云祥露出了不解的表情。你竟然能构装出曹仁？杜老冷笑一声，老夫乃是星魂将曹仁的初代素人，在这精神世界，老夫当然可以为所欲为，是吗？那我应该也可以。出来吧，我的曹仁！宋云祥说罢，心念微动，便将拥有6根手指的奇怪曹仁版本幻化了出来。杜老见状彻底傻了，你怎么会有曹仁？不对，你这是什么曹仁？宋云祥没有理会他，而是看向了随着曹仁一起出现的小女孩。这不是我的精神世界吗？你怎么能出现在这里？小女孩得意洋洋的咧嘴一笑，区区杂鱼宿主的精神世界，我当然可以随便进进出出啊！哎呀哎呀，宿主干嘛用妾身这版曹仁呀？之前不是嫌弃这版虚有其表吗？宋云祥随口解释了一句，难得有机会，玩完吗？此时杜老提着武器首先发动了攻击，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乱来的曹仁？不可能，我不相信这也是曹仁，给我去死！宋云祥丝毫不惧局长相迎，虚有其表又如何？架不住老子开挂呀！在老子的精神世界里，参数还不是随便我想怎么调就怎么调。砰的一声，巨掌与长剑碰撞，发出了震耳的巨响。短暂的分开之后，两人便再次缠斗在了一起，几个呼吸间就交手了数十招。但论战斗经验，宋云祥更胜一筹。他瞅准机会，一把抓住了对方的长剑，紧接着左手蓄势来了一招黑虎掏心。杜老见状，连忙侧身躲过，随后纵身一跃，便跳到了半空中，拉开距离。宋云祥见他要逃，立马扇动翅膀想展开追击，可尴尬的一幕却发生了，翅膀纹丝不动，就像摆设一样。我去，这个曹仁竟然不能飞！半空中的杜老也察觉到了异样，不能飞的曹仁算什么曹仁？给我去死吧！他说罢，便将能量汇聚在了一处，朝着宋云祥的位置发射出了数道冲击光束，震耳欲聋的爆炸随之响起。以为命中的杜老露出了得意的表情，小子，知道老夫的厉害了吧？话还没说完，他忽然意识到不妙，转头只见构装出星辰色曹仁的宋云祥，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背后。宋云祥手持凤灵炼剑猛然攻去，杜老躲闪不及，惨叫一声，想要再次拉开距离，然而还没跑出多远，就被宋云祥甩出的炼剑缠住了身体，失去行动能力的他重重的砸向了地面。烟雾消失过后，杜老狼狈的看着缓缓飞来的机体，他怎么也想不通，宋云祥明明只有地阶境界，为什么会这么强？星辰色曹仁，这难道是星辰色？星辰色星魂将，记得曾经听博士说过，星辰色是迷惑星网的一种手段，是只有星主系统的复制星魂将才拥有的特殊伪装。星主系统？难道是博士？思索至此，杜老连忙大喊道：“博士，是您在操纵这个容器吗？我是小杜，小杜啊！”看到对方失态的模样，宋云祥人都傻了。什么套路？这家伙为什么突然跪了？博士？难道这家伙口中的博士和哪吒素人当时提到的小新博士是一个人？这家伙为什么会将我错认成博士呢？是故意装疯卖傻想套路我，还是说因为看到了星辰色曹仁？就在宋云祥疑惑之际，杜老开口了：“博士，刚才属下不知道是您，一时犯了糊涂，还请您宽恕。”宋云祥大脑飞快运转，决定先将计就计，配合这家伙演一下试试，说不定能套出什么有用的信息。呵呵，小杜啊，现在竟然如此狂妄了，我还以为杜老您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呢。杜老闻言惶恐的慌忙磕头，请您饶恕属下的不敬之罪。宋云祥随手一挥，松开了缠绕在对方身上的链剑。杜老面色一喜，解除构装后连连道谢，谢谢您的饶恕。随后便老老实实的跪在了地上。宋云祥看向了一旁的小女孩，询问：在精神世界里，别人也看不到你吧？小女孩气呼呼的回答：
只要洒家不想现身，在哪里都可以不会被看到。怎么？莫非杂鱼宿主嫌弃妾身给你丢人不成？宋云祥呵呵一笑，看不到就好，那我也解除够装，下去看看这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说罢，他便解除够装落在了杜老的面前。小杜啊，你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听到他的询问，杜老匍匐在地，恭敬的回答：您的训诫，属下一直铭记在心。真的吗？那你竟然还如此鲁莽做事，这些年你都没有什么长进啊，小杜。属下知错，请您听属下解释。地灵之战那次，贼人设下圈套将您困住，您特意唤醒在黑界中沉睡的属下，只是可惜属下临时夺舍的那具容器战力不行，没能顺利拿回曹仁。后来得知您为了脱困启动了异路之门，那些贼人都被异路之门卷了进去，葬身于空间乱流之中。您从东路消失的这10多年，属下用尽办法只为重新拿回曹仁，只是可惜属下平移于黑界之中势单力薄，无奈只能耐心等待着待曹仁宿主寿元耗尽。这些年属下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有条件成为下一任曹仁素人的适格者之一。原本按照计划，但不知为何那老东西的寿元之火死灰复燃，属下被迫选择铤而走险，这才会来到这里冒犯尊驾。而且您现在的这具容器看起来略显平平无奇，属下完全没有想到会是博士您从异路归来了。容器？难道那个博士可以随意更换肉身？平平无奇？难道你觉得老本博士之前的样子比现在更加英俊潇洒吗？听到英俊潇洒这个词，杜老懵了。博士，您之前每次现世都是用绿铜的女性容器，属下还从未见您用过男性。宋云祥听到这话暗叫一声不好，我去，这博士原来是个女人啊！娘的，果然言多必失。杜老此时也察觉到了不对，等等，对啊，博士一直都是用的红发碧眼的女性容器。糟了，刚才看到星辰色曹仁一时激动大意了，完全没有朝另一种方向细想。博士就算没认出我的样子，又怎么可能不认得我的曹仁？但刚才战斗之前，这人明显就不像是博士应有的反应，但他为何又有星辰色曹仁？难道除了星主系统之外，不对，这里是他的精神世界啊！他见过星辰色曹仁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凭着足够强大的精神力虚构出来。杜老意识到对方有可能在冒充博士后，顿时开始警惕了起来。对了，博士，属下突然想起来了，400年前您赐予我星魂将曹仁时用的那具长发的容器很是英武不凡，和您现在这具容器相比，应该是伯仲之间。宋云祥悄悄施展出阵法屏障，一步步靠近。400年前吗？这家伙一句话埋了好几个坑想炸我。之前说自己是曹仁的初代素人，这又说是博士赐予他的星魂将曹仁，还什么长发，什么英武不凡，看来是糊弄不下去了。靠近一定距离后，宋云祥立马丢出了阵法屏障。早有准备的杜老连忙闪到了一旁。小杜，你躲什么？难道你在质疑本博士？你根本不是博士。黑剑，解除侵入，快带我离开这个精神世界！在屏障即将困住杜老的一瞬间，一团黑气突然把他吸出了这里。随着他的离开，宋云祥的精神世界也渐渐扭曲了起来。他见状戏谑一笑，逃回现实空间了吗？没关系，出去了你也跑不了。片刻后，在现实世界中，原本失去意识的两人瞳孔中同时恢复了神采。杜老没有犹豫，迅速将意识从寻夏身体脱离，重新汇聚到了黑界内。黑界紧接着就变形成了4足机器，开始逃跑。可恶，该死，只能先舍弃这个肉身了。没想到刚才竟然被那个家伙唬住了。我在想什么？博士可是如神明般无所不能的存在，博士的力量，星主系统，星辰色星魂将，又怎么可能会被人夺走呢？真是开玩笑。杜老控制黑界跳到了屏障处，4根长腿化作尖锥刺穿屏障逃到了外面，但他刚刚露头就被3个突然射来的骰子命中。黑界中的杜老气息萎靡，踉跄的落到了地面上，而甩出骰子的正是一直在门外等待的马三。怎么可能？难道这里还有高手？不甘心的杜老想换个方向继续逃，然而还没等他爬出几步，夏北哲手中的香烟就弹了过来，直接将杜老限制在了地面上。可恶，又是一个天阶，可惜老夫无法恢复巅峰状态，不然……话刚说到一半，数道阵法屏障忽然笼罩在了戒指周围。杜老控制戒指不断左右冲撞，试图脱离阵法的限制，然而任凭他如何努力都无济于事。这时3人围拢在了一旁，看到宋云祥捡起戒指，夏北哲提醒道：“少爷小心点，这东西有些诡异。”宋云祥回答：“无妨，自己已经用阵法将它封住了，应该没事。”杜老放弃了继续挣扎，他看到马三和夏北哲的样貌后，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等等，这2个家伙之前好像在哪见过，我似乎曾经遇到过，那是10几年前那一战，博士命我守在地灵秘境之外，可惜我夺舍曹仁素人失败，被他断臂逃生。不知道过了多久，也不知地灵秘境中的战况如何，只记得最后收到博士的传讯，他说在地灵秘境中启动了异路之门，将所有人都卷了进去，让我自行脱离，待他归来。按理说地灵秘境中应该不会再有人生还才对，但没想到收到传讯的不久之后，秘境的出入口还是被打开了，而这2个家伙似乎就在那批生还者之中。那些没被卷入空间乱流的幸存者，除了他们，好像还有2个小孩，可惜记忆有些模糊了。宋云祥没有听清杜老的话，只听到了对方嘀嘀咕咕的声音。他眉头紧皱的开口：“你这家伙说什么呢？能不能大声点？”杜老长叹一口气，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真的不想放弃这个曹仁素人适格者的肉身啊。原本的计划，通过更换容器不断积累对曹仁的适格度，最后突破上限，这样迟早可以摸到神阶门槛。没想到计划刚开始就出师不利，中间插入了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凡人，不但天赋上限有极大的损失，我通过夺舍曹仁素人积累适格度的计划也遭到打断。
但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宋云翔仔细观察着戒指，他隐隐的感觉到了对方的不怀好意。你是不是在想什么不太礼貌的东西？杜老自信一笑，自大的年轻人啊，你真的以为风铃大阵就是万能的吗？宋云翔戏谑的盯着他，怎么，你还能有办法逃出去不成？还是说想再次拉我进精神世界里找虐？杜老没有说话，直接控制4根尖刺刺入了宋云翔的手指。你将为了你的自大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你这平平无奇的肉身是我的了。黑戒，启动星回协议。随着他话音落下，一缕缕黑气顿时从戒指内传进了宋云翔的皮肤中，低收到离线备份意识写入申请，星回协议启动。与此同时，在宋云翔的识海最深处，老年状态的他缓缓睁开了眼睛，发现正在入侵自己意识的数据后，他顿时来了兴趣。这次竟然能绕开我布下的最外层虚拟识海吗？有点意思。这时小女孩也主动幻化了出来。哎呀，杂鱼宿主，我去，我的杂鱼宿主怎么和之前的样子不一样了呀？这里的精神世界也不对，之前明明……见他惊诧的模样，宋云翔随即解释道：之前你看到的那个，只是我以阵法构建的外层虚拟识海之一，是用来做陷阱的沙盒精神世界。小女孩闻言顿时傻了，虚拟的精神世界还之一，原来杂鱼宿主竟然这么牛吗？宋云翔挥了挥手，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是防御精神攻击的小手段罢了。不对，等一等，宿主大人的这个形态，战斗力竟然达到了不可描述的可怕程度，而且这个境界是什么鬼？第2阶段的上限应该只有2-12才对。可是，难道这才是宿主大人的真正实力？话刚说到这，只见上方正在入侵的意识忽然停止不动了。宋云翔疑惑地看着小女孩质问：是你干的吗？你别乱来啊！小女孩慌忙解释：不是自己，奴婢什么都没有做，难道不是宿主大人做的吗？宋云翔摇了摇头：老夫也什么都没做呀，我还想看看这家伙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呢。那些画面是那家伙已经拷入的记忆碎片吧？为什么要停下来？到底怎么回事？就在宋云翔疑惑不解的时候，停止入侵的杜老忽然收到了一条提示：第一错误警告，错误警告，安全许可通过失败，写入遭到拒绝，协议强制终止。当前版本的星回协议权限不足，该容器安全等级权限高于当前版本，无法将离线端备份意识写入该容器。听到提示的杜老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神情，怎么可能？竟然对星回协议免疫，无法被夺舍的容器？难道你是监察者？监察者，那是在第0纪元的超古代文明中，由诸神亲自创造出来的神之使者。这个纪元，他们又被称为灵氏一族。杜老震惊过后，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对，这家伙的样子怎么变成了老头？难道他和老夫一样也是？刚想到这，只见宋云翔的身影唰的一声消失了。杜老顿感不妙，不好，黑戒，快带我离开这里！想走吗？晚了。宋云翔说话的同时已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手中的阵法屏障直接将杜老限制在了半空。小女孩见状连忙跟了过去，宋云翔紧接着一把抓住了杜老的脖子，给我详细说说吧，你刚才说的监察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还知道些什么？杜老眉头紧皱的回答：不对，据说每一个纪元都只会出现3位监察者，你肯定不是那3位之一，看来可能你只是获得了某种类似监察者免疫星回协议的能力。难道上几个纪元的地面人不但制造了黑戒这样的离线设备，还创造了什么能防御这类设备的东西？这话听得宋云翔一头雾水，一个大逼都直接抽了过去，按我提的问题回答。杜老想通前因后果后悲愤不已，自顾自地说道：真是没想到啊，怎么竟然会被我遇上？星辰色曹人还能免疫星回协议，真是倒霉。眼看他回答的驴头不对马嘴，宋云翔上去直接又是一个大逼斗，给你2条路选择，要么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交代出你知道的一切，要么我就……杜老虽然被限制住了，但依旧不肯屈服。他冷笑一声看着对方：我劝你对老夫客气一点，把老夫伺候高兴了，老夫可以告诉你很多你想知道的情报，比如监察者，比如博士，比如……听到博士这2个字，宋云翔顿时来了兴趣，给我说说关于博士你都知道些什么？呵呵，你想知道？看吧，那么现在形势逆转了，我可以告诉你，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些条件，否则我直接将意识自爆，你不但什么情报都得不到，你的精神世界也会在自爆中被摧毁，你将彻底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他话还没说完，就被宋云翔一个大嘴巴子打断了。你是要要挟我吗？备受屈辱的杜老恶狠狠地盯着他。我改主意了，现在必须先给我磕10个响头，否则我就直接自爆。眼看他还敢威胁自己，宋云翔索性也懒得继续往下谈了。不好意思，我从不惯着谜语人，既然不愿意说，那你就不用说了，我还是自己搜吧。说罢，他就开始上手搜索起了对方的记忆。杜老挣扎无果，当即决定拉着宋云翔同归于尽。住手，别逼我，我真的会自爆的，是你逼我的，是你逼的。他狠心之下直接开始燃烧体内灵力，身体不断膨胀变大，最后如同撑爆的气球般轰然爆炸。自爆的威力开始向周围扩散，很快就撕碎了整个精神世界。但奇怪的是，宋云翔的精神世界崩溃过后，居然扭曲间展露出了另一番景象。这里灯红酒绿，五彩缤纷，跟酒吧的布局简直一模一样。紧接着，一个身穿西装的宋云翔缓缓出现，在他的面前正显示着刚才杜老自爆的一幕。小女孩很快就反应了过来，果然，刚才我就发现不对劲，原来那个精神世界也不是你真实的精神世界。宋云翔听后呵呵一笑，竟然被你发现了。小女孩有些得意，哼，
杂鱼宿主毕竟是杂鱼宿主，以本尊身为超智能 AI 的优秀程度，怎么可能会一直被你蒙在鼓里？真是老奸巨猾呀！竟然还在真实精神世界里的外围构建了虚拟的真实精神世界，这个蠢货真可怜了。他竟然还以为能用自爆摧毁杂鱼宿主的精神世界呢，没想到只是爆了一个作为陷阱的虚拟精神世界。不过这家伙对自己也真是够狠的，一言不合竟然真的自爆。没关系嘛，这家伙应该有宿主想要的重要情报吧？听到这话，宋云翔摇了摇头，没关系，之前他写入进来的那些记忆碎片已经被我保留下来了，而且这种危险的家伙搞不好还留了什么后手，能斩草除根那就必须寸草不留。这些记忆碎片交给你了，回头帮我提取一下，看看有什么有用的信息。宋云翔说罢便将杜老入侵时候的精神数据以及提取出来的记忆丢给了小女孩。对了，你有名字吗？小女孩听后点了点头，自豪地回答，有啊，星主系统超智能辅助 A2 号就是我的名字。太长了，有没有简单点的称呼？小女孩闻言耸了耸肩，称呼的话宿主随便起一个不就好了，无所谓的，称呼什么的随便就好了，本尊才不会介意的。宋云翔认真思索了一下，好的狗蛋，你不介意那就太好了。小女孩哈哈大笑过后立马愣在了原地，等等，狗蛋是什么鬼？滚滚滚！怎么可以用这种称呼来命名伟大的本尊？不行，绝对不行。那要不叫二仔？不行不行。叫筒子呢？不行不行。叫二筒？不行不行。小女孩顿时抓狂了。宋云翔一脸无奈地看着她，实在想不出好名字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起名费表示压力很大呀。对了，既然你作为超智能 AI， 那你想几个称呼给我作为选项吧。小女孩气愤极了，我就知道杂鱼宿主不靠谱，那我就通过分析宿主的行为数据来计算几个推荐的称呼吧。说罢她就立马卖力地开始操作了起来。好了，宿主可以从以下称呼为本尊选择一个，快选吧，你这个废物杂鱼宿主。宋云翔转头看去，顿时无语至极。只见这些称呼分别是超级性感帝王、红色幻影杀神、宇宙无敌霹雳闪光红金刚、小红、大红、老红，最离谱的还有个妈妈，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出的选项也不过如此吗？小女孩得意地摆了摆手，不，这些选项可都是根据杂鱼宿主的行为习惯通过大数据计算出来的哦。宋云翔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小女孩嘿嘿一笑解释道，伤害反弹，是不是觉得很没品位啊？因为是根据杂鱼宿主的行为计算的，所以没品位的当然是杂鱼宿主啊。宋云翔听后眉头一挑，那你有什么好得意的？再没品位那也是在选你的名字啊。好吧，那我随便选第三个，宇宙无敌霹雳闪光红金刚。小女孩此时才反应过来，看到这么没品位的名字立马表示不行。宋云翔指着打码的名字有些疑惑，对了，为什么还有打码的？小女孩无奈地耸了耸肩，回答没办法，无所不能的新网也会受到某些不可抗力的限制。宋云翔懒得再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于是就随便选择了一个。行吧，那就先暂时叫小红好了，这样你就可以和小兰组成一个 AI 组合。说罢就不理会小红的抗议，直接离开了这个精神世界。下一秒他的意识重新回到了身体内。马三和夏北哲见状连忙关心地扶住了他。恢复意识的宋云翔摆了摆手示意没事。阿北叔，看一下那家伙是否还活着。宋云翔说罢就扯掉了缠绕在手指上的戒指，连带着戒指上的黑气一起拔了出来。马三疑惑地询问，少爷，这到底是啥玩意儿？看起来感觉很危险啊。宋云翔回答自己也不知道，不过现在这东西似乎已经构不成威胁了。话刚说完，后面就传来了夏北哲的声音，少爷，这家伙还有气息，但似乎陷入了昏迷状态，要不要解决掉他？宋云翔回答不用，让影卫先将这家伙关押起来，给他安排医务人员做一下检查，这边就先交给你们了，我进去看看怎么样了。安排好后他便走进了屋内。此时只见宋三太爷依旧处于吸收的状态，似乎差不多了。小红出来一下，收到指令的小红得意地幻化在了半空。哎呀，杂鱼宿主又需要伟大的本尊出手相助了吗？宋云翔没有跟他掰扯，直接把戒指拿出来问之，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小红凑上前嗅了一会儿，正在根据资料库数据进行对比，对比失败，资料库里没有相关数据。宋云翔无语地提醒道，之前不是把这个老家伙的记忆碎片都给你了吗？小红听后这才想起来，对了，稍等片刻，我需要一些时间对这些记忆碎片进行拼接整理。说罢就开始操作起了系统面板。时间很快到了1刻钟后，在宋云翔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小红终于查到了一些东西。好了，我看看，根据那家伙的记忆碎片提供的数据，这枚编号为0518的测试型黑剑是来自第18纪元的便携型外置纳米机械，原本的用途有医疗、辅助、强化，从记忆碎片中读取到的就只有这些，其他的还有一些碎片关键词，离线端、星、人、战争、通、天塔、塔。宋云翔眉头紧皱的开口，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小红尴尬的挠了挠头，哎呀，这都是根据那个老杂鱼的记忆碎片读取的，本来记忆就不太完整，而且还有一部分没有整理完。行吧，那这个黑戒怎么使用？小红自信的回答，目前使用权被绑定了，不过这难不住伟大的本尊，只需要少许时间解析，本尊应该就可以将其破解。话刚说到这，宋云翔忽然接到了宋老爷子打来的电话。云翔，听说你们那边闯入了不速之客，没出什么意外吧？宋云翔摇了摇头，没事，一个小杂鱼而已，已经解决掉了，没事就好。三叔他老人家状态如何？差不多了，估计很快就好了。听到这话，宋老爷子点了点头。如果
果东院安全的话，那你现在能否来一下中院会客厅？宋云祥闻言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是出了什么事吗？宋老爷子回答似乎出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根据顾家的消息，朝廷很可能会借着这次给你封赏为由，对铁壁军下手。如果照你之前所说，几十天后将爆发受潮的话，总之情况不妙，你还是过来当面说吧。宋云祥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便把戒指丢给了小红，让他慢慢破解，什么时候能用了告诉自己。对了，小心点，我怀疑那个老杂鱼留了什么后手。小红嘿嘿一笑，不过是一坨比杂鱼宿主还要弱几十倍的杂鱼中的杂鱼而已。本尊出手，手到擒来，来日方长，长驱直入，入土为安。来到外面之后，只见马三正在警戒。宋云祥随手甩出一道阵法屏障，笼罩了整个房间。马叔，我去一趟中院，务必守好这里。说罢，就在马三震撼的目光中大步走向了外面，瞬发成阵，而且还是3重防阵。少爷这一手阵法造诣实在惊为天人。宋云祥眉头紧皱，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按照我原本的计划，强化后的铁壁军将是阻挡这次受潮中最基础的一环。上一轮时，铁壁军也为南荒长城抵抗受潮做出了重大贡献。没有铁壁军争取时间的话，那永安城几乎将瞬间就被受潮吞噬。如果是因为我造成的影响改变了原本的历史轨迹，导致在这种关键时候失去了铁壁军这一重要战力，那可就有些棘手了。就在刚刚，宋府中院的会客厅外，闲聊一番后，顾家家主因有事要提前离开。宋侯爷，剩下的事失敬可以全权代表我们南州顾家。今日多谢侯爷招待，老身还有些事情就先行一步，就此别过。侯爷请留步吧。宋老爷子听后点了点头，让身边的宋木带自己送送他。顾家主意味深长地看向了徐老，徐先生，不如也来送送老身吧。徐老不好推辞，只能答应了下来。诚意猜测到等下宋老爷子和顾世敬要跟宋云祥那臭小子谈什么秘密的事，我还是不要掺和的好，还不如去这边吃瓜。于是便快步跟在了徐老的身后。在他们离开后，宋老爷子看向了顾世敬，顾院长，再稍坐片刻。刚才我去偏厅已经联系过云祥了，他这就过来，马上中午了。顾院长不如就在这一边吃个午膳，咱们边吃边聊。很快众人就来到了宋府外的非洲旁，诚意嘿嘿一笑拉住了宋木，望着前面两人的背影，露出了一副看戏的表情。大管家，大管家，咱们在这边目送就好，给那两位留点2人空间吧。顾家主站在非洲前沉默了片刻，这里就是你困寻已久的入圣机缘吗？徐老闻言点了点头，回了一个恩字。这把年纪了，还是没能放下吗？徐老苦笑一声，回了2个字，抱歉。顾家主欲言又止，留下一句话后就缓步走入了非洲。放心吧，鹤鸣大哥，我永远会在你身后支持你，谢谢。徐老回了一句，便不再多言。非洲升到空中，朝着远处疾驰而去。让众人没想到的是，这一幕都被隐藏在暗处的敌人偷偷记录了下来。其中一人名叫阿古多，是弥伦国南引作战计划行动组第1突击小队队长。境界在天阶初期，那个天阶巅峰的老女人已经走了，不过看起来很危险的那个天阶老头留下了。听到这话，身边的同伴开口道：“不是看起来很危险，是确实很危险。”说话之人名叫拓跋伯，是弥伦国南引作战计划行动组技术小队的队长，境界处于地阶后期。那老东西就是之前在圆顶城破坏咱们计划的那个半圣。圣宗的曼罗圣使动用了天魔解体，都败在了他手下。阿古多闻言冷汗不止，那怎么办？这么多强者来到这个边境小城，会不会影响到咱们的计划？拓跋伯摇了摇头，还是先回去一趟吧。侦察背包组的能量也不够了，只能再勉强维持2颗钟的屏蔽迷彩。还有之前闯进去的那个诡异家伙，他明明能踏空而行，说明有着天阶的实力，但侦察背包却测不出他的实际境界。如果这样的强者都不能对宋家造成太大困扰的话，那这一点需要特别在意。这些情况需要尽快汇报给老大。走，2人边说边离开了这里，身影迅速消失在了城市之中。与此同时，在宋家会客厅偏厅，宋云祥推门走了进来。来了爷爷，顾院长，好久不见。顾世敬呵呵一笑打趣道：“好久不见，不对，现在应该称一声爵爷了，恭喜了。”见他朝着自己行礼，宋云祥连忙摆手大呼使不得。且不说还没正式得到朝廷的封赏，就算得到了也全是仰仗院长的照顾。在下作为鸡武院的学员，可当不起院长如此大礼。客套一番后，2人便入座了。宋老爷子则直接说出了正题：“云祥，上午的会谈，我和顾家家主已经达到了2家结盟的初步共识，顾家也拿出来诚意，给咱们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现在没有外人，我也不兜圈子了，特意喊你来，就是有几个事情想听听你的意见。根据顾院长所说，顾家在朝堂眼线提供的情报，陛下这次可能会借着给你封赏的机会，找理由削掉宋家手上铁壁军的兵权。云祥，你怎么看？”宋云祥闻言眉头紧皱，这个消息可靠吗？顾世敬回答：“有7成把握，毕竟你作为素人觉醒，意味着宋家迟早要再诞生一位圣阶，因此朝廷一边重赏，一边也会对宋家的兵权进行制衡。这有可能只是对宋家服从天都的试探，但也可能是真的会下手。而且铁壁军的建制早就不合乎朝廷规制了。但至于是裁军还是重编，又或者是将总帅宋清将军调离换其他将领，朝廷打算具体怎么操作，暂时还不清楚。对于朝廷的做法，宋云祥表示能理解。名利公路4个字，往往不可兼得，却又难以取舍。朝廷这么做，自然也有朝廷的道理。”顾世敬想起了他离校之前曾经说过，南荒长城这边会出现受潮的事情。宋云祥详细概述了一番，不出意外的话，40天内，南荒必有一场史无前例的受潮爆发，数以万计的高阶凶兽将冲破南荒长城，还有不知数量的圣阶凶兽也会
会伴随这次兽潮出现。听到这话，顾诗静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还有圣阶凶兽，宋老爷子眉头紧皱，讲出了这次事态的严重性。即使我们的高阶战力能给凶兽群造成巨大的伤害，但如果失去了铁壁军，就没有足够的基础战力填补对低阶凶兽的防线。低阶凶兽一旦突破南荒长城，首当其冲的就是永安城，接着天都的南州和西水的山左道都将遭到兽潮的屠戮。宋云祥点头回答：没错，我原本的计划里也是把强化了战力的铁壁军作为防线的重要一环，不然单凭大姐的赤鸾军那点战力，不可能支撑得住那么长的防线。对了，老爷子，据我所知，铁壁军不但不合乎朝廷规制，而且还不完全是朝廷的编制，具体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说说？听到他的询问，宋老爷子没有隐瞒，讲出了铁壁军的历史。赤鸾军编制用的是我永安城侯府私兵，这点完全合乎天都国规制，没有问题。但铁壁军的超规超编就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了，那还要从20年前说起。20年前，南荒长城爆发过一次规模较大的兽潮，南荒长城守备军死伤惨重，守备军总帅战死。当时你大伯宋清临危受命，宋清将残余守备军重组，抱着必死的决心和侵入南荒长城的凶兽同归于尽。所幸的是，你父亲宋浪得知此事，带着一众友人赶赴南疆，他们不但带来了大量的物资，你母亲还提供了充裕的军费。之后几个月，在一次次围剿凶兽的战斗中，守备军通过招募吸收不断扩大，最终组成了铁壁军这个特殊的混编部队。因为早期只有守备军的这部分军事具有朝廷编制，而其他人员的军饷装备都是靠宋家和你母亲提供的财力在支持，加上战况激烈，朝廷对此也就放任了。后来地灵之战，朝堂格局变动，我们宋家失去了圣阶，搬离天都来到了这南荒边城，靠着铁壁军在守，才免于被之前那些政敌报复。之后这些年，铁壁军超出编制的部分也一直都是由宋家出资养着，朝廷对铁壁军超规超编这个问题也就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宋云祥闻言眉头紧锁，我去，原来是这样。就在宋云祥与宋老爷子商讨对策之际，另一边的宋三太爷也结束了吸收状态。此刻的他神清气爽，头脑清明，不愧是在古代文献传说中的续命丹药啊！老夫感觉现在的状态非常好。感叹过后，他随即脱下衣服仔细打量了一番，惊喜地发现不仅寿元增加了，就连身体强度也得到了很大的逆转，跟之前重伤垂死的状态简直判若两人，每一拳都充满了收放自如的力量感。宋三太爷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牛啊！云翔这小子真是给我带来了太多惊喜，现在的状态我几乎可以随时突破回圣阶4重，假以时日，重回当年巅峰也。说到这，他脸上露出了失落之色，可惜失去了一条手臂，没关系没关系，现在的状态老夫也已经很牛逼了，这要是飞回天都，肯定能再次吓尿那些老家伙们。对了，小薇姐还在地下小院里等我，先去给她小小的震惊一下。既然现在状态这么好，那头发和胡子得修一修了。老夫的手环呢？我要查一查当下最时髦的发型。宋三太爷翻找间看到了一旁的丹药，还有宋云祥留下的书信。老爷子喊我去中院有事，您结束药力吸收后先不要乱走，在这里等我，其他丹药您自行判定要不要使用。宋三太爷看完上面的内容后，就迫不及待地将目光转移到了瓶子内的丹药上。逆灵丹、御夫丹，既然要震惊小薇姐一下，那就不如更彻底一些。嘿嘿嘿！与此同时，在中院会客厅的偏厅内，宋老爷子将情况讲述完后，无奈长叹一声：铁壁军自身确实存在着逾规越矩的问题，如果朝廷抓着这点不放，即使看在往年情分和功劳上，也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可以去请求陛下宽恕。宋云祥听后点了点头，明面上确实如此，但归根结底，朝廷会做出这个动作，肯定会有真正的原因。他想起了之前在幻境中跟着四眼仔背后看了不少历史故事和影视剧，似乎在地灵纪元的古代历史中有太多类似的案例。有些武将是因为遭到敌国的反间之计设计，有些是触动了主和派系或上位者的私利，还有些是功高震主，引起掌权者的忌惮或不悦。最惨的还有因为楚魏之争被剥皮宣曹。宋云祥想到这便说出了自己的见解，为了应对不久之后的兽潮，必须针对铁壁军被削权之事提前布置破局的办法。关键点是要找出朝廷这次针对的真正原因，只有从根本原因找到问题，才能想办法解决。铁壁军的战力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保住。我们身后是南州千万百姓的生命，是天都国的百年国运，我们不能拿这些去赌。为此，哪怕脱血自污也好，忍辱折节也罢，即使以身饲虎，即使委曲求全，名誉尊严原则仇怨，只要能保住铁壁军，我觉得我们宋家可以将这些暂时放下。宋老爷子听后沉默了片刻，眼神中随即露出了坚决和欣赏之色。如此铿锵之词，让老夫大为震撼。云翔，你说的不错，大丈夫能屈能伸，只要能保住铁壁军，这些我们宋家都可以暂时放下。我九安侯宋敬忠以宋家家主的身份，代表宋家全体支持你的决定。一旁的顾世敬闻言敬佩不已，居然可以为了大义而放下侯府的骄傲以去求生吗？宋云翔，你果然是个不能小看的人物。宋家大义，我顾家也愿意全力支持。见两人慷慨激昂的表态，宋云翔连忙挥了挥手，你们先坐，别这么激动啊。现在咱们要先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顾院长，我也不跟您客气了，你们顾家既然能得到这个信息，想必在朝中还是有一些情报来源。这次来永安城封赏队伍里有哪些人你清楚吧？顾世敬听后点了点头，据我所知，
这次是由4位大公公之首的林公公带队，3监6部会有一些随行人员，人数应该在20到40左右，但详细情况并不清楚。听到这番话，宋云祥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情。4大公公之首是林富光林公公，记得上一世我从西水国赶回天都，那时南荣将军和林国公都相继战死，北境防线崩溃，而天都国内陛下驾崩，朝堂群龙无首，东周的空匪，南境的杀贼，中州的乱党纷纷暴起，整个天都国都危在旦夕。林富光林公公在危难之中振臂而起，以一己之力震慑住了以大皇子为首的投降派，力挺3皇子入京监国，同时亲自持节挂帅，赶赴前线指挥作战，成功拖延了弥伦国的入侵速度，为各地军队评判争取了宝贵时间。虽然之后天都城还是在战火中陷落，林公公兵败战死，但也落得了一代贤宦的身后名。如果是这位贤宦的话，和他陈明厉害，只要能让他相信。宋云祥思索至此，便询问道：“老爷子顾院长，你们有没有办法能和林公公搭上线啊？”宋老爷子疑惑地询问他是不是想从林公公这里入手。宋云祥回答：“是的，我在想，如果是这位林公公，应该不会对即将爆发的受潮坐视不管，要是能取得他的信任，或许会有所帮助。”宋老爷子摇了摇头，恐怕很难，毕竟非亲非故的，谁会平白相信南荒长城即将爆发一场规模庞大的受潮呢？宋云祥眉头紧皱，想起了办法，如果能像在敖丙秘境中那样调用幻境就好了。可惜鲛人玉已经还给了蓝坤，而且毕竟那是新魂将敖丙的传承秘境，随便带外人进去也不太好。对了，说到控制玉盒，装面具的那个箱子里好像有个长得和龙海秘境玉盒差不多的东西，之前没太在意，等下回去可以扔给 AI 小红研究一下。顾诗静此时开口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取得林公公的信任，然后请他安排他的亲信来接管或者监督铁壁军，这样还能保证宋家对铁壁军具有一定的实际控制权。”宋云祥点头回答：“是的，聪明，不愧是顾院长。”说到这，他手腕上的通讯装置突然响了起来。宋云祥起身来到外面接通了电话，发现是洪氏商会的洪大掌柜。宋公子打扰了，是这样的，我们家的总掌柜洪玉箫小姐今天下午会抵达永安城，想代表洪氏商会邀请您吃个晚餐，有些冒昧，还请见谅。不知您今晚是否有时间呢？听到这话，宋云祥眼前一亮。对了，怎么把洪氏商会给忘了？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加钱能使磨推鬼，超能力加上多年经营，洪氏商会那无孔不入的情报网，强大的令人发指。上一世我就深有体会，根本不是顾宋两家可以比拟的。洪小姐吗？是洪家商业帝国的那位未来掌门人吗？还真是瞌睡有人送枕头啊！思索至此，宋云祥便答应了下来。没问题，洪掌柜，正好我也想和洪小姐认识一下。洪掌柜闻言呵呵一笑，好的，宋公子，那我们定好地方再和您联系。与宋云祥结束通话后，洪掌柜走进了一间巨大的密室内。这间密室摆放着数十架各式各样的量产机体，站在一旁的正是洪氏商会南州的总负责人洪玉箫。玉箫小姐，已经按照您的意思和宋公子约了今晚的晚宴，如您所料，宋公子答应得很爽快。洪玉箫听后呵呵一笑，根据目前收集到的情报来看，这位宋公子可是个出人意表的妙人。原本以为用这些东西作为见面礼，肯定能打动他，现在看来，就是把我个人团的嫁妆都全部赔上，能不能入得这位宋公子的法眼也很难说呀。洪掌柜闻言诧异无比，玉箫小姐，这些作为见面礼也太贵重了吗？莫非您是打算以这种方式展示洪氏商会的财力，为之后合作的商务谈判创造优势？洪玉箫摇了摇头回答，并不是。这些量产机虽然昂贵，但以宋云祥目前可以调用的财力来说，其实倒也不算什么。我要向他展示的是我们强大的渠道和情报手段，这才是洪氏商会真正的肌肉。即使是素人，是圣阶强者，是天都八将也没有办法搞到的东西，我们洪氏商会却可以为他源源不断的提供。我相信这些才是能够和他建立长期关系的重要筹码。走吧，还有30便抵达永安城了，只要能争取到宋云祥这个宝藏男子，就可以稳压我的那几位同为候选继承人的竞争对手一头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还是希望可以使用光明正大的商业手段，堂堂正正的一决胜负。但要是让我查到谁敢先坏了规矩，那就别怪我洪玉箫不念及血脉亲情了。与此同时，在宋府中院内，宋云祥挂断电话回到了会客厅。抱歉，刚接了个通讯。来，咱们接着说，刚才说到哪里了？顾诗静提醒道。刚才说到你打算取得林公公的信任，请他安排他的亲信来接管铁壁军，这样保证宋家在未来受潮爆发时，对铁壁军还可以具有一定的控制权。对，没错，但也不能完全把赌注压在林公公一个人身上，只能说是先试一试。今晚我约了洪氏商会的洪玉箫小姐，或许可以利用洪氏商会的情报网获取一些信息，至少也要做好2、3手准备吧。听到宋云祥的话，顾诗静有些惊讶。洪玉箫，洪氏商会第4代中最优秀的继承人之一，宋云祥这小子竟然引起了洪氏商会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的注意。宋老爷子捋了捋胡须，开口道：“洪氏商会的情报网吗？老夫也对此有所耳闻。据说他们无孔无入，听说他们的掌门人洪可以洪老太爷近几年身体一直不好，或许这位洪玉箫小姐是得知了你在丹药方面的能力，有求于你。”宋云祥回答：“很有可能。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可以用丹药和他们置换一些紧俏的资源，还有关于林公公的详细情报。上一世虽然林公公以一代贤宦的身后名战死沙场，但我在地灵纪元的幻境中学到了一句话：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不到盖棺定论，始终难以对这种权臣做出最终定论。比一时面临国破家亡，林公公的个人利益是和家国利益完全一致的，所以上一世他能为了家国捐躯，成为一代贤宦。然而此一时还不好说，万一我或宋家的崛起动了他或他那个派系的蛋糕呢？上一世并没有出现朝廷封赏和铁壁军兵权被削这些狗屁倒灶的事儿，除了上
上一世的我太弱小。那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就是，二皇子那厮被我救了。思索至此，宋云祥看向了顾世敬。顾院长，有些话我就直说了，你们顾家表面上看起来是支持太子的稳健派，但其实是站在二皇子那一派的主战派吧？顾世敬听后愣神了一下，等等，太子，你是说大皇子吧？虽然大皇子殿下一直住在东宫，但陛下还一直没有进行正式的太子册封哦。宋老爷子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大皇子的母族乃是中州大族，加上已经一直居住在东宫，也算会是被朝臣们默许了未来的储君之位吧。不过听说近几年，二皇子在主战派的支持下，开始和大皇子分庭抗议，这其中要说没有陛下的暗中支持，恐怕也说不过去。听到两人的话，宋云祥才猛然想起来，前世因为二皇子挂了，我在知道大皇子这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稳坐太子之位了，所以习惯性就把他当做太子了。那现在看来，因为二皇子没死，所以我们其实是被卷入了立储君党政的漩涡里了。那就是说，有可能会是大皇子一党认为宋家和二皇子走得太近，有意打压宋家，又或者是陛下在刻意以二皇子制衡太子，他不希望主战派获得影响平衡的力量，受朝在即。这些上面的大人物还在为争权夺势瞎胡乱搞，真是让人脑壳疼。算了算了，想太多也没用，还是等我今晚套一套洪氏商会那边的情报吧。随后宋云祥就回到了东院，马三主动打起了招呼，少爷回来了。宋云祥点头回应，马叔，让他们都散了吧，解除戒严。说罢，他就将笼罩在建筑外围的阵法屏障收回了，让他们各忙各的，我上楼看看。宋云祥边说边走回了屋内，可结果刚推开房门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只见一个40岁左右的陌生男人正在穿衣服，见到宋云祥的身影，宋三太爷自信一笑，怎么样，云祥小子，老夫这个新发型帅不帅？宋云祥懵逼的愣在了原地，你特么是谁啊？时间回到宋云祥进入东院的前10几分钟，重回巅峰的宋三太爷望着镜子中的自己，不禁有些感慨。我是宋秉川，不到120岁的单身青年才俊。这些丹药是传说中的御夫丹、逆老丹，还有一个什么丹，虽然名字忘记了，但总而言之，都是能让人重新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容丹药。青春啊，是多么的美好！想当年老夫20几岁便踏入圣阶，在天才云集的天都城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一代翘楚。30岁前，上一代曹仁的素人陨落，老夫星印觉醒，成为了星魂将曹仁的继任者。之后数年，我与星魂将曹仁的身影便活跃在天都边境的各大战场，天都凤王的名号也因此在东大陆变得更加响亮。后来我突破圣阶，在之后小妹嫁给了当时的太子阿忠，那小子还娶了老皇帝的小女儿，加上位列天都8将的老夫，宋家风头一时无两。那个时代是我宋秉川和星魂将曹仁的时代，那时的我留下了许多的传说。那时的老夫笑傲红尘，饮尽风流，红颜知己月之不尽，什么娇蛮校花大小姐，二线家族傻白甜，高冷冰山女总裁，性感风雨美少妇，病娇女刺客，可爱双马尾，呆萌眼睛娘，老夫万花丛中过，片叶都不沾身。但是现在一生要强的老夫遇到了这数十年以来最大的难题。宋三太爷看着面前数十种发型陷入了纠结，特么的，现在年轻人流行的这些时髦款式，老夫真的是有点看不懂了。这个好像还可以，似乎是小魏姐喜欢的类型。宋三太爷说干就干，直接以手指代替剪刀，抓起头发就开始对照着图片剪了起来，两边推平，然后这里再修剪少许，胡子也需要修一下。这个4条眉毛的款式似乎不错。几分钟后终于大功告成，望着镜子中帅气的模样，宋三太爷感觉很是满意。云翔那小子怎么还没回来？要不趁现在先把这些美颜丹药给服用了吧，等下给那小子一个惊喜。对，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宋三太爷思索至此，便将部分丹药拿了出来，紧接着一股脑全都塞进了口中，然后就盘腿而坐，开始运功吸收。片刻之后，药力吸收结束，期待效果的他连忙起身看向了镜子，这一看顿时把他震惊的目瞪口呆。我勒个去，这真是老夫吗？这何止年轻了5岁，这皮肤的光泽，这饱满的状态，至少恢复了老夫巅峰时期的1/5，不，1/3，而且身体的状态也变年轻了。看来这些丹药的美颜效果并非只注重外表，而是由内及外，肌肉和脏器的老化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改善。对了，云翔小子这里应该会有些年轻人的衣服吧，随便找几件试穿一下，看看整体效果和气质表现。宋三太爷说罢便打开衣柜开始了试穿，发现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但衣服的品味明显不适合他这个年龄段，感觉还是白色的衣服更适合老夫，试试看。就在宋三太爷试衣服的时候，门锁忽然打开了，紧接着宋云翔就大步从门外走了进来。宋三太爷见状得意洋洋地开始了展示，怎么样，云翔小子，老夫这个新发型帅不帅？宋云翔闻言人都傻了，你特么是谁啊？老夫当然是老夫啊！宋三太爷连忙比划了一番，认出是他后，宋云翔顿时有些无语。三太爷，你怎么换了个这么非主流的发型？非主流？什么意思？老夫觉得现在的造型很时髦啊。算了算了，没关系，您老满意就好。老夫感觉现在无论是身体的形态还是外形的变化都非常好，老夫非常满意。宋云翔听后点了点头，那就好。这些美颜丹药在您身上的效果的确比我的预期还要高一些。宋三太爷笑着开口，你小子拿老夫做试验呢？不过你这丹药效果确实是有点东西，不能说是神奇莫测吧，但也算是玄妙无边了。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小母牛回圈，牛逼到家了。见三太爷大步走向门外，宋云翔急忙询问，打住打住，等等，您老这是要去哪？宋三太爷气定神闲地回答，当然是回我的地下小院了。我知道了，你小子是惦记着老夫之前承诺你的娇妻美妾是吧？放心放心，回头老夫亲自回一趟天都城，帮你抓几个家族小妞回来。不过此时此刻我的小院中还有家人在等候，你就姑且再等一等吧。
宋云祥听到这话，连忙摆了摆手：“不，我可没有这个意思。我是想问问您，既然现在您的寿元已经稳固，境界也不再跌落，那星魂降曹人，你是否能正常使用了？”宋三太爷摇了摇头：“不瞒你说，其实刚才我就已经试过了。因为当年某些事，我不只因为失去右臂而导致心脉缺损，似乎还丢失了一部分星魂降曹人的……该怎么形容呢？”宋云祥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您是不是丢失了一部分星魂降曹人的数据？”宋三太爷听后眼前一亮：“没错，就是这样。我感觉现在似乎无法顺利构装出完整的曹人，我可以试试帮您补上这部分丢失的数据。”听到这话，宋三太爷顿时愣在了当场。“你说什么？你可以？”宋云祥没有多说，手指一挥，便将星魂降曹人的数据界面调了出来。三太爷应该也希望能够以更加完美的姿态重新出现在家人面前吧。听到宋云祥能修复数据后，宋三太爷激动的立马上前抓住了他。“云祥小子，你刚才说的是真的？你真的能修复曹人的降魂数据？这怎么可能呢？天都国400多年，再加上天帝国的800多年历史，这1000多年历史中都未听闻有人能做到。”宋云祥自信一笑：“其实我也不能100%保证能不能顺利修复，咱们试一试不就知道了。走吧，这里空间太小，去院子里。”宋云祥说罢就带头朝着门外走去。宋三太爷看着他的背影怔怔出神，修复损坏的始源星魂降数据，即使是他母亲那样神奇的人，恐怕都没办法做到吧。对了，之前听阿忠说，这小子在什么秘境中获得了大机缘，姑且试一试吧。如果真的能修复的话，那老夫说不定还真能再回巅峰。不多时，两人便来到了院子中。感受到圣阶气息的马三疑惑地转头看去，结果眼前的一幕顿时把他震惊得目瞪口呆。不敢置信的他连忙来到了宋云祥面前询问：“少爷，这位难道是？”宋三太爷摆出了一个骚里骚气的姿势：“小马呀，是老夫啊，怎么你也认不出老夫了吗？”马三听后人都傻了，小声地冲宋云祥嘀咕道：“少爷，莫非您给三叔公他老人家服用了返老还童的丹药？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怎么感觉三叔公他老人家好像变得更帅了？”宋云祥点头回答：“是的，可以提高颜值的焕颜丹，改善肌肤状态的玉肤丹，加上使人变年轻的逆老丹，这3种丹药组合在一起使用，没想到效果还挺好。”马三听后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少爷的丹药竟然能做到如此夸张的效果，这也太神奇了吧！能提高颜值还能焕发青春，恐怕整个东大陆的女人，不，即使那些世家老怪物，恐怕都会为之疯狂。”宋云祥笑着解释：“没那么离谱，因为三太爷他老人家是圣阶，现在这个外貌不只是美颜丹药的效果，还有寿元提升以及修为恢复给身体状态带来的一些逆转。正常情况下，将这几种丹药组合使用，最多也就只是能让外表看起来年轻2到3成而已。”马三听后佩服地点了点头：“原来是这样吗？那也已经很不可思议了。”这时宋云祥说出了正事：“我和三太爷他老人家在这里有要事要处理，帮我吩咐影卫散布在东院外围警戒，侍女和一般家丁都去外院休息吧。”收到指令的马三应了一声，便要往外走。“对了，马叔，你和阿北叔身上的那些暗伤，回头找个时间，我也替你们治疗一下。”马三闻言顿时一愣，感动地朝着宋云祥拱手一拜：“多谢少爷，那我先去安排影卫警戒。”说罢，身影就嗖的一声消失在了院子内。“好了，三太爷，那咱们就在这里开始吧。”宋云祥边说边从怀中拿出了几张阵符，阵起，下一秒，一个数十米大小的阵法屏障便将整个东院彻底笼罩在了其中。宋三太爷惊讶地望着上方，他认出了这正是3重复合阵法，不但能隔绝气息和魂力波动，还具备内外双向防阵的效果，以及视觉隐匿的效果，而且还是瞬发成阵。这小子的阵法造诣，恐怕皇城都可以由着他来去自如了吧？若是如此，说不定可以拜托他去探望一下小妹。施展完阵法的宋云祥笑着看向了宋三太爷：“三太爷，构装出你的星魂将试试。不用担心，这个阵法不但可以阻隔外界探查，即使始源星魂将的构装特效也会被完美遮蔽。”宋三太爷听后回答：“好的。”紧接着便身形一跃跳到了半空，星魂构装。随着一声大呼，刺眼的蓝色光芒顿时从天而降。不过有了阵法的隐匿，外界并不能看到这一幕。蓝色的光芒之中，星魂将曹人渐渐构装了出来，可最后却只构装出下半身，头部和右臂的位置还处于乱码之中。宋云祥见状并没有感到意外，和星主系统里面看到的一样，这几个部位的数据发生了缺损。小红出来！听到召唤的小红立马得意地现出了身形：“我在呢，杂鱼宿主需要伟大的本尊出手相助吗？”宋云祥示意他看下面前的星魂将曹人。就在小红观察之时，原本构装出来的半尊机体也化作数据消失了。宋三太爷随后便落到了地面上，他无奈地解释道：“就是这样，和之前一样，因为缺失了部分数据，即使勉强构装成功，也会很快崩溃。”宋云祥询问小红能不能分析出解决方案，小红得意地回答：“杂鱼宿主和老杂鱼的身体接触一下，自己用星主系统来看一看他的降魂数据。”两者交谈的一幕看得宋三太爷有些懵逼。“我说云祥小子，你怎么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宋云祥听后这才想起来：“我去，忘了别人看不到这小东西，那对着空气自言自语的我看起来像个傻子吧？”随后他便问小红：“可以现身让别人看到吧？”小红回答：“可以，而且还可以指向性的选择可以看到和不可以看到的人。”“行，那你现形吧。”小红收到指令后便开始操作了起来，片刻后就得意地出现在了宋三太爷的眼前。“你好呀，老杂鱼！”宋三太爷被凭空出现的小红吓了一跳。“我去，这个红色的小飞虫是什么玩意？是你从超古代文明遗迹中捡来的电子宠物吗？”宋云祥回答：“是的，差不多吧，也可以这么说。三太爷手借我用一下。”宋三太爷听后表示没问题。“这只吗？我拆下来给你。”宋云祥见状连忙上前解释：“不，是我表达的不对，这边的手给我一下，我需要借助星脉接触来帮您检查降魂的数据。”
宋三太爷哈哈一笑，开个玩笑，别激动。宋云祥顿时有些无语，您老可真幽默呀。随着他接触对方的手腕，小红这边也开始忙碌的分析，这次不会需要太久吧？听到宋云祥的话，小红回答片刻就好，放心放心。与此同时，在宋府外院的食堂后厨，两个吃货鬼鬼祟祟的来到了后门，跟我走，小野，紫苏姐姐直接带你去后厨吃些好料。张六也听后面露疑惑之色，好料？好料是什么？紫苏舔了舔嘴唇，警惕地看向了后厨内，就是好吃的。张六也恍然大悟，那为什么要去后厨？去昨天那个有很多桌子叫做食堂的房间不好吗？紫苏无奈地示意他小点声，别说了，咱们昨天在食堂吃了太多，已经上黑名单了。说罢，他就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可这时突然从里面飞出了大量的厨具，全都朝着他招呼了过去。紫苏反应极快，连续闪身躲开了这波攻击。幸亏本天才已经突破地界，不然就要中招了。话音刚落，负责后厨的侍女就气愤地出现在了门口。小紫苏，你这个贪吃的大胃鬼，竟然还敢来后厨？难道不知道你已经上了外院食堂黑名单了吗？紫苏听后厚着脸皮得意一笑，大奶牛，你什么意思吗？不就多吃了点，给你交钱就是了。我告诉你，现在我东院今非昔比，咱们家云祥少爷那可有的是钱。此时在宋府的东院内，片刻时间已过，宋云祥询问小红修复的如何。小红眉头紧皱，将查到的问题说了出来。老杂鱼的这个星魂酱，怎么和之前杂鱼宿主在修复的那个星魂酱数据一模一样？宋云祥听后有些生气，所以你花了这么久的时间就得出来一句废话的结论吗？看到他手中的束缚阵法，小红吓得慌忙改口解释，不，尊敬的宿主大人误会了，妾身的意思是，如果和宿主之前的情况一样的话，那就好办了。第一个方案，我们可以把老杂鱼老前辈的星魂酱数据直接升级为当前星网迭代后的最新版本。第二个方案，可以用宿主大人这边已经更新了的数据逆向操作，覆盖到老前辈那边去。宋云祥没想到还能这样操作，还可以用我这边的星魂酱数据覆盖。小红点头回答是的，可以的呀。那之前你搞出来的那些虚有其表的曹人数据，是不是也可以复制过去？小红思考了一下回答，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吧。宋云祥闻言陷入了沉思，原来如此，莫非那个被称作博士的神秘人就是用这个办法将不属于这一纪元的星魂酱数据赋予那个叫小杜的家伙？可博士这么做是处于什么目的呢？绕开星网的监管吗？难道博士在做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就在他思索时，宋三太爷开口了，那个，我插句话，我们还要继续维持这个姿势吗？是不是有点过于那啥了？宋云祥闻言，于是便看向了小红，那用我这边更新的曹人数据覆盖回去吧。小红听后小手一挥，立马开始了操作。对了，那星辰色，对于宋云祥的询问，小红表示不必担心，放心吧，杂鱼宿主，星辰色变换是星主系统特有的隐蔽能力，和魂酱数据没有关系哦。盯好了，小红说罢就点击了确认选项。宋云祥见状愣在了原地，怎么这次这么快？小红眉头一挑，有什么奇怪的？杂鱼宿主复制其他素人的星魂酱时，应该也是盯一下就好了吧？宋云祥听后便松开了宋三太爷的手腕。宋三太爷有些不敢置信，好了，什么意思？我的星魂酱曹人修复完好了。宋云祥笑着解释，没修，直接给您换了款新的，您够装一下试试喜不喜欢？宋三太爷闻言人都傻了，什么换新？这小飞虫竟然这么厉害？小红得意无比，嘿嘿嘿，这下知道本尊的厉害了吧？随后宋三太爷便迫不及待开始了构装，他一跃而起飞到了半空中，星魂构装，一声大喝，蓝色的闪电再次从天而降，闪电之中全新的星魂酱曹人渐渐组装完成。这一次没有出现意外，头和右臂都顺利构装了出来，银白色的巨大机体矗立在半空，尽显威武霸气。宋三太爷兴奋不已，这就是全新的星魂酱曹人，不但构装的消耗大幅减少，还增加了全新的武器和战斗方式，简直太棒了！云翔小子，趁这个机会来陪老夫练练手如何？你放心，老夫会将修为压制到和你一样的地界。宋云翔闻言微微一笑，没有拒绝，想让我陪你试试新玩具是吧？行，既然三太爷有此雅兴，那我就舍命奉陪。星魂构装，话音落下，宋云翔周围的机甲轮廓便缓缓成型。他先是构装出了吕布，然后又切换到了敖丙，两种机甲结合在一起，组合成了一尊新的机体。星魂降左慈，形态变换。宋云翔高喊过后，感觉有些尴尬，这样装成左慈应该没问题吧？宋三太爷见状，眼前一亮，星魂降左慈竟然真的如那个谁写的画本般可以变化形态，有意思，有点意思。云翔小子，来战个痛快吧！宋云翔没有说话，脸上露出兴奋的表情，同样挥出了自己的拳头。下一秒，砰的一声巨响，拳头撞击产生的音浪震耳欲聋，将空气都震颤成了波涛的形状。短暂的接触后，宋三太爷反手抓住了对方的手腕，同时身形快速后退，拖拽间一脚踹中了宋云翔的腿部。宋云翔的反应也极快，他随即顺势挥出了另一只拳头，直接击中了宋三太爷的手臂。双方你来我往，展开了酣畅淋漓的肉搏，一拳又一拳互不相让，很快就挥出了数十拳。攻防间双方蓄力打出了最后一击，砰的一声，空气颤动，尘土飞扬，地面被碰撞波及的寸寸碎裂，反震的气浪将两人都震飞了出去。宋三太爷挥舞翅膀，脸上露出了惊讶之色。虽然老夫压制到了地界巅峰，但没想到你小子竟然完全能跟得上老夫的速度，让老夫看看你的剑术如何。他说罢便调出武器库，拿出了曹人的专属武器巨蓝剑，然后摆出了一副进攻的姿势。宋云翔自然明白他的意思，随即构装出一把长剑和一个盾牌，
比拼剑术吗？好，来吧。宋三太爷见状呵呵一笑，剑遁流吗？所谓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在绝对的力量与速度面前，招式和技巧都不过是花拳绣腿，看你能不能接住老夫一剑。是在另一边外院食堂的后厨区，紫苏见张六爷一直看着东院方向，便询问他怎么了。张六爷摇了摇头回答，没什么，无聊的战斗而已。这时厨师桂姐端着食物走了出来，吃完这2碗炒饭，你们俩就给老娘乖乖滚蛋，吃吧，吃完快滚，以后都不要再想踏进食堂一步。听到这话，紫苏顿时急眼了，拉着他立马开始了撒娇，别桂姐，我们认罚还不行吗？这样等会儿出去采购食材，我们俩给你做苦力，说出来不怕吓到你。本天才紫苏大人现在可是无敌的地阶强者，那边的小野同学更是深不可测，当然指的是饭量。桂姐对于他的死缠烂打感到有些无语，目光仔细打量了张六爷一番。好了，别晃了，我考虑一下。头上有角吗？宋云祥那个臭小子又到处坑蒙拐骗。张六爷闻到食物的香味，口水都流了下来。那个可以开饭了吗？我好饿。桂姐呵呵一笑，直接打开了盖子，下一秒金灿灿的炒饭便展示在了张六爷面前。好香啊，这是什么料理？紫苏听后擦了擦口水，骄傲地解释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家炒饭，这可是当年三夫人所创，被传说中的美食组织评选为天都城10大隐藏美食之首。颗粒饱满，软糯适中的米饭，鸡蛋黄白分明，滑嫩可口，牛肉粒弹牙，火腿咸香，再加上宋家大厨德三夫人亲传的魂力烹饪技术，共同构成了这道炒饭的独特风味。每一口都能品尝到不同食材传递来的层次感，让人欲罢不能。你要仔细品尝才能。话刚说到这，紫苏忽然瞪大眼睛愣在了原地，因为此时张六爷已经把盘子上的炒饭一扫而空，他满心期待的想要再来一碗。桂姐无奈的摇了摇头，表示没了。这2碗炒饭已经耗尽了最后的食材边角料。张六爷听后失望的看向了紫苏的食物，紫苏意识到不妙，连忙将炒饭护在怀中。见此一幕，张六爷只好拿起自己的盘子，把剩余的残渣舔了个精光，不一会儿的功夫便将盘子舔得跟新的一样。见到他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桂姐无语的捂住了脑袋，怕了你们了。算了，等下吃完你们俩跟我出去菜市场采购吧，回来我再给你们做。张六爷闻言立马兴奋的连连点头。那个，这小丫头是什么妖族？炒饭里放了牛肉应该没事吧？紫苏边吃边回答，不知道啊，妖族不吃牛肉吗？桂姐仔细观察了张六爷头上的角，等下出去人多眼杂，给小丫头找个帽子遮一下吧。此时在宋府中院内，一直在地下小院等待的呼延卫走了出来。那个方向，从地下能感觉地面传来了非常细微的震动，似乎是战斗造成的，但以魂力查探却完全查探不到，恐怕是宋家那个诡异的小辈又在搞什么鬼。小笨蛋一直没回来，还是过去看看吧。呼延卫思索过后刚想行动，这时6名护卫从暗处现身挡住了他。呼延卫懒得理会他们，直接说出了2个字：让开。说罢就径直穿过了6人，6人自然不敢阻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去。队长，这别说了，立刻汇报给侯爷，这位强者可不是我们随便可以妄议的。呼延卫顺着走廊向着东院赶去，这时远处出现了几名侍女，看清侍女的样貌后，他顿时不敢置信地愣在当场，因为其中一人正是神阶境界的老祖张六爷。这神阶老祖竟然穿着宋府的侍女服，宋家那个小辈竟敢将神阶老祖当作侍女奴役，那个诡异的小子，他到底是有什么底气？与此同时，在永安城西城区市场的朱雀食品大街中，2个女孩正坐在面摊上大快朵颐，其中一人名叫朱拉，是平天圣宗2等护法，也是南荒作战计划小组攻坚小队队长，境界处于地阶巅峰。朱拉满足的打了个饱嗝，干，真特娘的爽死了！屌毛天都人别的不行，做特娘好吃的还是真有一套。听到这话，对面的女孩笑了笑，朱拉姐姐，圣宗教条第6项第5条，圣宗弟子禁止口出污言秽语哦。女孩名叫齐格，也同样是平天圣宗的2等护法，担任南荒作战计划小组支援小队队长，境界处于地阶后期。朱拉听后辩解道，咱们现在可是在天都国潜伏，要特娘的入乡随俗，懂吗？说脏话是我们的一种伪装，执法堂肯定不会怪罪你我的。行了，抓紧吃，吃完还要去和总队长他们会合。老板，再来5碗，每碗加10块钱的牛肉。对了，咱们能吃牛肉吗？听到他的询问，齐格思索了一下，应该可以吧？圣宗教条里只说了，圣宗弟子不能吃人。此时在宋府东院的结界内，宋三太爷挥舞重剑朝着下方猛然劈去，宋云祥没有躲闪，直接举起武器选择硬刚。砰的一声巨响，空气在剧烈的撞击下颤抖不已。宋云祥眉头紧皱，这一剑果然势大力沉。说罢他就倾斜盾牌卸掉了对方的力量，然后一步横跨来到了宋三太爷的侧方，同时顺势挥出手中的长剑劈砍而去。宋三太爷见状连忙后退一步避其锋芒，眼见躲不掉，他便抬起双臂想要进行格挡，结果抬起的时候才忽然发现这尊全新的曹人竟然没有爪子。随着震耳的金属碰撞响起，宋三太爷的一只手臂直接被斩落在地，他迅速拉开距离开始了恢复，是老夫大意了，断体重构。说罢立马催动魂力重新凝聚了出来。这小子有点棘手，压制到和他同一境界的话，好像完全占不到什么优势，要不偷偷提升一点境界，他应该不会发现。没错，无论如何，老夫身为圣阶强者的面子可不能丢。剑来！随着一声大喝，长剑颤动着直接飞了过去。在握住长剑的那一刻，宋三太爷身上的气势无形中增强了一些。宋云祥像是感受到了似的，没有主动出击，而是摆出了防守的姿势。宋三太爷也没有妄动，而是站在原地暗自盘算了一番，难道又是诱敌出招的招式？这小子好像很擅长后发先至，不行，这次我要谨慎一点。云祥小子，
这次换你出招了，来吧。宋云祥听后呵呵一笑，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宋三太爷胜券在握，已经想到了应对之策。嘿嘿，这次只要等你第一招打空，老夫就可以直接一剑将你劈翻在地。就在他满心期待对方近身之时，结果却发现宋云祥忽然停住了脚步，然后手中长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然丢出。宋三太爷见状愣神了一下，连忙将袭来的长剑打飞了出去。年轻人竟然如此不讲武德，岂有！后面2个字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宋云祥就提着盾牌招呼在了他的脸上，一击得手后，狂风暴雨般的攻击接踵而至。宋三太爷没时间思考，只能本能的进行格挡。宋云祥攻击的同时大喝一声剑来，下一秒被打飞的长剑就重新凝聚在了他的手中。宋三太爷见状面色微变，暗叫一声糟糕。在他分神之际，宋云祥趁机打中了他的胸口，然后顺势一脚再次命中。在这虚虚实实的进攻中，宋三太爷不幸中招，身体倒退着撞击在了阵法结界上。望着战斗经验无比丰富的宋云祥，宋三太爷顿时感觉头疼无比，真是岂有此理。与此同时，在结界边缘处，呼延卫刚好赶到了这里，他震惊地感受着周围的波动，果然里面在战斗，伪装、隐匿、隔绝、魂力波动。大师，不，这是宗师级的阵法造诣。就在他想进一步感受之时，宋老爷子带着徐老和管家赶到了这里。呼延女士，请您不要打扰他们。听到宋老爷子的话，呼延卫也确定了心中的想法，他们果然，这里面是宋炳川那小子和那个诡异的宋家小子在搞什么鬼吧？管家宋金此时插了一句嘴，什么里面？你刚才说那位大人在里面是什么意思？宋老爷子听后直接训斥了他一番。圣阶面前不得放肆。宋金闻言连忙道歉，抱歉，是在下失礼了。宋老爷子虽然表面上很平静，心中却与呼延卫一样震惊不已。从外表看，竟然完全如常，毫无变化，而且还隔绝了魂力的波动，真是精妙啊！不行，我一定要带云翔去南荒长城看一看。此时在阵法结界内，宋三太爷悄悄将境界提升到了天阶中期，想要找回点面子，结果却没想到几个回合下来依旧打不过宋云翔。要不悄悄将境界提升到天阶后期，那小子应该也不会发现。提升完境界的宋三太爷再次发起了进攻，可却发现仍然还是被虐了一番。要不悄悄将境界提升到……宋三太爷刚想到这，宋云翔连忙挥手喊了声停，别再悄悄提升境界了，您这样作弊耍赖，那我可就不陪您继续玩了。听到这话，宋三太爷嘴角露出了一抹弧度，看来这小子的极限就是天阶后期。好，那既然如此，呵呵，就让老夫以天阶巅峰的境界和你小子堂堂正正的一决高下吧。只有地阶中期的宋云翔听到这话，顿时无语至极。天阶，呵呵，三太爷，您对堂堂正正这个词是不是有什么误解？您这样有点犯规了呀。宋三太爷不在意的嘿嘿一笑，刚才是老夫大意了，没想到你小子竟有如此越界战斗的能力，以修炼度弥补技术差，这很公平不是吗？所以就让我以天阶和你堂堂正正的一决高下吧。他边说边举起长剑直接斩了过去。宋云翔闪躲的同时吃下了一颗丹药补充魂力。三太爷，您老人家有点着相了呀，不过要是比完赖，那您可就班门弄斧了。魂力补充完后，宋云翔闪躲的速度猛然加快，在三太爷即将追上的那一刻，他直接一跃而起，跳到了半空，身体上的机体开始变形，转眼间就变成了曹仁独有的凤凰形态。伴随着一道嘹亮的凤鸣声，宋云翔操控机体以俯冲的姿势，如流星般在空中急速划过，瞬间便撞击在了宋三太爷的机体胸口处，坚硬的机体直接被凤会洞穿。宋三太爷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巨大的冲击力强行顶到结界的边缘处，一击得手之后，宋云翔再次拉开了距离，双掌交错间，周围凭空凝聚出了数十枚火球，火球彻底成型的那一刻，便全部朝着宋三太爷甩了过去。宋三太爷被残留的凤头定住，无法行动。火球靠近后，接二连三在他的周围爆炸开来。不过由于两人境界差距过大，这些爆炸并不能对他造成什么有效的伤害。宋云翔见此一幕，颇感无奈，拿出丹药迅速补充了一番。此时宋三太爷终于挣脱了束缚，耗费了不少体力的他开始了原地调整，接连吃瘪让宋三太爷面子上有些挂不住。别以为你能打赢了我，小鬼！宋云翔趁着这个空档迅速调出了武器库。目前来看，常规的武器弥补不了境界上的差距，没办法，只能使用更强的武器和战技组合攻击了。那就来吧，方天画戟！宋云翔思索一番后，将吕布的武器构装了出来，紧接着一声大喝，用尽全身的力气挥动，向着正在调整的三太爷猛然斩了过去。宋三太爷见状丝毫不惧，举起手臂轻松格挡住了这次攻击。没用的小鬼，你不可能对天阶！话还没说完，宋云翔又是一声大喝，身上的魂力顺着手臂开始汇聚到了方天画戟的枪头位置。宋三太爷顿感压力沉重，细微的裂缝从机体格挡处不断蔓延。给我破！宋云翔眉头紧皱，再次发力，方天画戟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竟然真的将宋三太爷的机体斩成了两半。战技戳刀斩，他没有给对方恢复的机会，又是一击把机体的核心彻底击溃。剧烈的爆炸给这场战斗画下了句号。宋三太爷脱离机体落回了地面，他郁闷地看向了宋云翔手中的方天画戟，这是其他始源星魂将的武器。如果说这也是星魂将左慈的能力的话，那也太他妈扯淡了。左慈，呵呵呵，好吧好吧，我认输了。宋云翔听后随即便解除了构装，承让了三太爷，你小子倒是比我想象的要强很多。对了，你刚才变形凤凰形态使用的那招是什么？宋云翔回答道，那招吗？那是我参考地灵随便想到的攻击方式。宋三太爷点了点头，倒是个挺绝的一招，可以作为必杀一击。对了，这招有名字吗？宋云翔尴尬的挠了挠脑
脑袋，抱歉，我不太擅长起名字，要不就叫宇宙无敌凤凰爆裂冲击，如何？听到这话，宋三太爷认真思考了一番，一般吧，我觉得可以叫烈焰闪光涅槃爆裂冲击。宋云祥听后有些无语，看来您在这方面和我也半斤八两。宋三太爷继续追问，还有，你刚才魂力凝聚成飞弹的那招又是什么？宋云祥解释，那招是自己模仿凶兽凝聚魂力飞弹的攻击方式，加上北大陆的战绩融合的招式。宋三太爷闻言不禁竖起了大拇指，那招也有点意思。听到这话，宋云祥呵呵一笑，你想学，我教你啊。与此同时，在另一边，西朱雀大街菜市场外，吃完面的齐格和朱拉正准备返回，吃得真爽啊！对了，齐格，听说天都国有一种叫做奶茶的东西，咱们去找一找吧。齐格听后摇了摇头，不行哦，刚刚接到了族长的通讯，要求我们在2刻钟内赶到集结地。话刚说完，3个宋府的侍女迎面走了过来，见到其中一个侍女的样貌后，朱拉顿时愣在了原地。旁边的齐格有些好奇，怎么了，朱拉姐姐？朱拉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神情回答，刚才那个人，我怎么感觉那人长得好像咱们圣宗里面思过堂里的那幅老祖宗画像啊？她是达利玛之女朱拉，来自雪原高地的杨部。杨部在北族6部中是最小最弱的部族，也是最穷的部族之一。为了给贫瘠的家庭留下口粮，为了让弟弟妹妹能够活下去，他自愿以奴隶的身份被卖入平天圣宗，成为圣宗外门的仆从弟子。因为听说在平天圣宗，即使是最低等的仆从弟子，每天也至少可以吃3顿饭，每个月还可以吃1次肉。后来可能是因为有些战斗天赋吧，他在宗门小比中拔群而出，成为了内门弟子。后来他在年度大比中崭露头角，得4长老垂青，成为了亲传弟子，也从此开始了与思过堂的不解之缘。思过堂建立在平天圣宗后山的悬崖峭壁上，据说是由创派祖师平天老祖闭门思过的山洞改建而成。在思过堂的后堂大厅，据说便是老祖曾经闭关思过的地方。这里的石壁上还残留着几百年前的壁画。后来朱拉听师尊说过壁画上的故事，在400多年前，老祖于南荒之地得仙缘点化，天帝国的皇叔遭到新帝的迫害，老祖和其他追随皇叔的人一路北上，在平极地北境3州建立了弥伦国。弥伦建立之初，下有2国虎视眈眈，上有受朝风雨欲来。虽然老祖以神阶之力力挽狂澜，但也因此犯下了无数杀孽。据说之后老祖在此闭关思过，最终在雪原高地创建了平天圣宗，为弥伦国镇守北疆，抵挡北荒凶兽。朱拉讲述完后，又仔细看了张六爷一眼，怎么看都觉得和思过堂里的那幅老祖画像有几分神似。他转头问齐格，觉不觉得像？齐格想了一下，回答不知道，我没看到过。听到这话，朱拉眉头一挑，自豪地开口，你没看过？你没去过思过堂吗？说到思过堂，那我可是熟客了，可以说整个圣宗恐怕没有比朱拉我更懂思过堂的弟子了。不是我吹牛批，我平均每个月至少要去10几次，每年至少1/3的时间都是在思过堂中度过的。见他这副骄傲的神态，齐格顿时有些无语，这是值得夸耀的事情吗？朱拉回过神，发现张六爷几人已经走远。等等，那个很像老祖画像的人呢？我去找找他。齐格见状连忙拉住了他，别去追了，老祖大人已经有200年未曾露过面，更何况他老人家又怎么出现在这南荒边境的小城之中？天下相似之人何其多，恐怕是朱拉姐姐你想太多了，快走吧。听说莫奇族长惩罚迟到的人可是有很多残忍手段的。听到这话，朱拉只好不情愿地被脱离了这里。南荒边境的小城，南荒，老祖曾在南荒之地得仙缘点化，仙缘，天降神使。等等，我好像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推想，不知道当讲不当讲。齐格闻言表示打住，既然这么不可思议，那还是不要讲了，我们快点去集合吧。与此同时，在宋府东院内，宋云祥解除了周围的阵法屏障，两人的身影缓缓从烟雾中现身。见到外面的众人在等候后，宋云祥连忙上前打起了招呼，大家伙都在呀。呼延前辈、老爷子、徐老，这么多人。宋老爷子几人和呼延卫没有回答，而是不敢置信地看向了宋三太爷。等等，那个人是？小笨蛋，你怎么可能？宋三太爷呵呵一笑，打起了招呼，嗨，小魏姐，是我呀，三叔，秉川大人，这怎么可能？听到这确认的话，众人顿时目瞪口呆。宋三太爷自信一笑，没错，正是英俊潇洒的本大爷。各位老小子们，请大声说出来，你们羡慕吗？呼延卫凑上前，震惊的近距离感受了一下，发现不只是面容，连身体的机能也焕然一新了，还有你之前的暗伤以及跌落的境界也在恢复。这怎么可能？这是怎么做到的？宋三太爷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深情地抓住了他的手，期待地开口。先不说这个，小魏姐，你觉得我这个发型如何？众人闻言立马愣在了原地。宋老爷子捂着胸口，试图平复激动的心情。云翔，你到底对三叔他老人家做了什么？宋云翔挥了挥手，呵呵一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您知道的，就是给三太爷他老人家磕了一点不值钱的便宜丹药而已。听到这话，呼延卫的目光立马落到了他的身上。丹药？宋三太爷连忙挥手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打住云翔小子，虽然你是我宋家的晚辈，但老夫也不容你如此妄自菲薄。什么叫不值钱的便宜丹药？我不许你这么谦虚。说罢，他便含情脉脉地看向了呼延卫。相信我，小魏姐，云翔那小子太谦虚低调了。实不相瞒，这些丹药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纵使放在东大陆千余年的历史上，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神物，返老还童，青春重现。但只有我自己独自重回巅峰，那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小魏姐，我特意为你留下了一半。呼延卫听后激动不已，这真的？宋三太爷伸出手指抵住了他的嘴唇。小魏姐，秉川的心意你知道的，请不要说出拒绝的话。这一幕看得众人鸡皮疙瘩都泛了起来。宋三太爷随后一把将呼延卫拥入怀中，让我们换一个安静的地方，来深入聊一聊这让人重现青春的丹药如何。星魂
够装，新魂将曹仁。呼延卫看到够装完成的曹仁，惊讶不已，这个样子竟是从未见过的。变形凤凰形态，抓紧了，小魏姐，我要开始加速了。宋三太爷说罢，就带着呼延卫离开了这里。下方的宋老爷子见状，顿时傻眼了。那个三叔他老人家这样乱来，没问题吗？宋云祥尴尬地思索了一下，这句话不是应该我问您吗？听到这，宋老爷子无奈长叹一口气。封赏团队到来在即，三叔他老人家却如此高调，也罢，人不风流枉中老年，三叔他开心就好。对了，你们刚才是不是在对练？谁赢了？听到问话的宋云祥回答道：对，裴三太爷他老人家切磋了一下，他压制境界让我来，但我用尽全力，也只是勉强险胜。宋老爷子听后点了点头。三叔他老人家当年可是天都国首屈一指的天才强者，云祥你小子能在同境界险胜，说明你的成长上限恐怕还要更胜一筹啊。宋云祥闻言捅了捅他，岔开了话题。行了，老爷子，咱们就不要商业互吹了。这些丹药在三太爷身上的效果也看到了，您觉得如何？要不要也给您来一套？宋老爷子犹豫的连连摆手，不必。如果是提升修为，那倒可以，重返青春、美容美颜什么的，老夫可没什么兴趣。话刚说完，一旁的徐老急忙举手示意，我有兴趣，我有兴趣。云祥小子，能不能给老夫整一套？宋云祥听后表示当然没问题，等这次封赏之后一起吧。还有给徐老准备的入圣测试大礼包，到时候一起推进一下。宋老爷子这时不好意思的补充道，那个云祥小子，虽然老夫对青春容颜不感兴趣，但你要是有多余的丹药，还是给老夫一套吧。老夫有个朋友。宋云祥和徐老听后没有拆穿他，相视一笑，露出了秒懂的神情。与此同时，在永安城西城区某间破旧的房屋内，几个穿着破烂衣服的人把手中的照片递向了对面。幸不辱命老板，您要打听的这几个人，我们找到了其中3个的行踪。对面脸戴面纱的少女听后询问他们在哪里，男人呵呵一笑，这3个我们伸手帮的兄弟正在跟着他们。少女随手甩出一张卡，这卡里有5万现金，带我去找他们。一听有这么多钱，男人顿时喜笑颜开。少女无所谓的笑了笑，呵呵，只要帮我找到他们聚集的地方，我再加10万。听到还有10万酬劳后，带头的乞丐连忙欣喜地表态：“老板您放心，在这永安城，我们伸手帮出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少女听后点了点头：“去吧，找到之后立刻与我联系。”说罢，一个护卫会议把通讯装置丢给了他。乞丐接过后，便带着小弟离开了这里。少女警惕地让护卫确认一下对方有没有走远，再检查一番，确认周围没有问题后，少女悬着的心这才放松了下来。好紧张啊，累死了！怎么样，本郡主刚才演的好不好？她是民谣郡主，名叫公孙展展，今年19岁，是弥伦国燕州王公孙商的小妹，境界处在地阶初期。后面的护卫听后连忙伸出了大拇指夸赞，哈哈，郡主棒棒的。公孙展展嘿嘿一笑，有些不好意思，过奖了大家。都怪这未来太子妃的身份，耽误了本郡主的演艺生涯。哦，对了，先给师傅他老人家汇报一声。公孙展展随即便拨通了一个电话。喂，师傅，在吗？我是展展。电话那头很快就传来了回音，我在。你说。公孙展展听后手舞足蹈地讲述了一番。师傅，我已经按您说的，顺利找到了军战司那个什么计划的线索。他们这个作战小组有6个队长。听他讲述完后，对面的师傅点了点头。好，继续跟进，想办法找到证据，妨碍南影计划的进行。公孙展展这次出来只从公孙家带了4个侍卫，所以有些顾虑人手不够。师傅安慰他没事，关键时刻为师会出手，为师很快就会赶到永安城。那个师傅，我这样做真的能帮到太子大人吗？师傅解释道，只要能得到南影计划的证据，就等于抓到了军战司的把柄。你也不希望看到弥伦下一任皇帝继续成为被阁老院架空的笼中雀吧？好，我明白了，去行动吧。说罢，2人就挂断了电话。公孙展展长出一口气，拍了拍脸，在心底给自己打气加油。公孙展展，你可以的，你是前任燕州王之女，现任燕州王之妹，下一任燕州王的小姑姑，你背负着公孙一族的使命，你是未来的太子妃，你也是太子殿下唯一的闺蜜，你是唯一知道她秘密的人，现在只有你能帮到她，这是你的责任和义务，你必须做到。加油，加油，加油！展展是最棒的。好，开始行动。可现在咱们该干嘛？后面的侍卫听到这话顿时有些无语。等那群叫做伸手帮乞丐的消息。公孙展展点了点头。这样啊，那能换个地方等吗？这里又脏又臭，还没有厕所，要不就去永安大酒楼吧，开个顶层套房，本郡主要洗掉身上的臭味。侍女无奈地摇了摇头，提醒道：那个郡主，咱们这次走得匆忙，没有准备天都国的身份证件，无法办理入住手续。时间很快来到了傍晚。此时在宋府东院内，为了参加洪玉箫的晚宴，管家宋木特意安排侍女给宋云祥换了一套服装，赴个晚宴而已，有必要穿得这么正式吗？听到宋云祥的抱怨，宋木随即解释道：少爷，你即将获得爵位，正式场合下穿帝国传统服饰会更庄重一些。宋云祥闻言笑了笑，大木叔说的有道理，少爷，你看需要多少护卫随行？宋云祥听后便仔细观察起了周围的几人，既然是去见洪小姐，那分量上可不能输。他思索过后，首先指向了提毛，那个谁，对，就是你，红毛小马，还有清代涟漪。松丸，你留下来看家，你不够凶猛，没有威慑力，见自己被嫌弃。松丸气呼呼地捂住了自己的胸口，妾看家就看家，我才不想去呢。宋木提醒道。
少爷，妖族在永安城并不多见，你带上提卯去赴宴，会不会太过招摇？要不还是换影卫陪您去吧。宋云祥笑着摆了摆手，无妨的大木叔，我早有准备，来，给你看个宝贝。提卯闻言听话的凑上前，宋云祥随即从怀中拿出了一张阵符。提卯询问这是什么，宋云祥解释是化形符。之前他在南大陆时，为了融入妖族，特意研究了变化出妖族外形特征的阵符，逆向操作一下，也可以做成遮掩妖族特征的效果，试试效果吧。说罢，他便催动魂力将化形符融入了提卯的体内。提卯不受控制的开始颤抖了起来，随着一阵绿光闪过之后，他原本的4条马腿竟真的变成了人类的形状。提卯好奇地看着自己的大长腿，感觉有些奇怪，明明站得很稳，却有种说不上来的不协调感。宋云祥笑了笑，没事，很快就会习惯了。对了，给他找双鞋和那啥。匆忙赶出来的阵符还没来得及添加衣物收放的功能，提卯发现手腕上多了一个透明的手镯，于是便询问这是什么。宋云祥解释捏碎这个就会变回原形了，赶得匆忙，先做了个一次性的，等回头有时间再给你弄个更好的。对了，紫苏那丫头呢？宋完听后回答，紫苏和那个小不点昨天吃空了外院食堂的食材库，跟着食堂的人出去采购了。与此同时，在另一边，太原组织内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为首的女人下达了指令，走吧。情报组的东司师姐已经找到了南影计划的线索。听到这话，身后的阿散连忙回了声是，接着众人便各自驾驶了一架非洲 A8行动组缩娘小队，任务开始，请求出动许可，许可已通过验证，祝任务顺利。基地大门打开之后，众人便驾驶非洲赶往了南荒永安城。此时在永安城的西北角某处，朱拉和齐格来到了这里。小巷子内出现了一个厨师装扮的护卫，在与护卫对完暗号后，他身后的铁门缓缓打开，露出了一条暗道。两人顺着暗道来到了地下3层，经过掌纹验证，走进了层层把守的房间内。此时房间内有几人正在等待，分别是技术小队队长拓跋博、第一突击小队队长阿古朵，以及一个健身的壮汉和身穿西装的胡须男。齐格大大咧咧地打起了招呼：莫奇组长，各位好啊。胡须男名叫莫奇祥，40岁，是弥伦国军战司高级密探，也是南影作战行动的总队长，境界在天阶中期。他看了一眼手表，开口道：你们俩迟到了35秒，会后自己找奎曼队长领罚吧。听到这话，两人顿时傻眼了。正在撸铁的奎曼看着两人，不屑地嘲讽了一句：这么重要的作战，派2个只有地阶的小女娃来，莫非平天圣宗如传闻般已无可战之兵了吗？奎曼担任着第2行动队队长的职务，年龄42岁，境界在天阶初期。齐格听到这话，面色一寒：圣宗威名不容亵渎，请阁下收回刚才的话。奎曼冷哼一声，将手中数百斤的杠铃砸了过去。我收你个嘎嘎！朱拉纵身一跳，猛然将杠铃踢飞，接着便从储物服中拿出了2把斧头，朝着奎曼直接攻了过去。狼不杂种，老娘弄死你！奎曼见状举着拳头丝毫不惧，呵呵，垃圾洋部的娘们，连奴隶都不如的废物。眼看两人的大战一触即发，莫奇祥连忙拦住了他们：我允许你们适当竞争，但前提是要分清楚场合。听到这话，奎曼便收起拳头，说了声对不起，尊敬的组长大人。朱拉也不得不低头认错。好了，既然人都齐了，开会吧。全体落座。随后几人便围坐在了桌子旁。莫奇祥开口道：正式开会之前，先说一个突发情况。拓跋博，由你来向各位队长说明吧。拓跋博点了点头，打开了桌子中间的投射影像。好，就由在下为各位简单说明。这个是公孙家的公孙展展，可能有点同僚知道甚至认识。此前我们故意向军战司内部的细作泄露了少许南影计划的内容，打算借此钓鱼，最终上钩的是公孙家这条鱼。这个公孙家的女人自以为聪明，收买了永安城本地帮派来跟踪调查对我们，但她恐怕也想不到，伸手帮的人早已被我们利诱倒戈，她即将要自投罗网，所以我们打算利用这次机会，借天都人的手除掉这个打算破坏我们计划的女人。朱拉听到这不解的悄悄询问：什么意思？公孙家是那个燕州王的公孙家吧？那不也是弥伦国这边的吗？而且他们家好像还有个刚觉醒不久的星魂江苏人。齐格小声地解释道：以公孙家等保皇派的老牌勋贵和军战司所属的葛老派是对立关系，军战司主战，保皇派求稳。朱拉听得一头雾水，算了算了，你别说了，我可搞不懂这些。所以咱们到底属于哪一边的？齐格回答：根据副宗主的指示，咱们是支持军战司和葛老派的。这时莫奇祥示意两人安静，大家都明白了吧？这次我们要借天都人的手，除掉这个公孙展展，为军战司未来的全线作战计划创造更稳固的后方支持。说到这，莫奇祥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公孙家可是有着一位始源星魂将的素人，如果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那全线作战计划势必将如虎添翼。与此同时，在弥伦国燕州永业城中，燕州王府邸的大校场内，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演练，数百名士兵架盾举刀，做好了防御的准备。很快，一道马蹄声便由远及近，战马名为玉兰白龙驹，而马背上的星魂将正是有着龙胆虎将之称的赵云。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很快就展开了第一轮交锋。赵云一马当先，挥动长枪横扫而去，枪影之下，士兵的机体犹如豆腐般被瞬间撕碎，一人一马一往无前。周围的士兵还没近身就被接连斩于马下，银枪挥舞，带着雷霆万钧之势，犹如猛虎利爪般撕裂一切阻拦的士兵。眼看防线被攻破，队长连忙下令：还能动的，快起来重整队形，小心他！
话说到这，却发现马背上的赵云忽然消失了。就在他们四处寻找之际，赵云突然从天而降，手中的银枪摧枯拉朽般猛然砸向了地面，伴随着砰的一声巨响，处在地面上的机体全都被震到半空之中。下一秒，一团巨大龙卷风暴快速成型，直接将所有机体吞噬其中。片刻后，风暴消散，士兵们也全部失去了战斗能力。星魂将赵云手持银枪静静站在战场中心，不远处一阵掌声响起。好，漂亮！在以一敌百的战况下，还能做到准确避开所有要害，既给予了无法行动的痛击，又能把握好分寸不伤人命，不愧是你。公孙家近100年来第一天才公孙止意，说话之人叫公孙胡，是弥伦国燕州王公孙一族的现任族长。听到这话，公孙止意连忙解除垢妆来到了他的面前。你过奖了，父王，都是您和各位长辈教导之功。公孙胡哈哈一笑，很是高兴。你啊，就是有些过度谦虚有礼了。走，来这边饮茶。说罢，他便看向了旁边的侍卫，交代道：去收拾一下，让他们等下去库房领赏，撑过少主3招的奖励翻倍。随后两人便来到了城墙上的凉亭内。公孙胡倒下一杯茶水递了过去，尝一尝，这是刚从西水国洛南道送来的雨前新茶，为父刚从那群老匹夫手里讹来的。公孙止意恭敬的接过，谢谢父王。公孙胡摇了摇头，狗屁父王，这里又没有外人，叫我爹是父亲。公孙止意连忙喊了一声，算了，随你吧，茶也喝了，给你交代个事。公孙止意闻言立马正襟端坐，您说。公孙胡拿出一个盒子放在了桌子上，跑一趟天都国的南荒边城，给我把你小姑那个蠢货带回来。听到这话，公孙止意有些疑惑，小姑姑她怎么了？公孙胡冷哼一声，咬牙切齿的开口，那丫头想替太子殿下出头，结果反被军战司的杂种们下套了。你也知道，老头子晚年得女，展展这丫头作为咱们公孙家唯一的女孩，是全家的掌上明珠，老头子和我还有你那些叔伯都把她给惯坏了。我怀疑军战司那帮狗东西是想用她的命来制造矛盾，毕竟她是未来的太子妃，公孙家千金加上半个皇族身份，不但会引起保守派的怒火，还将动摇国内民众的反战情绪。公孙止意听后点了点头，我知道了，有无实现？公孙胡回答5天之内赶到永安城，阻止军战司的阴谋，正常情况下是办不到的，所以我给你准备了这个，打开，拿着里面这个铁牌，天都国会有人接应你的。公孙止意闻言便将盒子内的铁牌拿了出来，看着上面踏星门3个字，疑惑地询问这是什么。公孙胡缓缓开口讲述道，踏星门，这要从几百年前说起。几百年前，那时帝国还尚未3分，当年明武皇帝从超古代文明遗迹中发现了某个秘密，一生不服天命的他打算继承人族先贤的意志，启动叫什么塔的计划。可没想到，不久后明武皇帝在亲征东荒的战场上遭到刺杀，无奈之下，年幼的光焕皇帝继承皇位，皇叔受命摄政，长公主亲征东荒，皇叔天和泰是明武皇帝的同母兄弟，受封于北疆弥伦之地，封号弥伦王。他文武双全，胸怀锦绣，乃大德之人，本来他才是那个最理想的继位人选。昭陵长公主天佩妍不但继承了明武皇帝天生的武勇，还是一位强大的先天素人。如果那个时代能够允许女人称帝的话，那她也会是一位能够中兴帝国的继位人选。围绕着这2位人选，文武大臣组成了皇叔党和帝姬党，同时一部分后宫势力的代表又围绕在少帝光耀皇帝周围组成了少帝党。3党为了各自的利益展开了明争暗斗的较量，最终为了平衡国内各方势力的利益，也为了帝国的未来，皇叔天和泰和长公主天佩妍都选择了辅佐年幼的光焕皇帝继位。最初的几年，整个帝国在文臣为主的皇叔党和武将为主的帝姬党的携手共治下，甚至超越了先帝时期的繁荣。但没多久，帝姬派和皇叔派突然爆发了矛盾，几次流血事件后，双方彻底闹翻。皇叔天和泰，也就是后来咱们弥伦国的开国皇帝，他决定继承先帝遗志，继续那个什么塔的计划。为了避免重蹈先帝与少帝的覆辙，他偷偷在暗中授意，组建了一个神秘的组织，并以古文明遗迹中记录的曾经敢于逆天而为的某个组织为名，就是这个踏星门。听到父亲的诉说，公孙止意仍旧感到疑惑，那踏星门和我公孙家又有何关系？公孙胡顿了顿，继续开口道，身为星魂将赵云的第7代素人，你应该也知道，历代素人中有3位不4位都是出自我公孙家。星魂将赵云第5代素人，是我公孙家先祖天地国卫将军公孙浩，乃是踏星门创立之初的核心骨干，也是之后皇叔天和泰被迫北逃，一路追随并守护其建立弥伦国的元老之一。之后大约在100多年前吧，赵云的魂玉选择了远在天都国的分家子弟公孙商，成为了第6代素人。之后到了你这一代，星魂将赵云又回到了我公孙家宗家手中，冥冥中或许也在暗示着什么吧。好了，这下你都明白了吧？还有什么要问的吗？公孙胡说罢便要起身离开。这时公孙止意又问出了心中的疑惑，父王，恕我冒昧，您能调用的力量中，恐怕应该有比我更合适这次任务的人选吧？公孙胡点了点头，回答没错，其实我已经安排好一队天阶死士，他们会在暗中支援你的行动，那为何不直接安排他们去？公孙胡听后若有所思地看向了窗外，因为我希望你去看一个人，和他认识一下。何人？有何过人之处？公孙止意很是好奇。公孙胡长叹一口气，转身朝楼下走去，也没什么，故人之子而已。此时在南州边境的永安城内，
前去赴宴的宋云翔一行人赶往了约定地点。宋云翔整理了下身上的衣服，总感觉这身穿着不太舒服，等吃完这顿饭就换掉好了。看到他这副神态，前面座位上的马三猜到了大概。这次大木内司准备的衣服，云翔少爷很不满意啊。夏北哲猜测道：“应该是时间太仓促了吧？下面办事的人也找不到更好的了。”马三闻言眉头一挑：“啧，不是时间的问题吧？我觉得就是大木那家伙衣品不行。你看他平时就穿得土里土气的。”对，好像有点道理。夏北哲点头表示认可。马三毫不谦虚地夸赞起了自己，这种时髦的事情还是必须我九爷亲自出马。此时非洲一个急转弯调转的方向，趴在凳子看风景的涟漪和提铆猝不及防闪落在地。马三见状提醒了一句：“你们俩给我坐好，这样很危险的。”涟漪不好意思的连连道歉：“对不起马爷。”随后他的目光便被下方的建筑吸引。你看，这条街就是永安城的西街了。西街的西北区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那家店就是永安城特别有名的百年老店西街烧鹅店。我第一次遇到云翔少爷就是在那里。鹅是什么？提铆没吃过鹅，不知道他说的是哪种。涟漪于是便将烧鹅的制作方法讲述了一遍，把一旁的提铆馋得直流口水。主人，提铆想尝尝。他一脸期待地看向了宋云翔。宋云翔想想也是，等下赴宴，他们估计站在后面也没得吃，先带他们吃点东西垫一垫也好。思索至此，宋云翔便让夏北哲在西街先停一下。片刻后，非洲在西街顺利降落，马三、夏北哲原地等待。宋云翔带着3个侍女走了下来，几人直接进入了附近的西城烧鹅店。就在刚踏入店内之时，宋云翔忽然收到了燕小红的传音：“在吗？杂鱼宿主。”宋云翔疑惑地询问：“怎么了？”小红得意洋洋地开口：“伟大的本尊从那黑戒中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杂鱼宿主想不想知道啊？”燕小红发现黑戒中的重大秘密后，便将这个消息告知了宋云翔。于是宋云翔就安排几个侍女自由活动，等吃饱喝足后再集合。他为了保险起见，与几人暂时分别，利用隐匿阵法悄悄离开了这里。不多时就来到了一处人烟稀少之地。出来吧，说什么情况？听到宋云翔的话，小红立马得意地现出了身形。哎呀，杂鱼宿主就这么急不可耐地想见伟大的本尊吗？宋云翔闻言面色一沉，给老子好好说话。说罢他便打了个响指，施展出阵法结界，直接照在了小红的头上。受到教训的小红慌忙求饶：“尊贵的主人，奴家知道错了。”宋云翔随即松开了他。小红捂着脖子，心有余悸的大口唤起：“等下，你有没有尸体？应该是不需要呼吸的吧？”听到宋云翔的话，小红才反应过来。对了，哈哈哈，可能是因为宿主出手太过凌厉，都让小的分不清虚拟与现实了。行了，赶紧说是吧。宋云翔懒得听他拍马屁。小红闻言便拿出黑戒开始了讲解。首先，这东西是第18纪元由一个什么科技企业制造的便携式外置纳米医疗设备，能够分解成纳米单元进入佩戴者的体内进行治疗以及身体强化，同时也具有变化形态的能力，可以作为医疗器械为他人进行治疗，以及变化成各种工具及武器。但因为体积受限，所以变化成较大体积的工具时，需要佩戴者提供额外的耗材。但是这一批黑戒属于是试作品，而且被改造了特殊的功能。根据残缺日志记录解析出的数据显示，曾经有一个执行通天塔计划的组织对这批黑戒进行了实验性的特殊改造。这批黑戒可以作为离线终端，执行被预设的 1.0 版星回协议。宋云翔听后陷入了沉思，原来如此，所以当时那个黑眼珠老头就是用这个功能夺舍了寻夏，之后又试图夺舍我的身体吗？星回协议，容器，能不能根据已有线索推理一下，判断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动机？小红闻言思索了片刻，有点搞不懂啊。从日志里可以看到，18纪元的那些人是将自己的意识复制到黑戒内，然后预设了这个功能对自己使用。好奇怪呀，这些人。宋云翔听到这，隐隐猜测到了一些东西。难道说复制了自己的意识对自己使用？18纪元的人，他们的敌人是能够以同样手段夺舍肉身的恐怖存在，所以他们试图用黑戒这种设备来自保。小红继续讲解，所以那个老家伙在黑戒中还留下了原始意识数据，虽然隐藏在了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但本尊已经把他给抓出来了。嘿嘿，这家伙在这个呆头呆脑的小子这里还悄悄留了一个后门，也被本尊给抓出来了。宋云翔见状竖起大拇指夸赞了一句：“不错，看来你还是有点用处的嘛。”小红顿时露出得意的神情。那当然，本尊那可是相当有点用的，要不要本尊出手将这个老家伙的原始意识数据清除掉呀？宋云翔摇了摇头，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只将他的人格给消除掉？然后小红立马明白了他的意思，宿主是要将他初始化吗？然后没错，将这里然后那里的删掉。对，在这里加入一段类似阵法语言的操控指令。就是这样。在宋云翔研究黑戒的同时，另一边的永安城西北区，公孙展展跟着伸手帮来到了一处巷子内。巷子拐角，一个黄毛男悄悄做出了 OK 的手势，领头的男人会议同样悄悄点了点头。他随即来到公孙展展的身前，开口道：“老板您放心，穿过前面的西大街，有一个我们伸手帮的分舵据点，到了那里我们开非洲带您去那几个目标聚会的地点。”好了，知道了。公孙展展并没有多想，这时他的通讯装置忽然传出了声响，看到是师傅打来的之后，他立马示意护卫守在了自己身旁。接通之后，师傅焦急的声音随之响起：“你们暴露了，是陷阱，军战思想利用你的命挑起纷争，不要和他们交手，快逃！”听到这话，公孙展展面色大变，他连忙警惕地看向四周寻找退路。什么？我的命？我去前后夹击的阵型吗？大意了，该死的臭要饭的！
竟然欺骗本郡主。阿秋、阿兰留下断后，阿香、阿信保护我。说罢，他就借着旁边的墙壁逃向了远处。糟了，肥羊跑了，快追！伸手帮的领头见状，立马下达了追击的命令，并将情况告知了幕后的策划者。老板，那娘们好像发现了什么，突然跑了，怎么办？是，明白了，您放心，刚才我们早就已经下药了。此时，在天都国东周的边境处，赶往永安城的缩娘小队收到了东司的消息，我的人暴露了。原本打算利用公孙家曝光军战司反人道作战计划，进行舆论战的方案失败，军战司设下了陷阱，想用公孙家的人命挑起弥伦保守派和天都国的仇恨。缩娘听后点头回应，收到，我们小队赶到永安城至少还要30个小时。东司回答好的，如果 A 计划受阻的话，就执行 B 计划，将公孙的人就地抹杀，嫁祸给弥伦军战司。缩娘闻言陷入了沉默，犹豫片刻后，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收到。此时在永安城内，小红按照宋云祥的吩咐将黑戒修改完成。宋云祥随即把黑戒套在手指上，开始了尝试。启动之后，一道道暗红色的纹络涌现，通过手臂逐渐蔓延到了头部。宋云祥的意识与黑戒成功链接，很顺利的就进入了黑戒空间之中。在这片空间某个角落内，储存着数十个杜老的原始意识数据备份。由于杜老的人格已经被消除，所以宋云祥毫不费力的就入侵修改了其中一个备份数据。还是宿主大人会玩，这就是所谓的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吗？宋云祥听后呵呵一笑，没想到还挺顺利。不过还没完，给我接入那家伙留在荀夏身上的后门吧。片刻后，在宋府地下的隐卫铁牢中，失去意识的荀夏猛然睁开了眼睛，然后便一跃而起，从地上跳起，望着这副陌生的身体，宋云祥微微一笑，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呵呵呵，成了。云祥通过黑戒顺利的控制了荀夏的身体，他呵呵一笑，感觉很是满意。成了，不对，应该这样笑，还是不对，应该这样笑。宋云祥边回想边模仿起了荀夏的笑容，不一会儿便有了种神似的感觉。一旁的恋爱小红顺势拍了个马屁，牛批啊！不愧是本尊认可的宿主大人，真的是太会玩了。宋云祥挥了挥手臂，发现了一丝不对，这个延迟似乎有点严重。从本体到杜老倒是很畅通，问题就出在了杜老和荀夏的链接上。回头可以尝试以阵法强化一下黑戒和荀夏后门之间的链接，将间接操控的延迟感尽量降到最低。就在宋云祥思索之际，两名隐卫听到动静走了过来。怎么回事？难道是夏爷送来的那个俘虏醒了？宋云祥见有人来，暂时不想暴露的他立马带着小红退出了荀夏的身体。失去控制的荀夏摔落在地，这一幕看得两名隐卫很是懵逼。怎么回事？莫非这家伙刚才在梦游？此时在西城区的某个破旧楼房上，宋云祥的意识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身体中。他看着手指上的黑戒，微微一笑，和预想的效果差不多，只要改良了延迟的问题，一个完美的傀儡工具人就诞生了，就给他起名叫背锅马甲1号好了。小红闻言满脸期待的开口，那个小红应该也可以操控，小红也想要。宋云祥听后疑惑的问他要什么，小红嘿嘿笑道，宿主刚才操控的那种傀儡工具人呀。宋云祥闻言有些不理解，你一个高高在上的辅助 AI， 要区凡人的垃圾肉身做什么？小红边流着哈喇子边解释，那个最近看了好多地上人的美食，如果有个能够操控的肉身的话，小红也想以实体的状态尝尝呢。听到这话，宋云祥顿时无语至极，我去，怎么又是一个吃货？尊敬的宿主大人，可以给妾身搞一个可以操控的肉身吗？求了。宋云祥感觉有些头疼，虽然我不是什么正派角色，但随便抢夺肉身好像也不太人道。突然想到一个，你介意肤色深一点的吗？倒是有个俘虏可以弄过来给你玩玩。小红听后连忙回答，好呀好呀。就在这时，不远处一道叫喊声传到了这里，站住，小娘批你跑不掉的。宋云祥疑惑的循声看去，只见正有几个身穿破烂的男人追着3个妹子向这边跑来。公孙展累得气喘吁吁，很是狼狈。身后阿香阿信多次尝试运转魂力战斗，却始终无法成功，魂力受阻。我们中毒了，那群该死的混蛋，他们在破屋的时候就给我们下了药，片刻后他们被伸手帮的人一前一后给毒死了。郡主快跑，这里我们来挡住。公孙展听后也不耽搁，直接爬到旁边的围墙上。可就在他从围墙上跳下时，却发现围墙的这一边竟然也有伸手帮的成员，该死，竟然无法调用魂力。公孙展此刻彻底陷入了绝境。3个伸手帮的成员一脸坏笑的盯着他，是不是使不上力啊？哈哈，没想到高高在上的星魂师大人也有像狗一样无力的时候啊！那帮北国老板给的药还真是好使。话刚说完，身后忽然传来了落地的声音，什么人？他们还没来得及转头查看，就被宋云祥3个大逼都直接扇晕了过去。看着这突然出现的陌生人，公孙展警惕地问道：“你是谁？”宋云祥微微一笑回答：“永安城宋家。”宋云祥，需要帮忙吗？这位小姐。公孙展显然不相信他说的话。宋家，呸，想骗我？本郡主可不是那么好骗的。宋云祥听后，索性直接利用面具改变了样貌，并顺便模仿起了荀夏标志性的笑容。嘿嘿嘿，姑娘果然冰雪聪明，来吧，众生无相，既然被你识破了，那实不相瞒了，在下白龙帮帮主荀夏，姑娘需要帮忙吗？孙展捂着发晕的脑袋，尽量让自己保持清醒。你刚才的样子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我看花眼了吗？你怎么瞬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宋云祥笑着解释，见笑，一点小把戏而已。所谓人在江湖飘，就要玩得骚，要想不挨刀，背锅用小号。我等刀口舔血的江湖儿女，谁还没点手段来保护自己呢？只是没想到姑娘不光容貌倾国倾城，还有如此丰富的江湖经验，竟能一眼看穿在下的伪装，真是兰智慧心，才貌双全啊！公孙展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呸，油嘴滑舌之徒，在这里，肥羊在这里。两人谈话间，伸手帮的成员已经寻了过来，见到改变容貌的宋云祥后，他们顿时警惕了几分。荀夏，白龙帮。宋云祥戏谑地盯着他们，
看各位的穿衣品味，莫非是伸手帮的兄弟？伸手帮的帮主闻言开口道：“荀帮主，这是我们伸手帮和这小妞的私人恩怨，咱们两帮一直井水不犯河水。刚才我已经发过信号了，我们伸手帮300兄弟正在赶来，不如给兄弟一个面子，将这小妞交给我们，阁下和白龙帮就别趟这趟浑水了。”宋云祥听后不屑一笑，纠正道：“呵呵，井水不犯河水，难道不应该是一山不容二虎吗？”公孙展展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只能把希望放在了面前这个男人身上。拜托，帮我逃离这里，我可以付你报酬。宋云祥表示很难办，在下虽不才，但在这永安城还算小有实力。路见不平自当出手相助，但你也看到了，他们伸手帮人多势众，而且还很要面子。公孙展展闻言立马明白了他的意思，直接从怀中取出了一张储物卡递了过去。10万天都币够不够？宋云祥乐呵呵的接过。哎呀，谈什么报酬啊？我与姑娘一见如故，这份缘分又岂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原本区10万天都币作为定金当然是不够的，毕竟行有行规，我们行走江湖3成定金是不可少的。但既然姑娘如此诚意十足，那这次在下就破例先只收1成定金好了。公孙展展听后顿时无语至极，不过悬着的心也放松了下来。谈好价钱的宋云祥呵呵一笑走向了对面。各位也看到了，现在不是井水河水的问题，人家已经付了1成定金，那这就是生意了。伸手帮帮主见他要动手，立马威胁了一番：“你想干什么？我可是有300。”结果话刚说到一半，宋云祥就一记重击直接锤在了他的胸口处。不是在下不给面子，实在是我搞不清楚你这杂毛蒜蹭的老几啊！伸手帮帮主惨叫一声，滚到同伴的身旁，两眼一闭，口吐白沫，昏死了过去。见此一幕，副帮主慌忙开始下达了命令：“4大金刚何在？快给我上！”话音落下，人群中主动让出了一条道路，4个肌肉大汉气势汹汹地走了出来。伸手帮的成员见状信心爆棚，纷纷叫嚣：“太好了，是我们堂口的4大金刚！这群赚差价的倒斗贼，竟敢对我们百年大帮出手，简直找死！4大金刚出手，必将这狗贼拿下！上啊，4大金刚，干死他！”4个肌肉大汉也不墨迹，直接拿出魂玉开始了构装。宋云祥自然不会眼睁睁看着他们行动，快速靠近后瞬间动手打倒了其中一个光头，而其他3人则没有受到阻挠，顺利构装完成。宋云祥抢走光头的魂玉查看一番，非法魔改的民用机吗？那我也试一试。星魂构装。随着他一声大喝，一台看上去不咋地的机甲就出现在了场中。3大金刚此时同时围杀而来，宋云祥根本没有将他们放在眼中，他先使出一招白龙在天，然后又用出了一招地龙打滚，最后使用了一招黄龙撒尿。就这样3招结束，3大金刚直接被打成了解体状态。伸手帮的成员见状害怕的不断后退，不好了，副堂主，我们堂口的4大金刚被他秒了，不愧是白龙帮的帮主，竟然能一招秒杀玄阶强者，阁下不要嚣张，这笔账我们会记在白龙帮的头上。撤，我们撤，快走！伸手帮的乌合之众一哄而散，宋云祥没有追击他们，解除构装后便回到了公孙展展的身前。公孙展展强撑着摇摇晃晃的身体连连道谢。宋云祥见状一边上前扶住他，一边开始探查：“姑娘小心，尼伦国军战司特有的托麦伞，看来姑娘得罪的人大有来头啊！”公孙展展听到这话露出了震惊的神情：“你怎么知道的？”宋云祥没有回答，而是悄悄施展了昏睡阵符。可惜托麦伞阻断魂力的效果还行，但作为迷药却只能算是3流货色。随即中招的公孙展展便晕倒了过去。宋云祥边扛着他离开，边联系了夏北哲：“阿北叔，先接上清代他们，然后按我发的这个定位过来接一下我。”与此同时，在永安大酒楼的大堂中，洪玉箫看着下面的员工开口道：“这次事件让大家都受惊了，但商会对各位这次的恪尽职守给予了高度评价。在等待客运船修复的这段时间，大家可以申请带薪假期，在永安城这里好好放松一下。当然，有需要的同仁们也可以乘坐其他客运船返回工作岗位。”众人听后都发出了感谢的声音。人群中还有一道熟悉的身影，正是许久没有出场的林静花。她有些想不通，眼前这位洪玉箫洪小姐，洪氏商会南州地区的总负责人，最优秀的洪家第3代之一，为什么会特意来这里？难道也是为了那个人吗？宋云祥没想到自己竟然被千里之外的人盯上了，而且盯上他的人还是天都国镇北军的总帅。就在宋云祥掳走太子妃公孙展展的同时，在天都国北境镇北军驻地的临时空港内，一艘非洲缓缓停靠在了这里。镇北军中军武卫营所属2等都尉欧佩跟随着人流从非洲走了下来。欧佩也在南州稽武院任职教官，当时稽武院爆发受潮，他和程毅一起被宋云祥救过。负责来接他的有3人，为首的名叫赵牛，是镇北军中军武卫营的副营将，境界处于地阶中期。左边戴眼镜的青年名叫沈文兴，是天都国炼造司军器监少监，步风刀剑斗行试作机项目负责人。右边戴眼镜的胖子名叫徐顿，是太玄重工大将，4品炼造师，药精涂层技术负责人。欧佩见到3人之后，恭敬地拱了拱手，参见副营将，见过沈少监徐大将，竟然劳烦3位来接，末将惶恐。赵牛见状笑着摆了摆手，走吧，你不用这么客气，老夫是接了萧帅的任务来接你，至于他们俩，先上船再说，萧帅那边还在等着。说罢，几人就进入到了一旁的飞船内，开始向着镇北军驻地赶去。路途中，徐顿嘿嘿笑着看向了欧佩，欧佩疑惑地询问怎么了。前面座位上的赵牛解释道：“小欧啊，他们俩也是老熟人了，你还猜不到吗？他们专门第一时间赶来接你，还不是想要你手上不封剑对战凶兽的实战数据呗？”徐顿闻言表情严肃地开口：“赵副营将，我再纠正一次，是不封刀，不是不封剑。”赵牛无所谓的回应：“都是杀敌的玩意儿，叫什么不无所谓吗？反正都是剑斗型微远式用的，叫剑怎么了？”
听到这话，沈文星扶了扶眼眶，咳嗽了一声。赵银匠，此言差矣。赵牛闻言尴尬一笑，哈哈，少监大人不必较真，赵某是粗人，刚才就是随便调侃。沈文星随即打开电脑，专业科普了一番。赵银匠谦虚了，想必您应该也知道，最初的剑斗型微远氏是说到300多年前了，天都和弥伦第一次爆发大规模的武力冲突，战场上微远氏的33式长剑难以对于伏罗的重甲造成有效伤害。后来在某位剑术大师的指导下，我沈家先祖搞出来第一台剑斗型微远氏。不过那时的剑斗型除了机体方面的强化，武装只配备了4把3/4式破甲剑。200多年前，我沈家又出来一位惊才绝艳的天才，他设计了63式横刀，采用了独特的技术，极大的增强了劈砍时的破甲效果。但当年北境战场还要考虑到与凶兽作战，3/4式长剑更适合用刺激单点攻击凶兽要害。第2代剑斗型就采用了刀剑混合配置，所以还是叫做剑斗型。随着北境凶兽消弭，剑斗型的主要任务变成了在军阵近战中反制重甲的鱼伏罗。于是第3代剑斗型配备了4把63式横刀，但因为第2代刀剑混装的剑斗型还在各地服役，加上200年来的约定俗成，剑斗型也就维持之前习惯性的叫法了。而欧教官现在使用的这台机体，是在第3代剑斗型的基础上配备了4把步风刀的试作机。3年前，我司接到萧帅委托，在63式横刀的基础上进行反重甲的工艺改良，以3重复合材料改良刀身，用产自西空山脉的稀有材料药金为其镀层，终于制造出了这无坚不摧的步风刀。可惜药金因其稀有度昂贵无比，仅只制作了3台试作机。之后的事赵银匠和欧都尉应该都清楚了，其中2号机被弥伦抢夺，1号机在启凤山夺环战斗追击中大破，只剩下欧都尉手中3号机得以留存下来。我等也因为工作不力遭到处罚，不但升迁无望，项目也因被冻结了研发预算而停滞不前，所以我们才这么着急想看到步风刀对战凶兽的实战数据。拜托了，欧都尉。听到这话，欧佩脸上露出了为难之色。一旁的赵牛随即将文件递给了他，没关系，可以给他们，数据移交手续已经批下来了。欧佩查看文件后确认没问题，于是便签上自己的名字答应了下来。他从怀中取出来一个硬盘，一起递给了沈文星。少监大人，圆鼎城之战中的实战数据都在这个加密盘中了。沈文星道谢后连忙接过，当他看到里面的3号机实战内容后，顿时大喜过望。果然，药金镀层武器可以大幅度增强魂力附着，可以通过劈砍对凶兽造成更大的伤害。这个数据太重要了，只要能将药金镀层武器应用到下一代量产机上，3个月后的炼造师大会，我必然可以拔得头筹。沉寂多年的天都沈家，也将在我的带领下再次成为首屈一指的炼造师家族。思索至此，他连忙让飞船停了下来。不用送我们了，你们去见萧帅吧，我们自己步行回去即可。事关重大，我们需要立刻回去研究一下这份数据。不久后，飞船回到了镇北军驻地。此时，镇北军总帅临时的办公室内，一个士兵来到了门口禀告：报告总帅，兰州机武院借调教官、剑斗型试作机测试员、中军武卫营2等都尉欧佩归队述职前来请见。镇北军总帅林国公萧冲听后摆了摆手，准，让他进来吧。随即赵牛和欧佩便一起进到了办公室内。辛苦了，都坐吧。等两人入座后，桌子上的投影设备也开始缓缓运转。萧冲看着投射出来的影像，直接进入了正题，询问道：欧佩，我看了你之前的汇报文件，里面特别提到了新魂将左慈的素人宋云祥，他在驰援机武院的战斗中使用了踏星7步和落月斩等秘传战技，你确定所见无误吗？新魂将关羽终于再次震撼登场。作为宋云祥未婚妻的他，仅只是随手一击，竟然直接斩断了数万吨的镇空巨剑。就在刚刚，北京镇北军的临时总帅府内，总帅萧冲询问欧佩，宋云祥施展的战绩是否是踏星7步和落月斩？欧佩认真的回答，回禀萧帅，我可以确定，当时宋云祥以魂力悬浮的奇妙方式，配合玄甲卫特有的移动身法出现。毕竟他之前是我负责的班级里比较出名的学生，曾经有着一些不太好的传闻。萧冲听后有些好奇，什么传闻？欧佩尴尬的回复，据说他先天魂脉残缺，只能维持3分钟的够装，还有一些私生活上的不检点。萧冲摸了摸下巴，思索了一番，扮猪吃老虎吗？倒是和他老子那爱出风头的性子不太一样。你接着说吧。欧佩一边回忆一边讲述，后来他施展出玄甲卫的秘传身法踏星7步，在凶兽喷射的扩散光束中游刃穿梭，并以一招落月斩释放出魂力刀刃，隔空击杀了远处的凶兽。据末将所知，那2招是玄甲卫狄兰总帅的成名绝技，末将曾有幸亲眼看到狄帅在战场上施展过。萧冲听后顿时来了兴趣，你见过？欧佩点了点头，回答是的。1年多前的那场北境大战，我们中军武卫营负责镇守战线最东的两垭口地区。一旁的赵牛听到那场大战愤懑不已，是那一战，狗日的太和佣兵。欧佩继续讲述道，当时我军主力在北境战线与弥伦大军僵持，弥伦的游击将军夜往派出赤鬼军团，从东线绕行两垭口，试图从我军后方偷袭，切断补给线。我营奉命阻击，但敌军战力是我营数倍，兄弟死伤无数。危急关头，狄帅亲领玄甲卫驰援而来，但当时玄甲卫只有1艘云龙级镇空舰，而弥伦这边有6艘赤鬼团改装的小型镇空舰。赤鬼军团感觉优势在我，试图包围玄甲卫主舰并将其捕获。双方开始展开了激烈的接衔战，大量的弥伦士兵利用长沟从不同的方向强行登陆，与护舰的玄甲卫战斗在了一起。就在战局陷入焦灼之时，玄甲卫总帅狄兰终于上场，他脸戴一张红色的恶鬼面具，纵身跳下加入战团的同时，还够装出了新魂将关羽。本身绝强的战力，再加上始源新魂将的加持，如入无人之境般，
眨眼间便解决掉了大部分登陆上来的迷轮士兵。紧接着，迪兰操控关羽一跃而起，直接来到了2艘镇空舰的交界处，堵住了源源不断进攻的迷轮士兵。他先是用出了一招战技弦月斩，将面前的迷轮士兵尽数消灭，然后高举青龙偃月刀施展出了落月斩。下一秒，一道由魂力构成的青色刀芒便从武器上脱离飞出，刀芒瞬间放大，竟然将下方的小型镇空舰直接斩成了2半。迪兰的身影没有丝毫停顿，打出强力一击后，又用出了踏星7步，几个呼吸间就来到了另一艘敌舰的上方。同样的落月斩再一次斩下，不出意外，又一艘镇空舰被斩成2半。此时迷轮士兵反应了过来，不好，是圣阶强者，快用箭炮瞄准他！命令下达之后，剩余的4艘镇空舰同时将炮口对准了迪兰，然而迪兰却丝毫不惧，直接构装出了战马赤焰火龙驹，怒龙狂啸。随着迪兰一声轻喝，关羽背后的青龙则缓缓张开了嘴巴，紧接着一道金色的巨龙盘旋而出，朝着最近的镇空舰便撕咬了过去，而其他3艘镇空舰也没能幸免，被迪兰接连斩断。当时狄帅使用的绝技中就有那踏星7步和落月斩。欧佩讲述完后，脸上露出了一丝崇拜之色，一旁的赵牛也附和道：“没错，当时末将也在场，狄帅真乃是东路第一女中豪杰。”萧冲点了点头，起身走到了窗台前。原来如此，我有看过那一战的战报，我有印象。狄兰，玄甲卫，难道说他已经暗中与宋家接触了吗？希望不要因此引起那一位的猜忌吧。与此同时，在永安城西北区，宋云祥解除伪装阵法，变回了原本的样貌。他扛着昏迷的公孙展展走进了非洲内。见此一幕，众人都有些好奇。少爷，这时宋云祥笑着开口：“刚捡了个来自北国的俘虏，应该有点来头。你们调查一下最近永安城都来了哪些人。”清代和马三听后回了声是：“走吧，抓紧把这顿饭吃了，回去拷问一下这个小妞，通知补牙的人出来洗地吧。”在宋云祥几人离开后，几艘非洲收到命令来到了这里。警情通报：西北区24号街区发生构装械斗，涉事人员已经逃离现场，请求警力援助。此时在刚才战斗的街道内，晕倒的阿信被通报声惊醒，该死，魂力遭到阻断，我刚才被人从背后打晕了，糟了，郡主呢？阿香也不见了。对了，这帮人好像就是阿香联系到的，该不会……阿信想到这，心中顿时升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更新了！宋云祥与洪氏势力的会面终于开始。圣阶强者黄妙因为救郡主，紧急赶往永安城。就在刚刚，太子妃公孙展展被宋云祥掳走之后，他的护卫阿信也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捋清思绪的他，很快便意识到了另一个护卫阿香有问题，而情况果然跟他猜想的一样。阿香此时正躲在某一处，将刚才发生的事报告给了拓跋伯。拓跋伯听后愤怒的直接开口训斥起来：“什么？失败了？你是白痴吗？为什么不继续潜伏？你不知道为了将你插入到公孙家，我司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吗？”阿香闻言连忙解释：“对不起族长，当时制服了另一个女保镖之后，属下正打算协助伸手帮众去擒获目标，没想到突然出现了一个强者从中阻挠，不但没能执行计划，属下还错失了继续潜伏的机会。”据伸手帮众所说，这个人是永安城另一个民间帮派白龙帮的话事人荀夏。拓跋伯疑惑地问：“白龙帮荀夏是什么来头？”阿香回答道：“据属下了解，白龙帮是靠倒卖陪葬品起家的帮派，有消息说这个荀夏是星魂将的素人，属下看不透他的修为，推测应该在地阶之上。星魂将曹仁的素人，快把图像传给我。”是，发过去了，族长。看到阿香发过来的照片后，拓跋伯立马愣在了原地。是他，那个能踏空而行闯入宋府的天阶强者，这下麻烦了。与此同时，在非洲上，马三将调查出的信息说了出来，这下麻烦了，少爷。刚刚隐卫那边回复的消息，这小娘们估计是偷渡入境的迷轮人，身份背景似乎还有点不简单。宋云祥听后点了点头，迷轮人之间的内讧吗？有意思。几分钟后，非洲到达了目的地永安酒楼。马三询问要不要留下一个人看着这小娘们，宋云祥挥了挥手表示不用，他在这个阵法空间内会睡得很安全。说罢便带着几人向着酒楼的大门处走去。在门口迎宾的带路下，一行人穿过大厅，直接前往了顶层的至尊包厢。此时正在大厅内休息的林静花刚好看到宋云祥从旁边路过，他下意识的小声说了句：“宋公子。”什么宋公子？难道是静花小姐这几天一直在等待那位公子吗？她终于来赴约了吗？侍女边说边四处张望。哎，他们怎么去直达顶层至尊包厢的电梯了？难道说洪小姐今晚宴请的贵宾是她？林静花没有说话，在看到涟漪后忽然怔在了当场，脑海中渐渐浮现出了年幼时那道熟悉的身影。小娥。一旁的侍女好奇的询问：“怎么了，静花小姐？”林静花缓过神后回答：“没事，看到了一个跟我儿时玩伴很像的人。”片刻之后，宋云祥一行人乘坐电梯到达了最顶层。皮毛第一次见到这么豪华的装饰，惊讶的张大了嘴巴，其他人则默默地跟在宋云祥身后，一言不发。洪掌柜见到宋云祥后，连忙迎上去介绍了一番：“别来无恙啊，宋公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洪氏商会大南州地区总掌柜洪玉箫小姐，这位便是宋云祥宋公子，幸会啊，洪小姐。”宋云祥笑着伸出了手，洪玉箫同样一笑摘掉了手套。久仰，宋公子。两人握了一下手，很快就松开了。通过接触，宋云祥发现他不是素人，也没什么异常。洪玉箫做出了请的姿势，示意坐下聊。门外的两位强者为何不进来呢？宋公子，那二位强者是？宋云祥听后摆了摆手，那是我宋府东院的门卫马叔和司机下属，没关系，不用管他们。这样的强者，在宋府竟然只是门卫和司机吗？洪玉箫心中虽然惊讶，表面依旧不动声色。洪芳，你去招待好门外的两位，不可怠慢。洪芳闻言应了一声，便向着门外走了过去。二位老哥，失敬，刚才多有怠慢，还请海涵，不如咱们再偏
天听开一桌，坐下吃点如何？马三听后表示不必，我们在这待着就行。夏北哲点燃香烟吸了一口，心领了，职责在身，见谅。红方看到夏北哲的模样，感觉有些面熟，这位兄弟看起来有些似曾相识啊，不知阁下是否曾去过天都城？夏北哲听到这话直接否认，不可能，你认错了，抱歉抱歉，是老夫眼拙，还请见谅。既然二位不愿意吃东西，那咱们在这里喝点茶如何？洪掌柜，你忙你的，不用管我们。见两人坚持，红方只能尴尬地陪着他们一起等待。此时屋内的洪玉箫招待宋云祥入席之后，便首先开口恭维了一番。早就听闻宋公子年少之时便与众不同，卓然出群，风采斐然。宋家在这永安城一直很低调内敛，今日一见才知晓，原来宋家底蕴深不可测，人才济济，卧虎藏龙。如今宋公子不但觉醒为素人，还在元鼎城一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未来宋家在阁下的带领下，必定如日中天，光芒万丈。宋云祥听后呵呵一笑，过奖，洪小姐才是令人钦佩，不仅有着倾城容姿，更是难得一见的商业奇才。要不咱们跳过商业互吹，直接聊重点如何？洪玉箫笑着点了点头，我先介绍一下吧，洪一静、洪一柔，虽然名义上是我的贴身保镖，但他俩和我从小一起长大，亲如姐妹，是我为数不多可以信任的人。宋公子大可畅所欲言，不必有任何顾忌。宋云祥明白他的意思，随即也将身后的三女介绍了一番：涟漪、提卯、清代，我宋府东院的侍女，包括在包厢之外的两位，她们都是宋某可以托付后辈的心腹。洪小姐也请放心。洪玉箫听后惊诧不已，她虽然无法准确的判断境界，但直觉告诉她，门外的两位肯定是天阶以上的强者，而这三个女仆实力恐怕也在自己的两个保镖之上，在我洪家可以身居供奉高位的存在，在她这里却只是仆从和侍女。宋家果然比我想象的还要不简单。宋云祥介绍完之后直奔主题，既然都是自己人，洪小姐，我想那咱们也就没有必要拐弯抹角了，我就直说吧，我对洪氏商会在政商两界的能量以及情报能力很感兴趣。宋公子快人快语，还真是毫不客气啊。放心，洪小姐，我自然也能给得出对应的筹码。据我所知，洪氏商会垄断了天都国70%的药业和炼造材料生意，但洪小姐在这块业务上好像一直受制于其他洪家内部的竞争对手吧。而且我还有一个您绝对无法拒绝的，呵呵，听闻洪克己洪老家主境况似乎堪忧啊，传说中的延寿丹药，想必您也听说过吧？洪小姐，您也不希望这样的宝物落入到洪家其他继承人手里吧？与此同时，在另一边，西水国全城之中，皇家的府邸之内，正在休息的黄妙音被一条紧急军报惊扰。大人，青药军发来的紧急军报，狼环郡主的船在南荒失联了。失联之前发来的求助信息说，他们在南荒腹地遭遇围捕，疑似遇到了能够操控雷电的始源星魂将。黄妙音听后眉头紧皱，南荒操控雷电的始源星魂将，难道